原来这就是我的第9世啊！这一世的名字叫做楚尘。完整的轮回吗？第9世的名字与我第1世的名字一样，是预示着什么吗？这是父亲。晨儿，你别担心，爹一定把你带出去，寻医师来治好你的伤势。楚云山面容沧桑，30多岁的年纪，给人的感觉却如垂暮5、6、10岁的老者。记忆中，楚尘知道父亲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楚云山6岁修行，测出9级天赋，震动青州乃至整个大秦国。10岁炼体大圆满，突破巨气1重，成为大秦国历史上最快修炼到巨气境的人。16岁巨气10重，在大秦国那都可谓是天骄。18岁突破巨气，踏入丹元境，成为青州城第1强者。若无意外的话，楚家在他的领导之下，将会成为青州最大的势力，走向繁荣与昌盛。可惜呀，在他27岁修行结束，回归楚家之时，本欢呼雀跃的楚家人却发现，楚云山竟然是修为尽失，成了一个废人。该死！晨儿，只要我们出了那扇门，就能离开家族，爹一定会找到医师把你的伤治好的，尽量拖延时间。楚云山，你以为你们父子可以逃得掉吗？啊？哼，放肆！你不过是区区一个小辈，也敢直呼我的名讳？你父亲楚云群就是这般教导你的？哼，如今的你不过只是一个废人，也敢在我的面前虚张声势？啊？滚！你没资格和我说话。让楚云群出来！哼，我父亲将要继任家主之位，如今事务繁忙，可没工夫搭理你这个废人。可惜呀，可惜呀！哼，原本你楚云山才是家主的人选，可惜你变成了一个废人。不止你呀，你儿子也是一个废物，这才让我父亲有了上位的机会。看来我们父子还要感谢出手废掉你修为的人呢！啊！如此说来，楚云群是想要在继任家主之前除掉我。没错，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废物儿子也要一并处理掉，以免后患无穷。我楚云山都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楚云群仍是寝食难安，真是一个废物。混账！你一个废人也敢说我父亲是废物？你信不信我一刀劈死你这个废人？哼！大丈夫在世，又何惧一死啊？你要杀就杀，我要是皱半下眉头，我便不是楚云山。不愧是二爷啊！可惜英雄迟暮，二爷若是修为还在，又岂容楚云群和楚灵这对跳梁小丑般的家伙嚣张跋扈啊！遥想当年楚家二爷只手镇青州，那是何等的霸道与辉煌啊！既然你找死，我就成全你！你们上去，给我砍下楚云山的2条胳膊！住手！楚灵，你若有本事，就冲着我来，莫要牵连无辜。好，好，好！楚云山，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如果我当着你的面
把你儿子楚尘的四肢砍下来，然后再割掉他的舌头，一寸一寸的再把他身上所有的肉都割下来，你又会是什么感觉？好狠毒的人呢！这种行径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连畜生都不如。这只蝼蚁简直是在找死。不过楚尘却是根本没法出手，但是只要他完成了身体的修复，那便绝对是楚灵这只蝼蚁的死期。心中的怒火让楚尘不惜损耗更多的灵魂力，只为能尽快将身上的伤势快速的恢复。楚云山，你现在有没有后悔自己刚才说过的话？你不是傲骨铮铮吗？现在只要你在我面前跪下，然后说你楚云山就是垃圾，是废物，我就只杀你一个，放过楚尘这条小命，如何？你楚云山不是傲气吗？我就将你所有的傲气践踏的一点都不剩，我看你还怎么傲？哼，我凭什么相信你所说的话？你没有与我谈条件的资格。不过楚尘只是个3级天赋的废物，即便是放过他也没什么。唯有你楚云山必须得死，毕竟谁也无法保证将来的你是否会恢复修为呀。好，我答应你，希望你能信守承诺。罢了，楚尘心中是一声长叹呢。原本按照他的打算，8世轮回积累的灵魂力，他是不想过多浪费的。然而都已经到了此刻了，他又怎能如此自私呢？灵魂力就算是消耗光了，大不了也就是将来重修回来就是了。但若是楚云山死了，恐怕他这一生都要活在愧疚与悔恨之中。让我刚刚觉醒就付出自损的代价，所有曾经欺凌过我们父子的人，你们做好接受审判的准备了吗？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哼，杀你这种垃圾简直是脏了我的手。我没记错的话，刚才你这个垃圾是要砍掉我的4肢？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没种的垃圾，说你是垃圾，都侮辱了垃圾。不，住手！灵儿，小畜生，我要你死！想要杀我的人太多了，你算什么东西？楚山雄呢？大胆！你怎敢直呼老家主的名讳？你算什么东西？哼，我叫他的名字，那就是他的荣幸。小畜生，我要你死！哼，就凭你这种垃圾，也想从我手中救人？我若想要杀掉一个人，就算是9天之上的神帝来了，也无用。只是流出了几滴血泪而已，岂能比得上差点魂飞魄散的身心俱损？当你肆意妄为的欺凌羞辱他人之时，就应该想过，你也终究要有承受这种痛苦的那一天。杀人者，人恒杀之；辱人者，人亦恒辱之。你个小畜生！你好狠毒的心肠，若不将你碎尸万段，难解我心头之恨。哼，就凭你，神灵！住手！楚尘，你要做什么？来的都是楚家的高层，有些与他父亲楚云山是同一辈分，亦有几位老者更是高一个辈分，在家族之中亦是德高望重。
哼，我做什么？难道你们没看到我正代表神灵审判罪人吗？你说谁是罪人？放肆！当着我们的面你竟然也敢行凶！是你在放肆，我是代表神灵审判罪人，你是在质疑神灵的尊威吗？多余的话我不想多说，这个家族已经腐朽了，今天就由我代表神灵的意志重新洗牌。重新洗牌？妖言惑众，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的意志，你一个小辈也敢在这里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来人布阵！执迷不悟，区区一个2级灵阵就想对付我，简直是不知死活。楚尘，你就不用继续虚张声势了，你的那点伎俩早已被老夫看穿了。哼，你现在若是束手就擒，还来得及。摆出这副阵势来对付我，还要让我束手就擒？你这老东西是白痴吗？至于你们说我虚张声势，那么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神底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楚尘，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要我们自己家里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你觉得呢？哼，没什么好谈的，况且就凭你们也有资格跟我谈？哼，既然如此，那就先把你拿下，然后再审判你的罪行。这1年来，尔等欺我父子为废人，今日之事，只要你们不是白痴，便心里都会清楚，那是楚云群和楚灵想要除掉我们父子2人，而你们倒好，竟然反过来要将我拿下，审判我的罪行。我楚尘又岂是尔等小小之辈可以欺辱的？跪下，你们这些凡人，让我剃干净你的脊梁！我知道你与楚云群乃是一丘之貉，死！我认识你，你是楚云鹏，我父亲楚云山的堂弟。陈儿，你什么都不需要问，我会亲手肃清某些人，族中的大局就交给你了。话音还未落下，楚尘就已经从楚云鹏的身边走过，神底虚影动静之间是天地摇晃。尽管楚尘一腔怒火，恨不得杀尽那些欺辱过他这一世的人，但是他也知道，若是真的杀光了这些人，怕是整个楚家也就剩不了几个人了。所以楚尘只打算诛杀一些罪大恶极的、心肠歹毒的，然后扶持楚云鹏来上位。如此呢，也不至于家族中死的人太多而产生动乱。同时他也打算以楚家为根基，一步步的稳步发展，先把自己的修为提升上来，方可立足于这片天地。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神光弥漫的神底虚影如同神灵降临尘世间，审判世人的罪与恶。对于楚家来说，这是一个流血的夜晚，整个楚家的高层近乎被杀了个半数。轮回眼封，这意味着过了今晚，他就是一弱鸡呀，随便一个聚气境武者都能过来杀死他。虽然这样让我失去了一种保命的底牌手段，不过我却也可以慢慢的研究开发这双九纹轮回眼的能力。同时以我8世轮回积累的经验，我的修为实力也必然可以快速的提升上去。随着楚尘来到家族府邸的深处种地，他发现呢，楚云鹏并没有将局势控制住。这些年来，楚云群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和一些人拥有着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一方派系，在家族之中日益壮大。
当我者死。楚尘再次释放出灵魂的感知力，以他那8世轮回积累的灵魂力，轻而易举的就将感知扩散笼罩至整个楚家的府邸。蓦然间，楚尘的脚步忽然停下，因为他的灵魂力在不远处一座阁楼的地下就感应到了一间密室。没想到他竟然被人给软禁了起来。楚尘是如何做到的呢？真的是你吗？看在你被软禁起来情有可原的面子上，有些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去议事大厅吧。晨儿，家族的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复杂呀。哼，你这个家主都被软禁起来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你打算怎么做？很简单，所有敌人全部镇压，该杀的杀。镇压，该杀的杀。片刻之后，楚尘就来到了家族议事殿的近前。在议事殿前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像是小广场一般。楚全见过老家主。当初给我下毒的人就是你吧？没想到我那么的信任你，你却背叛了我，背叛了楚家。老家主，您这样说可就不对了。我并没有背叛家族，而是希望家族可以走向更辉煌的繁荣。您已经老了，家主这个位置应该交给更合适的人。你们之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不想听。哼，既然你是楚家的叛徒，那么你自裁吧。杀你这种垃圾，只会是脏了我的手。你这小废物可真够猖狂的，以前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你现在可没有神底虚影了。莫非你以为就凭你一个3级天赋的废物，炼体3重修为都没有的毛头小子，还能翻了天不成？神底虚影，对你们这些垃圾来说，我就是神。什么？你不是喜欢笑吗？现在怎么不笑了？身为青州城3大世家的一家之主，这楚山雄也是有些眼力和见识的。他敢肯定，就算是单元境的强者，也绝对施展不出刚才的手段。多余的废话我不想多说，所有在场的楚家之人，选择跟随我和老家主的，都过来站在我们的身后。选择反抗与抵挡的，只有死路一条。好了，我只给你们所有人10个呼吸的时间做出选择。好了，时间到。什么？时间明明才过去5个呼吸。老家主，这在家族与背叛之间，你们还需要犹豫这么久，留着你们何用？你这样直接杀了他们，是不是有些太过了？哼，当断则断，那才是大丈夫所为。该杀就杀，亦是强者之道。我是真怀疑过去的那些年你这个家主是怎么当的。如果你这个家主称职的话，好好一个家族又岂会变成这般腐朽不堪的样子？该杀的也都杀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照顾好楚云山。楚山雄一脸错愕，根本就无法跟上楚尘做事的节奏。毫无疑问呢，这个夜晚整个楚家都处于动荡之中。不过这一切楚尘也没有心思去理会了，
一场杀戮下来，该出的气也算是出了。在楚家府邸一个偏僻的角落之中，这里有一座木屋，看起来很是简陋。而这里就是在过去的1年，楚云山和楚尘居住的地方。楚尘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返回了此处。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呀。他之所以选择回到这儿，一方面是因为该杀的都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体内已经没多少灵魂力可以消耗了。按照楚尘一开始的打算，他是准备使用一部分灵魂力来恢复伤势，然后呢就将剩下的灵魂力封印在肉身与轮回眼之中。如此伴随着他将来的修为不断的提升，这些灵魂力也会随之解封。8世轮回积累的灵魂力，再加上他这一世修炼的灵魂力，那么就是9世的积累。当他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他的灵魂力也将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然而这一切的计划都被楚灵那个该死的蝼蚁给破坏了。8世积累的灵魂力，其中有60%多已经融入到了我的肉身之中，封印了起来，被9纹轮回眼吞噬吸收的大概只有30%。至于今天晚上我在楚家大开杀戒所消耗的魂力，只有不到1%。经历8世的沉淀与积累，原本我为第9世准备的那门功法，以这具身体的资质，暂时却是根本无法修炼呢，必须先把身体的资质提升上去。奴婢见过公子，家主说，若是公子醒了，就让您去一趟议事殿。我父亲醒了吗？二爷还未醒来，不过小少爷可以放心，家族请来了2品医师，专门负责照料二老爷。你找我？喂，我是家主啊，也是你的爷爷，你这小子对我多少也要恭敬一点吧？啊？哼，你的命都是我救的，我为什么要对你恭敬啊？至于你是我爷爷这件事儿，虽然我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对于我从小到大的这些年，你可是从未对我履行过你这个当爷爷的义务啊。哎，你说的没错，我并没有履行做爷爷的责任与义务。你不承认我呢，也是应该的。好了，还是言归正传吧。你把我叫来，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吧？的确有事儿，而且呢，还不是小事儿。昨天晚上，家族经过一场动乱之后，我们家族聚气境的人，有超过半数都被你给杀了，以至于我们家族实力大损。而在青州城中，除却我们楚家之外，还有徐家和方家这2大世家，一直以来呢，都与我们家族分庭抗礼。虽说昨天晚上我们家族已经戒严了，并且关闭了府邸大门，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以徐家和方家的情报能力，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楚家实力大损的事情，所以我担心呢，接下来这2个家族会对我们楚家发难。哼，就这么点小事啊？我知道你拥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如果你那个力量还可以使用的话，这2大家族的威胁自然是不用担心。放心吧，那2大家族的决策层如果不是脑壳被驴给蹬了的话，不会轻举妄动的。你们与其关心外在的威胁，还不如好好想一想，如何稳定家族中的局势，让家族尽快走上正轨呢？诸位觉得如何呀？我觉着吧，楚尘说的没错。如今整个青州城的人都在议论咱们楚家昨天晚上出现的那个神邸虚影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徐家和方家在我们家族里面肯定是安插有眼线，
应该已经知道神邸虚影的出现跟楚尘有关，并且呢，他们也应该知道楚尘呢在昨天晚上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族中半数聚气境的高手，所以呢，这两大家族也要弄清楚这楚尘是否还具备这样的力量，不然呢不会轻举妄动的。没错啊，最起码短期之内徐家和方家不会发难。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商议一下家族下一步的发展，同时呢，族中损失的力量也需要尽快的培养出新的人才。从议事殿出来之后，之前的那个婢女依旧等候在外面。按照这个婢女的说法，家主呢为她重新安排了一个住处。我那个父亲估计还要2天才能够醒过来。武道修炼之路亦是从淬炼突破开始，第一个境界就是炼体境。只不过呢，楚尘这具身体的武道根骨资质太差，凭借那区3级天赋的资质，根本就无法修炼顶级的功法。所以楚尘呢，要先把这根骨资质提升上去才行。他选择的是修炼一门秘法，名为吞阴炼阳术。这是一门秘术，并非功法。炼阳，这9纹轮回眼在这个时候竟然是自行开启，同时当初被封存进9纹轮回眼中的磅礴灵魂力亦是顷刻间扩散而出，牵引高天之中阳气不断的聚敛而来。这什么破天气，秋天怎么会这么热呀？青州城的街道上，有人扯了扯身上的衣袍，额头上冒着汗水，因为太热了，心中亦是非常的烦躁。我的天哪，你快看，天上的太阳，这是神迹吗？昨天晚上楚家出现神体虚影，如今太阳都出现了异象，难道说真的有神灵降临了？这种异象难道是……按照古籍中的记载，出现这样的血日异象，意味着有人正在牵引太阳之气修炼。只要是了解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太阳之气不是随便就能炼化的，唯有极少数的顶尖功法才能够做到以太阳之气来修炼的地步。并且呢，能够牵引太阳之气出现这么惊人的血日异象，这说明造成这般异象之人必然是一位绝世高手。一时间，整个青州城中的3大世家都有些紧张，包括楚家这边，这楚山雄也看到了血日异象，倒是并没有联想到这楚尘的身上去。这炼阳秘术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楚尘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可以容纳的极限。不知不觉之中，夜晚来临，整个天地陷入了夜幕之中。楚尘没有惊动任何人，他推门而出，来到院中，旋即找到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然后就开始吞吐月阴精华之气。每当有月阴精华入体之后，他就会运转秘术，将封存在体内的太阳之气分离出一部分，让阴阳2气在他身体之内是水乳交融，身体亦在这种交融之中洗礼淬炼，根骨资质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提升。这白天是有人以太阳之气修炼，引起血日异象，如今晚上又有人牵引月阴精华修炼，引发月霜满天之异象。难道这2种异象皆是出自于同一个人？若是如此的话，可以同时借用阴阳2气来修炼，这就太恐怖了。有点意思，没想到小小的一个青州之地，竟然存在有可以沟通阴阳2气来修炼的高手。这大秦国中有这样的人，哎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似乎按照九世轮回诀中的描述，这九纹轮回眼便是至尊级的天赋啊！世人都只知道敬畏强者的威严与力量，羡慕强者坐拥的财富与地位，但是世人之中，又有几人能够明白，真正的强者是孤独，是寂寞，是高处不胜寒呐。5天的时间，吞阴炼阳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的这具身体提升了5级资质的水平，起码总算是具备了初步修炼那门功法的资格。很快，楚尘就进入了修炼的状态，周围的天地元气亦是在功法的牵引下不断的汇聚而来。炼体前3重是汲取天地元气来淬炼皮肉，每提升一个境界就会增幅1牛之力。炼体境的力量就是以多少牛之力来进行命名的。不过楚尘的实地战尊诀与这正统的武道修炼有所不同，别人在炼体之时是会将吸纳的天地元气储存在肉身之中，凝练元气用来施展战技，但是楚尘却根本不会将元气凝练在体内，而是将所有吸纳的天地元气尽数炼化，用来强壮肉身，打凹筋骨，将肉身的淬炼达到一种极致。所以别人在炼体前3重每提升一个境界可增加1牛之力，楚尘却是提升一个境界可以增加2牛之力。去看看那楚云山的情况吧。那楚尘不过是3级天赋的废物，真不知道他到底是走的什么狗屎运。我听我爹说了，楚尘应该是有一件蕴含着强大灵魂力的宝物，他是利用了那件灵魂宝物，这才可以使用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手段。是啊，听说他的身上弥漫出了很强大的灵魂威压，他是一个3级天赋的废物，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灵魂力嘛。说的没错，可以淬炼灵魂的功法可不是我们楚家这样的势力能够接触到的。你们说楚尘那件灵魂宝物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如果我们可以得到那件宝物的话，要是我得到了那件宝物，我一定会去把醉梦楼的苏小柔给抢过来。江哥又在惦记苏小柔了啊！不过那苏小柔还真是漂亮的不像话。听说前段时间就会被送到火月拍卖行公开拍卖，也不知道谁能成为他的主人。江哥，前面那个不是楚尘？慢着，江哥，怕什么？我们过去可是打过他好多次，而他见了我们却没有跟我们算账，可见他根本就没有跟我们算账的实力。如果把你们换成是楚尘，你拥有轻而易举就能够杀死聚气境高手的力量，你会不计较过去被打过好几次的事情吗？是啊，江哥说的没错，楚尘没找咱们麻烦，那就是因为他没那个实力了。看来他那件灵魂宝物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娘的，我刚才还差点让他吓尿了裤子，看我怎么教训他。有些人呐，还真是不知死活呀。楚尘，我听说你有一件可以让灵魂力变强的宝物，我很好奇，不如你拿出来给大家一起看看，长长见识。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宝物的？难道不是吗？如果没有一件灵魂宝物的话，你那天晚上弄出来的神灵虚影又是怎么回事？我可是已经听族中的高手说过了，那是唯有凭借强大灵魂力才能够做到的手段。你不说我就当你是默认了。且不说我没有那种宝物，就算是我有，那也是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们看呢？站住！怎么，你们几个想对我动手吗？过去的事情我不跟你们计较，但若是你们不知好歹的又来招惹我不介意给你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楚尘，你不要太嚣张了，
如果你还有那天晚上的力量，我们自然不敢对你怎么样。哼，你若识趣儿，就把那件宝物拿出来，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念大家都是同族的情谊了。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你们几个若是识趣儿的话，就赶紧滚。哼，我倒是要看看你楚尘有什么本事，敢说这个话。看来你并没有把我给你的忠告放在心上啊。这怎么可能呢？别在我的面前下跪，因为你这种垃圾连给我下跪的资格都没有。楚尘，你居然敢说我在你面前下跪的资格都没有！你对我的羞辱，我楚将一定要还给你！晨儿，我正要找你，没想到你自己就过来了。啊？你找我？啊，是啊，最近几天你一直都待在庭院里没出来过。如今无论是我们族中，亦或者是徐家和方家，都已经在猜测你是否还能够施展出6天前的强大灵魂力。你们倒是有些见识啊，竟然知道那是以强大灵魂力施展出来的手段。你说这话也未免太小瞧人了。虽说青州城3大世家就连一个元丹境的强者都没有，远远还接触不到炼魂功法与灵魂力的玄妙，但在一些古籍之中也是留有些许记载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那天晚上施展的神地虚影，实际上是一种叫做神灵的神通手段。至于我原本想要找你，也是想要告诉你，你最近不要离开家族，有些人可能会出手试探你。一旦试探出你已经无法使用那种强大的灵魂力手段，徐家和方家肯定会趁着我们家族实力虚弱的时机对我们发难。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点事儿。好了，你说的这些我已经知道了，带我去看一看楚云山吧。好。银叶草、青灵花、孤红叶，你懂得炼妖？楚山雄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的抿了抿嘴，然后就无奈的继续往前走。来到竹林中阁楼的近前，然后就看到了外面晾晒的一些草药，在这些草药放置的地方也都标注有标签，上面都注明了草药的名字：银叶草、青灵花、孤红叶。楚山雄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但是当他看到这些药草的名字竟然和楚尘刚才嘴里随口念叨的药草名字居然是一模一样。刚才距离少说也有10几米吧，这么远的距离，仅凭气味就能叫出这些药草的名字，发现自己更加的看不透这个孙子了。啊，廖医师啊，这云山的情况如何了呀？站住！哪来的不懂规矩的小子！站住！哪来的不懂规矩的小子！滚开！你，老家主，我廖宁可是看在你我之前有点交情的情面上，才答应帮你来医治楚云山的，而你楚家弟子竟然如此的羞辱于我，在下告辞了。哼，只是学了点药理皮毛的一个2品医师，也敢在我面前摆谱？好好好，既然楚家根本就不需要我，那我廖宁走就是了。到时候楚云山死了，可怪不到我的头上。那个晨儿啊，哼，你说这话就好像是你能够治好楚云山似的。
身心俱损的病情，你一个小小的二品医师，连打下手的资格都没有。胡说八道！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辈，你懂什么？我廖某人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此番你楚家小辈这般辱我定要将这件事情上禀天一堂，我都要看看以后还有哪个医师愿意接受你们楚家的雇佣。天一堂那是玄武大陆汇聚所有医师的一个组织，任何一名医师都在天一堂里挂名，也唯有得到这天一堂的认可，才有资格被称作是入了品级的医师。也可以说得罪了天一堂，如果自身出了问题，那就别想找到医师给你看病。哼，赶紧滚，把这些破烂也都给我拿走，用这些破烂给楚云山治病，简直就是庸医。你羞辱我的医德！我可没有羞辱你的医德。我且问你啊，银叶草、青灵花、孤红叶这3味药是做什么用的？那自然是用来安神平息之用。楚云山因为情绪波动太大，心力憔悴，这才导致昏迷。唯有以这3味药调配安神汤，平息他的心火，方可醒来。哼，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辈，也来考我？现在就算是你想让我调配安神汤，我也不可能出手。这楚云山的死活，你们楚家还是另请高明吧。楚家主，告辞了。廖医师息怒，陈儿他年纪小不懂事儿，你不要与他计较。哼，小小年纪小不懂事，就能随意的羞辱我廖某人的人格与医德吗？我代陈儿向廖医师道歉，还请看在这么些年的交情上，化干戈为玉帛如何呀？廖医师喜欢的几个药方，我楚某人也必然出资为你从天一堂中买来啊。看在咱们过去的交情上，我可以继续出手为楚云山治疗，但是这小辈羞辱于我，须得给我下跪认错，我才出手，不然你们楚家还是另请高明吧。哼，你要让我下跪？是又如何？你若不跪，楚云山必死。哼！陈儿，别冲动啊！哼，冲动？这种垃圾还没有让我冲动的资格。哼哼，你说没有你的医治，楚云山必死？没错，整个青州城里除了我之外，其他能调配安神汤的2品医师我都认识。哼，安神汤那种垃圾也是给人喝的，喂猪都不喝。楚云山乃是身心俱损之症，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本就憔悴虚弱的心力，必须要借助外力的刺激才能够醒来，而你却用安神汤给他喝，那么他根本永远都醒不过来了。你连楚云山的症状都没有搞清楚，就瞎给人开药，你不是个庸医又是什么呀？还医德呢？就你这种见利忘义的垃圾，也配拥有医德？哼！你信口雌黄，你不是医师，你懂什么？我能让楚云山在1炷香之内醒过来，你能吗？好大的口气！就算是用我的安神汤，楚云山起码也要接近半个月才能够醒过来。你居然说1炷香？那敢不敢打个赌呢？你要怎么赌？我若能让楚云山在1炷香内醒过来，你给我跪下认错，然后卷铺盖卷滚蛋。你若不能啊！哼，我若做不到，任你处置。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信口雌黄的小辈如何能让楚云山在1炷香之内醒过来。来人，上香。你们都先下去吧。给我拿1套生死针。是。你要施刑针之说，哼，
简直是笑话。生死针共有9981针，每一枚生死针的大小不一，作用不一，对应的穴窍不一。即便是我乃是堂堂2品医师，也不过是对行针之术初窥门庭。楚家主若是任由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肆意妄为下去，楚云山顷刻就会没命。行针之术生死针呐，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要知道这一针下去可是生死立判呢。哼，楚云山死定了。陈儿，住手！退下。幻影行针之术，哼，你倒是有点见识。这不可能，就算是丹元境的3品医师，也难以练成这幻影行针之术，又怎么可能是你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所能够掌握的呢？哼，区幻影行针之术又有何难？不可能，一定是我看错了。你是否看错不重要，只需要再过一会儿，楚云山自然就会醒来。哼，你不过就是行针速度快了一些，楚云山根本就不可能醒了。云山，父亲，好了，你们父子一会儿再叙旧吧。陈儿，陈儿，这件事情，就算了吧，啊？哼，算了，我真怀疑你这个家主以前到底是怎么当的。身为一家之主，你应该维护的是我这个族人，而不是偏向一个外人。正所谓愿赌服输，料已是，你若不跪，我可以让人帮你跪。你不要欺人太甚！哼，廖医师岂能给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下跪？你受得起吗你？我欺人太甚，若不是有我在，楚云山已经被你害死了。哼，我说你是庸医，你还不信？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你还舔着个脸说我欺人太甚？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年轻人。他不跪，你帮帮他。我，如果你做事情还是像现在这样瞻前顾后，没有一点做家主应有的决断，这个家族只会一日不如一日。父亲，陈儿说的不错，以前我就觉着你处理家族事情总是有些优柔寡断，不够果决。本来我是想着等我接替了家主之位，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却是没想到后来出了些意外。决定权在你手上，你若不愿意出手，可直接让这2人离去。楚家主，我希望你不要冲动。廖医师，你是在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忠告。我忠告你大爷！2品医师又如何呀？我楚家还得罪得起？廖医师，愿赌服输，你是自己跪，还是我帮你？很好，今日之辱，我廖宁记下了。哼，不下跪，你休想走！
给我跪下吧！你若不跪，老夫就打断你的腿，你自己选择。滚吧！楚尘摆了摆手，像这种小角色，他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若非廖宁此人睚眦必报，一个劲儿的摆谱，还动不动就拿楚云山的生死来威胁，楚尘原本也是懒得和他计较的。要知道，医者父母心呐，身为一名医师，一言不合就拿病人的生死来威胁病者的家属，这种人也配谈医德？廖宁觉得是楚尘羞辱了他，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过去的那一年，楚尘向来都是胆小怯懦，如今却是颇有些雷厉风行的架势，连你也不知道吗？自从跟着我回到家族之后，陈儿他就沉默寡言，每次被人欺辱打骂之后，也是什么话都不说，非常的胆小怯懦。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让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或许什么？我也不确定。跟陈儿的娘有关。楚云山已经醒来，对于楚尘来说呢，也算是放下了一件心事儿。只要按照他那个药方来调理身体，那么就一切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推开房门，楚尘一如既往的来到了院落中央，盘膝坐在烈日下曝晒。而每一天他修炼吞阴炼阳术，都会引发血日异象，月霜满天。到了如今呢，青州城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三大世家亦是调查了这么多天，也没能调查出任何的结果。楚尘，你可敢出来？看来我那天给你的教训并不足以让你懂得什么叫做敬畏。哼，楚尘，你不要太狂，虽然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敢不敢去闯西城的青王塔？如果你能闯过第一层，我楚江就对你心服口服。哼，看来家中的某些叛逆并没有肃清干净啊。你若不敢的话，那也只是会在家中欺负自己人，逞威风而已。我不敢。在楚尘融合的记忆之中，青州城里有一座塔，这座塔一共7层，据说是数千年前的某位强者所留。如果有人可以闯到第7层，就能得到强大的传承。青王塔，这个青王不会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小白脸吧？什么？陈儿他出去了？既然他敢出去，应该是有所依仗吧。不过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目标已经出现。看来楚家中的内应成功了，只不过是一个13岁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竟然值得让我们2个巨气7重的联手来杀？说的没错，上面的2位家主未免有些太小心了。虽说怀疑这小子掌握了有强大的灵魂宝物，如果还能发挥出那种近乎于神灵般的力量，肯定早就对咱们徐家和方家下手了，成为青州城的霸主了。根据我们2家所掌握的情报和线索，这小子在楚家这些天都是待在自己的住处，很少外出，而且也没有再展现过那种匪夷所思的力量。哼，楚云山已经是个废人了，楚家就注定走向没落，早晚都会被咱们2大家族给淘汰的。到时候我们徐家和方家便是这青州城的霸主，平分天下。那就杀了这个小子。想当年楚云山突破丹元境的时候，
那是何等的霸道与张狂！他儿子如今就要死在咱们手上，只是想一想就觉得激动啊！哼，我倒要看一看徐家和方家会派什么样的货色来对付我。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若走在人多的地方，我们还要找机会才好下手，而你却自己找死，走到这儿来。哼，你们就这么确定可以杀了我？没错。我们两人皆是聚气7重的高手，杀你一个只有3级天赋的废物，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我说你长得难看就别出来吓唬人，还有你这身屎黄色的衣服，总是让我感觉就像是有一坨屎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的恶心人。小畜生，你找死！徐兄，既然这小畜生敢羞辱你，那么你就出手杀了他吧，赶紧把他解决了，咱们去醉梦楼喝一杯，然后给你找几个小妞消消火气。我要一寸寸的捏碎这个小畜生的骨头。炼体8重，没想到你才13岁，竟然修炼到了这种地步。哼，仅凭这点力量，可是伤不到我的。徐兄，不要浪费时间了，尽快把它解决掉。这里距离楚家比较近，万一那楚山雄赶过来，那就麻烦了。哼，本来还想陪你好好玩一玩的，看来只能是送你去黄泉路了。我说徐兄啊，你要是不行，我就要出手。不用了，方兄，我马上就能够解决他。哈哈，你一个炼体境的小辈，能在我的攻击下坚持这么久，已经足可自傲了。躲闪了这么久，看来你的元气已经耗尽了吧？去死吧！元气消耗殆尽，灵魂冲击。你，徐兄，小畜生，受死！看来我还是大意了。楚尘心中自省，他之所以明知有陷阱还敢大摇大摆的出来，就是因为他仗着已经达到了聚气7重的魂力，无所畏惧。但是事实却告诉他，有些事情并非真的全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没有人可以真的算无遗漏。给我死！难道我楚尘经历十死无生的80轮回，要死在这最后的第9世？是灵纹。楚尘眼睛一亮，同时还认出了墙壁上的这些刻痕是灵阵中的灵纹。尽管是灵阵中一部分的灵纹，但是对于此刻的楚尘来说，却足可以让他化险为夷。死吧，印城！什么？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似乎我已经在很漫长的岁月里都没有感受到过了呀。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楚尘强撑着受伤的身体站起身来，目光再次打量着小巷两侧墙壁上的那些裂痕。啊不，确切的来说，这不是裂痕，而是灵阵中的灵纹。灵纹之道很复杂，他过去的80轮回中亦有修行，并且呢，也有着很深的造诣。
这只是一座灵阵中的部分灵纹，却也可以管中窥豹，整个青州城竟然只是这座灵阵的一个阵眼。晨儿，晨儿，你没事吧？还好，死不了。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许远，回去再说吧。好。回到楚家之中，楚尘和楚山雄直接来到了议事殿内。楚尘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尽管他说的很简单，但是楚山雄却能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么的凶险与惊心动魄。哎，小心点啊，爷爷扶着你。啊，谢谢爷爷。以后可不能再任性了啊！如果徐家和方家更狠一些，不用派遣2位啊，只需要来一个聚气9重的，恐怕就……楚尘并没有在这边多做停留，以自己要回去养伤为由，便回到了自己的庭院。关于7级大灵阵的事情，楚尘并没有说，包括他怀疑楚江故意骗他离开楚家府邸，他同样也没有说。这是……黑衣男子看向四周，眼中充满了忌惮和警惕。被吸入那空间漩涡之时，他还以为自己死定了。虽然此刻发现自己毫发无损，但却依旧是有些心有余悸。这里不是刚才的那个地方，不过却还是在青州城内。徐兄，你怎么看？根据情报来看，那楚尘应该是无法再施展那近乎于神灵般的手段，否则他也不会被徐远临死反扑的一击打成重伤。不过此子无论是实力还是心计，都不得不高度重视。一旦成长起来，恐怕比当年的楚云山更加可怕呀。至于这将方永平吸进去的黑色漩涡，听起来很像是灵阵的手段，而且并不具备攻击性，不然方永平也不可能活着。我的想法和徐兄差不多。那楚尘虽然仍是有些手段，但却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足为虑。不过却不能任由他成长起来，否则必为大患。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尽快的将颠覆楚家的计划进行实施。虽说经过上次的动乱之后，我们在楚家中合作的楚云群等人死了，但仍有人在，里应外合之下，当可让楚家自此万劫不复。太乙夺天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位置就是青州城的西城，同时也是那座青王塔的所在。夺取一方地域天地苍生的运势，这种有违天和的灵阵，到底是谁布置的呀？看来那青王塔，我还是要去一趟的。这一次，楚尘走出了家族府邸，一路是直奔青王塔的所在。这一回呢，倒是没遇到什么波折。哎，缴纳100块下品玉璧。没有。没有玉璧就滚！切，好大的胆子！你是来消遣我们兄弟的？这是哪儿来的愣头小子？没有玉璧也敢跑到青王塔来？喂，方家可不好惹呀！看这小子穷酸的模样，若惹怒了黑甲卫，一刀砍死他呀！我再说最后一遍，速度滚开，别碍眼，不然后果自负。我就站在这儿，你能如何？找死！九牛之力，这小子死定了！哎呦，真是没事找事。你说拿不出玉璧也敢跑来耍横，自己找死又怪得了谁呀？找死！
牛之力！天哪，这怎么可能呢？此人身怀10牛之力，看起来好像还不到15岁呀。你刚才要一刀杀了我，这是误会。误会？真是个孬种！刚才不还是挺横的吗？站住！敢伤我方家看守青王塔的护卫？你是什么人？谁给你的胆子？哎，是方家的天才方阳。哎，没想到是他来了，这下又有好戏看了。听说方阳今年15岁，但是一身修为却已经是达到了炼体8重，身怀10牛之力啊！打伤黑甲卫这个少年也是身怀10牛之力，不知道与方阳比起来孰强孰弱呀？青州城3大世家的弟子，从6岁修炼到10几岁，也就能够修炼到炼体8重9重了。而真正大势力的天才却只用不到1年就能够修炼到炼体10重，然后突破聚气境。当然了，这也跟这太乙夺天阵有着很大的关系，不然呢，青州城的武者质量不会这么低。段飞天呢？是你留下来的传承塔吗？说出你的来历，否则就凭你打伤了我方家的黑甲卫，意图强闯青王塔，你今日必死无疑！哼，就凭你还没有让我自报来历的资格，你未免太狂妄了吧？别以为修炼到炼体8重就有多么了不起了。且不说我方家聚气境高手无数，随便一人皆能杀你。即便你我同样是炼体8重，实力亦有高低之分。你可知道，我方阳将一门黄阶上品战技修炼到了大成之境？黄阶上品战技大成？我天，不愧是方阳公子，同境界的交锋战技越强，自然实力就更强啊！是啊，没想到方阳公子不光是修炼的天赋厉害，在战技的领悟上也有这么强的悟性啊！凭借黄阶上品战技大成，在整个青州城里炼体8重里边也找不出几个人能和方阳公子相提并论的了。武者所修炼的战技分为天地玄黄4个层次，每一个层次又分为下中上级4个品级。黄阶战技是对应炼体境最基础的战技了。什么？我就不信了，你运气好能躲开1拳，莫非还能躲开我的第2拳？我运气好？哼，在我面前你根本就没有出第2拳的机会。忘了告诉你，如果我不想，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这方阳竟然被一招就打败了。将黄阶上品战技雷骨劲修炼大成，以这样的实力都不是一合之敌，这人又该有多强啊？你们方家要是不服，尽管可以来找我的麻烦，我楚尘随时奉陪。目光扫过四周，楚尘淡漠平静地留下了一句话，旋即就转身走进了青王塔的入口。他刚才说他叫楚尘。楚尘？哪个楚尘啊？楚家有这么个人吗？以前怎么没听过楚家有这么厉害的天才呀？当楚尘走进去之后，青王塔的大门就闭合了，唯有他从里面出来之时，这大门才会重新开启，不会让外界的人干扰到里面的人闯关。这里面可真是够简陋的。看来我猜的没错，青王塔果然是你段飞天留下来的。段飞天呢，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啊。这是一种低阶凶兽，而这凶兽与野兽的区别就在于，凶兽更加的强大，是与人类修士比肩抗衡的存在。这难度可真低。
真抠门。看来楚家的这个楚臣根本就没把我们两家放在眼里啊。根据楚臣在青王塔入口的表现，他的实力是炼体8重，与传言中的废物身份截然不同。你说这样的妖孽绝对不能让他成长起来。楚家虽然死了很多的聚气境高手，元气大伤，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过去有楚云山在之时，楚家一直都压在我们两家的头顶之上，实力仍然是不容小觑啊。不过我觉得，即便是我们两家不出手，有人也会出手的。哦，方兄的意思是，那个2品医师廖宁？没错，据说那廖宁在楚家之中被楚臣的小辈羞辱医德，还让他下跪辱之。听说天一堂那群医师是群起激愤，肯定要对楚家发难，届时不用我们出手，也能知道那楚家到底有什么底牌和手段。青王塔的第3层，楚臣来到这儿，旋即呢就看到一片青色的光芒汇聚在一起。绚烂而又璀璨的光芒之中，却不再是有一头凶兽窜出，而是走出了一个身穿黑色战甲的身影。按照尊上留下的考验，你能来到这一关，说明你起码是拥有5到7级天赋之人。你是亲王麾下的战将？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你说的没错，我乃是亲王麾下3大战将之一，名为武则，为第3战将。那么你可知道数千年来亲王段飞天是否还活着？你竟然知道亲王尊上的名讳？我不只知道亲王段飞天，我还知道他是灵王宫7大灵王之一。我这一道神魂在这里数千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灵王宫啊。至于亲王尊上是否还活着，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尊上的修为到达极限之后，在寿元大限将要来临之前，便留下了这座传承塔，然后就去寻求更进一步的造化了。你居然知道亲王尊上那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既然是亲王麾下的战将，那么就应该知道，在7大灵王之上，还有一位灵王宫之主，战王。无敌的战王？你是战王的传人？战王传人？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见到战王的传人。既然你继承了战王的传承，那么就请让我见识一下吧。我听亲王尊上说过，战王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那独一无二的体术盖世绝伦。既然你是战王的传人，那么我之前看你闯过前2层，你身怀10牛之力，乃是炼体8重，我便以炼体9重与你一战。万空掌！有一点你说错了，我真正的修为不是炼体8重，而是炼体4重。炼体4重？以炼体4重身怀10牛之力，难道说这就是战王的传承？能在炼体4重就修炼出10牛之力，比肩炼体8重？我很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战王体术。好吧，既然你那么想要见识一下，那就如你所愿吧。无极崩式！这是什么速度？
这让楚尘是哑然失笑啊！没想到来闯个传承塔，竟然遇到了一个对自己前世如此崇拜的家伙啊！真是太令人惊叹了！传说中的战王体术果然是名不虚传，以炼体4重可以发挥出10牛之力，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居然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次提升，达到15牛之力的程度。好了，体术你也已经见识过了，我可以去下一层了吧？啊，当然可以。下一关是红女看守，她的实力比我强，不过我相信凭借你的实力，肯定是可以得到她的认可过关的。楚尘听闻此言，也就没有再多说其他的。毕竟这武则也只是数千年前留下的一道神魂，从他嘴里啊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第4层一片光芒凝聚，犹如火焰燃烧，旋即一个曼妙的身影从火焰之中走出，英姿飒爽。这是一个身穿火红色战甲的女子，身材高挑，眼中带着高傲，裹在甲胄中的修长双腿是充满了诱惑力，一头火红色的长发在脑后飞舞，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段飞天当初果然还是收下了这么一个动人尤物啊！你说什么？说吧，是不是打败了你就可以通过这一关了？打败我？哼，你也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只要你的实力能勉强得到我的认可，我就算你通过这一关。但是我可不会像武则那么好说话，想要得到我的认可可没有那么容易。白痴女人，根据你在前2层表现的实力，你是炼体8重，所以我会将修为压制到炼体9重。只要你的实力得到我的认可，那么我就允许你去下一层。是吗？无极，顺势。什么？好了，我该去下一层了。他不认识武则，却在武则说这一关是红女镇守之时啊，楚尘就已经知道是谁了。想当初红女呢想要加入灵王宫，但是本身的这个天赋资质却还是差了一些。当时亲王段飞天就想要将他收到自己麾下，亦是来请示过他这位灵王宫之主的战王。哎，这楚家隐藏的可真够深的呀！这楚尘13岁就修炼到了炼体8重，怎么可能是个3级天赋的废物啊？是啊，他现在进入了亲王塔，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闯到第3层啊。徐家的徐杰乃是拥有7级天赋的天才，当初也只是闯到了第2层，止步于第3层。楚尘估计最多闯到第2层。呵呵，那可不一定。徐杰在13岁的时候，那也是修炼不到炼体8重的呀。哎呦，不过楚尘打死了方家2名黑甲卫，又重伤了方阳，方家估计啊不会善罢甘休啊。是方家的人来了哟，是方虎，方家16岁以下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呐！人群让开一条通道，一个面容冷峻的少年，身后跟着几个奴仆冷然走来。楚尘来到了第5层，在他的前方，一片璀璨的光芒汇聚，身穿金色铠甲，身材高大魁梧如一尊黑塔的壮汉是踱步走出。小五子，我们又见面了。这第5层的守关者名为武志，楚尘看到他的第一眼呢，就已经认了出来。小五子，少年，你激怒我了！我说小五子，你怎么还是那么倔呀？你是战王尊主？哎呀，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我离开之时，你还是战灵境大圆满呢。当年我传授给你的天崩体术，你可否修炼到了大成境界呀？战王尊主，
真的是您吗？啊，小五子，叩见战王尊主。小五子，起来吧。战王尊主，您怎么？嗨，此事说来话长啊。关于这座传承塔，你知道多少？尊主，亲王变了。变了？继续说吧。旋即武志就将他所知道的事情讲述而出。与武则和红女不同，武志更得亲王段飞天的信任，所以尽管这一道神魂不知道数千年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在这座亲王传承塔之前的事情，却是知道的比前面两人要更多。那你既然反对与劝阻，为何却还有一道神魂留在此处，为亲王的传承塔守关？是亲王强行从我的识海中驱除了这一道神魂。他好大的胆子！亲王说他要去追寻永生的道路。永生？哼！从古至今，万万载无疆，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做到永生。小五子，下一层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们三大战将分离出的这一道神魂，分别被封印在第3层到第5层。即便我们3个人的神魂彼此之间也是无法交流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便上去看一看，亲王段飞天，他到底是要干什么？眼睛微微眯起，楚尘一脚迈步，走进了那传送到第6层的光圈之中。喂，都已经过去3炷香的时间了，还没出来吗？徐杰当初闯过了第2层，也只不过是用了2炷香的时间呢。或许这个楚尘已经闯入了第3层，甚至是第4层呢？不太可能吧？这亲王塔的难度还是很高的。13岁炼体8重虽然厉害，但实力也不至于那么强吧？哼，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而已。在这个时候，亲王塔中，楚尘来到了第6层中。与前面的5层完全不同，因为这第6层的空间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祠堂。在它的前方摆放着一尊石像，一股浩瀚莫测的威压弥漫在这片空间。段飞天啊，段飞天，每次看到你那张脸，我就忍不住想打你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段飞天的这尊石像上，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而这种气息正是他前些天修炼吞阴炼阳术牵引汇聚而来的太阳之气与月阴精华的气息。真正的阵眼是这座石像，唯心之术。嚯！段飞天，你太让我失望了。能够通过武则、红女以及武志的考验，走到这第6层中的人，那必然是天赋绝顶之辈。而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与生俱来，身怀不一般的运势。若能以唯心之术掌控这样的天才，当可在这天下布下无数的棋子，汇聚运势，夺一方地狱苍生之造化。以这种方法来续命，根本不可能永生，甚至要遭受苍天降劫，生死魂消。若是这座段飞天的石像是太乙夺天阵的阵眼，
那么数千年来夺取一方地域无数生灵的运势，按道理说都是应该汇聚于这尊石像之中啊。但是楚尘却发现，这座石像之中虽然存在有一些运势的气息，但是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庞大。从第6层到第7层，没有灵阵传送。当楚尘来到这最后的第7层时，他看到了一片星空。第7层截然不同，日月星辰无尽星光皆都汇聚于此，让楚尘甚至感觉如同置身于浩瀚的星空之中，波澜壮阔，是浩瀚无垠。这才是真正的阵眼呐！星空池水称得上是天地精粹，从无形化为有形，凝聚成光，又从光凝练成水。可以说，这池子中的每一滴水都蕴含着惊人至极的天地之力，名为造化之水。我明白了。从青州城的外面看，青王塔是一切如常，只是一座7层古朴的塔形建筑。然而任何人却都不会想象得到，在这座塔的第7层空间之中蕴藏着一片星空。段飞天啊，这就是你所追求的永生吗？不对，好像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这可真是让人头疼的事情啊！若是有人主导与掌控的灵纹，以我现在的实力，自然是有多远就逃多远。但若没有人主导与掌控，即便是再强大的灵纹，也阻挡不了我的脚步。很多人都说战王死了，我不信，所以我要活着，等他归来。看到这一行字迹的瞬间，楚尘的心亦是颤动了一下。段飞天啊，段飞天，你能不能别那么恶心人呢？好像你对我有什么超越友谊的感情似的。段飞天在一场大战中差点被人打死，肉身几乎崩灭，神魂亦是损伤严重。楚尘亲自为他疗伤。那个时候已是青年模样的段飞天说道：愿为殿下死战。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我会让你苏醒，纵然将来有天罚灭你，我也会为你挡下来。当年蛊惑怂恿你的人，我也会揪出来，让他付出代价。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将他抽骨扒皮，用他的神魂来点灯。如果他已作化，我便灭他道统，抹除他在这世间的所有痕迹。人皇印，宁！可惜我如今的实力太弱，勉强凝结一道人皇印，亦只能镇压1年的时间。不过有些事情，我若不知，也就懒得理会。既然已经被我所知，那么当年在西玄之地算计你的那个人，就必须付出代价。没过多久，楚尘还是转身走了，因为他即便留在这儿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若想要破解数千年前有人在这里布下的局，便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出来了，出来了！当青王塔的大门开启之后，聚集在这儿的人群是一阵的骚动。与此同时，楚尘的身影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就是打伤我方家2名黑甲卫，又打伤我弟弟方阳的那个楚尘。滚！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敢与我们虎少这样说话？以方虎为首的几个少年，皆是脸色惊变骇然的退后，恍若眼前看到了尸山血海的杀戮战场，犹如神魔厮杀，强者大战时血洒苍天。方虎身后的几个人几乎瞬间就心境崩溃，身体跌落在地上。你给我站住！不想死的话，就都给我滚！敢不敢堂堂正正的给我打上一场？哼，不知所谓，无极顺势！难道是我眼花了？我竟然都没看清楚楚尘是怎么出的手啊！不只是你，我也没看到。太快了，那根本就不是炼体境能够做到的速度啊！但是他的修为明明是炼体8重狮牛之力啊！玄阶身法，龙哥，现在楚尘那家伙可是家族中风头最盛之人，先是打死了方家的黑甲卫，又接连击败了方阳还有方虎，他的名头甚至都盖过了龙哥你了。莫非你认为那楚尘比我强？不，龙哥，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最好。哼，他不过是炼体8重而已，就算是有些手段，他也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是，龙哥说的对，区炼体8重，给龙哥您提鞋都不配。是啊，龙哥，他隐藏了这么久，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与龙哥你争夺年轻一代第1人的位置。哼，就凭他，我听说你被那楚尘打过，不过既然我楚龙回来了，我找个机会给他点教训，帮你报仇。谢谢龙哥。晨儿啊，陪我去一趟火月拍卖行啊！去拍卖行干什么呀？这次火月拍卖行啊，会有通脉丹出现呐。既然如此，去看看也好，说不定运气好，能碰上看得上眼的东西。晨儿啊，只要你能在15岁以前修炼到炼体10重，那么就有机会去汉白城那边的宗家了。宗家？没错啊，我们在青州城呢，只是宗家的一个分支啊。像我们这样的支族，最少也有20多个。唯有进入了宗家，才有机会修炼到更强大的功法和战技。当年你父亲便是去了宗家，修炼了一门地阶的功法，不然只凭我们家族的玄阶下品功法，又怎么可能修炼到丹元境呢？所以这次拍卖大会上的淬体丹、淬骨膏还有通脉丹呐，爷爷都会给你拿下，争取让你早日修炼到炼体10重。两位不能进去，你们不认识我？我知道您是楚家家主，不过上面的人吩咐过，楚家的人若是来了，不能进去。是谁说不让我楚家人进去的？是我。郭总管，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这就要问一问你孙子了。哟，哎，那不是楚家的家主老爷子吗？哎，他身边那少年应该就是最近风头很盛的楚尘了吧？好像这拍卖行不让楚家的人进去，莫不是楚家得罪了拍卖行的郭总管？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哎，听说啊，楚家前段时间请那廖医师啊去楚家诊治病症，结果呢被那楚尘呢狠狠的羞辱了一番，甚至诋毁廖医师的医德呀。廖宁啊，便是这个小畜生诋毁你的医德，还羞辱了你，逼迫让你下跪吗？是的，还请陆堂主能为我主持公道。竟然是天一堂的陆副堂主啊，这可是大人物啊！你这才发现呢？哎，没看到陆堂主和廖医师两人佩戴的徽章有所不同吗？你刚才说什么？敢诋毁一位二品医师的医德，说你是个小畜生，又怎么了？啊？哼！我天一堂的医师又岂是你一个小畜生能够羞辱的？现在我骂你一句小畜生，你就受不了了？啊？陆康，就算你是天一堂的副堂主，若是你还敢辱骂我孙儿的话，就别怪我楚某人不客气了。楚山雄，你敢动我一下试试啊？哼！今天你若敢动我一下，便是与我们天一堂为敌。你以为我不敢吗？天一堂很了不起吗？莫说你们青州楚家只是一个支族，就算是汉白城那边的楚家宗族，也不敢小觑我们天一堂。不过我陆某人比较仁慈，倒是可以给你们楚家一个机会。哦，不知道你打算如何给我们楚家一个机会呢？哼，首先你这个小畜生要自裁谢罪，还有你们楚家家主楚山雄纵容你这个小畜生诋毁我天一堂医师的医德，更是羞辱廖医师的人格，必须自废修为，在天一堂的大门前跪上他3天3夜，忏悔他的过错。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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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因为我说他是庸医，就要让我自裁谢罪？至于廖宁给我下跪，那是他与我之间的赌约，愿赌服输，难道有错吗？天一堂真是好大的威风啊！怎么，你这个小畜生不服气吗？你既然想要讲道理，那么我就跟你讲一讲道理。你说廖医师是庸医，便是羞辱他的医德，而对于一名医师来说，将医德视若性命，所以你要自裁谢罪，以命来抵罪。我呸！就你们这种垃圾也配谈医德？小畜生，我要你死！哈！找死！小畜生，给我死！人儿小心！你们楚家完了！哼，就凭你一个小小的2品医师，啊？哼！刚才你要讲理，那么我也跟你讲一讲这里面的道理。首先，咱们说说这医德的事儿。身为医师，首先呢就要诊断出患者的病症，然后对症下药，给出治疗方案。我说的可对呀？没错。廖宁诊断出楚云山乃是情绪过于激动而导致昏迷，故而给他调配安神汤，安神平息他的心火，如此方可让他醒来，又有什么问题？哼！那么我再问你，若是医师对病者的诊断并不正确，却又死不悔改，非要不承认是自己错了，那么我说他是庸医，
又有什么问题？哼，我父亲乃是身心俱损之症，必须要以刑侦之术刺激他的潜藏意识，方可醒来。而我跟廖宁说这些的时候，他却根本不承认也就罢了，还动不动就拿我父亲的性命来威胁我，甚至还要与我对赌。若是我能让我父亲一炷香内醒过来，他就给我下跪认错。试问一下，这样的人不是庸医又是什么？他若是愿赌服输，或许我楚尘还会高看他一眼，而他呢，却不愿意履行赌约，还威胁我说日后好相见，让我不要欺人太甚。那么这种人又有什么资格谈医德呢？该死的廖宁！哼，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首先，你刚才说的话里面就有问题。你说你父亲楚云山乃是身心俱损之症，无论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暂且不做评论。但是你也说了，若要让楚云山醒过来，需要以刑侦之术刺激他的潜在意识。而你和廖宁的赌约是要让楚云山在一炷香内醒过来，那么廖宁是肯定不会出手的。那么我倒是要问一问你，你一个13岁的毛头小子，莫非是用刑侦之术让那楚云山醒过来的吗？是啊，陆堂主说的没错，他一个13岁的少年怎么可能懂得刑侦之术呢？没错，听说这刑侦之术就算是2品的医师也很难掌握，能够入门就已经很厉害了。这楚尘肯定是说谎了，莫非他是一位可以施展刑侦之术的医师？这根本就不可能嘛！哼，那么按照你的意思来说，若是我能证明我可以施展出刑侦之术，你便承认我说的都是实情了？当然，如果你能证明自己能够施展刑侦之术，将昏迷中的人唤醒，我自然承认你说的都是实情。有点意思啊，不如就让老夫来做一个见证吧。陈老，您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陈老，这位小友倒是说的没错，身心俱损之症的确需要以刑侦之术唤醒病者的潜在意识才能够醒来，不然长期无法醒来，必有性命之忧。而这种级别的刑侦之术一般只有3品医师才能够掌握，因此老夫很是好奇呀，小友，你是如何做到的？有点意思的小家伙啊！哦，行，既然有天一堂的陈老见证，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哼，既然是要证明我的刑侦之术，那么自然也就需要一个重度昏迷之人。爷爷，好。哎，什么？这拿生死针来。不是你要施展刑侦之术，居然都不带生死针的？除了你们这些医师，谁闲的没事带那玩意儿在身上啊？赶紧的，别浪费时间。呵，以你一个2品医师的水平，竟然能有一套赤血银炼制的生死针，看来你很富有嘛。你胡说八道，这套生死针乃是我一位至交好友送给我的。喂，我又没问你这套生死针是怎么来的，你紧张什么呀？陈老可一顺几针呢？老夫不才，可一顺3针。以廖宁的昏迷程度，若要使用刑侦之术让他醒来，最少也要达到1顺2针的水准才能够做到。
至于你所说的身心俱损之症，要比这个更加的严重，起码要达到1瞬3针才行。哼，就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你懂什么是医理与刑侦之术？哈，是吗？哎呀，真是让人惊叹的刑侦之术啊！天哪！13岁的3品医师，这怎么可能呢？连陈老都亲口赞叹，又岂能有假？看来楚尘是真有本事，那么他说的也就是事实了吧？没错，廖宁是庸医，陆康和他一起针对楚尘，那就是一丘之貉。哼！天一堂里竟然有这种医德败坏的垃圾，以后谁还敢去天一堂找人诊病啊？就是天一堂的名声就是被他们这种人给败尽的。哎呀，听说呀，一套赤血银针的价值100万下品玉璧，他一个2品医师不知道赚了多少的黑心钱呢。现在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刑侦之术，有陈老做见证，那么我与陆康之间的赌约是不是算我赢了？自然是你赢了。既然如此，那么也就证明了我说的是实情了。哼哼，至于你们天一堂的这2个败类，陈老打算如何处置啊？逐出天一堂，自此以后，他们也将不再是我天一堂认可的医师。切，就这么简单吗？天一堂的宗旨是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他们2人也只是医德有些问题，并无大错呀。他们可以仗着天一堂的名头胡作非为，难道出了事情，你们天一堂直接将他们驱逐就完事儿了？天一堂就没有一丁点的责任吗？啊，哼，这是啊，你说这出了事儿，你天一堂一脚把人给踢出去就完了？难道就不该为事件的发生而负责任吗？算了，你们天一堂的事儿我懒得操心。不过这2个人既然已经不是天一堂的人了，那么我就自己来解决私人恩怨好了。小畜生，你会后悔的！哼，白痴，莫非你还想着以后找机会来报复我吗？从你最一开始骂我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不，陈老救我！我和我爷爷能进去了吗？自然是能。郭胖子当即说道，他是一个生意人，之所以一开始选择站在陆康和廖宁这边，是因为他觉得楚家处于弱势。不过当双方真正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便作壁上观，根本就没参与其中。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陆康和廖宁已经是个死人了，他还何必要和楚家对着干呢？正好老夫也要进去，那就一起进去吧。陈老能来，那是我火月拍卖行的荣幸啊。小友留步。以楚小友你的年龄，能掌握如此精妙的刑侦之术，必然是有名师指导。敢问尊师是哪一位大家呀？我说了，你也不会知道。小友不妨说一说呀，说不定老头子我听说过呢。哼，那你知道白如风吗？白如风？哼，我说你不知道，你偏不信。那不知小友可否有兴趣加入到天一堂呢？虽然仅凭刑侦之术不能断定你是3品医师，但最起码只要经过一些培养，你很快就能成为3品医师啊。
而且像你这样的一道天才，也必然会得到天一堂的重视，各种各样的医术传承，乃至于高级的功法战技，都可任你挑选，绝对要比你在青州城这样的小地方更有前途啊！没兴趣，我要修炼，哪有时间去学医术啊？不是，你要是没时间学医术，你怎么可能学会如此精妙的刑侦之术呢？我是真没时间，修炼的时间都不够用，医术对我而言只是小道。小道？不是婵儿，你就这么拒绝了？我当然要拒绝了，医术只是小道。天明啊，你怎么看呢？陈老可不要小觑了那个小家伙呀。哦，莫非这小子除却刑侦之术惊人，还有其他老夫没看出来的？在我跟着陈老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陈老的身上，基本上没有人会在意我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那是天明你的敛息之术，那些凡夫俗子又岂能看得出来呀？不过那楚家的少年似乎看出了些什么，所以他的目光从一开始就落在我的身上，而并没有关注陈老。他能看出你的敛息之术？以你的敛息之术，就算是站在一个单元境高手面前，你若不流露出丝毫气息的话，对方也只会将你当做一个普通人呐。他一个13岁的少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眼力与感知力呢？所以我才说他不简单呐。欢迎大家来到火月拍卖行。相信诸位来到这里，应该是为了中意的宝物而来。郭某人呢，也就不多说废话了，竞拍大会直接开始。这是一份淬体药剂，以及3颗淬体丹。诸位也都知道啊，在这个炼体境，若是能以淬体药剂配合淬体丹来修炼，整体效果可以提升2成。那么现在大家就开始竞拍吧。一份淬体药剂和3颗淬体丹，底价呢是200下品玉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块啊。我出230块玉币。婵儿，你已经是炼体8重，度过了淬炼皮肉和筋骨的阶段，已经开始淬炼五脏内腑，这淬体丹对你有很大用啊。哼，这种垃圾也是给人用的。我说爷爷啊，你被软禁在地下密室1年多，虽然你重新坐上了家主之位，族中的财政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被那些垃圾给折腾的，恐怕并不宽裕吧。这淬体丹呢，你不用拍，玉币呢，还是留着买更有价值的东西吧。好吧。紧接着，随着拍卖现场热情的高涨，后面所出现的东西也是价值越来越高。婵儿，是雷音丸呐，这可是能辅助淬炼五脏内腑的好东西啊！服用之后，可在体内传出如雷音般的震荡，是专门用来淬炼五脏六腑的药丸啊！切，垃圾而已。我说老头子啊，你都多大岁数了？别用那种神归怨妇般的眼神看着我，成不成啊？我说臭小子，你有你这么说你爷爷的吗？行了，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我说那些东西都是垃圾，那就是垃圾。看来大家竞拍的热情都很高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竞拍品，估计只会是少部分会出价了。我说郭总管呐，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好东西尽管拿出来吧。是啊，郭总管，赶紧把好东西拿出来吧。郭总管这样说，看来下面这件东西价格不菲，
可惜某些人囊中羞涩，来参加竞拍，只是走个过场，连一次价都没喊过呀！混账！你跟这种跳梁小丑又何必置气呢？花了那么多的玉币买回去一堆垃圾，也好意思舔着个脸洋洋自得？好大的口气，居然说我们买下的都是垃圾！莫非你的意思是说，这火月拍卖行里卖的东西也都是垃圾了？楚家主啊，我们敬你是前辈，但是你们楚家的小辈却是太猖狂了。真以为青州城还是你们楚家的天下吗？啊！哎，我说楚小友啊，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呀。我火月拍卖行的名誉可不是你能够诋毁的呀。我可没有诋毁你们火月拍卖行的名誉，只是相对于你们来说那是好东西，对我来说那是垃圾而已。我只是实话实说。狂妄！既然你说我们买的都是垃圾，你拿出点好东西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呀。没错啊，听说楚家的财务出了点问题，我能理解你们楚家囊中羞涩，没玉璧竞拍就是没玉璧竞拍，吃不着葡萄却说葡萄酸，只会让我徐某人看不起你啊。哼，也好，我的确有点小玩意儿，既然你们舔着脸求我了，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你真有好东西啊！那不然呢？老爷子，让这帮子土鳖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淬体丹？这是淬体丹？哎呀，淬体丹！哎，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呢，只是淬体丹而已啊，和我们买下的淬体丹又有什么区别呀？哼，年轻人果然是没见识啊，拿这个淬体丹就当了宝贝了，又怎能与我刚买下来的通脉丹相提并论呢？哎呀，真是无语了！这楚家这个少年是来搞笑的吧？哎，听说竞拍开始之前，以楚家少年施展出比肩3品医师的刑侦之术，还杀了天一堂2名2品医师，其中甚至有陆副堂主，这可是真的。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不过，就算这个少年是有些本事，却也不该如此张狂，拿颗淬体丹出来，羞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有些人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小心被打脸呢。那拍卖行里应该有鉴定师吧？那就给我鉴定一下这颗淬体丹吧。那小混蛋竟然让老夫来跑腿儿！所有人都觉着那小子狂，甚至就连老夫都觉得这小子简直是狂的没边了，恨不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不过有的人是狂啊，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有的人狂，那是真的有本事啊。天明啊，你觉得这小子属于哪一种呢？我觉得他是后者。你说的没错，一个13岁却在刑侦之术上更胜于我的少年，谁敢说他没有本事啊？所以他有狂的资格。我倒是对这小子拿出来的淬体丹很好奇呀，不如楚尘小友的这颗淬体丹，就让老夫来鉴定一下吧，如何呀？哎，楚家少年竟然引起了陈老的关注，听说他和陈老是一起进入拍卖行的，也不知道他和陈老之间是什么关系呀？有陈老亲自鉴定，自然是我火月拍卖行的荣幸。相信陈老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郭总管说的没错，陈老不只是一位3品医师，还是一位3品丹师，有陈老亲自鉴定，必然不会有错。陈老出手，倒是要看看他们楚家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陈老，请。好精纯的药香啊！难道说，竟然是特等的淬体丹？这个同样的丹药是有品质区分的，品质越高的丹药，辅助修炼的效果就会越好。
就拿淬体丹来说，分为下等、中等、上等以及特等4种品质。流通在市面上的基本上都是下等品质的丹药，即便是中等品质的丹药也很少出现，也会价格比较高。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同样的丹药，中等品质的丹药药效是下等丹药的2倍，上等丹药呢是中等丹药的2倍。什么？哎，还有这样的说法呢？同样是淬体丹，我用下等，别人用中等，那修炼速度却能比我快2倍啊！我的天哪！那这要是我用上了上等淬体丹修炼，那岂不是比用下等淬体丹修炼的人效果提升4倍啊？哎，我瞬间感觉我买到的淬体丹都是垃圾呢。相信我这样一说，大家就都明白，同样一种丹药，品质有所差别，会有多么大的区别了吧？可以说，一颗上等的淬体丹的效果，比你刚才拍下的那3颗下等淬体丹与1份下等淬体药剂加在一起更强。我再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炼化一颗淬体丹需要3个时辰，那么一颗上等淬体丹和3颗下等淬体丹的差别那就更大了。不只是效果上的差别，就连修炼的时间上也会被拉开呀。这么厉害？陈老，若是按照你这么说，上等淬体丹的效果就这么强了，那我孙儿拿出来的这颗特等淬体丹，又该有多强呢？实际上，即便是我身为一个3品的丹师，自问也炼制不出这特等的淬体丹呐。或许大家觉得淬体丹就算是品质再高，也不过只是一颗1品丹药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谁若是这样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同一种丹药，想要炼制出高品质的丹药，对于炼丹的丹诀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就比如说吧，绝大数的这个丹师所掌握的丹诀，只能炼制出下等的淬体丹，很小的概率才有可能炼制出中等的淬体丹。少数丹师的丹诀能够炼制出中等的淬体丹，很小的概率能够炼制出上等的淬体丹。而据我所知，能够炼制出特等淬体丹的丹诀，早就已经在3000年前就失传了。所以我手中的这颗特等淬体丹价值难以估量，说不定能够从中找出丹诀的痕迹，让那3000多年前失传的丹诀重现人间。而特等淬体丹的效果实际上和上等淬体丹的效果差不多，但是我说陈老啊，但是什么呀？您老就别卖关子了，大家都想知道啊。是啊，陈老，您老人家就快点告诉我们吧。这效果和上等淬体丹差不多，却被称之为特等，还与失传的丹诀联系在一起，这特等淬体丹到底有什么玄机呀？这老夫呢，倒也不是故意的卖关子啊，而是关于特等淬体丹的事情，老夫呢也是从一本古籍上边就看到过这相关的记载。据说呀，特等淬体丹有一定的概率能够激发炼体境武者身体中的潜力，获得这传说中的秘藏之力。古老的医书上面就曾经说过，人体啊就是一座大宝藏，蕴有秘藏之力，比如这皮肉秘力、筋骨秘力、五脏秘力，还有这经脉秘力。在正常的修炼体系之中，炼体境每突破一个境界，便可增添1牛之力，逢3破4，逢6破7，可增添2牛之力，9破10则是增添4牛之力。但若是能够开启人体秘力，就比如说这皮肉秘力，在炼体前3重淬炼皮肉的过程中，就能够拥有更强的力量，
或许是提升1个境界就会增加这个1牛半的力量，提升2个境界就会提升这个3牛之力。只不过呢，开启人体秘力的修炼之法，在很久远的时代便已经失传了。即使是在这个数万年前的上古，早就已经是不复存在了。老夫说了这么多，相信也足可证明楚尘说的并没有错。跟这颗淬体丹比起来，你们2位拍下来的那些东西呀，的确是垃圾。今日一听陈老所言，在下受益良多。是啊，若非陈老点醒，我们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知道淬体丹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说法。楚老弟呀，那这颗淬体丹可否割爱呀？陈老言重了，我楚山雄可是愧不敢当啊。不过这颗丹药那是我孙子的，这可不是我能够做主的。楚少爷可愿意将这颗特等淬体丹放在我火月拍卖行进行拍卖呀？不卖。我记得刚才某些人还嘲笑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说我见识少，现在被打脸了。为什么不说一说你们内心的感想啊？方某人没想到楚家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不过呢，方某人却是很好奇呀，你们楚家这颗特等的淬体丹又是从何而来呢？莫非你们楚家得到了陈老所说的那种已经失传的丹诀？哼，方家这是没人了吗？居然会让你这种白痴来当家主！放肆！你这个小辈，胆敢羞辱我方家家主！哼！如果我们楚家掌握有那种失传的丹诀，你以为我会像你们方家那么白痴的拿出来显摆呀？唯恐别人不知道，然后再来灭了我啊！哼！至于你们想知道这颗淬体丹的来历，也很简单，我是从青王塔中闯关得到的奖励。你们若是有本事啊，也可以去闯关，自然也能得得到啊。这个可能性很大呀。青王塔乃是数千年前某位强者留下的传承之塔，在那个时期炼制特等淬体丹药的丹诀还未失传。我说这个陈少啊，您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啊？这个事儿倒也不是不能来，郭总管过来一下吧。好嘞。郭总管想要拍卖我的淬体丹，也不是不可以。首先，我要看一看后续的拍卖物品清单。好，我答应你。哼，压轴的竞拍之物竟然是一个女人。陈少有所不知，这个苏小柔啊，可是绝对的祸水级别。当初出现在醉梦楼之时啊，几乎把整个青州城的男人都给迷的是神魂颠倒。不过呢，这个女人的性格呀，却是很烈。就算有人花再多的玉币买她一夜，她也宁死不从。甚至于醉梦楼的人要给她下药，她自己都能分辨得出饭菜里面有没有被下药。最后醉梦楼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是想办法把她给卖出去，争取卖个好价格。这谁要是能把这个女子给降服了，那可就真的是啊，真给呀，给他吧。老爷子，多谢了啊。我说爷爷啊，你觉得你孙子傻吗？哼，你要是傻，那所有人都是白痴了。爷爷知道你把那淬体丹拍卖掉，是为了不给家族带来麻烦。爷爷只是心疼啊，毕竟那丹药若是能够给你用，肯定能够让你在炼体境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啊。
爷爷和父亲应该很在乎这个家族吧？这还用说呀？家族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家，是根。人若没了根，那就像是浮萍，一生寂寥啊。是这样吗？老夫出价20万玉币。天哪，20万玉币！多亏是陈老，一出手就镇住了所有人呐。那只是一颗淬体丹呢，竟然价值如此之高恐怕接下来呀，会有很多炼体境的人去闯秦王塔了，这简直就是抢钱嘛！这玩意儿真有这个价值？何止是有啊，20万能买下，已经算是赚到了。如果能从中研究出与那失传丹诀有关的一些东西呀，那就更是无价之宝。而且那人体秘力虽然只是概率性的开启，但仍然会有很多大势力愿意为此一掷千金呐。你身为天罡境的强者，应该很清楚，武道修炼的每一个境界基础那是何等的重要。在炼体境比同境界的人强1分，那么将来突破到下一个境界的时候，你便依然能够比同境界的人强1分。修炼就如同筑楼，根基打得越强越好，筑起的楼就会越高越坚固。接下来呀，将要竞拍的是一个人，苏小柔，被称之为红颜祸水的女子，的确是一个尤物啊。梅花印，来世若看到眉心有梅花印的女子，那就是我。16万，老夫出18万。我天，一个老头子居然要把苏小柔买回去！我说老人家，你那骨头还能行吗您？林老怪，怎么？我林某人出价18万，你方家主不服气呀？林老怪，你是要挑衅我方家吗？我想起来了，他竟然是那个林老怪。听说是一个脾气很古怪的散修啊，修为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聚气10重了。聚气10重的修为，可是和3大家主的修为相当了，难怪他丝毫也不忌惮方家的家主呢。哼，林老怪，你也都半只脚进了棺材的人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如此惦记美色，你小心死在女人的肚皮上啊！哼，老夫的事情轮不到你来管。林老怪，你可要搞清楚，我方家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此女老夫志在必得，得罪你方家又如何？老夫还能怕了你一个小辈啊？林老怪，你想跟我动手？哎呀，天哪，这俩人疯了，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竞争到了这种程度。哼，老子参加了这么多回拍卖会，这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就算是有玄阶功法的出现，也没出现过这种事儿啊。老头子，你来参加拍卖会，应该是带了玉璧来的吧？带了15万玉璧。30万？什么？30万？是楚家那个小辈。混账东西，老夫志在必得的鼎炉，你也敢插手？你找死吧！哼，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你下边毛长齐了没有啊？竟然就想要玩女人了？是啊，才10几岁的少年而已，这么早就想玩女人了啊？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了不得呀！花30万玉璧的天价，就为了买回去一女的，这也太败家了吧！你这小子，为了个女的，你就要花30万玉璧啊？没错，就是为了一个女人。陈少已经出价30万玉璧，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的呀？30万下品玉璧第一次，
30万下品玉璧2次。恭喜楚家的陈少，苏小柔以后就是你的人了。年轻人，身为一个长辈，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沉迷于女色，不然的话，毁掉的可是你的武道之路啊。之前你要将她买回去做小妾。哼，是又如何？回去之后，让你们方家准备好一口棺材，10天之内就可以给你举办丧事了。我的天哪，这是要宣战吗？哎，这番话要是楚家老爷子说还差不多，他楚尘才不过是一个炼体境的少年，这也太狂了吧？那意思是要10天之后让方家人给方家主收尸啊？婵儿，你太冲动了。那方天印既然可以坐上家主之位，他的修为可是聚气10重的境界，也只是因为年轻，实力比起你爷爷我来稍有逊色。然而这方天印却还不是方家的第一高手，而是方家的上代家主，与我乃是同一辈分的老家伙。若我没猜错的话，那老东西的修为已经是半步丹元。10天之后，我会亲自前往方家，他必死无疑。这场竞拍大会到了这儿，也算是圆满落幕。楚家算是什么好处也没捞着。本来呢，那颗特等淬体丹卖出去，起码也是赚到手了20万玉璧。结果这20万玉璧还没捂热乎呢，就被自己孙子那个小败家子儿移植出去，买回来了一个女人。这女的难道是金子做的不成吗？啊，就算是金子做的，也不值30万玉璧呀。楚龙拜见家主。是小龙啊，最近修行的如何了？啊，承蒙家主的关心，一切都还不错。不久之后，应该就可以冲击聚气境了。很好啊，以后好好努力。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先走一步了。啊，在下楚龙不知。站住！让开！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青楼里的一个女子，也敢在我的面前装高冷？龙哥要跟你说话，那是看得起你，你竟然敢给脸不要脸的无视龙哥！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可敢再说一遍？难道说，在他的心里，我很重要吗？她是我的女人，你敢辱她，便是找死！住手！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从何而来，但是她从今天起，便是我楚龙的女人，不是你这个废人的儿子所能够拥有的。哼，你又是什么东西？只见楚江瞪大了眼睛，至死都不敢相信楚尘竟然会敢直接杀了自己。然而这一切，他却只能去黄泉路上忏悔了。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敢杀了楚江！哼，蝼蚁而已，随手捏死，又有什么不敢的？即便是你，也是蝼蚁。如我父亲是废人，还要抢我的女人，谁给你的胆子？你要干什么？天哪！楚江少爷被杀死了！快去告诉云明长老！以为我是楚江那种废物吗？你不过只是炼体8重，而我是炼体10重。
你杀死楚江，残杀同族，所以即便是我杀了你，也没有谁能够怪罪于我。陈儿住手！龙儿，江儿，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没杀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否该给我一个解释呢？这个家族已经病入膏肓，虽然经过上一次我出手，已经清理了一部分人，终究是清理的不太彻底。你个小畜生，你居然杀了我儿，我要你偿命！你竟然废掉了我儿的丹田！陈儿，这件事情你做得太过了呀！过吗？看来爷爷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信口雌黄，我要你偿命！此事，老家主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先去议事殿，此事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哼，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跟你们做一个了断吧。陈少，请吧。走吧。为了我，不值得你这样做。我说值得，便是值得。我不明白。以后你会明白的。你要修炼？不然呢，我可没有浪费时间的习惯。突破了！我的天哪！陈少好像也就修炼了不到半个时辰，这也能突破呀！以我现在的肉身之力，比普通的炼体9重强，逊色于炼体10重。但是若以无极体术中的崩式施展，当可以让我的肉身之力增幅半数，从12牛之力提升到18牛之力。我的炼体可没那么简单，必须要楚尘偿命。这件事情难道就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了吗？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何况身为同族之人，楚尘却杀死了我儿楚江。按照家族的规矩，残杀同族乃是死罪，要处以极刑。楚云，启禀家主，方家之主前来拜访。方家之主，他来我们楚家干什么呀？家主，方家之人狼子野心，此次来到我们楚家，怕是来打探虚实的。是啊，老家主，不能让方家之人进来呀。哼，我们楚家什么时候沦落到畏惧他们方家的地步了？没错，即便我们家族实力有所损失，但也仍不是他们方家所能够小觑的。他既然敢来，我们为何不敢让他们进来？是啊，元明长老和云雀长老说的很有道理啊。哎，我们楚家可不是怕事之人。哼，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而已，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就是了。放肆！你竟然胆敢擅闯到议事殿来！这议事殿，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奈我何呀？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好了，楚尘的事情一会儿再说。方家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哼，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吗？也好，那就一次性解决吧。方家主来我楚家，所谓何事啊？哼，所谓何事？这就要问一问你们楚家这位楚尘了。
前段时间我方家负责看守秦王塔，他杀死我方家的2名黑甲卫，强闯而入不说，还重伤了我方家2名弟子方阳与方虎。事关此事，你们楚家是否应该给我方家一个交代呢？啊？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没杀了那2个小鬼，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你居然也好意思舔着个脸找我要一个交代？小畜生，你找死！方天印，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楚家的议事殿内耀武扬威啊？楚家主真是好大的威风啊！如果再加上我呢？徐仁杰，哼，没错，正是我徐某人。楚山雄啊，你已经老了，如今早就已经不再是你的时代了。莫非你以为凭借你们2人联手，便能在我楚家之中肆意妄为吗？你无非就是依仗着你们楚家的12旋罗阵嘛。这议事殿内倒是的确有12个聚气4重以上的高手，若是这12人联手布阵，我与徐兄倒也的确是难以抗衡。你以为我和徐兄既然来到了这里，就没什么准备吗？什么混账东西！晨儿，你没事吧？无妨，只是小伤。楚玉明，你竟然背叛了家族！现在你们明白了吗？这个家族已经腐朽的病入膏肓，对于某些家族中的毒瘤，要有一个杀伐果决的人狠狠将之拔除，该杀的杀。难道说陈儿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陈儿，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是的，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既然知道，为何不早说？哼，早说？我若是早说，你会相信？楚家的这些决策层会相信？还记得我上一次外出被徐家和方家的人劫杀吗？实际上那一次外出是楚江找我，用激将法让我去闯亲王塔。实际上当初我就知道他是故意想让我离开家族府邸，只是我没放在心上，而结果也并没有任何的意外。我刚出府邸没多久，就被徐家和方家的2名聚气7重的武者劫杀。我之所以杀了楚江，也是因为楚江故意刺激楚龙，想要让楚龙来对付我，更是出言不逊，侮辱我的女人，所以他该死。不过对于楚龙，我已经是手下留情了，我没杀他，只是废了他的丹田。并且也是在那个时候，楚云明的心腹悄然退去，应该是去给徐家和方家报信儿，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楚家。都得死！云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难道你要将家族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吗？云雀，你也听到了，是那楚江故意挑拨，陈儿才出手废掉了小龙的丹田，难道你也要背叛家族吗？老家主，你不用说了，我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况且无论如何，楚尘废掉我儿丹田，断绝了他今后的武道之路，这都是事实。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没错，这个小畜生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初这小畜生仗着手段，在家族之中大开杀戒，杀了多少的族人？若非是他，家族又怎会元气大伤？楚云明，你不需要为你的背叛找任何的借口。当初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楚云群等人狼子野心，为了登上家主之位，甚至于给老家主下药，将之软禁起来，否则老家主的修为早就已经可以踏入半步单元境界了。没错，楚云群等人死有余辜。那件事情之后，我们也都想明白了，虽然这楚尘的确杀得太狠，但是他杀的并没有错。看来你们是冥顽不灵了。方家主和徐家主在此，你们不会有任何机会。若是你们现在选择站到我这边来，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否则明年的今天便是你们这些人的忌日，甚至于你们的妻儿老小也都会被受到牵连，你们可要想清楚了。楚云明，你卑鄙，你也太无耻了，简直就是畜生不如。哼，2个聚气10宠，很了不起吗？小畜生，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张狂？你杀我儿之仇，我不会让你轻易死掉的，我要让你生不如死的活着，连狗都不如。小子，莫非你觉得凭你一个炼体境的小辈，可以与我们抗衡不成？爷爷，1年前，你身边的亲信给你下药，伤了你的丹田，所以你的修为才一直停留在聚气10宠，始终没能够踏入半步单元境，对吧？没错。爷爷，全身放松，不要去控制你体内的真气，一切交给我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动手！家主小心，老家主当心呐！完了！什么？这怎么可能？老家主，天佑我们楚家呀！老家主突破了，17虎之力超越了聚气10宠，这是半步单元境的力量啊！背叛家族之人，该杀！这太快了，你逃不掉！逃！灵魂冲击！你竟然身怀如此强大的魂力，你修炼了？徐兄救我！不！可惜被那徐仁杰给逃了。恭喜老家主踏入了半步单元之境。是啊，这次多亏了老家主力挽狂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你们错了，力挽狂澜的不是老夫，而是我孙儿楚尘。楚尘？这难道说楚尘少爷是用这些银针让老家主突破的？事情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只是以小回天行针之术，在短时间之内激发了爷爷的身体潜能，所以才能够让他凭空增添2虎之力。现在我将银针从爷爷的穴窍中拔出来，他的修为便已经重新恢复到了聚气10宠了。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呐！过度的激发人体潜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而且是永久性无法恢复的损伤，所以也不能常用。我列一份清单，你命人尽快给我收集过来。这份清单是……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来解决吧。来人！你的身上被人种下了禁元灵符，你原本的修为是什么境界啊？你居然能看出我被种下了禁元灵符？我的修为原本是单元境7宠。单元7宠，禁元灵符而已，我会为你解开。从今以后，我不管你曾经是什么来历，但是从今天的这一刻起，你就是我的人。
你也只能跟着我，懂吗？既然你点头了，那就代表着你同意了。所有人都说我是被诅咒的人，任何想要对我不轨不利的人都会死于非命，但为什么你没有事？啊？诅咒？你身上的诅咒已经不存在了，只因为你遇到了我。这庭院之中啊，也有空着的房间，我会让下面的人安排你住下。听说是楚家的老家主临阵突破，以17虎之力击杀了族中叛徒和方家之主啊！这件事情必然要闹翻天呐！哎，听说方家的上代家主隐退多年，有可能也已经突破到了半步单元境界。方家和徐家这次可谓是吃了一个大亏，楚家纵然已经开始没落，仍然不容小觑啊！封存在肉身中的巴氏魂力就如同是一座大宝库一般。唉，太慢了。唉，以我现在炼体5重的修为，处于淬炼筋骨的阶段，最适合的就是断骨丹与淬骨膏。若是能用洗髓丹将我的肉身资质进一步提升，当可让我的修炼进度再快上不少。先用洗髓丹吧，多提升一份实力，也就多一份把握呀。去给我准备沐浴。这家伙也太过分了，竟然当着我的面脱衣服。你能不能穿上衣服？你是不是服用了洗髓丹？有问题吗？楚尘不置可否。当然有问题了，你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洗髓丹？那座青王塔里就有，不过我建议你啊，还是不要去了。你哪来那么多的为什么呀？你真是个妖精。公子，家主老爷让人送来了一些东西。你要这么多的材料做什么？你要干什么？喂，别那么看着我，我要是对你有想法，你早就被我吃干抹净了。好了，庭院中呢还有2个房间，你让这些人将这口丹炉和鼎炉分别放在里面，将这些材料也顺便归类放好。你这小男人，别告诉我你还懂得医道与气道。你还问那么多？哎，记得将那些与医道和气道无关的材料都送到我的房间里去。按照爷爷所说，那徐家和方家之中皆有半步单元境的老家伙坐镇，这种级别的武者，就算我的修为进一步提升到了炼体6重，魂力提升到了聚气9重，也无法与之正面抗衡。凭借聚气8重的魂力，我倒是可以铭刻一些灵阵，也可铭刻强大的灵纹，只是2个半步单元境而已，不足为虑。下品玉璧蕴含的元气太少了，只能炼化到这种程度了。你这是布阵。灵阵？你是灵阵师？哎呀，你跟在我的身边啊！一些规矩你就需要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说，你就不要多问，明白了吗？我明白你个大头鬼。公子，陈少，陈儿，你来了。那方家和徐家那边有什么动作吗？最近呢，咱们楚家的一些产业都被方家和徐家强行夺走。而我们楚家呢，现在最缺的就是聚气4重以上的高手，因此许多产业根本没有办法派人去坐镇。这2天呢，已经是损失不小啊。而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方家和徐家的那2个老家伙如果联手，那便是2名半步单元境，加上2大家族数量众多的长老级高手，一旦强攻咱们楚家的府邸，怕是抵挡不住啊。
哎，好好的，你叹什么气呀？我倒是希望他们现在就打到咱们家族的府邸来呢。我这次来呢，是给你治病的。陈儿，你真的能治好我这丹田的损伤啊？哼，你不信我？我信，我当然信。我就算是不信我自己的儿子，我也不能不相信我的孙儿啊！啊，丹田受损需要玄真之术，之前我的实力不够，所以无法施展这套针法。爷爷，你现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呢，我再给你行针一次，就能彻底解决你丹田受损的病症。陈儿，楚家这一次真的是多亏了你呀！老头子，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矫情了啊？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楚家的人，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这里也是我的根呢。你居然让我给你打下手！怎么，你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在我没有被种下金元灵纹之前，我可是1到3品，3品丹师。你别不服气呀！我知道你过去或许出身于一个大宗门，一直以来都是高高在上，因为被人种下了禁元灵纹，这才沦落凡尘，所以你有你的傲气也是正常的。但是这世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相对于12品的1道来说，区3品真的是不值一提呀。也罢，你看我炼丹一次，你就明白了。好，我就不信你一个出身青州小家族的少年，能在区13岁的年纪，可以藐视我这个1到3品的丹师。哟吼，2品丹炉也凑合着用了。哼，你才炼体境界，最多也就1品丹师，可别浪费了好丹炉。我看你小屁股又痒了是吧？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仔细看好了。正炉，哼，就算是你懂得正炉之法，也改变不了你只是一个炼体境小武者的事实。我就不信你能炼制出让我心服口服的丹药。一会儿别哭，小妮子。你觉得我这火焰如何？这怎么可能？纯粹以灵魂之力凝聚的火焰。你要炼制什么丹药？啊，壮骨丹。壮骨丹。对于淬炼筋骨阶段的炼体境来说，以壮骨丹搭配淬骨膏修炼，效果是最为显著的，比单一使用淬骨膏修炼的效果最少可以提升3倍。你是开玩笑吗？特等壮骨丹，还算不错。是1品丹药。特等，这怎么可能？楚尘，你这个坏蛋！怎么还不服气啊？我之前就说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区3品丹师真的不算什么，起码我这颗壮骨丹你就炼制不出来。走吧，我还要去炼一份淬骨膏，这样一来呢，我的修为就能够突破到炼体6重了。如果想要将淬骨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便要将人与药一起炼。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我是炼体6重。这怎么可能？修为的提升也需要循序渐进，我刚刚突破到了炼体6重，身体根基还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倒是不急着去冲击炼体7重的瓶颈。你这个小子还真是会享受。人生苦短，除了修炼就是修炼，岂不是无趣呀？所以啊，人这一生啊，就要懂得享受，要劳逸结合嘛。哎呦，你以为谁都能像你这小家伙似的，心态这么好啊？而且你这段时间也不出去走动，
也没去看一看你父亲呐？喂，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很闲吗？啊，不然你以为我跟你要那么多材料是要做什么的呀？况且我父亲那边的情况，我不用去看也比你清楚。只要按照我的药方调养一段时间，他必然就能恢复了。而且这份药方啊，也足可用来当做家族的宝贝了。就算是在那天一堂中，也未必能够找得到啊。真有这么厉害？如今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的情况与局势非常的不容乐观呐。那2个家族的半步丹元竟出手了？这倒是没有，不过2大家族的聚气9重境高手也有很多，而我们家族这边呢，除了我，剩下的7个元老就只有2个人是聚气境9重。而我身为家主，是家族中的主心骨，必须要在族中坐镇，也是有心无力啊。况且只要我出手，方家和徐家就会知道我根本就没有突破到半步丹元。那么那2个老家伙一旦出手，后果不堪设想啊。你去将丹室左边第2排架子上下面数第3个格子里的玉瓶给我拿过来。族中高手除了你和2个聚气9重，那么有几个聚气8重呢？1个聚气8重，1个聚气7重，其他的修为低于聚气7重的就不用跟我说了。这瓶丹药啊，一共是7颗通脉丹，聚气9重用1颗，可突破到聚气10重，聚气8重有2颗，也能够突破到聚气9重。这样一来呢，有2个聚气10重，足可以应对很多状况了。剩下的4颗通脉丹，你1天服用1颗，4天之后，你便可增添2虎之力，踏入半步丹元之境。陈儿，你确定你没开玩笑？虽然说聚气境以通脉丹可以辅助打通体内经脉，从而达到冲击瓶颈桎梏的效果，但是对于聚气7重以上的人来说，这通脉丹的效果已经很弱了。别说是1颗呀，就算是10颗8颗也没什么效果呀。老家主如果说的是下等通脉丹，的确是这样，但楚尘炼制的不是下等通脉丹，而是特等。什么？特等？晒太阳晒得有点无聊，陪我出去走走吧。这刚来到家族府邸的大门前呢，一道身影却是忽然跑来，拦住了楚尘与苏小柔的去路。求堂弟教我。堂弟？我没什么可教你的，况且我也不认识你。堂弟，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楚轩呐，1年前楚灵带人欺负你的时候，我们见过面的啊。楚轩？哦，我想起来了。不过你说让我教你，你想让我教你什么呀？我爹说你很厉害，我想以后跟着你修炼。想让我指点你修行，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啊？以后见了我，不许叫我堂弟，要叫陈哥，知道吗？这，我比你大2岁，这不合适吧？啊，你说的也对啊，我比你年龄小，我也教不了你啊。别呀，陈哥，我以后都喊你陈哥了。你知道这青州城中哪一家酒楼的药膳做的最好啊？要说药膳做的最好，那肯定是天香酒楼啊！而且这天香酒楼还是天一堂名下的产业。天一堂，你带路，我们去天香酒楼。3位里边请。坐下吧，我对待自己人从来没那么多的规矩。谢谢陈哥。你们酒楼没有药膳？啊？客人要点药膳？这不废话吗？不点药膳来你们天香酒楼干什么呀？这位公子，我们天香酒楼的药膳可不便宜。来3份赤火龙兰羹。
有些人就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这种年轻人我见多了，估计是下了血本来吃一回药膳，然后呢回去跟同龄人吹嘘一番的。喂，狗咬你，你难道还准备咬回去啊？陈哥说的对，狗咬我肯定不能咬回去啊。小子，你说什么呢？别以为仗着有点家世背景就能在这狂妄跋扈啊！小心祸从口出！你们两个赶紧滚蛋！那3份药膳就当是孝敬我们兄弟了。这位美人当然可以留下，你们俩小子再不滚的话，小心我们不客气啊！没听到是吧？再不滚的话，便打断你们2个人的手脚。还敢笑？我改变主意了，就算现在你想要走，也必须给我们兄弟跪下磕了头才能走。陈哥，也给我过来跪下！哼，2个10几岁的小子，敢跟我们兄弟作对，简直是找死！哼，不知死活，无极崩逝。咚的一声啊，沉闷如擂鼓般的巨响回荡在酒楼的大厅之中。下一刻，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响彻，那向楚尘出手的徐家青年被他一拳打的是横飞出去，并且他还撞在了另一个向着楚轩出手的徐家青年身上。个炼体10重的徐家弟子竟然被一拳的打飞了。这2个人看起来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呀。3位请慢用。慢着，客人有什么吩咐啊？这份赤火龙兰羹，你确定是药膳师亲手做的？客人尽管放心，除了米大人，我们天香酒楼中的其他厨师也做不了这药膳呢。但是这份药膳根本就不是药膳师做的，看来你们天香酒楼中的那位米大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药膳师啊！客人还请慎言呐。药膳一道，其中有药这个字，指的是用料，而膳这个字，才是真正体现一名药膳师水平的东西，叫做膳方，就如同医师的药方。就拿这赤火龙兰羹来说吧，用的是赤火兽的心肝肉以及龙兰草一直熬出来的汤羹，虽然具有提升肉身资质的作用，但却是微乎其微。唯有独特的膳方将食材经过特殊的加工与处理，才能将这一作用和效果提升，达到更显著的效果。而你们天香酒楼的这份赤火龙兰羹，只有药，却没有膳。胡说八道！你一个毛头小子，不懂就别乱说啊！掌柜，小子，我们天香酒楼的名誉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诋毁的。念在你年幼无知的情面上，我也不跟你计较。你们3个人现在就离开我们天香酒楼，你们酒楼就是这样做生意的？你也敢诋毁米大人？我们天香酒楼自然不欢迎你这种人。诋毁？如果这赤火龙兰羹的确是你口中那位米大人亲手制作，那么我根本就不是诋毁，而是说的是实情。他根本就不是药膳师，最多算是一个稍微点药理的厨子。年轻人，你若再信口雌黄，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这年轻人好大的胆子啊，竟然敢诋毁米大人！天香酒楼的名誉他也敢诋毁，简直是不知死活。他一个年轻的毛头小子能懂得什么是药膳呢？年轻人，你若是识趣儿，还是赶紧给掌柜的认错道歉，不然米大人若是怪罪下来，你可承担不起呀。
天香酒楼可不是你这年轻人可以放肆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有陈老，是陈老来了。天香酒楼是天一堂的产业，有陈老在此，倒要看一看这年轻人还敢不敢继续如此的嚣张。陈老，我在1楼的时候就听到楼上乱哄哄的，这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陈老，这个年轻人点了3份赤火龙兰羹，结果药膳给他上去之后，他吃都没吃一口，就诋毁米大人，还诋毁我们天香酒楼的名誉。楚尘，我就说这青州城里边哪个年轻人有那么大胆子呀？原来是你小子呀！怎么，老头子，你有意见？我说你小子连吃都没吃上一口，就说这赤火龙兰羹有问题？怎么，你老头子不信我说的话是吧？哼，有药无膳，这算狗屁的药膳呢？这也是给人吃的。这饭可以乱吃，话可是不能乱说的呀。你连吃都没吃一口，就能断定这药膳是假的？你自己好歹也是个1到3品的医师啊，你尝尝看。这药膳是谁做的呀？是米大人。李欣呐，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药膳是谁做的？你当我是老糊涂了是吧？是不是米三儿做的药膳，我能尝不出来呀？难道说这药膳真不是米大人做的？天香酒楼难道作假了？你去将米三儿叫来。是。这天一堂做事向来从不坑蒙拐骗，李欣呐，你好大的胆子你！陈老，我回禀陈老，米大人今天不在。啊，米大人不在，那这药膳谁做的呀？想不到天香酒楼竟然骗人呐！幸亏我没点药膳，要不然的话，那么贵的价格，结果吃的就是假的，岂不亏死啊？这件事情，老夫必然会给诸位一个交代。李欣身为天香酒楼的掌柜，却用假的药膳坑骗酒楼的客人，老夫代表天一堂废掉他的一身修为，以儆效尤。陈老饶命啊！诸位，为了表示歉意，你们今天在天香酒楼中的一切消费都算在老夫的身上。多谢陈老。陈老仗义啊！我们相信天香酒楼如李欣这样的害群之马，那只是个例啊。是啊，陈老德高望重。小友可否赏脸一起坐坐呢？一个少年却让陈老发出邀请，还要对方赏脸，这少年是什么来历呀？没兴趣啊，还以为能有药膳尝一尝，结果白来一趟。哎呀，这小家伙可真够狂的呀！米三儿既然不在，我们也改天再来吧。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少年他说他叫楚尘。楚尘，我听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啊。我也想起来了，要说这个楚尘呐，那可是了不得呀。前段时间在火月拍卖行的大门口，据说施展了一手不弱于陈老的刑侦之术，杀了陆康和廖宁2位2品医师呢。他身边那个倾城女子我也想起来了，她叫做苏小柔，在拍卖会上被楚尘以30万的天价买走了。听说她年仅13岁就已经是炼体8重的修为，刚才一击就将徐家2个炼体10重的弟子给打飞出去，可见她的实力更强了。我还听说呀，他从拍卖行里出来之后，扬言10天之后让方家人给方家之主准备好棺材，准备丧事呢。好像不到10天。你还懂药膳？这有何难？只是想要把膳方的材料凑齐了，那就很不容易了。修为暂时先不急着提升，需要稳固夯实根基。
你确定想要让我来教你？啊，我确定。先别答应的那么早啊，我可从来不会随便教人。如果你不能符合我的要求，我也不会教你。先跟我说一说你的状况。哎，好。你的功法修炼出了问题。不应该呀！当初我父亲也看过我的修炼，说我对功法的修炼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老家主也是这么说的。你是在质疑我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那个家族的功法呢，是一门玄阶上品的功法。你虽然的确是按照功法来修炼的，没错，但是你的身体却和别人不一样。你体内的经脉排列与常人有所不同，所以你按照正常人的运功路线去修炼，不出问题才怪呢。你现在不要调动体内的元力，我教给你一种运功路线，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哎呀，这竟然是真的！哎，陈哥，你太厉害了！哎，先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些年呢，你一直都按照不适合自身的功法运行路线来修炼，对你的身体根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和影响。所以即便是你可以发挥气机资质的优势，你也最多修炼到聚气7重的境界，别说是单元境了，就连聚气10重你都修炼不到啊。那我该怎么办呢？陈哥，你一定要帮帮我呀！破而后立。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很简单，只要你把修为全部废掉，重新修炼，那么你在之前修炼中对身体造成的根基损伤，就能够凭借正确的运功路线弥补修复。废掉修为？如何选择就看你自己了。那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每个人在人生之中都要面临诸多的选择，今后的路会怎么样都在一念之间。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强者都绝对不是偶然，没有足够大的气魄和坚定不移的恒心道心，天赋资质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强者的。你跟我来，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什么？你想对我做什么？哎，我说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呀？我如果想要对你做什么，早就把你吃干抹净了。你信不信啊？我随便调配一点药剂，就能让你主动爬到我的床上，任我采血啊！哼！如果你想要解开禁元灵纹，就按照我说的做，不然的话，你就永远别想恢复修为了。你是要看我身上的禁元灵纹？那不然呢？喂，是你自己来，还是我亲自来呀？自从我把你从拍卖行带回来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我的人。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天，还不明白吗？你捂什么呀？就那2两肉，我一只手就能抓住了，还用着捂啊？你看完了没有？看完了。你看完了怎么不说话？你转过身去，我要穿上衣服。我不转身你就不穿衣服了？这样也好啊，你的身材不错，皮肤也不错，看起来挺养眼的。你看什么看？你刚才不是还说他们小的吗？喂，我有说过吗？那都是你自己脑补的好吧？我实际上是在想啊，这个如果禁元灵纹是在你此刻捂着的那个地方，你会不会让我看呢？楚尘，你这个混蛋！好了，你还想不想恢复修为了？哟，这皮肤光滑，羊脂如玉，这腿还不错啊！你给我够了！我的禁元灵纹，你能解吗？这解呢，自然是能解呀，只是以我现在的修为还差一些，只能暂时解一半。过来，聚气8重，10头黄金虎魂之力，倒也还算不错。只是不错。刚才欺负我，是不是很好玩？
怎么，我刚帮你解开一部分封印，你就要对我动手啊？恩将仇报啊？你混蛋！哼，小妮子，你想造反呢？你放开我！你对我做了什么？喂，小妮子，你以为我会没有后手？我能解开你身上的那道灵符，自然也能将你重新封印呢。以后乖乖听话，不然的话……你混蛋！这只是一个教训，下次再敢造反，我可不会再轻饶了你了。怎么，你还不服气呀？哼！好了，给爷笑一个，我给你补偿如何？哼！你能在聚气境显现出黄金武魂，可见你修炼的功法应该是一门地阶上品的功法吧？或许在你看来，地阶上品功法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我的眼中，那不过就是垃圾而已啊！吹牛！哼，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玄心黄道诀乃是最顶级的地阶上品功法，是不知多少人垂涎的绝世功法，你居然说它是垃圾？玄心黄道诀，这功法名字起得还行，但是却不过是区区地阶上品，这种垃圾功法扔大街上，我都懒得捡起来。你别不服气呀！别说是地阶上品的功法，就算是地阶极品功法，在我的眼里也不算什么，不足为道。哼，吹牛谁不会？我还说天阶功法是垃圾呢。有本事你拿比玄心黄道诀更好的功法来啊！怎么？你以为我拿不出来？我想你也应该能够看得出来，我以炼体6重境界，却能将身体力量淬炼得身怀14牛之力，这根本不是寻常功法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最起码，你那个玄心黄道诀肯定做不到。我说过，从我将你从拍卖行带出来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我的女人了，而我对于自己身边的人从来都不会吝啬。那么想不想跟我学一门更加强大的功法呢？更强的功法？怎么不想学？如果你真的能拿出比玄心黄道诀更强的功法，我自然想学，但是你应该不会如此轻易地将功法传授给我。你有什么条件？条件嘛，很简单，这门功法只有你能够修炼，除了你之外，你不能传授给任何人。就这么简单？对啊，就是这么简单。不要以为我的条件很简单，我知道你应该是出身于某一个大家族，亦或者是大宗门。将来或许你会回到那儿，但是即便是你最亲近的人，你也不可将这门功法外传，因为这门功法只有你才能修炼。我不会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有第二个人修炼这门功法。我想知道你要传给我的功法是什么品级。我答应你。好，这门功法的内容你可以自行消化，你的封印我为你解开了一部分，你可以尝试从炼体境开始重修。这门功法的问题你不需要多问，如果修炼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根基夯实的也差不多了，是时候尝试突破炼体7重了。楚尘，你给轩儿灌了什么迷魂汤？他回去之后便自废修为，说什么要破而后立啊？已经废掉修为了？不然就算你不想指点轩儿修行，也不至于如此心狠，让他自废修为吧？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废了好啊，如此方可真正的破而后立啊。楚尘，你太过分了！我让楚轩自废修为，也是为了他好。只需要1年，他的修为就能够重新修炼到炼体6重，并且在2年之内，他就会如厚积薄发一般突飞猛进，修为会达到炼体10重，进而冲击聚气境。如果你不信呢，你可以回去问一问楚轩他自己如今修炼的感觉，和过去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如果真的如你所说，我会来负荆请罪。哼，我只是因为你传授给我功法，我才保护你的。我看你这小妮子又欠打了是吧？啊，你随我走一趟吧。去哪儿？青州城的附近逛一逛。难道我真的是误会了楚尘？他让轩儿自废修为，真的是为了他好？父亲，我的修炼问题解决了，现如今我的修炼速度远超过以前呢。轩儿，你能告诉父亲，楚尘是如何指点你的吗？啊？楚山雄杀我大哥，我便要杀了他唯一的孙子。给我盯着那小子的行踪，有任何情况都要给我及时汇报。是。楚家这个小辈倒是有些不简单。太上长老，楚山雄当年伤我之仇，老夫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此番我闭关多年，终于突破了半步丹元，我要让他楚家血债血偿。太上长老，您要亲自出手。那小辈既然是楚山雄唯一的孙子，老夫自然是要亲手宰了他。到时候我亲手将他孙儿的头颅我扔在他的面前，我要亲眼看到他楚山雄心痛悔恨的表情。有太上长老出手，此子必死。小娃娃，也就是楚山雄之孙楚尘。怎么，你跟我家老头子有仇啊？当然有仇，当年便是他重伤了我，才让我的体内留下了暗疾，让我这些年都活在痛苦之中。所以今天我要拧下你这小鬼的头颅，扔在楚山雄的面前，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孙儿死在我的手上。我要让他痛苦，让他癫狂，让他死不瞑目。小畜生，听说我大哥的死与你有关。天水，你却把他给我抓过来，老夫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然后亲手将他的脑袋扭下来。太上长老放心，区区一个炼体境的小辈而已，杀之如杀鸡。嘿，何须家主亲自出手，就由我们代劳好了。好，小畜生，要怪就只能怪你生在了楚家。哼，不过你可以放心，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灭掉楚家。你的父亲还有你的爷爷都会去黄泉路上陪你，不会让你一个人寂寞的。哼，什么？黄金虎魂之力？这个女人竟然……混账！竟然是黄金虎魂之力！小女娃，你能修炼出黄金虎魂之力，可见你身怀强大的功法。将你的功法交出来，老夫肯留你性命。就凭你？小女娃，
虽然你身怀黄金护魂之力，但是你的修为终究只是聚气8重，相当于14头赤色护魂之力，而老夫乃是半步丹元之境，实力不是你所能比的。蓉儿，杀了他！冥顽不灵，看来只能先把你给拿下了。老夫有的是手段，慢慢的调教你。天水，也去杀了那个小畜生，摘下他的头颅。是。不用管我，那个老家伙交给你了。好恐怖的杀意呀！哼，就算你的杀意惊人，但是你终究只是个炼体境，与我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地鸿沟。好强的战绩！小畜生，你给我死吧！无极顺势，好快！哼，你以为你能躲开吗？21牛之力，这不可能！不好！啊！小畜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哼，垃圾！剑灵纹起，这是什么？哼，你也逃不掉。灵阵，这不可能，楚家根本不存在有灵阵师，你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灵阵师？杀了他！小畜生，你敢杀我？我们方家的背后那可是天蚕宗！哼，我不只要杀你，你们方家从今天起也会被我从青州城中彻底的抹去。不，走吧。怎么忽然就下了这么大的雨呢？家主刚出去不久，不会被淋了吧？你是不是傻？家主可是聚气9重境的强者，这样的雨会淋湿我们的炼体境，却不可能淋到聚气境的强者。那可是能够真气护体的存在啊！这话说，家主他们这种天儿到底是出去干嘛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呢？你们的家主回不来了，来者不善，杀进去！就这样杀进去？不然呢？何人胆敢擅闯我方家府邸？从此以后，青州城不再有方家。是你，这个小畜生！你这小畜生竟然敢闯到我方家的府邸中来！哼，不用看了，我一个人就能够踏平此地。哼，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辈！给我杀！若谁能杀死楚尘，赏1万玉币。你去将所有聚气4重以上的人斩杀，一个不留。你呢？你觉得就凭这些蝼蚁，能伤得了我？天哪！这个女人竟然一招就杀死了长老！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臣服，或者是死。他只有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我知道他叫楚尘，才13岁，修为也是炼体境，不可能和那个女的一样厉害。没错，杀了他，大家都能够领赏。那女人也只有一个人，必然会被族中的其他高手联手杀死的。看来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正在家族议事殿内处理事务的楚山雄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整个人瞬间就惊得站了起来。来人，给我召集族中所有聚气境以上的高手。难道楚家的人已经杀进去了？家主，楚家的人来了。楚家的人刚来，那方家的这么多黑甲卫是谁杀的呀？这不可能！你居然看出了七煞金蛇阵的弱点所在。7个方家长老嘴角挂着血迹，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楚尘。只有这7个了？差不多了，就算是有漏网之鱼，应该也没几个。什么？与徐仁杰一脸惊骇与震撼不同，楚山雄看到楚尘，
正背负双手，神态从容，孤傲无双，是毫发无损。看到楚尘并没有受伤，楚山雄顿时就松了一口气。徐家小子，受死吧！一左一右，楚山雄和苏小柔同时出手，要将徐仁杰斩杀在此。不好，徐家弟子听令，给我撤！这怎么可能？徐仁杰的眼睛瞪得滚圆。地阶战技。下一刻，徐仁杰的眼中透出了一丝绝望。家主死了！家主，快逃！快逃！撤回家族里！方家聚气4重以上的高手，几乎已经被斩杀殆尽。现在我给你们3刻钟的时间，无论你们在这方家的府邸之中得到什么，都是你们自己的。什么？哎，方家聚气4重以上的高层都死光了。陈儿，你确定？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在我来方家之前，那方行云和方天水在城外想要劫杀我，已经死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只给你们3刻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前往徐家。从今天起，这青州城内就不再有徐家和方家。这些投降的人怎么处理呀？你愿意接纳这些人，便接纳就是了；不愿意接纳，直接驱逐即可。我是担心接纳了这些人之后，他们有一天会背叛，毕竟非我族人，其心必异呀。人心这种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只要楚家不断的变得强大，这些生有异心之人知道自己根本反抗不了楚家，自然也就不会有叛乱发生。小心，有埋伏。徐山后，不用看了，并没有任何的埋伏。你就是徐家的上代家主徐山后吧？你是打算投降吗？你就是楚尘，真是英雄楚少年呐！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打算投降，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族人继续枉死。楚山兄，你有一个好孙儿啊！据我所知，你带着赤甲卫过去的时候，方家的人基本上就已经被他和这个小女娃解决了。选择放弃抵抗，说明你比绝大多数人要聪明得多。我家这个老头子论头脑就不如你灵光。既然你们徐家选择放弃抵抗，那么我也可以给你们徐家一条生路。只要你们徐家答应3个条件。请说。第一，你们徐家所有聚气7重以上修为的人，全部都要服下此丹。这是噬心丹。服下此丹，必须每隔3个月就要服用1次解药，否则就会单独发作，心脉崩碎而死。而解药，楚家之中自然会有人炼制，每隔3个月都会发放给你们。这不可能。若是如此，我徐家宁可鱼死网破。如果你确定这是你的选择，那么我就踏平你徐家。年轻人，你太狂妄了！给我走！石明，你竟然下手杀人！他怎么会有威力如此强大的灵纹呢？单凭当初你们徐家和方家勾结我楚家中的叛逆，意图颠覆我们楚家，我即便是屠了你们徐家全族，也都不为过。
看在你主动投诚的情面上，我给你们徐家一条活路，却还敢在我的面前大呼小叫。看来你们徐家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局势啊！你这个条件，我答应了。太上长老，不可呀！都给我住口！是生还是死？你们如何选？太上长老，我们徐家所有高手都在这儿，而他们楚家的人也并不多。不要小觑了楚家人。从一开始，任杰就是因为太小觑了楚家，所以他死了。如果你们相信我，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人老了，有些事情比你们看得明白。反抗的结果只有死。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家族所有具齐4重以上修为的决策层都在这里了。不知道你其他的2个条件是什么？老爷子，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这小子，哎，还真是。接下来就要在这太乙夺天阵中找到那个人留下的后手。楚尘，你灭我家族，我要让你血债血偿。我方家的背后乃是天蚕宗，你们楚家就等着承受天蚕宗的怒火吧。哎，我听说方家被灭是那楚家的陈少一个人做的。据说方家之中被杀的血流成河，只要是经过昨天那场动乱之人提及陈少就会色变呢。我也听说了，一个徐家聚气8重的强者，那陈少只是一挥手就被斩下了头颅啊。楚家这个少年还真是不简单呐。若非他的修为太低，我甚至都怀疑前段时间牵引阴阳2气修炼的人就是他了。血日异象与月霜满天的异象已经很久没出现了，看来那个人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是啊，幸亏那个人离开了，不然的话，一旦汲取了太多的天地之力，我担心这座邪天运魔大阵中沉睡的那个邪魔会苏醒过来。据说邪天运魔大阵汲取天地之力，孕育邪魔，一旦阵眼中的邪魔吞噬天地之力苏醒，即便是战灵境的强者也难降服。没错，这种级别的灵阵最少也是5级以上的大灵阵了，而在这大秦国中根本就找不出这种等级的灵阵师啊，无从破解呀。唉，我说你好歹也是齐物阁的管事啊，以齐物阁的人脉，难道还请不来一位5品以上的大灵阵师吗？哎呀，我只是这青州城齐物阁的一个小小管事啊，以我的修为和实力，我所认识的最多也就只是个4品的灵阵师啊。不过呢，我也已经委托我一位4品灵阵师的朋友，让他帮忙来请一位5品大灵阵师来看一看。啊，如此最好，请大灵阵师的玉璧，大秦国的皇室会给的。就在2人对话之时房间的外门传来轻微的敲门声。陈老，下面来了一个叫做楚尘的少年，说要见您。楚尘？哎呀，莫非那小子想清楚了，打算接受我的邀请，成为天一堂的一员？让他上来。是，陈老。
来来来，过来坐。哎，我说你小子莫非是想通了，打算加入我天一堂了？我来找你，实际上是想问一问，这青州城内是否有奇物阁？奇物阁？有什么问题啊？你这小子还真是会找地方啊！我面前坐着的这位便是青州城奇物阁的管事。你是如何知道奇物阁的？虽说这五玄大陆几乎每一座城中都有奇物阁，但是知道奇物阁的人可并不多呀。哈，我说小小的一个青州城，为何会有一个天罡镜出现在这儿呢？原来是奇物阁的管事啊！你能看出我的修为？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的敛息之术虽然还不错，但在我的面前就差远了。难道你在第一次见到我之时就已经看出来了？我不光看出了你是天罡镜的修为，我还看出你是天罡镜3重，而且我还看出你的罡气凝练出了问题，让你原本只需要5年便可突破的天罡镜第4重，起码也需要用15年以上才能够做到了。天明，难道？没错，陈老，他全部都说对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可否为老夫引荐一下你的那位尊师呢？他不见外人。我身上的问题，尊师既然看出来了，可否有办法解决啊？解决的办法自然是有，不过真金好说。刚才听闻小友打听奇物阁，莫非是要购买奇物吗？这一点包在我柳天明的身上。刘管事客气了，我需要一些东西，的确需要通过奇物阁的渠道。你要这么多的奇物干什么呀？我既然要，自然就有我的用处。你小子可知道这些奇物的价值啊？尊师若能解决我的问题，这些材料便算是我的谢礼，我刘某人还会另付真金。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楚尘微微一笑，旋即起身，朝着房间的门口走去。陈老和柳天明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惊疑与不解。楚尘走了之后，房间里就只剩下了陈老和柳天明2个人。天明啊，你怎么看？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少年，或许是他背后那位的指点吧。他将清单留下，显然是要让我们凑齐了材料，然后才有可能给你诊治。但你觉得这个楚家少年值得相信吗？我没得选择呀。说实话，我身上的问题也曾找过4品的医师给我看过，但却都给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他背后的那位医道大家不简单呐。是啊，能够一眼便看出我的病症所在，这绝对不是4品医师能够做到的。况且他一个楚家的小辈，还没有那个胆子来坑我。你真的有一位师傅？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我的师傅？那你又是如何看出那个奇物阁管事是天罡境修为的？又是如何看出他修炼上的问题？这是秘密。哼，这个小男人太可恶了。当他来到庭院的院落中之时，他所感知到的那个人也走了进来。父亲，陈儿，这是我父
楚云山。父亲，这是我的女人苏小柔。混蛋，谁是你的女人啊？我说人家姑娘都不愿意，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啊！不过男子汉就应该霸道一些，有你父亲我当年的风范呐。我的天，这一家子都是什么人啊？难道他是我苏小柔命中注定的人吗？虽然不知道陈儿你的身上存在有什么样的秘密，但是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我儿子。在我的心中，你也永远都是我的父亲。好，你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但是心损之症还需要调养，今后就住在我这儿吧。啊，好。一个仆人来到了庭院。陈少爷，家主让您去一趟议事殿。老头子找我什么事儿啊？小的不知。陈儿，这位是……介绍就不必了，你就是楚尘，便是你害死了我的师弟。你的师弟？没错，莫非你不敢承认我那陆师弟是被你给害死的？虽然说我那师弟有错，但却错不至死，你将他害死。那么无论是你还是你们楚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看来你的师弟就是陆康了，他的死那是他咎由自取。小子，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陶世明，你敢！陈老，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我都是天一堂的人，你却偏向一个外人。天下一师本是一家，何况老夫一直都想要邀请楚小友加入天一堂，你却扬言要杀他，老夫又岂能坐视不理？哼！况且你的师弟陆康之死本就是他咎由自取，这些年他在青州仗着天一堂的名头做了什么勾当，你当我是老糊涂吗？我师弟纵然有错，也错不该死。况且他一个10几岁的小辈，我不信他身怀惊人的刑侦之术。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只要老夫在这儿，便不会让你伤到他。我不服，有陈老你护着他，我的确动不了他。但是他背后的楚家，我陶世明若是想动，怕是陈老你也没理由再阻拦了吧？哼，你要动我楚家？是又如何？莫非你以为你有陈老护着你，我便奈何你不得？哼！既然如此，那么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要给你的师弟报仇吗？那就以医师的身份赌命，你敢吗？楚尘啊，不要冲动。好一个赌命，好一个狂妄的少年！陈老，我陶世明虽然不才，但身为1到3品的医师药师，此刻却被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挑衅赌命，这对于我是一种羞辱。哼，羞辱？我跟你赌命，对你来说是一大胆狂徒，就凭你也有资格与我师尊赌命？没错，你一个连医师徽章都没有的小畜生，也敢扬言挑衅我师尊？聒噪！你不是要赌命吗？我跟你赌。好，诊症、开方、刑侦，你要赌什么？我跟你赌诊症。陈老，
给我做一个公证如何呀？可以，还请师尊为弟子公证。既然如此，那就由老夫先出题吧。辰儿，他还能力挽狂澜吗？你是一品一师，老夫便以1到1品范畴内的题来问你。多谢陈老，请陈老出题。一名炼体9重的武者，借用通脉丹数次冲击炼体10重，却屡屡失败，并且经脉会有撕裂般的剧痛，此为何症？弟子认为，此症有3种可能：一是经脉有损，故而以元气冲击之时会有痛感；二是经脉脆弱，承受不住元气的冲击；三是经脉不通。你这弟子的医理基础还算不错，此题我给他8分，你有意见吗？8分，陈老谬赞了，8分已经是抬举我这个弟子了，还不谢谢陈老？陈老能给你8分，那是抬举你。弟子多谢陈老提点。那么接下来也就该我出题了吧？既然你之前扬言要与我赌命，而我是3品医师，那么我自然就要用1到3品范畴内的病症来出题。这不公平！陶医师，你的弟子只需要回答1到1品范畴的诊题。凭什么我孙儿就要回答1到3品范畴的诊题呢？陈老，你觉得呢？他之前扬言要与我一道赌命，您老也是亲耳听到的。哼，随你出题。好，这可是你说的。年轻人，即便是狂妄，也该有一个限度。喂，你废话太多了。我先送你弟子去黄泉路，然后下一个就是你。哼，你连与我赌命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我问你，碎尸毒如何来解？陶世明，你太过分了！碎尸毒即便是你我也解不了，这是1到4品以上的范畴。陈老，刚才可是楚尘他亲口说让我随便出题的，所以即便不是1到3品范畴的诊题，我同样也可以出，这没什么问题吧？啊？你一个堂堂3品医师，楚小子，你，哼，跟这种人，你要谈医德和人品，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这就是你出的题，区区一个碎尸毒，有何难解？刑针1顺4针，依次走天阴、6阳、3水、元神，让你的弟子自裁吧。胡说八道！碎尸毒即便是我师尊和陈老都不会解，你随便说一套刑侦之法就能解开，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没错，你说的这套刑侦之法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这道诊题不能算你答对，输的人是你，自裁受死的人也应该是你。况且1顺4针，纵然是陈老也做不到，而我也只能1顺2针。你张口就说1顺4针，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哼，你做不到，那是你无能。若要验证呢，也很简单，找一个中了碎尸毒的人过来，我解给你看。
胡说八道！中了碎尸毒的人7日必死，我从哪儿找来给你解？哼，输了就是输了，还不赶紧自裁？莫非要我亲自动手吗？陶世明，你没试过，你又如何能够确定楚尘说的是错的？哼，莫非陈老觉得连你我都解不了的碎尸毒，他一个10几岁的小畜生能解？哼，我若真的能解呢？你能解？且不说根本就没有一个身中碎尸毒的人让你来解，就算是有，你也解不了。没错，还不赶紧自裁受死？赶紧自裁！就你一个小畜生，也敢说能解碎尸毒？想要证明也很简单呢，因为碎尸毒我可以调配，只要我将碎尸毒调配出来，然后让一个人中毒，我为之解开即可。你会调配碎尸毒？哼，我不信你会调配碎尸毒。难道说他真的会调配碎尸毒，也能解之？这怎么可能呢？想必天一堂应该有不少材料的库存吧？这些材料我天一堂都有。你真的能调配得出？怎么，连你也不信？我信。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认定我解不了碎尸毒吗？那么敢不敢将你自己的性命也押上来？啊？哼，我的赌命，你敢接吗？哼，废物！你说什么？哼，你口口声声说我解不了碎尸毒，张口闭口就是我没有资格与你赌命，而你却连与我赌命的胆量都没有。你不是废物，是什么呀？哼，说你是废物，都是在侮辱废物。你找死！别当老夫不存在吗？碎尸毒的配方，即便是很多精通配毒的毒师都不知道，我就不信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真的能够配制得出来。甚至就算是有配方，若不是精通药理，也根本不可能配制得出来。他才多大，对药理又能有多深的领悟呢？陈老，接顶一用。好。空间大戒。这尊药鼎还算不错。这可是我花费重金从皇城拍卖行里买下来的，据说是数百年前某位医道大家留下的中品药鼎。我如果是你，我现在就一巴掌拍死你那个弟子。我估计他没有自裁的勇气呀。小子，你别嚣张，有本事你先把碎尸毒练出来再说。没错，如果连碎尸毒都炼制不出来，我倒是要看一看你有没有自裁受死的勇气。井地之王，哼，这可是石灵花3品毒花，以你区炼体境的修为，最多以元气凝炼成火。就算你修炼的丹诀再厉害，也不可能炼化掉这种品级的材料。灵纹之阵，这是小五行炼火阵。陈老看来对灵阵之道也是有所了解的呀。没想到你还能布置出这样的灵阵呢。不过就算是你有小五行炼火阵，也最多将1品火焰提升到2品火的程度啊，依然不足以炼化石灵花呀。而且你要的这些材料里面，达到3品级别的可不仅仅只有石灵花这一种啊。
没错，就算你有再多的手段，也改变不了你只是一个炼体境蝼蚁的事实。赶紧自裁吧，浪费我们时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就凭你也配与我师尊赌命？这是纯净的灵魂之火，想必你也能明白的。哼！我劝你最好还是死了这条心吧。难道你就不会想一想，楚尘的丹诀与功法是从何而来？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是楚家的。陈老，你的意思是，难道他真的能炼制出碎尸毒来？炼制成功了吗？那么多的材料，竟然就只是炼制出了一滴药剂？这就是碎尸毒，还是说楚尘炼制失败了？你竟然真的炼制成功了！成功了！陈少太厉害了，无法企及呀！我在10多年前有幸见过一次碎尸毒，的确是这种黑色的药剂。可别小看它只有一滴呀，这一滴可以分成3份，每一份都能够让任何天罡境以下的高手7日必死啊！这可不仅仅是灵火可以炼化材料就能够做得到的。哼，就算你炼制出了碎尸毒又能如何？我不相信你能够一瞬4针，也不相信你能够解这碎尸毒。况且，谁敢以身试毒让你来解？一旦你解不了，那么中毒之人可就死定了。莫非陈老愿意以身试毒？所以他也不敢去赌。这碎尸毒可不是开玩笑，他若是中了，若是不能在7日之内找到人来解毒，他也是必死无疑呀。我来。家主，老家主不可呀！我相信我孙子可以解毒。既然如此，所有人都认为楚尘会拿自己的爷爷楚山雄试毒之时，楚尘的手却是突然一甩。什么？楚尘将玉瓶中的那滴碎尸毒甩了出去，而他所甩的方向却并非是楚山雄，而是陶世明和他的2个弟子。混账！小畜生，你找死！不，我要你死！他的一双瞳孔放大，面孔呈现出狰狞之色。碎尸毒发作了。你这小子也太狠了，这小子太损了。臭小子，我要杀了你！哼，中了碎尸毒，一身真元都会被压制侵蚀，死毒不解，随便一个炼体境都能杀了你。快给我解毒！如果你不能解毒的话，死的人就是你。没错，快给我们解毒，不然你与我师弟的赌命就是你输了，你要自裁。楚尘，你若不能解毒的话，就有些太过了。给你老头子一个面子，我可以给他们其中1人解毒。但是如果我能证明可以解这碎尸毒，他们3个都要死，你没意见吧？你若能证明你可以解这碎尸毒，那么他们死了也是咎由自取。陈老，你真来！若要解碎尸毒，只需要同时操控4根赤血银针就足够了。他的碎尸毒解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陶世明第一个大叫：我不信，我绝对不相信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能够解碎尸毒，我不信！除非他能给我解毒，不然我不相信。你们是在质疑老夫吗？老爷子，
处理干净点。陈老救我！陈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可惜呀，这世上没有如果。苏小柔跟在楚晨的身后，她看着这个小男人的侧脸，那份冷酷的霸道与从容的气质，她还从未在其他人的身上看到过。他真的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吗？小子，不请我进去坐坐啊？进来吧。跟你小子一比啊，我真感觉我这70来年呐，简直就是白活了。修为达到天罡境，可脱胎换骨，寿命可延长到200年至300年。可是我都已经是74岁了，别说是天罡境了，就算是单元7重，都未必能修炼得到啊。帮我一个忙，我送你一场造化。你想要让我帮你什么忙？我需要借用你们天一堂的渠道，帮我收集一些灵药。这很简单呐。如果你愿意加入天一堂，那么这一切就更不是问题了。加入天一堂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不过我可以在天一堂中挂一个名儿。我只是青州城这边的一个小堂主，以我的权限，最多给你一个1到2品的徽章。可以。那么我很好奇了，你小子说要给我的造化又是什么呢？我会给你一个丹方，但是前提是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丹方是我给你的。丹方？你说的这些事情包在我的身上。对了，可否问一下，你背后的那位尊师到底是1到几品啊？1道共12品，4品以上为大家，7品之上为宗师，9品之上为神圣。具体他是1到几品，我便不说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的境界远非你所能想象。9品之上为神圣，难道说，不知道老夫可否请尊师帮一个忙？哦，你说说看。这件事情很严重啊。如果尊师来过青州，想必以尊师的境界，必然可以看出青州存在有一座大阵吧？大阵？你也知道青州有大阵？你也知道？那么既然你知道，那肯定是尊师已经看出了那邪天运魔大阵了。前段时间有人牵引阴阳2气修炼，莫非这个人就是邪天运魔大阵？是啊，邪天运魔大阵。800多年以前呐，武玄大陆曾经出现过一位灵阵师，以一座大阵夺取天地之力，孕育邪魔，造下无边杀戮。如今这青州城就有一座这样的大阵，一旦大阵凝聚足够的天地之力，孕育出邪魔，那么整个青州都会生灵涂炭，甚至于整个大秦王国都会被覆灭呀。而这邪天运魔大阵最起码也是5品级别的大灵阵，一旦邪魔孕育而生，堪比传说中的战灵境啊！所以我恳请小友，能否请你尊师出手，破掉这座大阵，拯救我大秦王国的苍生黎民？此事不用你说，我也会出手解决的。真的？青州真的有一座大阵？一座有伤天和的阵法，布下这座阵法的人也会付出代价的。以我目前的境界实力，
的确是不具备直接破掉太乙夺天阵的能力，但是区区一座7品大灵阵还难不住我楚尘。可惜呀，暂时不能修炼吞阴炼阳术，不然的话，如果这具身体的根骨资质提升到了9级，我的修炼进度应该可以更快。少爷，来了一个自称天一堂的人，送来了这个东西。陈老在这方面倒是非常的讲究，给他的这枚2星徽章啊，是最高等级的金色。柔儿，你将这个东西送到天一堂，记得要亲自交到陈老的手中。哼，这丫头还是欠调教啊。楚尘撇了撇嘴。没过多久，苏小柔来到了天一堂，说明了来意之后呢，就走上了2楼，见到了陈老。他放下木盒子就走，这让陈老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延寿丹，竟然是延寿丹！求陈哥教我。我记得你当初不是说要来给我负荆请罪的吗？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给你道歉。陈儿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你云鹏叔叔了啊。云山哥。哎呀，好了，你们年轻人多聊聊啊，我和云鹏说点话。如今你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我教你的运功之法好好的修炼就行了。暂时的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不过呢，我倒是可以让你重修的进度更快一些。哦，真的？怎么，对我没信心啊？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别，陈哥，别，只要陈哥帮帮我，我给陈哥你做牛做马都行。就你那点修为，在我身边当个跑腿的都还差得远呢。我也是看在一些情分上才选择了帮你一把。这里面是淬体丹，足够让你在1个月之内修炼到炼体6重了。一个月之内？行了，回去修炼吧。这边楚轩刚走，一个楚家的仆人就来到了庭院的门前求见。回陈少的话，宗族那边呢来了几位大人，家主让您和二爷还有云鹏长老去迎接一下。宗族？我知道你，青州楚家的家主楚云山之父。楚云山呢，身为知族弟子，本座来了，他竟然不来迎接。大人来得有些突然，而我们知族呢也没有提前得到消息，故而也没有去准备。老夫已经派人去通知了。人呢？老家主，这……哼！你们青州知族还真是好大的胆子！明知我们来自宗族，竟然还敢不来迎接，这是藐视宗族之罪。不过是一个废人罢了，也敢藐视宗族，不知死活！他还以为他是当年那个楚云山吗？区区一个废人，即便是我抬手就能将他给捏死。几位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哼，过分？我们就算是过分，你能如何？废话我也不多说了，立刻让那楚云山过来跪在地上，否则就凭他藐视宗族之罪杀了他，也不为过。你们欺人太甚！放肆！那坐在主位上的中年男子冷喝了一声，旋即一股强大的气势化作冲击，是直奔楚山雄而去啊！仅仅是气势的冲击，就让楚山雄是如遭雷击啊！家主，老家主，不好了，不好了，大师不好了！
楚尘正在房间中铭刻灵文，而在房间的外面却传来了一声惊呼：混账！谁给你的胆子，敢来我这里大呼小叫的？陈少，大事不好了呀！他们这是在找死！陈儿，发生了何事啊？欺人太甚！宗族来的是什么人？老管家当即将那几人的形象描述了出来。看来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了。哼，我去灭了他们，区区一个单元境2重也敢在我的地盘上摆谱。成儿，你有把握吗？对方毕竟是单元境2重，如果没有把握对付的话，你现在就离开家族。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踏足强者之境，到时候你有了足够强大的境界与修为，再来给我和你爷爷报仇啊！放心吧，一个单元境2重而已，我还没放在眼中。竟然敢在我的面前大呼小叫，看来我应该让你们这些知足的人明白，什么叫做尊卑。给我跪下！跪下，或者是死。不跪是吗？看来你们这些知足的垃圾，还都是一些硬骨头啊！既然如此，那么我就成全你们。对于宗族而言，杀了你们，在这青州之中轻而易举就能再扶植一个知族。大伯，我想亲手杀了这个老东西。当年楚云山废了我父亲的一双腿，今日我便杀了他楚云山的老父，然后我要在他心中最为悔恨与愤怒的时候斩了他的头颅。可以。大伯这次过来就是要帮我二弟报仇的。谢谢大伯。听说那楚云山还有一个儿子，我先杀了他的老父，然后当着他的面将他的儿子削成人棍儿。你们这是找死！楚云山，那中年男子眸光一缩，一瞬间就落在了楚云山的身上。楚涛，楚云山也来得正好，我侄子正好可以当着你的面斩了你老父的头颅。子豪，你便以此剑斩了这几人的头。好。住手！哼，楚云山，当年你斩我父亲双腿之时，可曾想过会有今天？当年我亲眼看到父亲双腿被你所斩，我也是像你这般的愤怒。放下你手中的剑！当年若非你父亲楚红执意要杀我，还与我签了生死契，他也不会落到这般的下场。而我也只是斩了他的双腿，以示仁慈。仁慈？你楚云山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让我父亲把你给杀死。如今无论你说什么都没用了，由我大伯做主，我先斩了你的老父，再斩了你的儿子，还有你的族人，我要让你在无尽的悔恨和屈辱之中死去。我先斩了你。灵文之阵，子豪小心！哼，我要杀人，就凭你也能拦得住？一瞬间就将那楚子豪笼罩在了掌下。哇！子豪，小子，我要你死！哼，就凭你一个区区单元境2重，也敢扬言杀我？你想救人，你杀我侄儿，我杀你爷爷！哼，就凭你？这怎么可能？哼，单元境很了不起吗？区单元境2重而已，
也敢在我的地盘摆谱逞威？小子，你敢杀我宗族弟子，你死定了！聒噪！你敢！你若是敢杀我们，宗族不会放过你们青州一族的。哼，真是笑话！莫非我放过你们，宗族就不会找我青州一族的麻烦了？年轻人，我劝你最好不要冲动，否则的话，你一旦出手，这后果就再难挽回。宗族若怒，你们这一族都会被屠尽。对于宗族来说，覆灭一个不听话的支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哼，你威胁我，宗族若敢来惹我，我便屠了这所谓的宗族。开什么玩笑啊！斩！不，叔伯救我！你找死！若是不能将你碎尸万段，难消我心头之恨。哼，想要杀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呀？我不想死。我不只是要杀了你，我还要屠了你的全族，用你们所有人的血来洗刷我楚涛的荣辱，用你们的死来祭奠我那3个可怜侄儿的在天之灵。孩儿小心，这里交给我一个人就足够了。我就不相信了，你一个小小的炼体境，即便是掌控灵纹之阵，又怎么可能与我丹元境2重的修为抗衡？晨儿，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的。死！小子，看来你所依仗的灵纹之阵没法与我抗衡啊！好惊人的速度啊！给我死！他暴喝一声，双掌凝聚的真元更加的璀璨了，狠狠地朝着楚尘拍去，躲开了他的攻击。这不可能！好精妙绝伦的身法呀！神法！我听一位前辈说过，这个世上最精妙的身法是没有身法。没有身法。当年我在外历练之时，也曾听一位前辈说起过，之所以说是没有身法，那是对武道的理解和感悟达到了一种超然的境界。就比如此刻的陈儿，尽管他的修为实力远不如楚涛，但是他对于武道的理解却很高，所以每当楚涛出手之时，他只需要在一瞬间增幅自身的速度，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躲开。看起来很容易啊，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呐。首先，陈儿以炼体境修为能够一瞬间爆发出这样的速度，本身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其次，若是不能提前准确预判到对手的攻击，那么就会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那位前辈告诉我，这种境界细致入微，故而也被称作是入微之境。据说唯有将地阶以上身法修炼到大成以上，才可以踏入这样的境界呀。地阶身法大成，因为只要他的预判稍微出现一丁点的差错，那么只要被真元带动的掌风擦中，他即便是不死也会重伤。众人的惊骇与震撼还未回过神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当时就让几个人的目光全部是凝固呆滞。你也接我一招吧，无极顺势。这是开玩笑的吧？
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很多强大的手段都无法施展呢。如果我有聚气7重以上的修为，那么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一道人皇印就能够解决了。好了，收拾残局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哎，对了，哼，虽说只是下品灵气级别的空间纳戒，但也凑合着用了。空间纳戒，看来这个楚涛在宗族之中身份不低呀。纳戒之中倒是有一些好东西啊。那这个给你。下品灵气，只要我将灵魂力提升到单元境的级别，那么我就可以铭刻3级灵文。只要3级灵文的数量够多，那么撼动7级大灵阵级别的太乙夺天阵也并非没有可能啊。不过此次斩杀了楚涛，我在议事殿内留下的灵文就全部都消耗了，又要重新铭刻了。谢谢你。你是我的人，不用跟我说谢。不管怎么说，我都应该谢谢你，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下场很难说。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陈少，陈老来了。小友，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带来了。多谢了。纳戒？也幸亏小友你要的这些奇物都只是一些低级的宝物啊，不然的话恐怕我也根本不可能凑得齐呀。你可知道为什么你身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还请小友指教。若是我没有推测出错的话，你在单元境10重突破到天罡境的时候是借用了外力，而且呢应该是一股很狂暴的力量强行冲破的桎梏，应该是你得到了一些机缘，对吧？小友说的没错，当年我的确是得到了一件天才地宝，所以才能藉此一举突破到天罡境。我们修炼之人都应该清楚，虽然借用了狂暴的外力能量可以强行冲关，但是实际上在冲关的过程之中就会对自身的经脉造成损伤，即便是在正常的冲关过程之中，这经脉也会受损，只是相对影响比较小。但是呢，伴随着修为越来越高，这些小毛病渐渐的累积起来，就会形成体内的暗疾，拖得越久，隐藏的也就越深，即便是许多高明的医生也都难以看出来，自然也就无从对症下药。所以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借用了天才地宝冲破了桎梏，踏入了天罡境，在得失的平衡之间，你得到了修为的晋升，但也同样在体内留下了隐患。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身边能有一位高明的医师对你进行指点和调养，那么隐患就能够早早的化解，不会在体内留下暗疾。但是你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后来你从天罡境1重到2重，2重到3重的突破，又对体内的经脉和丹田气海造成了损伤，暗疾便积累了下来，你才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修炼进境远不如过去了。所以我才会说，原本你需要5年就能够突破的天罡境第4重，如今最少也需要用15年才能够突破，并且就算是勉强突破，因为体内暗疾的堆积，你这辈子也别想突破到天罡境5重以上的境界了。你的病症是经脉受损的暗疾，以及丹田气海受损的暗疾。我给你一个药方，你按照这个方子将灵药找来，我会亲自给你熬药，最多1个月，你的病症就可以完全的去除。都是4品灵药啊。这还只是普通的药方，如果是用上奇物作为主要的药方，根本不需要1个月，只要将这些材料找来，当天我就能让你恢复，甚至还能给你重塑经脉与丹田气海，
让你修炼的速度更快，根基更稳。真的？我劝你们就不要多想了，那份药方所需要的奇物只是一份，就比你们给我凑齐的这些奇物价值高出了10倍都不止啊！什么？哎，陈老啊，这灵药的事儿就要通过你们天一堂的渠道了啊。没问题，老夫也可以帮你买一些灵药，尽快将之凑齐。有了这些奇物，我就可以铭刻几种特殊的灵纹了。陈少，这里呢是四海酒楼，原本啊是方家名下的产业。哦，那这么说来，这家酒楼现在是我们楚家的产业了？哎，是的，陈少。啊，你去跟我们家那位老头子说一声，将四海酒楼为中心，方圆100丈的区域全给我封锁起来。是，陈少。派人守着这片区域，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接近。是。你封锁这里做什么？把这儿给我拆了。你这家伙真把我当婢女使唤了。你要知道，跟在我的身边对你而言是一种幸运，你要懂得珍惜呀。哼，看在梅傲爵的面子上，我忍了。你们几个也过来帮忙。是。这位楚家少爷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好好的一座酒楼竟然给拆了，你说。就是这里了，命人在这里往下给我挖，挖到1丈就停，明白吗？是，陈少放心。你要挖的话，让我来多好，一剑下去，1丈不过是小意思。你如果控制不好力道，你会死的。这么严重？停！果然在这儿，所有人后退。4级灵纹，这是发生了何事啊？我说楚家的小子，你拆座酒楼也能在城中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你这是要做什么呀？哼，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这是灵纹，而且不是一般的灵纹，让我都有一种危险的感觉。这里怎么会有灵纹呢？你说呢？难道挟天运魔大阵？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楚小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一切灵阵都有阵基，所谓阵基，也就是布阵的根基。灵纹之阵的根基是灵纹，天人之阵的阵基就是武者。所以想要破解青州城里的大阵，那么首先就要先找到这座大阵中的灵纹所在，然后才能够一步步的去破解。小友啊，若是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请尽管提。呵呵，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请刘管事破掉这道灵纹吧。这是一道4级灵纹，对应天罡镜，刘管事小心一些。好。天哪，我看到了什么？那是传说中的龙吗？龙形虚影啊，身怀龙之力，这人到底是谁呀？这道灵纹太强了，我对付不了啊。连你也不行吗？除非找来天罡境4重以上的强者，或者是再找来3个修为和我相当的人才行啊。我上哪儿去找去啊？这整个大秦王国的天罡境强者那都是屈指可数，根本就不可能全部离开国都来到青州这边啊！不用那么麻烦。小友，你有什么办法？莫非小友的那位师尊愿意出手？哈，他是不会出手的，而且就凭大秦王国也请不动他。不过若是能够有我的指点，以刘管事的实力破掉这道4级灵纹，还是可以做到的。好，小友，你说怎么做？
7星9宫，你可明白？好，既然如此，你便出手吧，我来指点。好。坎位、坤位、打天玄位。小心！楚尘！陈少，陈少，楚尘。人皇印，收。真是一个妖孽啊！那这样算不算是破掉了挟天运魔大阵呢？破掉？如果那么容易就破掉的话，你也太小瞧这大灵阵了。没有破掉吗？那么刚才的灵纹是？越是强大的灵阵，灵纹的数量就越多，级别也就越高。你刚才破掉的只是其中的一道灵纹而已。这座大灵阵还存在着更多更强大的灵纹。不用心急啊，你们无非就是担心挟天运魔大阵会孕育出强大的邪魔，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你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你没事吧？没事，只是魂力消耗的有些大而已。哦，挖出宝贝了。好漂亮的宝石，就是个头太大了。好东西呀！人算不如天算呢，都散了吧。有柳天明这个免费的打手在，4级灵纹不难破解。但是太乙夺天大阵的主要灵纹，那可都是7级灵纹呐。这青州城的大阵还未破掉，你们会在青州待多久？最起码这2、3年呢，我应该是不会离开的。原本呢，我年纪大了，完全可以在国都王城那边享清福的。但是青州城那是我的根呢，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也得想办法破掉这座邪阵。我也一样。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想离开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楚家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出手解决。你要离开？这你打算去哪儿啊？没有具体的去向，不过1年之内我必然会回来。好，如果楚家有事儿，我们会出手的。你之前帮我找寻的那些奇物就已经是真金了。小友放心，在你离开青州的这段时间，只要楚家有任何事情需要我的地方，我柳天明义不容辞啊。不如你就住在楚家之中，做一个供奉，你觉得如何呢？供奉？这虽然小友对我有恩，不过若是让我做供奉的话，怕是楚家还请不起呀。楚家的确是请不起，但却并不代表我请不起。相信关于我的事情，你和陈老也有诸多的推测。天罡之境，真元凝聚成罡气，力量蜕变到全新的层次与高度。武者的力量体现也会从具象之力蜕变为龙影之力。这龙影之力分为3个级别：青蛟龙影、囚龙虚影和青龙虚影。你是天罡3重境，身怀4头青蛟龙影之力，但即便是你解决了修炼的病症，你突破之后，就算是达到8头龙影之力，但却依然还是青蛟龙影。随便一个天罡3重境却身怀囚龙虚影之力的武者，便可与你旗鼓相当，甚至比你更强。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修炼的是地阶下品的功法，在丹元境还能修炼出青玉具象之力啊，但是到了天罡境，就只能修炼出青蛟龙影之力了。
那如果说我能够让你修炼出囚龙虚影之力呢？啊？你说的是真的？你要知道啊，若是要让天罡境修炼出囚龙虚影之力，最起码也必须得是地阶中品以上的功法才行啊。你和陈老既然对我背后的那位有所推测，就应该知道，一门地阶中品级别的功法对于我而言不算什么。意味着什么？即便是大秦王国的皇室，也只有地阶下品功法的传承。一旦被人知道你手上有地阶中品功法，会给你和你的家族带来多大的灾难？甚至于我现在就能对你出手，然后以你的性命和你整个楚家所有族人的性命来威胁你，让你将功法交给我，根本就不需要成为你楚家的供奉。因为对于一个天罡境的强者来说，你们楚家连一个单元境的武者都没有的小家族，根本就没有资格让我来给你们当供奉。哼，有我在，这五玄大陆的巅峰之列，会有楚家的一席之地。至于你所说的那些问题，实际上都不算是问题。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所以我笃定你不是那种为了利益而出手强取豪夺之人，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些，并且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你出手，的确是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也仅止于此而已。但是如果你选择了留在楚家，那么你将收获到的东西将远远的超出你的想象。况且我既然敢如此的笃定和自信，那自然就是有我的底气。你真的只有13岁吗？那么你的选择呢？如果你真的给我一门地阶中品功法的话，我自然愿意答应成为楚家的供奉。不要抵挡。陈儿，你要走了？哼，我打算离开一段时间外出修行。我不在青州，老爷子，你也能省省心啊？我倒是希望你永远别让我省心呢。男儿志在四方，多出去走走也是好事啊。我走了之后，这份药方交给陈老，他会给你熬炼汤药。父亲，您的身体还需要继续调养。好。陈老是3品丹师，可以炼制凝元丹。家族可以收集灵药，只要凑齐了就能炼制出来。到时候爷爷，你就可以从半步丹元踏入真正的丹元境了。真的？我能踏入真正的丹元境？陈儿，怎么了？在我走之前，有一笔账要跟某些人好好的算一算。让郭胖子出来。郭管事。陈儿啊，古月拍卖行这背景不简单呐！啊，什么人在这儿吵吵闹闹的呀？薛管事啊。我说，楚家老爷子，你带着这么多赤甲卫来我们古月拍卖行，这是要干什么呀？郭胖子在哪儿呢？放肆！你一个楚家的小辈，竟然敢侮辱郭管事啊！况且我与你们家主说话，岂有你这个小辈说话的资格？张嘴！或许我这辈子就注定了只会是他的人吧。来者不善呐！你找死！废了他！一道真气凝聚的剑光是一闪而逝啊，直接就没入了薛川的小腹丹田。
哎，楚家这是要干什么呀？听说古月拍卖行背景挺深的，这总部坐落在亡国的皇城啊。多年以来，三大家族与古月拍卖行都是相安无事啊，怎么突然就动起手来了呢？哎，那女的就是苏小柔吗？真是漂亮的不像话呀！哎呀，看来得花点玉币走走关系啊，找个机会把我从这青州城这破地方赶紧调走吧。管事大人，出事了，出事了！哎，楚家那个陈少打上门来了。啊，打上门来？不对呀，那小子应该早就死了才对呀。这不应该呀，我在皇城那边还是有些人脉的，而且像苏小柔这种极品的货色一旦出现，早就被皇城那群如狼似虎的公子哥们给收为禁臠了，这根本不可能落到青州这样的小地方来拍卖呀。哎呦，陈老，您老怎么也来了啊？小郭，是楚尘有事找你，如果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最好还是低头的好啊。难道陈老是来给楚尘撑腰的？不知道陈少找我郭某人所谓何事呢？啊，你说呢？哎呦，这我怎么知道啊？身为拍卖行的负责人，对于柔儿的来历，你应该清楚吧？难道这小子从皇城那边打探到了消息？这青州楚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大能耐了？我不明白陈少你的意思呀。这苏小柔不是被你从这竞拍给带走的吗？啊？柔儿的身上有诅咒，任何接近她、意图对她不利的人，都会死于非命。我说的没错吧？哎呦，我听不懂陈少你在说什么呀？死于非命？姓郭的，你是想要害死我孙儿吗？楚家主请慎言啊！你要知道，你们此刻所说的这些话是对于我们古月拍卖行的污蔑，而你们楚家可是承受不起这个罪名的呀！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几位就请回吧。我就当你们没来过。哼，怎么，这件事情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说法？我已经说过了，你们楚家承受不起污蔑古月拍卖行这个罪名。即便是你这个少年不懂，莫非楚家主你也不懂吗？我不懂。你敢动手？我不懂。楚山雄，你这是对古月拍卖行的挑衅！陈老，你如果不是看在老夫和你爷爷还算有点交情的面子上，你今天死定了，你知道吗？刚才老夫就跟你说了，如果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楚尘，你最好的选择就是低头认错，而你倒好，竟然还把古月拍卖行抬出来威胁楚家。你以为古月拍卖行算是个什么东西？这小胖子是我一位老友的孙子，给我个薄面，留他一条性命，可否啊？可以。带着他的人离开青州城，从此以后，这家拍卖行就姓楚了。多谢陈少，我这就带着人走。好了，以后这家拍卖行如何运作与管理，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也不知道陈儿现在何处，没想到才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楚家就因为他而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我们去哪儿？天大地大，何处不可去的？就随便走走吧，有机会顺便去一趟汉白城。
去汉白城？楚涛死了，还有跟着他过去的3个小辈也都死了。小小一个青州之祖，也敢杀我宗族之人，简直是不知死活！族长，我请命带人去将青州之族屠尽，这种不听话的之族就该灭他们满门。但是诸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青州之族除却当年的楚云山天赋惊人，修炼到了丹元境之外，他们的家主修为最多也就是半波丹元呐，而楚涛的修为却是丹元境的3重。以这样的修为还死在了青州之族，这里边必然存在有很大的问题呀。或许是那个青州之族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呢？启禀族长大人，有青州之族送来的一封信笺，拿进来。这青州之族送来的信笺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呀？你们自己看吧。混账东西，好大的口气！此子当杀，将之碎尸万段，都难解心头之恨。不久之后，我便会来汉白城，你们的选择只有2个：臣服，或者是死。他的儿子如今最多也就是10几岁，竟然敢这么狂，这简直是狂到无法无天了。族长，此子欺人太甚，简直是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我的提议，召集族中高手，立刻前往青州，灭那知族满门。不给我住口！楚云山曾经是宗族的天才，所以他很清楚我们宗族的实力。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青州之族还是敢杀了楚涛，就意味着他们根本就不怕与我们宗族为敌。我感觉这件事情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所以呢，要先派人去青州打探消息，看一看那青州之族的虚实。至于那楚云山之子，他既然送来了信笺，那么他若是敢来，我倒是要看一看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有什么本事，敢说这般狂妄之言。哦，族长英明。我们什么时候去汉白城？现在还不是时候，最起码也要等我的修为达到聚气境以后才会去。那么我们现在这是要去哪里？龙雀山。你居然要去龙雀山？你修炼的功法是什么？哈哈，那不是功法，而是一种秘术，叫做吞阴炼阳术。这种秘术呢，在修炼的过程当中，以阴阳2气在体内调和，可淬炼体质，提升资质。提升资质的秘术？你就不需要了，只要好好的修炼你的梅奥诀就可以了。你能不能指点一下我在战技和身法上的修炼？将你所修炼的战技和身法展现出来给我看看吧。我的9重玄境终于修炼到小成境界了。或许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人吧。我们走吧。哎，好漂亮的女人呐！我这辈子头一次见这么美的女人。这种角色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得到的，他身边的少年有可能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贵公子吧。请问2位客人需要些什么呢？随便看看。这云淼镇上有灵纹师。
灵纹师呢虽然不多，但是云淼镇位于龙雀山的附近，地理位置特殊，有灵纹师出没于此，倒也不算奇怪。这件东西我要了。哼，还以为是个财大气粗的公子哥呢，没想到压根儿就是个穷酸鬼呀！青林石，切，一看就是个穷酸，买了一块青墨石而已啊，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会吧？我看他身边跟着的女人是个角色呀，他的形象气质和打扮也很像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贵公子啊，怎么会是一个穷酸呢？看来这小子可能是装出来的吧？没错，有的人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如贵公子般的模样，然后谎称自己来自于某个大势力的传承，骗财骗色。那个绝色美女有可能就是被他给诓骗了。是啊，哪个贵公子带着女人买东西，那不是一掷千金呢？只为博得美人一笑啊！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骗子，还想要装到什么时候？骗子！我买的青墨石标价就是20块玉币，我也同样付了20块玉币，我哪里是骗子了？切，你还装？看你穿的人模狗样，像是某个大家族出来的贵公子，结果花了20块玉币买了个青墨石，你不是骗子是什么？在下宁晨，乃是这云淼镇宁虎帮的少帮主，冒昧而来就是要提醒姑娘离这个骗子远一些。他是骗子。此人一定是跟姑娘说他是某个大家族的公子，然后你跟着他能得到怎样的好处，可对？如果姑娘你相信了，那可就真的是上当了呀。现在这世道人心不古，世态炎凉，有很多人擅长花言巧语，于是就伪装成某些大家族公子哥的模样，骗财骗色。而刚才在万灵阁中，我亲眼所见，此人根本就是个穷酸鬼，只用了20块玉币就买了一块没什么用的青墨石。试问他若真的是某个大家族的公子哥，又怎会如此的出手小气？况且他的身边连一个仆从和护卫都没有，所以他绝对就是一个骗子。哎，是啊，姑娘，此人一定是个骗子。就是，听说那些大家族出来的贵公子啊，都是一掷千金呐，要买那也是买万灵阁中最值钱的宝贝啊。此人却只是买了一块青墨石，他绝对是个穷酸呐。没错，听说大家族的贵公子出行都有护卫，此人却什么都没有，肯定是看这位姑娘长得漂亮，想要骗她清白身子。哎，是啊，姑娘，出门在外的一定要长点心啊，千万别被这种人渣的伪装蒙蔽了眼睛。我是骗子？我骗你妹呀！你这个骗子，怎么可以骗我呢？你别闹！你好大的胆子！你被我揭露了骗子的行径，竟然还敢对这位姑娘动手动脚！你这骗子也太嚣张了！宁公子可一定要救这位姑娘于水火呀！当街对人家姑娘动手动脚，这样的人就该被活活打死！滚一边玩蛋去！你还敢骂我？看来不给你这个骗子一点教训，你是不知道你宁爷爷我有3只眼。给我把这个骗子的2条腿给我打断，我要让他跪在地上给这位姑娘道歉。姑娘别怕，跟着我宁晨，跟我去万灵阁，你要什么本公子就给你买什么。他不是骗子，我开玩笑的。姑娘，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他真的就是一个骗子呀！看什么看？赶紧给我动手，废了这个骗子！那你惹的祸，你解决啊！人家知道错了吗？你们真的搞错了，他不是骗子，他是……我是他男人。我说他是骗子，他就是骗子。小子，你若是识相的话，就立刻给我滚出云淼镇，不然的话……那不然如何呢？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永远没机会离开这儿了。我可是宁虎帮的少帮主，
在这云淼镇上，我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姑娘，你若是愿意跟着我，本公子自然可以保你平安无事。嗨，这宁虎帮的少帮主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说那个少年是骗子，完全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吗？你小声点儿。宁虎帮是云淼镇3大帮会之一啊，你说的话要是被宁晨听到了，那以后你还想不想在云淼镇混了？而且姑娘，你打伤了我的人，所以你也必须要跟我走一趟，不然的话，我这个少帮主可是没办法跟手底下的兄弟们交代呀。喂，宁公子修为突破了，他好像才23岁吧，就已经是聚气境2重的修为了。哎呦，这2个人危险了，而且那个女人和少年看起来都很年轻啊，都不超过20岁啊，那修为肯定只是炼体境啊。对啊，虽然刚才那个女的一招就打飞了2个宁虎帮的炼体9重，那估计修为最多也就是个炼体10重吧。你不要太过分了。过分？我就是过分了，你们又能怎么样？在这云淼镇的地界上，还敢说我们少帮主过分？小姑娘，奉劝你还是乖乖的听我们少帮主的话，不然的话，有你的苦头吃。这小娘皮下手可真够狠的，打得老子骨头都疼得慌。我不想伤人，所以还请你们不要太过分。小子，你就只能躲藏在女人的后面吗？哼，你如果还是一个带把的男人，就站出来。你是在说我？没错，说的就是你。让一个女人出面保护你，简直就是我们男人中的耻辱。哼，23岁才修炼到聚气2重，像你这种垃圾，连在我面前站着的资格都没有。这家伙是个白痴吗？23岁修炼到了聚气境2重，这也算垃圾？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蠢货！本公子要一寸寸的打碎你身上所有的骨头。公子小心身后！哼，区区炼体境的牛吼之力也能够伤到我？少帮主，住手！你要干什么？我可是宁虎帮的少帮主，我父亲更是丹元境的强者，你若是还敢动我，你就死定了！还敢威胁我？何人敢伤我儿？不用这么紧张。哼，只是丹元境1重而已。哼，区丹元境1重而已。哼，好大的威风啊！你找死！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用这种狂妄的语气跟我们帮主说话，不知死活的东西！帮主，属下愿意出手斩了这狂妄的小子。如果你们想要这个人死的话，尽管可以冲上来啊！住手！你小子，你敢上我们少帮主，老子弄死你！不要杀我！都给我闭嘴！你们是要害死我儿子吗？你如何才肯放了我儿？哈哈哈，你倒还算是一个聪明人。哼，想要我放了你儿子也不是不可以。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3块紫玄铁。紫玄铁？这不可能！宁虎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没有紫玄铁，你可以提出其他的条件，或者说，我可以给你10万玉币。年轻人，莫要太过于贪心。哼，没有吗？那既然如此的话，看来你儿子，命中该绝了。住手！我可以给你紫玄铁，
既然如此，那为何刚才说你没有紫玄铁呀？你要3块紫玄铁，我的确没有，我只有1块。另外，我补偿给你20万玉币。少1块紫玄铁，我斩你儿子身上一个零件。希望你能说到做到，莫要伤了我儿。哼，我这个人说话算话，既然你拿出了我想要的东西，你儿子的性命自然也就保住了。走吧。爹，给我杀了他！我要一寸寸的捏碎他的骨头，然后再一刀刀的把他身上所有的肉全部都给割下来。还有那个该死的贱人，本公子要让你生不如死！宁儿，你放心，爹一定将这2人抓起来，任凭你来处置。杀！黄金护魂之力！父亲，这个女人竟然杀死了我们10多个帮众，一定要把她抓住！闭嘴！退后！哼！萤火安敢与皓月争辉？什么？不，你别过来！宁火帮的人呐，来人呐，给我拦住这个家伙！这位公子，请留步。在下听说公子需要一些紫玄铁，还望公子收下。公子果然是快人快语。我们赤火帮的几个弟子在龙雀山内有所发现，不知公子是否感兴趣呢？疑似某位高手的修炼之地。希望不会是那个地方。成，那文宏值得信任吗？这世间能让我信任之人屈指可数，但是对你我而言，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便有所图谋，也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去休息吧。你要练气？紫玄铁？飞刀？好快！等你的禁元灵符完全解开之后，你的魂力就可以恢复到丹元级的程度，到时候我传给你一门炼魂功法。你说的地方在哪儿？在龙雀山的深处。公子可以放心，我手下的这些人呐，都是常年混迹于龙雀山中的。大家都已经累了，就在这里整顿休息一下吧。那就谢了。尝尝吧，龙雀山的云果汁还是很不错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喝过了。果然很好喝。你说你很多年没有喝过了，难道你以前来过龙雀山？当然来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云果汁有毒？云果汁没毒，水袋的口上抹了毒。静观其变。文帮主，你的人还没到吗？什么意思？大家小心！都给我住手！是自己人，都给我把兵器收起来！文宏，你赤火帮的胆子不小啊，竟然敢在三公子的护卫面前拔剑！吕大人息怒啊，这是误会啊！好了，青云卫也都收起兵器吧。文宏，你说有好东西要献给我们三公子，如果你不能让我满意的话，可别怪我吕某人不客气呀。吕大人放心，文某这次要献给三公子的
一定会让三公子满意的。这2个人就是我要献给吕大人和三公子的。你居然要害我们！这个女人不错，10几岁的年纪就长得如此绝色妖娆，三公子一定喜欢。我怎么看着你有点眼熟啊？是你？文宏，老子去你的！吕大人饶命啊！文某不知道这位姑娘的身份来历，并无冒犯之意啊。你不知道你妹你！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我认识你吗？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哦，如此说来，你是大秦王国皇城那边的人了。你是什么人？你居然敢离这个女人如此之近？难道说这个女人身上的诅咒已经不在了？小子，你用这把剑捅这个女人一剑。哼，你是白痴吗？小子，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我是谁？哼，你不就是一条狗而已吗？我看你是找死！文宏，给我杀了那个小子，把这个女人也给我抓起来！大爷的，你要杀人要抓人，你说就是了，为什么要打我呀？所有人都给我上！这2个人已经中了10元散了，谁杀了那个小子，本帮主有赏！杀了他们！苏小柔一剑横扫，瞬间就将10几个赤火帮的帮众斩杀，是鲜血迸溅。他不想伤人，但若有人想要伤害楚尘，那么无论对方是谁，他都不会手下留情。黄金虎魂，这怎么可能呢？就已经死的只剩下2、3个人了。放肆！好精妙的身法，哼！你以为这样就能伤得到我？不好！好强的斩技！你身上的诅咒果然已经消失了。如果你身上的诅咒还在，文宏和你交手就绝对不会只是断掉一只手掌，而是直接死于非命了。吕大人，你既然已经得到了结果，那么像你这种断掉一只手掌的废物，就没有继续留着的必要了。吕涛的脸色很是冷漠，只见他的话音还未落下，身影就已经一闪而逝。扑通一声，文宏的尸体倒在了地上，他死不瞑目。单元7重将，别紧张，只是区单元境7重而已啊。哼，没有了他身上的诅咒，你们2个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随手就能捏死的蝼蚁罢了。青云卫听令，给我将那少年拿下，这个女人交给我来对付。是。以真气灌注就能激发。小娘们儿，乖乖的顺从我吧。不好！什么？我们要立刻回去，将这里发生的事儿告诉三公子。抓一个活的。你们要干什么？藏龙地开启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杀了。藏龙地？你知道关于龙雀山的事情吗？听说过一些。据说在数万年前，曾经有一头实力强横滔天的龙雀肆虐大地，毁灭了10几座城池，吞吃了数十万人。
其中不乏有实力强大的武者。传说是一位绝世强者出手，在这片山林中将那龙雀兽斩杀，所以这里才会被称作是龙雀山。因为是龙雀染血之地，所以这里有很多强横的凶兽汇聚。经过漫长岁月的变迁，成了无数强大凶兽的乐园，也成为了西玄之地最危险的地方之一。龙雀是身怀真龙血脉的凶兽，成年的龙雀实力可比肩天罡境10重，而死在这里的龙雀却是实力更加的强大，体内的血脉已经有半数都转化成为了真龙血脉，堪比涅槃境10重。涅槃境10重？所谓藏龙地，就是那头龙雀的埋骨之地，形成了独立的一方小天地。受龙雀死后气息的影响，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与孕育，宝物无数。实际上，在我们来到龙雀山的时候，我就知道藏龙地将要开启了。你看空中的烈日，日晕中泛着淡淡的血色，这就是藏龙地开启的一项征兆。怎么了？没什么，我们走这个方向。似乎有他在，就是晴天呢。走吧。啊，林文。哎呦，萧家来了。萧家这次是萧月带队啊，据说他2年前就已经突破到了单元6重境的修为，萧家让他带队，可见对藏龙地的重视啊。萧月，拜见三公子。哇，水云宗的人来了。哎，飞天堡的人也来了，带队之人竟然是飞天少堡主啊！听说他年仅23岁就已经是半步单元境的修为了，被誉为将来有希望踏入天罡境的人呐。回三公子的话，是那云淼镇上的赤火帮文宏说是要有东西献给三公子，所以吕总管就带着人去了一趟。文宏？哼，不过是一介小人物，估计是听说了藏龙地将要开启，想要得到一个名额罢了。公子英明，不过倒也无所谓啊，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如果他真的能够献出让本公子心动的好东西，赐给他一个名额也无妨。不会是出事了吧？哎，又有人来了，2个人。来者止步。这女人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啊？觉得有些眼熟。是她？居然有人没有因为她身上的诅咒而死于非命？亦或者是说，她身上的诅咒已经不在了？三公子，三公子，吕总管死了，杀死吕总管的人就是那个黑衣的少年。什么？你杀了吕涛？没错，你是何人？你没有资格知道。小畜生，安敢放肆！胆敢对三公子不敬！灵纹之术，哎，这少年难道是个灵纹师不成啊？他双手结的莫非就是那灵印？哎，据说灵印是灵纹师掌控驾驭灵纹的秘术啊。这少年才多大，恐怕就算他是灵纹师，也断然无法与宋一鸣相抗衡啊。很强的灵纹之术啊，看来你是来者不善了。哼。区区一个单元7重境也想伤我？那吕涛也是和你一样的修为，现在他的尸体估计已经被凶兽吞吃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不敢说出你的来历吗？我只是觉得，如你们这种蝼蚁，没有资格知道我的来历。
既然你那么想要知道，那么告诉你们也无妨。我来自青州，楚家。你是青州楚家知族的人？楚长老，你是否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回三公子的话，青州楚家乃是一脉之族，如今已经背叛了宗族，甚至扬言要让我们宗族臣服于他们。楚家的一个支族，宋一鸣，给我斩了他，把苏小柔也给我抓起来。是。区区一个边陲之地的小族而已，自认为得到了一些手段，就能逆天不成？只见宋一鸣是接连出手，凭借64头白玉巨象所加持的真元之力，他的每一击都是强大恐怖。然而他所有的攻击却全部都被楚尘以灵纹的手段挡住了，这怎么可能呢？宋一鸣是惨叫一声啊，身形急速后退，竟然也是差点折损在楚尘的手中啊！这个青州楚家之族的少年，凭借灵纹居然可以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实力！快退！你知道3万年前斩杀那头龙雀的人是谁吗？不知道。斩龙剑尊。哦，你倒是有些见识啊。我们三公子通晓西玄之地的诸多历史秘闻，将来必然可以成为斩龙剑尊那样的存在。就凭他？怎么？莫非你觉得我做不到？3万多年前，被后世称之为三尊时代，3位屹立于武玄最巅峰的尊者。这斩龙剑尊便是其一，位列第3。我效仿斩龙剑尊，世人称我为三公子。我挑选青云卫33人，对应斩龙剑尊昔日麾下的33杀圣。如今我大秦皇室又掌控了藏龙地，更是斩龙剑尊昔日斩杀那龙雀兽的埋骨之地。我与斩龙剑尊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就注定了我必然会成为斩龙剑尊那样的存在。古老传说有天地、地仙、人皇，那么以后只要我让别人称呼我为天地，然后再找108个人来凑成天地麾下的108神将，那么我也就必然会成为比肩天地般的存在咯。放肆！你别以为懂得些许灵纹之术就能够对三皇子不敬。你们青州楚家也不过只是一个知族而已，三皇子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让你们青州灰飞烟灭，从此不复存在。哼，就凭你们也想撼动我青州楚家？一群草包而已啊！你说什么？草包？你以为仗着灵纹之术就能够横行吗？我们这里有上百人，若是联手，杀你如土狗！垃圾！你找死！哼，聒噪！三公子小心！他竟然可以发挥出如此强大的灵纹之威啊！年纪轻轻就掌握如此灵纹，少年可畏呀！我说老家伙，看戏看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吗？啊？哼！如果不想早死30年，你最好还是别来惹我。年轻人，你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哼，只不过是区区2头青蛟龙影之力的天罡境2重而已。如果你能够显化出5爪青龙虚影，勉强还能让我高看你几眼。哼，不知死活的小畜生，竟然胆敢对鹰老无礼！鹰老，诸位，谁若能够斩杀了这个小畜生，
那么你们从藏龙地所得便不需要拿出分毫，尽数归你们所有。我们萧家愿意为三皇子斩杀此子。哼，一群垃圾罢了。大家都不要怕，他掌控灵文也必然会损耗魂力。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魂力根本不可能强大到哪儿去。哼，想要仗着人多围攻嘛？但是垃圾再多，终究也只是垃圾而已，上不了台面。难道他修炼的是天阶功法？真没想到，老夫这一生竟然还有幸可以见到有人修炼出黄金巨象之力。你怎么知道我只有30年可活？这天下间能够让我这双眼睛看不出来的东西不多呀。那么你既然可以看出来，你可有办法医治解决呀？哼，我自然有办法能化解。但是我为什么要出手帮你啊？一派胡言！你一个10几岁的小畜生，也敢说这种大话？还真是热闹啊！放肆！见到大周楚军，竟然胆敢不跪！参拜楚军，尔等见了楚军，还不跪下？参拜楚军，恭迎大周楚军。哼，区区一个皇朝储君，也有资格让我下跪？这家伙还敢如此的张狂！找死！莫要伤了这个女人身怀天阶功法，不到20岁单元7重境的修为，可做我的太子妃。是。怎么可能？这是什么灵文？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威势！小友，你这样做是要与我们大周皇朝为敌吗？哼，为敌？区区一个皇朝还没有资格与我为敌。你若不来惹我也就罢了，若是惹我动怒，那么我便去一趟你们皇朝的皇城，屠了一国，又有何妨？你怎么？你不服气呀？你大可以再出手试试。我要斩你，只需一瞬。太子，此人所掌控的灵文不简单，起码也是4级高阶以上的威力。我堂堂大周皇朝的太子储君，你让我忍？他的体内连真气的波动都没有，只是一个炼体境的蝼蚁而已。我不信他的魂力能有多强，4级高阶的灵文之力又岂是他可以驾驭的？太子，不可呀！藏龙地开启了，传说这可是上古龙雀喋血之地，有大造化。我们走吧。我看你在这儿颇有身份，应该是大秦王国皇室的人吧？是的，太子殿下，我是王国皇室的皇子秦弘。你起来说话。你现在立刻通知秦王，据我所知，你们大秦王国的皇室一共有2个天罡境修为的供奉，让另外一个人也立即赶过来。何言呐，你现在立刻去龙雀山外，将消息传递到皇城，让杜供奉过来一趟。哼，胆敢与我为敌，无论你有什么手段，我都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好像很了解这里。实际上，我来这龙雀山
就是想要来藏龙地看一看，它什么时候才会开启。没想到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正好赶上藏龙地300年一开。这个地方很不简单，跟着我走，不要乱闯。还有能让你如此凝重的地方？青州城的大灵阵算是一个，如今这藏龙地算是第二个。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这片天地存在了无穷悠久的岁月，即便是那些屹立于大陆最巅峰的强者，也不敢说可以横行无忌。天地有禁忌，而有的禁忌，就算是神灵也要避而远之啊！跟着我走。这藏龙地里竟然还有建筑呢，难道说曾经有强者在这里居住过？有可能是那传说中的那位斩龙剑尊呐。什么？有些古怪。这座宫殿太邪门了。不过是巧合而已。你再砍一刀试试。啊？我？哼，这个人也死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本太子所得到的消息，你们大秦王国在300年前来过藏龙地，那么你应该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吧？太子殿下息怒，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在我来的时候，也是查看过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说藏龙地中有禁忌，很多东西都不可动，动则必死。其中也有记载说，有人看到一块石头，只是在上边坐了一下，身体就消散成了一片血雾。因为太过于匪夷所思，所以我也不太相信这些记载是真的，所以我就，所以你就没说。如果再让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就杀了你。好可怕。有我在，你不用担心什么。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是禁忌。禁忌是差距，以后你就会明白的。快退！我的眼！闭眼！谁看到我的眼了？我的眼睛！滚！你是禁忌。什么？我是禁忌？难道是因为过去之时我的轮回眼并不圆满？哎，那是什么呀？怎么还有一个人呢？我的眼睛，好多我的眼睛！我的妈呀！快逃！啊！我的眼睛，该死的，谁毁掉了我的眼睛？都闭上眼睛！太子殿下，快闭上眼睛！可惜，都不是我的眼睛，不是我的。为什么？为什么都不是我的？好神奇的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像是一颗小太阳。它是巴阳木。巴阳木？
传说在极其久远的时代，五玄大陆是有9颗太阳的，九阳一出，焚天煮地，生灵涂炭。后来有绝世大能出手，摘下了8颗太阳，将这8颗太阳呢当作种子，培育出了8阳木。远古至今有奇物榜，排名奇物榜前10的每一件奇物，那都是天材地宝，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这8阳木在奇物榜中便位列第3。真想摘下一片太阳叶呀！你都知道些什么？太子殿下问你话呢，你没听到吗？不可离近，在我们皇室留有的记载中，这是一株邪木，临之必死。太子殿下，只要穿过这片净土，就能够进去真正的藏宝之地了。我身上的禁元灵符化解了。并非化解，而只是我用那些灵纹压制住了你身上的禁元灵符。3天之后，灵纹的力量就会消失，你的修为也会被重新封印，依然只能发挥出聚气10重境的修为。按照留下的记载，来到这儿就不会再有邪异的事情发生了。如此浓郁的天地元气，这藏龙地必然蛰伏生存有许多强大的凶兽，同时受到天地元气的孕育与滋养，这里的灵药丹草也必然极多，各种材料金铁也都是价值不菲。太子殿下说的没错，不过我们进入这片原始老林范围不可超过300里。好多的灵药。既然运气不错的遇上了藏龙地的开启，那么不在这里修炼到聚气境，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柔儿，你知道1虎之力相当于多少牛之力吗？这个我倒是听说过，据说30牛之力可相当于1头赤色虎魂之力。我的功法并不适合你，并不是越强大的功法就越厉害，而是最适合你自身的功法，才能够让你在武道的路上走得更远。不过呢，你说的倒是没错，30牛之力的确可以相当于1头赤色虎魂之力，直接就是黄金虎魂。我所修炼的功法，若是凝练虎魂，那就必然是黄金虎魂；若是凝练象明雷音，那也必然是黄金巨象之力。将来我的力量若是能够达到天罡境的层次啊，那么我所凝练的龙魂虚影，也必然是五爪真龙。翠玉铜。这块铜有什么用？这是一种奇物，虽然还没有资格列入奇物榜，但是呢，却也是用玉璧很难买到的东西了。我身上的禁元灵符可以解开了。是他们？他们身边怎么还有一个人呢？那可不是人，而是一具傀儡。看来你们所说的这个楚尘得到了很不错的灵纹传承，竟然可以炼制出傀儡啊！哼，他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炼体境界，就算懂得灵纹，也肯定不是他自己炼制的傀儡。有可能是他运气好，得到了某位顶尖灵纹师的传承，还得到了一具傀儡呢。哼，陆玄师兄修为惊人，如这种蝼蚁般的小人物，又岂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呢？好一个绝色美人啊！这位姑娘，敢问芳名啊？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陆玄师兄乃是来自于天玄宗？哼，天玄宗算什么东西？不想死的话，滚！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胆敢对我们公子不敬，找死！这具人形傀儡不简单，还不滚！
你放肆！给我布阵，解决掉这具傀儡！我要将这个小畜生碎尸万段！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敢激怒陆玄师兄，上天入地都没人能救得了你。虽然我懒得出手斩杀垃圾，因为那只会是脏了我的手，但是如果有垃圾一个劲儿的不知死活向我挑衅，那么我也不介意大开杀戒。小畜生死到临头了还敢张狂！天旋风雷阵那可是天玄宗的顶级灵阵，灵阵若成可屠天罡，你小子死定了！哼，聒噪！你所出身的皇朝，在我的眼中，最多算是一个屁。我不屑于跟你这种垃圾蝼蚁计较，但若是惹怒了我，踏平你们皇城，不过是轻而易举。怎么，你不服气呀？信不信我只要一句话，就能摘下你的脑袋？小畜生，你就嚣张吧！挑衅我大周皇朝，又挑衅天玄宗，天大地大，都将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只要出了这藏龙地，本太子必然率领大军踏平你在青州的那个小家族，让你鸡犬不留。哦，你要灭我青州楚家，我倒是希望你到时候真的这样做，不然的话，我将来必然却踏平了你们皇朝的皇城。气煞我也！够了，把这个女人留下，我可以让你走，饶你不死。哼，你想要她身上的功法？这天阶功法又岂会是你们这种垃圾所能够染指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天玄宗乃是西玄之地的顶级大宗，若得天阶功法，当可更进一步，如虎添翼。而你不过只是一个卑微出身的小家族弟子，天阶功法又岂是你这种垃圾所能够染指？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吧。真是笑话，一个连万载底蕴都没有的小宗门，也敢舔着个脸说自己是顶级大宗？哼，你找死！魂力空悟，看来我们天玄宗这一次不只是可以得到一门天阶功法，还能够收获一种强大的炼魂功法。将功法交出来，不然的话，让你们生死不能由己。当我们是砧板上的鱼肉吗？就凭你一个区区天罡6重境，也敢威胁我？什么？天罡6重境？那是什么呀？难道说有异宝出世了吗？啊！我们走。年轻人，给我留下吧！哼，找死！一大片的鲜血迸溅呢，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惊恐目光之中，那天罡6重境的斗笠人被人形傀儡一拳打爆，是尸骨无存呢。太恐怖了！那是传说中的真龙？或许是吧。东西呢？君太乙，刘，是你？应该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肯定是我想多了。君太乙呀，玩火可是会自焚的呀。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不希望你去冒险。这世间没有什么是丝毫不存在风险的，我不亲自去看一看的话，心中难安。我要和你一起去。乖乖的听话，你去了呀，
只能是我的累赘。的确是君太医的手法。既然来了，不去看一看，不去尝试一下，又岂能甘心呢？妈的，这是要坑死我的节奏吗？哦，原来如此啊！你要干嘛？喂，我们身处于藏龙地的深处，这里的凶兽随便一头跳出来，都能够一爪子拍死天罡镜。如果不想死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做。这是黑浆果，能够隔绝一切气息，凶兽的感知非常的敏锐，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轻易的发现。只要小心避开那些强大凶兽的巢穴，才能够活着从这里走出去。我要找个地方好好的洗一洗。跟我来。只有你一个人？大胆贱民，见了太子殿下还不过来跪拜觐见？滚！哼，没有了那具强大的傀儡，你还敢如此嚣张？哼，何言，给我出手，将他拿下！比我略强，但还没有达到天罡四重境的力量。杜供奉，要麻烦你来解决此人了。这灵纹一道，变幻莫测，你所施展的灵纹却是从未见过的灵纹之术啊！看来你们这些人是想要找死了。既然你们主动来找死，那么我就送你们一程。年轻人不要太张狂，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间也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懂得灵纹之术。4级灵纹师，哼，没错，我杜如秋便是一位4级的灵纹师。原来这个女子还在呀。如此正好，她身上的天阶功法，本太子志在必得。哼，4级灵纹师又能如何？与此同时，他所掌控驾驭的灵纹与杜如秋的4级剑灵纹碰撞，2道灵纹碰撞的刹那，那剑灵纹就顷刻间土崩瓦解，恍若完全不堪一击。这怎么可能？刚才你所施展的灵纹之力，明明只是比天罡3重境略微强而已。你们都要死！哇！走吧。若只是将太乙印拿走也就罢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你算计了段飞天，那么如果你还活着，我必然亲手拆了你的骨头。你若已经作古，那么我就灭了你的传承，抹除你在这世间上留下的一切痕迹，让你彻底的消失于岁月的长河之中。攻击这座祭坛。什么？无极顺势。柔儿，你拿着这颗虚空宝珠返回青州出家。啊，你不回去？虽然藏龙地的入口关闭，里面的人出不来，但是在进入藏龙地之前，大秦王国和大周皇朝的皇室有可能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我担心那些人会对青州楚家下手。里面的灵纹还可以使用2次，足可化解2次危机所用。竟然是一个毒师！你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给我们副帮主下毒！哼，看来我还是太仁慈了，就应该把你们这些人全都毒死才对。给我动手，把这个女人抓住，我让兄弟们随便玩。找死！你是毒师，怕了吗？还不快滚！就算你是毒师又如何？给我用箭射他！不好！该
该死的小娘们儿，毒死了我们副帮主不说，还毒死了我这么多的手下。一旦让我抓到你，老子一定要干死你！这个女人不会是想要爬树吧？她在上面，快把她射下来！追！树上居然还藏着一个人，看来是这个女人的同伙，给我杀了他们！无极，崩逝，小心暗器，受死！哼！对我用毒，还要对我撩阴，你这个女人竟然是恩将仇报！你这个流氓，快放开我！你还敢顶嘴啊？你哭也没用，我救了你的命，还敢对我恩将仇报，给你点教训也是应该的。把密图拿出来吧。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很谢谢你救了我。我刚才也只是担心你和那些山熊帮的人是一伙的，所以对你也只是用的迷药，而不是剧毒。别跟我扯开话题，你的姿色还算不错，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可是不介意对你做点什么。我把东西给你。我劝你最好别再给我耍什么小手段，不然的话，我可不是每一次都有那么好的耐心跟你说话。喂，虽说呢，山熊帮的副帮主应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你为了抢这份密图就将人给毒死了，是不是有点过了呀？4年前，我16岁，一直以来，我都是与娘亲在云淼镇相依为命。山熊帮的副帮主长青好色之极，派人来抓我和我娘。我娘为了让我逃走，被山熊帮的人给杀死了。哎，你叫什么名字？仙儿。啊？这是你的名字？这就是我的名字。因为我是娘亲一个人带大的，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娘亲也没有提及过关于我父亲的任何事情，所以我没有姓。我娘也是从小就叫我仙儿。那你用毒的手段是跟谁学的？我娘以前教我的，只是我小时候不认真的学，直到后来我为了报仇才用心学了4年。那么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楚尘。丹火。你看起来也就不超过15岁，你居然还是一个炼丹师。你虽然会一些用毒的手段，但是你的水平太低了，而且你的修为也比较弱，在这龙雀山的深处晃悠，对你而言非常的危险，所以还是尽早的离开吧。你要去寻找密图上标记的那个地方，那可以请求你带上我一起去吗？你真的要去啊？要知道就算是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一旦有危险的话，我可能没时间顾及你，说不定你会死的。行，既然你那么想要跟着，就跟着吧。废物，出去追那个女人的兄弟还没回来吗？回帮主大人的话都还没回来，也联系不上。一个女人差点坏了本帮主的好事，你说我留着你们这群废物何用？不过密图虽然丢失，但是本帮主已经探寻到了密图所标注的位置，所以这件事情本帮主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如果还有下次如此的办事不力，小心本帮主的斧头砍了你们的狗头。前面没路了，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我走错了方向？密图中标记的位置就在这悬崖的下面。
什么？悬崖的下面？这下面非常的陡峭，而且深不见底，并且天色也很晚了，视线不好，一不小心掉下去的话，可就……你要是害怕呢，就在上面等着，我自己下去。哼，谁说我怕了？我也要下去。不过，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工具，怎么下去？过来，我背着你啊！啊什么呀？你如果不下去的话，就在上面待着吧。一旦夜色来临，这龙雀山里呀，可是有很多凶兽出来猎食的呀。你这个坏人！这样的生活倒是还算不错。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吗？哈哈，这不过是小手段而已。三煞金蛇，我那时候是什么东西？一条小蛇而已啊！喂，你刚才不是胆子挺大的吗？这就害怕了？谁说我害怕了？你这个混蛋！这叫小蛇吗？你差点害死我！好了好了，有我在呢，还能让你出事不成啊？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蛇窝里边了。怎么办？一切有我。他们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别担心，他们都走了。难道就因为你喊了一声退下，这些恐怖的金煞蛇就全部退走了？是啊，我让这群爬虫滚蛋，谁敢不滚呢？我们怎么走？跟我来。你怎么走路没声音？你怎么突然就停下来了？啊，我们到了。到了。难道说这石门上的纹路是灵纹吗？没错，的确是灵纹。我的天，你是怎么做到的？只要对灵纹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就能够看出这些灵纹交错的节点，而开启石门的机关就设置在灵纹节点的所在。那里有东西。七星草，凤灵花，月灵果，闪电草。小气的家伙，我们一起来的，你总不能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私吞了吧？你这丫头还想着分好处，要不是有我在，你都已经被金煞蛇吞掉了。哼！算了，这3个盒子你选一个吧。除了枯骨手指上戴着的那戒之外，这个密室里边也就只有这3个盒子了，并无其他的宝物。真的？我要这个。哎，你为什么不选青色的玉盒呢？你这个坏家伙说的没错，我来这里也没帮什么忙。如果选最好的，我心里会过意不去，所以就干脆放弃，选一个不是最好的就行了。洗髓丹，我的！喂，一个洗髓丹而已嘛，你至于吗？你不会不知道洗髓丹的作用吧？那可是顶尖传承中的弟子都很难得到的东西，可以提升资质的。你的资质倒也不差，就是修炼的功法差了点，不然的话，以你现在的年纪，修炼到聚气7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哼，这你知道的多。快把其他2个盒子也打开，中间的铁盒里面就已经是洗髓丹这样的好东西了，那个更高级的玉盒里面，这种垃圾也好意思留在这儿啊？你这么高级的炼魂功法，你居然说是垃圾？赶紧收起来吧！我听说整个大秦王国之中，连一门玄阶下品炼魂功法都没有呢。
这种垃圾我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倒是可以送给你。你真的要把这个送给我？你知道玄阶炼魂功法的价值吗？你如果不要的话，就扔掉好了。我要，我当然要。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的东西是白拿的呀？别出声，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快跑！帮主，蛇群好像没有进来。哎呀，没想到这个该死的悬崖下边竟然会有金煞蛇的蛇群呐！是山熊帮的人。哎，竟然有人！看来本帮主的那份密图就是落入了你们这2个人的手中了。胆子不小啊，竟然敢招惹到老子的头上。男的一会儿扔出去喂蛇，女的留下来，兄弟们一起玩玩。你就是山熊帮的帮主吧？区区一个单元1重境，也敢如此的嚣张？哼，好狂的小子！以你的年纪，最多也就是聚气境的修为，算了不起了。不管你有什么来头，最起码在这儿，老子一斧子劈死你，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把东西交出来，老子还可以考虑给你留一条全尸，不拿你去喂蛇。小子，看来你是不打算将东西交出来了。如此的话，你的下场就只能是葬身蛇腹了。哼，就凭你们这些人还留不住我？虽然我随手就能杀了你，但如果只是这样杀了你，就太没意思了。哼，死到临头了，还敢如此的嚣张？不过你越是嚣张，死的就会越惨。跟着我，给我上！男的直接砍死，女的留下。杀戮开始了。想逃？啊！帮主，是自己人呐！什么？人呢？人呢？老子要将你们碎尸万段！就凭这样的手段，也想对付我寒山？给我死！玄阶下品战绩，回旋斩！无极顺势，轮回炎，无极崩势。就凭你也想杀我？哼！就算你是半步单元境的实力，你也不可能破开我的护体真元，这就是大境界的鸿沟。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呀！我来。小心剧毒，快退！远程攻击，死！走！多亏有你在。哎，你有什么打算？我要去祭拜我娘，过些天就是她的忌日了。你母亲的墓地在云淼镇的附近？是的。那山熊帮的帮主寒山可是没死啊！你若是去云淼镇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他，那么你可就危险了。没事的，我会小心一些，不让他发现就是了。啊，我就先不回去了，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过等我回来的时候，会路过云淼镇。如果那寒山还敢留在这里的话，我会灭了他。你的实力太差了，如果回去一旦遇到寒山，你肯定会被他给抓住。你拿着这个，这是一道灵纹，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激活之后，可以直接斩杀单元境的强者。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拿着吧，
这点东西我还是有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确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去做呀，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我就跟着你回一趟云淼镇了。你还会回来的，对吗？楚尘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我在云淼镇等你。以炼体10重的境界，面对一个单元1重境，带着10几个聚气境的围堵，最终还能杀出重围，仅仅是身体有些透支，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我目前的极限了。灵纹、丹药、灵气、傀儡，皆是外力。人有魂魄，灵魂体魄才是根本。以我现在的实力，正面对上单元1重境也能够取胜，但是却必须速战速决。轮回眼对我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轮回眼轻易不能使用，最关键的还是提升我自身的灵魂力与肉身的修为。无论你是谁，胆敢算计我的人，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啊，我无意与你们争夺。哎，多谢。哼，算你识相，还不滚下来！赵广，这位小兄弟并没有恶意啊，你说话客气点。徐山，我做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了？哼，小子，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莫非是想要让我用这手中的剑请你下来吗？小子，你还是赶紧滚下来吧，我堂哥的脾气可不好，小心他一剑杀了你，让你死在这龙雀山里。赵齐，你不要太过分了，这位小兄弟并没有得罪我们呀。徐山，你再敢多说一句废话，信不信我杀了你？你这傻大个最好一边站着去。你们哥，要不我们就先走吧。走？青儿，小心！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哼，前段时间我让这个小贱人做我的女人，她竟然敢拒绝我，所以这次我就请了堂哥，喊你们兄妹一起来猎杀黑纹角虎。你以为就凭你们兄妹那点实力，有什么资格和我堂哥一起组队狩猎？现在黑纹角虎已经杀完了，然后这个小贱人，我就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了。堂弟，你去杀了那个小子，一个10几岁的小子也敢跑到龙雀山中来，还敢在陌生的武者面前直接将自己暴露出来，简直就是找死。既然他已经找死了，你就去送他一程。徐晴儿，你的姿色倒也还算是可以，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可以放过你哥哥徐山一条性命，你觉得如何呀？你真的愿意放过我哥哥？晴儿，不要相信他，他肯定是骗你的。一直以来都是哥哥你保护我，这一次我想要保护哥哥，无论是付出怎样的代价，哪怕是能让你有一线的希望活下来，我也愿意去做。这是一颗2品的回元丹，效果根本就不是你那种低级的金疮药所能够相比的。只要你给徐山服下，2个时辰之后，他的伤势就会完全恢复。真的是回元丹？丹药已经给你了，那么现在你就按照我说的做，把你身上的衣服全部都给我脱了。你这个畜生！畜生，就算是我死，也不会让你伤害我妹妹。这位朋友，你用畜生来形容他，却是侮辱了畜生。那颗回元丹呢，你不服用是对的，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回元丹，而是还光丹。什么？假的？小兄弟，你快逃啊！
这就是你的遗言了吗？你可以去死了。好的，我知道了。你的遗言说完了。堂弟，我只是想要问一点事情而已，你们却要杀我。人世间最难揣测的，果然还是人心呐。你要问什么事情？我要问什么事儿，已经与你无关了。不，这位朋友，这是一场误会。我是封门城赵家的弟子，还请看在赵家的面子上。哼，赵家算什么东西呀？不，多谢这位公子，我哥哥的伤势比较重，清创药的效果不行，我已经用过了。没想到公子的实力这么强。你们的金疮药不管用，但是我的会管用的。你的金疮药管用？我有点事情要问一下你们。公子请问，只要能帮得上公子的，我徐青儿一定义不容辞。啊，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就是问一问这龙雀山的西边是个什么局势，都有哪些势力，哪些宗门。啊？如果继续往西的话，过了清水宗的地界就是太乙圣地了。太乙圣地？你所说的这个太乙圣地是最近3000年崛起的传承吗？这个就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所能够知道的了。不过太乙圣地很强大，是西玄之地最强大的圣地之一。有些事情该明白的，早晚你都会明白的。徐山，我记得你们兄妹是和我们赵家的赵广和赵齐一起去龙雀山中猎杀黑纹角虎的，怎么只有你们2个回来了？赵广还有赵齐呢？啊？赵广和赵齐都被黑纹角虎杀死了。放屁！赵广乃是聚气7重境的修为，他如果被黑纹角虎杀死的话，就凭你这个聚气6重境，还有你妹妹这个聚气5重境，你们2个能活着回来？这个人是跟你们一起来的，小子，你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赵林，你别太过分了。如果不是这位公子出手，我和我妹妹也会被黑纹角虎杀死了。所以这位公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又岂容你放肆？徐山，你当我赵林像你一样的白痴吗？一个看起来连15岁都不到的小屁孩，你竟然说他从黑纹角虎的爪牙之下救下了你们兄妹的性命？要我说，肯定是你们联合起来害死了赵广和赵齐，然后推给了黑纹角虎。赵林，你说这种话要有证据。敢对我动手，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哼，给我把这小子的腿脚都给我打折了。徐山如果敢阻拦，一起给我打，打死打残了，都算我赵林的。滚！谁若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你要干什么？这里是清水城，你如果敢动我的话，赵家不会放过你的。哎，你敢打我？你给我等着！喂，你们赵家的人被打了，你竟然坐在这儿喝茶，难道不打算出手吗？技不如人，被打了也是活该。不过刚才那个黑衣少年的手段，你应该也看到了吧？自然是看到了，魂力控物，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掌握的手段。理论上是必须要修炼玄阶以上的炼魂功法，然后灵魂力达到丹元境的级别才能够做到的。一个10几岁的少年修为不会有多高，但却能以魂力控物驾驭飞刀，可见他的灵魂力非常的强大，修炼的炼魂功法也必然档次极高。此人来历不明，如果有着非凡的来历，我们2大家族若是出手，就算能得到他身上的炼魂功法，也肯定保不住。先派人去试探一下，就算要出手，也不能让人知道是咱们2大家族做的。也好，
本来我们吕家和你们赵家就要联手灭掉徐家的。既然如此的话，到时候将罪责推给徐家就是了。公子，你和我们一起回家族吧。只要进了我们徐家的府邸，赵家也不敢对你怎么样。你们徐家我就不去了，我与你们也只是萍水相逢，在清水城中可有齐物阁呀？齐物阁？行吧，就此别过吧。成哥，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家伙，他竟然敢打我的脸，这是羞辱我们赵家。打断他的四肢，我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让他知道胆敢羞辱我的后果。你是什么人？来自哪里？哼，你很狂妄，但是你要知道，这里是清水城，我们赵家乃是这里的3大世家之一。你为何要伤我赵家的弟子？是他们主动来招惹我，况且我没有杀了他们，就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你要如何？无论原因如何，既然你伤了我赵家的弟子，那么我便不能坐视不理。喂，这好像是赵成吧？听说是赵家年轻一代中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呐，20多岁的年纪，修为已经是聚气10重境了。聚气10重境，那可是身怀15虎之力的强大存在呀！成哥，打断他的腿，我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弄死他，把他剁碎了喂狗。好快的速度！你来找我，无非就是要试探而已，何必还那么虚伪？况且本来就是你们赵家的人先来招惹的我，那么既然来惹我，就要付出代价。我记得你刚才说要打断我的手脚，让我跪在你的面前啊！不！你竟然废了我的修为！这都是你自找的。之前你来招惹我，我只是给了你2个耳光，算是略施小惩，而你却不知进退，还敢找来家族中的人来对付我。那么我若不给你点深刻的教训，岂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找我的麻烦了吗？这也太猛了吧！那鬼神莫测的飞刀还真是厉害，赵成乃是聚气10重境的高手，也根本就抵挡不住啊！这黑衣少年到底是什么修为啊？也没看到他凝聚真气亦或者是元气啊！刚才他一拳就把赵成打飞了，看来他的肉身很强横啊！这位好像是赵家的单元境强者，是赵家的长老赵海峰，据说是单元1重境的修为，而且我还听说赵家还有另外2名更厉害的。你小声点，这种级别的强者不是咱们可以随便议论的，小心祸从口出。年轻人，你的胆子未免太大了，在清水城中肆无忌惮地伤我赵家弟子，是要欺凌我赵家5人吗？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也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们赵家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让我欺凌？好大的口气！今天无论你是什么人，只凭你伤我赵家弟子，还废掉赵烈的修为，我便可以将你拿下，听候发落。小子，别以为你有点手段就能够目中无人，我们赵家也是你能够得罪的。哼，10几岁而已，不知道天高地厚，年少轻狂也要分个场合，不然就要为自己的言行而付出代价。敢在清水城中招惹我们赵家，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如果你现在跪在地上束手就擒，还能少吃一点苦头，不然的话，一旦被我们抓住，那么对你来说，死亡也会成为一种奢望。哼，就凭你们4个聚气境的垃圾，也敢在我的面前颐指气使，找死！只要拉开距离，你的飞刀根本就伤不到我们。
现在你已经没有飞刀了，你还能有什么依仗？哼，是吗？小心！可以变相的飞刀，他竟然能以灵魂力将飞刀控制到这种程度。你还要对我出手吗？不论你是什么来历，亦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伤我赵家的弟子，我身为赵家的长老都不会放过你。年轻人，你还是束手就擒吧。只要你将所有的一切都老实交代，我保证可以让你少吃一些苦头的。哼，年轻人，你还不明白吗？你的一切手段在我的面前都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因为身为单元境强者的我，与你之间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的耐心有限，这一切该结束了。这种掌控天地之力的感觉，真的很让人舒服呀。区区玄阶中品战绩而已，在我的眼中全是破绽。拦住他！小畜生，我要活撕了你！年轻人，你还是留下吧，找死！什么？大哥！该死！他怎么会有灵纹？足可轻易杀死单元5重境，绝对是3级高阶灵纹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哼，你们赵家和吕家想独吞好处，老夫可以笃定，那黑衣少年的3级灵纹绝对不多，不然的话，凭借灵纹的强大，他根本就不用逃走了。说的没错，他肯定没有多少3级灵纹了，而且以我们的修为，就算他掌握有3级高阶灵纹，只要我们提前有所防备，也绝对不会被击杀。他已经逃向龙雀山的方向了，追！谁若先抓到他，他身上的功法就是谁的。给我追！滚！一击毙命，很强横的力量，看来他是朝着这个方向逃走了。有动静，快走！黑纹豹的鲜血将其他的凶手吸引过来了，不可在这里浪费时间，追上那个黑衣少年要紧！剧毒，快退！毒斑蟒，这才只是龙雀山的外围，怎么会出现毒斑蟒这种级别的凶手？看来我跟这龙雀山有缘呐。最起码短时间内，3大世家的人应该还找不到我的踪迹。这该死的黑羽龙鹰，怎么会有黑羽龙鹰出现在这儿啊？这种级别的凶手，即便是在龙雀山的深处，也是极少出现才对呀。人虎大凶，就算是黑羽龙鹰与人虎大战，也不至于让这么多的凶手离开栖息之地啊。恶魔蜥，元灵果。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个地方闭关炼丹，先把这清元丹炼制出来再说。难道说是一头年迈的兽王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大境界的跨越的确让我的肉身强大了许多，同时从炼体境踏入聚气境后，人体秘藏之力也随之进一步开启。有了金身之力的加持，那么我的无极体术也可以发挥出更强大的威力了。那么现在可以去那龙雀山的深处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根据我们一路上所发现的痕迹与气息，他应该就在这个方位了。只要将他抓住，他身上的功法与传承便都是我们徐家的了。他在那儿，抓住他，不要让他逃掉。我为何要逃？看来你也知道自己逃不掉了。那么废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将你身上的功法和纳戒交出来，我留给你一条全尸。你们是清水城徐家的人？没错，不过你就算是知道了也无用，因为你今天必然要死。
你们徐家的2名弟子是我救了他们一命，你们徐家人不想着报答我也就罢了，居然还想要谋夺我身上的功法与宝物。你救了我们徐家的弟子，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又没让你出手相救。没错，况且区2个弟子而已，相比起整个家族的未来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哼，看来果然是我太仁慈了。如果当初直接灭了你们徐家的2个弟子，也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少废话，把功法和纳戒交出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哼，你都想要杀我了，我为何要交给你啊？反正横竖都是死，你当我和你一样是白痴吗？你找死！哼，你们就这么认定能够吃定我了？区3虎之力的聚气3重境而已，也敢在我们单元境强者的面前大放厥词？能够凝练出黄金虎魂的虚影，可见你修炼的乃是地阶中品以上的功法。地阶中品的武道功法，玄阶以上的炼魂功法，只要得到这些，我们徐家的崛起必然是势不可挡。这样逃下去必死无疑。恶魔蜥可不是有耐心的生物，相反，这家伙很狂暴，容易被激怒。之前在那山谷中的时候，龙雀山深处传来的兽吼就将他给吓得惊退，可见他对于龙雀山深处还是心存忌惮的，而这也是我唯一的生路。无极顺势！他娘的，你不嫌恶心吗？他妈的没完了是吧？找到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敢逃到龙雀山的深处。这里很危险，狮子生变，先抓住他！哈哈哈哈！他居然朝着我们冲过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赵家必将崛起了！天哪，是恶魔蜥！快逃！该死的小畜生，这头恶魔蜥是你引来的，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诸位，祝你们好运！混账！他的速度怎么可能那么快？快逃！若能活下来，一定要抓住这个小畜生，将他碎尸万段！啊！不！该死的小子，老夫诅咒你不得好死啊！2个战灵境都过去了，看来这个热闹我是不能再去凑了，一个不小心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仅仅是嘶吼声就如此的恐怖，这头凶兽的实力莫非超越了涅槃境？灵魂之力凝聚的火焰，对我来说可是大补啊！哼，你以为我的火焰是那么容易就被夺走的？住手！不然的话，大家鱼死网破！住手！我承认我不应该主动招惹你，只要你把这个灵火收回去，我保证不再招惹你。还可以给你一些补偿。如果你能拿出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啊。小家伙，虽然你修炼有很厉害的丹诀，让我的灵魂力不能触碰到你的火焰，但我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你的灵火，只是那样会让我受损严重而已。那对你来说1块黑曜晶就可以了，剩下的2块我便拿走了。喂，你不要太过分了。我留在这里养魂，就是因为这3块黑曜晶，好吧？是你答应要给我补偿的，莫非你想反悔？好了，除了这2块黑曜晶，你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要补偿给我的？一并拿出来吧。你太贪心了，2块黑曜晶的价值就已经可以抵得上无数的宝物了。如果你愿意拿出1块黑曜晶来，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补偿你。这里面的东西你随便挑，只要你愿意给我1块黑曜晶，那给你。这个魂屋是你自己建造的？没错。啊，你放心，我既然拿了你的东西，就不会对你下手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你就赶紧离开吧。你跟君太乙是什么关系？你居然知道君太乙？说，你是不是君太乙派来的人？我说，你觉得君太乙会派一个具气境的人来对付你啊？你能够建造魂屋，灵魂体可以久存于世，最起码你也是个战灵境的修为才对啊。是我失态了。你说的没错，君太乙如果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不会派你这样的小家伙过来，而且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话，直接就会灭了我的。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呀，你一个具气境的小武者，竟然知道君太乙的名字？难道你不知道，对于如今的这个时代来说，君太乙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种禁忌了吗？啊，禁忌？就凭他这种垃圾，也配称之为禁忌？你知道君太乙是什么样的存在吗？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存在，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会让他彻底的死去。现在跟我说一说君太乙的事儿吧。如果你说的让我满意，或许我可以告诉你如何重塑肉身，让你摆脱灵魂体的桎梏与限制。你知道如何重塑肉身？先别高兴得太早，前提是你说出来的消息对我有用。虽然我不知道你和君太乙之间有什么仇恨，但是以你现在的修为，还是不要去招惹他的好。甚至就算你将来修为练到了涅槃境的修为，对于君太乙那种存在而言，也不算什么。我曾经是君太乙座下的弟子之一，在1800多年前，我的寿元走到了尽头，而君太乙却告诉我，他有办法让我长存于世。看来君太乙算计的人不只有段飞天一个，除了这个真辉，应该还有其他人也都被算计了，让君太乙可以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凝聚无穷的造化运势，加持己身。或许这也就是他能够存活7000多年的秘密啊！我所知道的事情也就只有这些了。那夺舍重生，重塑肉身，你打算走哪一条路？我想重塑肉身。好，我可以传授给你重塑肉身的法门，但是重塑肉身所需要的材料就要你自己去寻找了。多谢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楚兄，如果你想要去龙雀山深处的话，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过去了，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被称之为禁地都不为过呀。哦，你去过？是的，我接近过一次，但是灵魂体差点就灰飞烟灭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建造魂屋用来养魂呐，因为我在那边受创很严重啊。有了重塑肉身之法，我必然可以重获新生，再也不用以灵魂形态如鬼魂般的游荡在这天地间，居无定所了。妈的，霍麒麟！有2名战灵境的强者坐镇，这些凶兽根本就只有是被屠杀的份儿。就算是那黑羽龙鹰和人火大凶，也不是战灵境的对手。原来如此啊！是你？还以为你早就已经丧命在凶兽口中，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活下来。你们是吕家的人？你小子倒是有点见识，知道我们是吕家的人。既然被我们找到了你，那么你是束手就擒呢，还是要我动手呢？哼，你们几个胆子倒是不小，龙雀山的深处也敢跑进来，不怕死吗？啊？能找到你，就算是冒险，也算是值得的。哼，想要抓我，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抓住他！小心空中，快逃！啊！哇！哼，不知死活！紫电蛇战令能够一击破开恶魔蜥的鳞甲防御，此人的手段倒是不错。小蜥，就凭你也想跟俺老牛争夺吗？什么？血兄，小心啊！哇！天王我也！很多人都知道恶魔蜥在传说中极其的凶残与嗜血，却是极少有人知道，恶魔蜥这种凶兽同样也是非常的阴险与狡诈。哎呀，太可惜了！九火丹诀，清灵火。身怀9纹轮回眼的我，莫非已经化身为了禁忌般的存在？镇压，有轮回镇压识海，那岂不是意味着我的识海牢不可破？这世间也就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撼动我的灵魂识海了。只要我的灵魂力继续提升，到时候便可以召唤出麒麟甲，研究一下这枚火麒麟本命之物的玄奥了。能得到麒麟甲，便不虚此行。至于那火麒麟守护的地方，目前还不是我所能探索的。是你？你竟然还敢来到清水城？你那个黑衣少年回来啦！啊！混蛋呐！你要干什么？哼，送你上路。大人啦！哼，游戏开始了。至于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杀戮游戏好了。此子不除，我等别想安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在龙雀山中把他找出来。这才2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损失了10几个巨气境7重以上的高手。再这样下去，我们家族中的中坚力量就被一扫而空了。把人给我都撤回来！如今正是多事之秋，龙雀山中发生异变，消息一旦传出去，必然会有很多其他势力的强者纷至沓来。报！徐家长老徐猛带着人进入龙雀山了。看来徐家对于那小子身上的功法还是念念不忘啊。哼，如此也好。如果徐猛抓到了那个小子，以徐猛不过单元2重境的修为，我完全可以出手将他斩杀，灭掉徐家，将东西夺过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要杀我，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呀。在炼体境的层次之时，我的进境很快，但是到了聚气境之后，我的修炼速度就变慢了许多呀。天色已晚，龙血山在黑夜并不平静，多有蛰伏的凶兽开始猎食，大家就在这片空地休息，轮流守夜。哎，一起去放水啊！哦，你们去吧，我自己先在这儿盯着，小心点啊，别惹上山里的东西。哎，听说为了追杀那个黑衣小子，3大家族的单元境高手都已经死的是一干二净了，每个家族都只剩下了1个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管他是不是真的呢，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只能是随波逐流。等这次回去之后我就去把3长老的小妾弄过来玩玩。听徐猛长老说3长老死在了龙雀山里边，他的那个小妾的确不是一般的姿色。哎，有个秘密你或许还不知道。哎，不过现在3长老已经死了，我也不怕告诉你。那个上个月我就把3长老的小妾给上了。
我操，兄弟，我真服你了，这种事你也敢做啊？有什么不敢的？那是兄弟，我对三长老的那个小妾也是垂涎已久。回去以后，要是你能把她搞到手，那能不能啊？好说好说好说。喂，我说你们两个，敌心，这守夜的人是干什么吃的？是凶手袭击还是人为啊？是那个黑衣小子！啊！小畜生，你敢！哼，雕虫小技！你果然身怀不一般的功法，居然可以操控火焰！该死！什么？小畜生，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哼，如你所愿。你到底是什么人？哼，我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像你们徐家这种忘恩负义之辈，我会亲手屠尽。哼，你以为这样的手段就可以对付我吗？哼，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单元境的真元巨象之力，不是聚气境的真气虎魂之力所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将功法交出来，我可以不追究你杀死我徐家弟子的事情。以聚气1重境杀死单元2重境，试问古往今来，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聚气1重境，掌控之术，天地之力加持我身。什么？白玉巨象之力？哼，就算你是单元1重境，又如何？我乃是单元2重境的修为，一身修为比你强大2倍。哼，你以为我的实力仅此而已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吧！给我滚回去！什么？这小子用的是什么力量？没有真元的波动，只是纯粹的肉身。哦，竟然可以抵挡住我的一拳！我们徐家的功法擅长防御，真元护体的防御力，同境界的人难以破开。你所引以为傲的真元防御，在我的眼中就如土鸡瓦狗。哼，你根本就不可能破开我的真元防御。我不甘心呢。徐猛死了。听说3大世家的所有单元境强者进入龙雀山追杀一少年，结果呢，那少年活蹦乱跳，一点事儿都没有。3大世家的单元境高手啊，却只回来了3个人呐。哎，是啊，哎，徐家现在就剩下徐猛这一个单元境的高手了。如今他也死了，徐家这回是彻底完蛋了。据说呀，那个少年又出现了，包括徐家的徐猛在内，已经有很多3大世家的高手死在了那个少年的手中。而被3大世家联手追杀，这少年显然是回来报复了呀。可杀单元2重境，我要去一趟吕家。总是杀一些蝼蚁也没什么意思啊。10几个战灵境的武者。这太乙圣地的动作倒是挺快的呀。上古世家，秦家，既然来了，那就各凭本事。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传说是真的？是神之体魄，快追！不惜一切代价，也不可以让他遁走。神之体魄若能得之，一旦炼化融合，便可化身为神体，成神可期啊！若是知道此地乃是上古真神留下的神迹，就应该多派一些圣地的强者过来嘛。喂，我也没想到啊，这龙雀山里边竟然会有真神留下的遗迹啊！那可是上古传说中的存在呀。有关于真神的一切，只要出现，必然是震动天下呀。这真神体魄竟然飞走了？
也不知道最终是哪一个幸运儿可以得到真神体魄的加持啊，那就相当于是一步登天呐，直接就拥有一尊神体的资质啊。真神遗迹现世，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整个西玄之地的无数传承都会被惊动，届时这龙雀山必然是强者云集啊。这些个战灵境进去了没有一会儿，就飞出了一个真神体魄，看来这座山洞里边的神迹非同小可呀。哼，真神遗迹又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呀？这里是一位真神的葬地。难道传说是真的？这龙雀山有一处葬龙地，传说葬着一头真龙，莫非那是一头已经成就真神的龙神？太可怕了！在那可怕的禁制之中，强如我等战灵境，也是脆弱如蝼蚁呀。没想到居然是真神的葬地，我们刚才必然是不小心触动了真神留下的禁制啊！传说中的葬龙地与葬神地，莫非真的是同一个地方？葬龙地，葬神地，用不了多久，整个西玄之地的无数传承就会纷至沓来，这等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什么人胆敢闯入我吕家的府邸？你到底是谁？敢来我们吕家惹是生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哟，追杀了我这么久，这就不认识我了啊？我很好奇，像你这种蠢货是怎么修炼到丹元境的？是你居然又回来了！给我杀了他！不好，他直奔我们家族的宝库去了。此人太过凶残与可怕，不是我们所能抵挡。三柄飞刀锐不可挡，聚气10重境都被斩杀，谁敢拦他呀？不用担心，家族宝库有灵阵守护，没有家主的信物无法开启。哼，这种垃圾灵阵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这怎么可能呢？守护宝库的灵阵居然一丁点的作用都没发挥！家主不好了！那黑衣少年杀入吕家，吕秋都已经被杀死了。真是个废物！唉，赵家的男人没一个能让我满足的。他是如何杀死的吕秋啊？他是用灵纹杀死的吕秋，吕秋一死，吕家没有一人能挡得住他。他的飞刀太可怕了，对于聚气境的武者，那简直就是屠杀呀！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达到丹元境的级别啊！家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灭掉了吕家，接下来肯定会对咱们赵家出手的。况且，就算他能用灵纹杀死吕秋，也未必能对付我赵牧。要知道，我可是丹元4重境的修为，身怀8头巨象之力呢。家主，不好了，那个黑衣少年从正门杀进来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快呀？他就一个人？是的，家主，就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死活的蠢货，莫非他以为可以灭掉吕家就能够对付我们赵家？就凭他一个人？来人，给我召集家族中所有聚气境以上的武者，我要让那个小畜生有来无回。是。本家主倒是要看一看这小畜生到底有什么底气，让他竟然胆敢一个人过来。哼！赵牧是吗？我来收账了。你既然来了，今天就别想走了。就是因为你，我们家族才会损失如此的惨重。就算是将你千刀万剐，也洗刷不了你的罪孽。哎呦，这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看来你赵牧已经是无敌了。是你们想要谋夺我的功法追杀我，结果你们死了，反倒是怪我了。哼！从此以后，这清水城中就不再有赵家。
哼，狂妄！哼，想要凭借人多来对付我？莫非你还想着我会与你单打独斗？从你踏入赵家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当然，如果你现在愿意将你所修炼的功法交出来，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不然的话，我有无数种的办法折磨你，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哼，杀你足够了。哼，你根本就破不开我的防御。看来你的手段也不过如此，受死吧！雷鸣枪，无极阵势，没用的，你根本就无法破开我身上的白玉真元甲。什么？没想到，我还是小觑了你。你刚才伤到我的战绩，最起码也是地阶战绩吧？啊？不要以为掌握有一些特殊的秘术就能够与我抗衡，这样的秘术，你以为只有你有吗？索命！青灵火，你不是能躲的吗？啊，有本事你躲开这一招啊！这不可能！什么？教主死了？杀！快逃啊！我的身体还是太弱了，连这爆元灵纹的力量，竟然也只能是维持半炷香的时间。只剩下徐家了，请公子放过我们徐家。哼，放过徐家，忘恩负义之辈，留之何用？相比起赵家和吕家，我最应该灭掉的，就是你们徐家。龙雀山中出了一头火麒麟，传说火麒麟看守一座山洞，是真神留下的遗迹呀。不，据说是埋藏着一座真神的禁忌之地啊。不愧是真神藏地，留下来的禁制爆发，依然蕴藏着如此恐怖的能量。终于破开了！天哪！我看到了什么？无为涅槃境的大人物居然被杀死了！那爪子到底是什么凶手的？竟然如此的可怕？难道是传说中的真龙之爪？快逃啊！化为了禁忌啊！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太乙圣地，哼！回去的路上顺便去一趟汉白城，把那个所谓的楚家宗族给解决掉。你不会有事吧？贤儿，你快逃啊！寒山回来了。寒山回来了。云伯伯，谢谢你，将来我还会回来看你的。天宝残图，混沌黑莲。这八阳木我得不到，如果能够凑齐天宝残图，得到混沌金莲，那么我这一世必然可以超脱过去的8世，在第9世成为真神呢。每一个境界都有对应的人体秘藏之力，如今我的修为刚刚突破到了聚气1重境不久，需要修为达到聚气3重境，才能够开启对应这一境界的皮肉秘藏之力。看来要着手准备炼制玄焰灵丹了，不然的话，若是修为到了聚气3重境而无法开启人体秘藏之力，虽然并不影响修为的继续提升，但是倘若错过，终究会让我所铸造的武道根基留下不完美的缺陷。很多年都没有进过这天一堂了。这位小兄弟，此地乃是天一堂，唯有天一堂的医师方可入内。
不是医师也想进这天一堂？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个什么德行？1到4品，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让开！小训呐，不得无礼。所谓医者仁心，你这傲慢的心性，若是不改，你在医道上难有建树啊！师尊教训的是。哈哈，这天一堂只有医道之修可入，你还是离开吧。少荣大家，小兄弟，请让开！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在天一堂的大门前挡路，还敢挡住我师医道大家的路！金色徽章，这不可能！你的徽章一定是假的！你居然敢冒充医师，还敢到天一堂来招摇撞骗，简直就是找死！守卫，还不将这个骗子拿下！这医师徽章是真的，天一堂的徽章上有特殊的气息，又岂是能随意伪造出来的呢？师尊，就算医师徽章是真的，以他这个年纪也不可能是个2品顶级医师啊，还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枚徽章呢？是啊，说不定是这个少年将家里大人的徽章偷了出来呢。哎呀，也有可能是捡来的吧。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擅自佩戴不属于自己的医师徽章，会直接没收徽章，并且对于违背规矩之人，轻则废掉修为，重则囚禁10年。据我所知，天一堂同样也有规矩，医师不可辱。倘若我能证明这枚医师徽章属于我，那么便代表着你的这番言论对我是一种羞辱，而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我可以以医师的身份向你赌命，以你的性命来洗刷对我的羞辱。羞辱？你一个冒牌货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啊？那看来你是找死了。怎么着？恼羞成怒了，还想要动手不成啊？2品灵火啊！我这弟子王训刚才出言不逊，还请小友莫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哼，看在尚荣大家的面子上，我就不跟这个小辈计较了。小辈？小友说的没错，文道有先后，达者为师。你的医道境界既然比我这猎徒高，那么自然就是他的长辈。哈哈，尚荣大家客气了啊！正好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子准备参加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小友一起来旁观如何呀？我来天一堂呢是要寻几种材料，不过尚荣大家既然相邀，那边看一看也无妨啊。小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是2品顶级医师，不知师从何人呐？家师隐世多年，还望大家谅解。那敢问小友今年多大呢？13岁，不过再过2个月应该就是14岁了。13岁？假的吧？哎呀，小友称得上是大秦王国之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2品医师了。这位呢，就是我们流光城天一堂的堂主丁川，丁堂主了。尚荣大家，尚副堂主。尚荣来了呀，正好考核也快要开始了。你那弟子不是要考核2品中级医师的吗？咦，这个小少年是个2品医师啊！丁堂主说的不错，这位楚小友年仅13岁，可凝聚2品灵火，
什么？我天，13岁的二品医师，这不是开玩笑的吗？我的天哪，13岁一到二品也就罢了，而且还是一个二品顶级医师啊！会不会是弄错了？一道博大精深，若只是凝聚出二品灵火，不足以说明他是一位二品医师吧？更何况是一个二品顶级医师了。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小友叫做楚尘，是与不是一查便知。启禀两位堂主，刚才已经去查过了，在我们天一堂的备案之中，的确是有一名叫做楚尘的二品医师挂名。竟然是真的。不过什么？这关于楚尘的信息啊，在这个天一堂的备案之中呢，只有一个名字，却没有具体的年龄以及出身，只能是查到他是大秦王国青州城天一堂堂主陈老举荐之人，没有考核，直接授予二品顶级医师的徽章。陈老，哦，陈老举荐之人，那应该无错呀。可是没有考核，直接就授予二品顶级医师的这个徽章，此举是否有些欠妥呢？毕竟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而已啊。虽然是陈老举荐你在天一堂挂名，而且直接授予二品顶级医师的徽章，但是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没有相对应的医道造诣，这徽章啊就必须收回。堂主说的没错，你还不赶紧将你的徽章交出来？没错，你以为靠着走后门得到一枚医师徽章就能够招摇过市了啊？丁堂主高义，像你这种害群之马就应该剔除出去。在天一堂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13岁的二品顶级医师呢。年轻人，把你的徽章交出来，然后离开天一堂吧。看在陈老的面子上，我便不为难你，否则按照规矩，起码也要废掉你的丹田。哼，那你就那么笃定我的水平达不到2级顶级医师的水准啊？开什么玩笑？你真以为自己是个绝世不出的天才吗？13岁的二品顶级医师，简直笑死个人！哼，看来你已经忘记了我之前在天一堂大门口时给你的警告了。想要证明也很简单，你们不是要弄一个什么二品医师的进阶考试吗？那么我也参加好了。你要参加考核？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你以为天一堂的考核是你想要参加就能参加的啊？没错，二品医师的进阶考核起码也要缴纳1万块玉币才行啊。1万玉币？既然你要证明自己，如此也好。此次乃是二品初级医师晋升中级医师的考核，你若是能够通过，便可证明你的确拥有二品医师的能力。然后呢，医师最注重的就是医德，而你们刚才对我的怀疑和冷嘲热讽，那便是对我的羞辱，是对我医德的诋毁。莫非我证明自己是应该的，而你们就不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吗？放肆！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且不说你有没有二品医师的水平，就算是你有，那也只是一个二品医师。谁给你的胆子，让你胆敢在2位4品大家的面前口出狂言？哎，王公子说的没错啊，我们质疑你这是应该的，毕竟你年纪小啊。是啊，就算你的确拥有二品医师的水平，也不该在4品大家的面前放肆嘛。有点天赋就恃才傲物，你这样的人难有什么成就？莫非你们2位大家也觉得他们这些蠢货说的很有道理？蠢货？你说谁是蠢货？肆无忌惮、狂妄嚣张，不知天高地厚。
既然你想要如此，那么也很简单。你若真的可以证明自己拥有2品顶级医师的手段，那么老夫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答应你的任何一个条件。同样的，如果你无法证明，亦或者你的水平无法通过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那么我就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收回你的医师徽章，废掉你的一身修为。可以。既然如此，那么考核现在就开始。你先跟随在场的这些人一起参加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哼，你这是自取其辱。一会儿啊，你的一身修为会被废掉，看你还能如何的张狂。得罪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每一个人的比试内容以及单方药方都不相同，但是呢，却都在这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范围之内。比试的时间为1炷香，时间到了就必须交上来，不然就算失败。炼丹亦或者是炼药可任选其一，时间为半个时辰。现在开始考核，时间到，笔试交上来。丁申宇，你这笔试不合格。王迅，笔试合格。邓红，笔试合格。楚尘，笔试满分。满分？这怎么可能啊？笔试的题目中有一些病例是存在有各种各样说法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满分啊！对呀，那若是给我们时间推敲一番，满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才1炷香的时间。这楚尘的笔试满分无疑，就算是我和丁堂主来答题，1炷香的时间之内也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切，就算是笔试成绩不错又能如何？理论好不代表实践能力强。我就不信他一个13岁的毛头小子能炼制出2品丹药与2品药剂。王公子说的没错，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可不仅仅是考理论的，而且需要炼制的丹药亦或者是药剂也属于呢2品丹药中炼制难度稍高一些的。是啊，我等为了研究炼丹与炼药，哪一个不是沉浸数年之久，还要兼顾自身修为的提升，他一个13岁的少年不可能做得到。况且这只是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而已，他若要证明自己，还需要做到2品顶级医师的标准才行啊。无论是炼丹亦或者是炼药，唯有保证60以上的成功率，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丹师与药师。所以第2项考核，你们每一个人都只能拿到2份材料，只有2次炼制的机会。现在第2项考核开始。中品灵火，中品灵火，这怎么可能呢？炼丹炼药并不是光靠灵火就可以的，还需要考究的是经验以及对火候的把握。只要他考核失败，那么铁面无私的丁堂主必然会废掉他的修为，到时候只要将他抓起来，严刑拷打之下，我必然可以得到他所修炼的丹诀。虽然只是下等成色，但是炼制的火候已经掌握。你们2个如今都可以进阶为2品中级医师了。切，某人不知道天高地厚，自诩2品顶级医师，这炼丹的速度却还不如我这个2品的中级医师。中等壮气丹，你通过考核了，看来是我丁某人看走了眼。你的确是一位2品医师无疑。他只是通过了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他若要证明自己，必须要通过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才能算数。我说王迅啊，你到底是何居心？为何要置我于死地呢？哼，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是你自己要证明的。王哼，无妨证明一下也好，免得有人再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喂，
他如果真的可以通过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那么可就真的了不得了呀！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难度可远不是刚才考核可以相提并论的。以你的笔试来看，通过不成问题，但如果要炼制2品丹药中难度最高的丹药，失败的概率可是很大的呀。丁堂主说的没错，能够成为2品顶级医师的，即便是一道天才，也要沉淀5年以上，才有一定的把握呀。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么就如你所愿。炼丹炼药禁止打扰，所有人都退后。在考核之前，还要另外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考核成功，便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可是，一旦你考核失败，那么你将需要缴纳5万下品玉璧的考核费用啊！多谢上荣大家的提醒，不过就算是考核失败，5万玉璧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这炼制成功了！我的天，居然这么快！恭喜你，你成功的通过了考核。这没想到是我眼拙了，我答应你的承诺依旧算数，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任何条件随便你提。他竟然成功了！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医师医德不可辱。在这之前，你屡次3番对我冷嘲热讽，羞辱了我。那么现在，也是你应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你胡说，我没有羞辱你。哼，你之前的所作所为，你当在场的人都是和你一样的白痴吗？上荣大家，你是此人的师尊，那么我倒是要问一问，王迅刚才的所作所为是否算是羞辱了我呢？我对弟子教导无方，是我的过错，这件事情便给我一个面子，我让王迅给你做出补偿，你看如何？可以，看在上荣大家的面子上，拿出20万下品玉璧，这件事儿就此结过。没问题，你立刻去准备20万下品玉璧，前来向楚小友道歉。师傅，是，小友可否一叙啊？正好我也有一些事情需要丁堂主帮忙。这以小友你的年纪，13岁就成为了2品顶级医师，就算是你的天赋再高，若是没有名师指点，也断然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啊！不知这尊师的信息可否透露一二啊？抱歉，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跟上荣大家说过了。我那位师傅啊，隐世多年，不想涉世俗之事，因此呢，没他的准许，我也是不方便说的。既然如此，那么老夫倒是的确不方便过问了。之前老夫说的话依旧算数，你有任何的要求，只管提出来，老夫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定会为你做到。我只需要丁堂主帮我找寻几种炼丹的材料。炼丹的材料？你小子可要想清楚了，以天一堂的渠道寻找炼丹的材料还是很简单的。你确定要用这个要求来兑现我的承诺吗？楚小友不用有所顾忌，丁堂主的为人我是很清楚的。顾忌？哈哈，若是2位大家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材料，估计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哦，不知小友要找的是什么材料啊？玄珠果、三叶草、水灵根。你说的这3种材料可都是奇物级呀，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啊。
2位堂主只要为我提供消息就可以了。天一堂内部的渠道应该可以查一查哪位医师的手上有这3种材料，是吧？如果有的话，玉璧不是问题。哎呀，这可不是玉璧的事儿啊！你说的这3种奇物级材料都很珍贵，那一般都是以物易物啊。若是想要换到手，可不容易呀。这个你说的这3种材料，我只查到了水灵根，一个3品医师偶然进入某个上古遗迹，得到了这件灵物。啊，真的？虽然不知道你找水灵根要做什么，但是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水灵根的价值。在我的记忆当中，大秦王国在13年前拍卖过一次水灵根，最后的成交价格是300万下品玉璧。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哎呀，这价格倒是其次，只是在天一堂挂名的这个人呢留下的信息，说是必须要有与水灵根等价的奇物级材料，他才会交易。所以这水灵根并不是你有玉璧就能买得到的。这一点丁堂主不用担心，或许我能拿得出让其满意的东西来。既然如此，那么我可以为你引荐。小友，这位呢就是孙云医师了。水灵根的消息也是他留在天一堂中，剩下的事儿就是你们自己来谈了。水灵根的价值不用我说，你也能知道。以你这样的小家伙还换不起，让你家大人来吧。交易还未开始，这孙医师如何知道我换不起呀？奇物榜罗列成百上千种，水灵根不过是其中之一。除却水灵根之外，我这里倒也有一种价值丝毫不比它差的奇物啊。你有奇物，价值不低于水灵根？虚空宝晶，能否让我看一看？我同意这场交易。算一算，我出来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现在青州城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们是什么人？为何跟踪我？小子，明知道我们跟着你，还敢停下来啊？只能是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得罪了人？似乎我在流光城中并没有得罪什么人呢。对了，我想起来了，是王迅派你们来的啊。看来你的脑子倒是灵光，将你的纳戒交出来，我们可以给你留下一条全尸。王迅派你们这种货色来，也未免太看不起我楚尘了。你一个连15岁都不到的小子，也敢口出狂言？是啊，这小子莫非是失心疯了不成？10几岁，就算是打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比老大的实力更强了。说的没错，我们老大陈哥那可是聚气7重境的高手，就算是拥有5到7级资质的天才，10几岁的年纪顶多也就是个炼体境，即便是5到9级资质的顶级天才，在这个年纪也都不可能达到聚气7重境。不用老大出手，我就能够解决这个小子。也好，让我们5兄弟中实力最弱的老五杀了这个小子。那王家的公子也未免是小题大做，弄死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竟然也需要我们5兄弟一起出马。找死吧！这小子简直就是找死啊！他以为他的肉身是灵气吗？竟然敢硬扛真气剑芒！老五的剑气就算是千斤巨石也能够劈开，这小子死定了！什么？这不可能！
他明明没有动用任何的真气，仅凭肉身就做到了这种程度。我他妈眼睛是花了还是做梦了？老五，小心！哼，我就不信了。你能硬扛真气剑芒，还能扛得住你家五爷爷的长剑不成？你的身体难道是铁打的不成？垃圾！太快了！嘿，五头黄金虎魂虚影，难道他是大秦皇室之人？你们4个一起上吧。你居然杀了五弟！哼，既然敢来劫杀我，那就应该做好被我杀死的觉悟。想来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应该也没少干吧？我要弄死你！哎，老三，别冲动。大哥，你还忌惮什么？这小子肯定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天才。我们既然已经得罪了他，你觉得如果让他活着离开，他会放过我们吗？是啊，大哥，说不定我们只要杀死了他，就能够得到他所修炼的功法。到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远走高飞，谁能奈何得了我们呢？杀了他，为老五报仇！杀了他，为五弟报仇！哼，一群不知所谓的蝼蚁而已啊！什么？小心！希望下一次别让我遇到你，不然的话，就算是上荣的面子，我也不会再给了。荒王陵，什么？你若是要牵着马入城，需要缴纳2份入城费用，一共是200块下品玉璧。哎，这位大人，您不需要缴纳费用就可以入城啊。大人，请。我说小三儿啊，你这家伙胆子不小啊！你刚才可是差点得罪了一位2品医师啊，而且还不是普通的2品医师，年纪轻轻就是2品顶级医师。这样的人将来绝对是大秦王国中的大人物啊，皇室的座上宾呐！不是，幸亏这位年轻的大人没跟我计较，不然的话，哎呦。荒城，还是过去的那座荒城。只是后来荒王陵被彻底的探寻了，各大势力呢将里边的宝物机缘搜刮一空之后，这座荒城就被遗弃了，没有人再关注这里。既然来到这儿了，就进入荒王陵历练一下吧。虽说这里有价值的东西早就被那些大势力搜刮一空，但依然还是有一些那些大势力看不上眼的东西，对于低层次的武者来说仍旧是好东西啊。哎，小兄弟看上了这个物件，这可是从荒王陵中找出来的上古之物啊。这荒城之中每一件东西都说是荒王陵出来的上古之物，哼，不过10有8九都是假的。我看这个东西还有点意思，打算带回去研究研究。小兄弟，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别人卖的东西都是假的，但是我卖的东西却从来没有假货呀。只要我说哪一件东西是荒王陵出来的，那就绝对是荒王陵里出来的。直接开价吧。你想买？哼，老头子我还不想卖了呢。年轻人，东西放下啊！老头子我不做你的生意了，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哼，如果我一定要呢，老头子说不卖给你就不会卖给你。如果你想要强抢的话，年轻人，我奉劝你最好还是打消掉这个念头比较好。虽然你过去是一个天罡6重境的武者，但是却不是你能用来刁难我的依仗。你是什么人？老家伙，你先别这么激动嘛。我是一个医师，所以我才能看出你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没想到老头子我竟然看走了眼了。至于你一个小小的2品医师，就算你能看出我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啊。哼，
你对这个东西如此的在意，看来应该是不一般的东西啊。是又如何呢？你说你能帮我恢复修为，小子，如果你胆敢骗我的话，我不管你有什么来历啊，我都会杀了你的。你确定要在这儿和我谈吗？啊？好，你跟我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呀？能够让你如此的在意？对我有用的东西。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将另外一份一模一样的东西送给你。你还有一块？没错，我的确还有一块。只要你告诉我这种银色铁片到底是个什么，并且帮我恢复修为的话，包括你手上那块2块铁片，我都可以送给你。你只能选择一种，那么你是选择询问这块铁片是什么，还是选择让我帮助你恢复修为呢？说实话，我不相信你一个区2品1师级别的小家伙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当年我寻求过5品1道大家的帮忙，也未必能够恢复修为，就凭你。既然如此，那么你将另外一块铁片给我，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哼，何须如此麻烦？老夫只要把你抓起来，你所知道的一切，我自然也能知道。哼，你就那么自信吗？如果你还是过去天罡6重境的修为，倒的确是对我有些威胁，但你现在所能够发挥出来的，也就是单元境的实力。我若要走，你留不住我。是吗？老夫可不相信你一个10几岁的小娃娃就已经是单元境的修为。哼，你可以动手试一试啊，而你一旦出手了，那么你什么都不会得到。你真的能帮我恢复修为？你先跟我说一说，你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吧。老夫名字叫做罗谦，你应该是没听说过。因为我并不是这大秦王国之人，而是来自于大周皇朝，并且呢，在大周皇朝之中，我也是排名前10的强者，所以修为跌落也是因为进入了荒王陵中。荒王陵呢，一直都流传着许多的传说。虽然在很久以前呢，这荒王陵中的机缘宝物都被搜刮一空了，但依然存在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机缘。所以呢，为了追寻突破天罡7重境的造化，我来到了这儿，就是为了争夺你手中的银色铁片。我被生存在荒王陵中的荒族的族长追杀，而这位荒族之主的实力比我强大得多。虽然最终我还是逃脱了荒族之主的追杀，但是却被他的一种秘术在身上留下了烙印。而我回来之后，就感觉自己的实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彻底的从天罡境跌落，只能够发挥出单元境级别的实力。这些年来，我都生活在这荒城之中，寻求着可以化解这种秘术的办法，但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包括这种银色铁片，我也没能够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如果你能够帮我恢复修为的话，那么我可以将另外一块银色铁片一起送给你，并且我罗谦也欠你一个人情。可以。你确定你没开玩笑？哼，我从来不开玩笑。在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感应到了你身上幽风之印的气息。幽风之印？那是上古的一种封印术，脱胎于灵纹的秘术。若要将之化解，唯有铭刻出独特的灵纹才能够做得到。我可以为你铭刻灵纹，但是这铭刻灵纹所需要的材料需要你来出。你还是一位灵纹师？我在这里会停留3天，你将这些材料凑齐给我，我就可以给你铭刻灵纹。好。一转眼
这3天的时间呢就过去了。楚尘的房间传来了敲门声，进来吧，材料都已经备齐了。我已经尽可能的收集了，但是你列出来的这些材料仍然还是差了一种恒沙石。这种叫恒沙石的材料，我问了很多人呢，都没听说过这东西啊。哼，那是因为他们的眼界太低啊。这奇物榜罗列成百上千种，即便是有所了解之人，所知也很有限。你是说这恒沙石是奇物？啊，材料无法凑齐，我是没办法给你化解幽风之印的。我实在是找不着这个东西了，不知道可否请小友来帮忙呢？啊，我为你化解幽风之印，2块银色铁片作为报酬。你若是想要让我帮你寻找恒沙石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另外支付报酬了。可以啊，而且我这还有一条消息，相信小友你一定感兴趣的。哦，说来听听。这个消息呢是关于退灵果的。退灵果？你确定？没错，实际上关于这退灵果的线索呢，也是我当初拼了老命才从荒王陵中得到的。而且这些年来啊，我都在荒王陵的附近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身上存在有那什么荒族之主的封印，我早就自己进入荒王陵中寻找去了。好，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这份卷轴中所标注出来的区域，就是那退灵果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这退灵果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并不建议你现在就去，因为这片区域所标注的位置距离荒族的地盘啊已经很近了，而荒族对于任何进入荒王陵的外来者都带有很深的仇恨和敌意。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也好，荒王陵中就有恒沙石，正好一举两得。而且在5000多年以前，也曾经有人在荒王陵中找到了一颗玄珠果，说不定我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能够找到一颗。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了荒王陵啊！上古荒王不愧是顶级的强者，称雄一个时代，给自己打造的地宫陵墓，起码也是耗时了千百年之久。黑甲毒蝎，如果能炼制出提升灵魂力的丹药就好了。可惜呀，这种丹药对于材料的要求颇高，起码都是些奇物级别的，太难凑齐了。如果我这具身体是5到9级资质的根骨，估计现在呀，应该起码能够修炼到聚气境3重了。可惜啊，就算是我现在修炼到了聚气3重境，在没有炼制出玄焰灵丹之前，我是绝对不会突破到聚气4重境的。单元级的魂力可以魂力控物，但是如果我的灵魂力突破到单元级，那么我就可以做到以魂力加持攻击。那么我在与人交手之时，就具备了灵魂攻击的手段。这位朋友，还请留步。我们队伍遭到了荒族人的袭击，还请小兄弟可以帮忙去荒城中的玉兰商会求救。你自己不会去吗？我不能坐看自己的兄弟们被杀死。原本应该是我去玉兰商会求救的，但是我宁可和兄弟们一起死，也不想自己一个人逃命，所以我求求你了。这世上还有这么白痴的人呢？你跪下求我，就是为了去死？我不是为了去死，而是要和我的兄弟们并肩战斗，死而无憾。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陆苍，还请朋友可以帮我这个忙。只要我回去了，或许我的兄弟们还能坚持到玉兰商会的救兵赶来。你的那些兄弟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是的，如果能用我的性命来换取兄弟们活下来的机会，我不会有任何的犹豫。或许朋友你会觉得我很傻，但是这就是我陆苍的原则。将里边的解毒丹服下吧，不然的话，你这个样子呀，估计还没回去就已经死在路上了。多谢恩公。
实际上呢，在前不久之前，我救过俩人结果对方不感恩也就罢了，我并不在乎。但是他们背后的家族却是派人追杀于我，所以我并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所以，如果你想要让我去救你的兄弟们，那么就需要答应我的条件。我不会无偿的帮助你，你明白吗？只要恩公愿意帮忙，无论是什么条件，我陆仓都答应。那我要你的命，你可愿意啊？如果能够让我的兄弟们活下来，恩公就算是要我的命也可以。我的意思不是要杀了你，而是从此以后呢，你的命属于我，你将成为我的随从，必须忠诚于我。你能做到吗？同样的，作为你忠诚于我的条件，我可以救你的那些兄弟，但是从此以后，这些人只在过去是你的兄弟，而你将获得新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陆仓。如果你能够救了我的那些兄弟，从此以后我陆仓的命就是你的。不，你并没有明白，我要的不是你的命，而是你的忠诚。我答应你，还请你尽快去荒城求援。这里面呢是金疮药，你涂抹到伤口上，最多1炷香的时间，你的伤势就能够彻底的恢复。这个呢是回气丹，你只需要1颗，就能够让你的体能和真气恢复到巅峰状态。好了，带我去你们被袭击的地方吧。什么？你要过去？袭击我们队伍的可是有12个荒族人，其中更是有3名聚气10重境。朋友，我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只要你能去荒城请来玉兰商会的救兵，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愿意忠诚于你，成为你身边的随从。如果你继续浪费时间的话，你的那些兄弟可能会死得更快。况且这里距离荒王陵的出口很远，等我去荒城搬来救兵你们的尸体估计都被凶手给吃光了。恩公，请随我来。你太慢了。荒族的蛇灵之眼，没想到还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姿色不错，而且很有野性，玩起来一定有味道。杀了他们所有人，留下那个女子。兄弟们小心点儿，陆仓已经冲出去了，只要找来商会的救兵，我们就能得救了。给我杀！快躲开！是人族。哼，不知所谓。好快的速度，一个掌面就秒杀了2个聚气5重境的荒族武者。学姐，你们没事吧？小路子，不是让你去搬救兵吗？你怎么回来了？他就是救兵。这个人，我黑雪并不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因为我答应了他的条件。什么？这个人太过分了！以小路子你的天赋，将来起码可以成为天罡境的强者，怎么能给别人做随从？是啊，他看起来也就是10几岁的样子，就凭他能对付得了这些荒族？不行，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给人当随从的。况且，就凭他一个人，估计不是这些荒族的对手。毕竟他刚才虽然出手秒杀了2名荒族，但那不过是聚气5重境的荒族，他所展现的实力，最多也就聚气8重境的样子。学姐，你不要小看他，我感觉他很神秘啊，随手就能够拿出珍贵的丹药，而且他刚才并没有全力出手，不然的话，应该会有虎魂虚影显现呐。而且学姐，我跟他说过这些荒族人的实力，但是他依然还是来了。哼，你别告诉我，一个10几岁的少年会是一个单元境的高手。人类进入我们荒族的荒王陵，还敢杀死我们荒族，你知道会是怎样的后果吗？你们荒族的荒王陵？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只不过是一群守灵的奴才而已。你找死！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我可以不计较你杀死我们族人的事情，不然的话，在这荒亡陵中招惹上了我们荒族，你是寸步难行，根本别想活着离开。给我走，杀了他！大家一起上！你们帮不上什么忙，都退下吧。你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如果你逞强的话，你会死在这些荒族手里的。黄金互换，他竟然如此的强大！杀了他！哼，一群蝼蚁而已。你逃得掉吗？多谢朋友出手相助，这份人情我黑血记下了。你记住不记住无所谓。关于我出手的报酬，陆仓已经答应付下了。这不可能！你救了我们，这份恩情我们必然会还。但如果你想要陆仓在你的身边，只是做一个随从，我绝对不会同意的。至于你救了我们，玉兰商会恩怨分明，也肯定会酬谢你的。大秦王国只是一个小池子，养不活大龙。跟着我，远比你待在这里更有前途。而且我相信你也是一个会履行承诺的人，对吗，陆仓？陆仓，拜见主人。陆仓，小陆子，你这个人太过分了！无论你是什么人，胆敢如此欺凌我们兄弟，我们宁可拼了性命，也不会向你妥协。住口！陆仓，你心中还不舍吗？心中有舍，才能有得。你刚才在他们的面前之所以表现出冷漠，是担心我会对那些出言不逊的人出手，是吧？男人有情有义啊，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如果太过于感情用事，便不是一个强者该有的心态。什么是强者？并不是说拥有强大修为的人才是强者，而强者之所以是强者，是因为内心的强大。一个人只有内心强大了，才有成为强者的资格。古往今来，每一个能够走到五玄大陆顶峰层次的强者，都无一例外，拥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我的名字叫做楚尘。你很好奇我的年龄吧？我的年纪告诉你也无妨，我还差几个月，才14岁。什么？不用如此的惊讶，或许在你的认识当中，13岁就能实力比巨气10重境更强大，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在五玄大陆之中，实际上存在有不少的天才都能做到这种程度，甚至是有人20岁就已经是天罡境的强者，这也是很正常的。有些东西啊，你感觉不可思议，只是因为你的眼界和见识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你的资质也很不错，但是你从一开始修炼的功法太差，打下的根基太差，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重修。重修？我相信主人，我选择重修。那吃下它。接下来呢，我要传授给你一门功法，你要用心记下，能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走吧，我们回荒城。是，主人。跟我说一说荒城的事吧。那就去玉兰商会看一看吧。主人，你要去玉兰商会？
主人，玉兰商会的实力在荒城之中可以排入前3，以荒虎帮的势力最强，他们的帮主是一位单元7重境的强者，所以荒虎帮在荒城中的地位无可撼动。除了荒虎帮之外，也就只有残风堂和玉兰商会能够相提并论了。看来我那位叔叔和婶婶还是很有能力的嘛。哎，陆草，你怎么回来了？我来拜访你们玉兰商会的2位会长，你们去通禀的时候啊，就说楚云山之子楚尘前来拜会。那您请稍等。你真的是云山大哥的儿子？楚尘见过陈叔叔。在我小的时候啊，父亲就经常提起你们，所以当我听说这玉兰商会的会长是叔叔和婶婶之后，我就过来拜访了。哎呀，没想到一别10年，你这小子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呀！贤侄不必多礼，夫君，陈儿的模样还真的与云山大哥很像呢。哎呀，都别在外面站着了啊，我们进去再说。听说你在荒王陵中救了我们商会中的一个小队，看来你继承了云山大哥的天赋，这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聚气境的武者了啊！应该说青出于蓝更对。哎呦，不过你小子倒是可以啊，这刚来到荒城这边就拐走了我们商会中的天才。到底是什么人出手废掉了云山大哥的修为？这个仇我陈玉一定要报。陈叔放心，我父亲的修为啊，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够恢复了。主人，会长给您安排了一个侍女，让她进来吧。环儿拜见公子。既然你是陈叔叔安排的侍女，那么我这个房间呢，就交给你来打理吧。公子，奴婢帮您更衣吧。哎，我穿着衣服，所以不用更衣。那奴婢帮你洗漱吧。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打扫房间的灰尘就可以了。主任，玉兰商会每隔半年就会有一次实力测试，您要不要去看看呢？好，那就去凑凑热闹吧，一起去看一看吧。啊，我也能去吗？你是我的侍女，我能去啊，你自然就能去。父亲，我经常听人说呀，云山伯伯是何等的厉害。昨天您还说这位云山伯伯的儿子青出于蓝，我想跟他比一比。你小子就算了吧，虽然你的天赋比起我和你娘的确是强了一些，但是你的修为却只是聚气3重境，而根据黑雪他们所说，这楚尘的修为可是聚气8重境啊！哼，我才不信他只有13岁便可以修炼到聚气8重境。喂，楚尘，敢不敢跟我切磋一下？哈哈，我们的父亲是生死之交，所以你的年纪比我要小一些，应该叫我一声哥哥才对啊。哼，除非你的实力能够比我强，不然的话可是没资格做我哥哥的。哼，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那么你这个只比我大了2个月的家伙，应该叫我一声晋哥。还真就不明白了，这家伙到底从何而来的信心呢？陈进少爷以13岁的年纪便已经是聚气3重境的修为，整个荒城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天赋能够比得上少爷。是啊，就算是放眼整个大秦王国，甚至是大周皇朝，13岁的聚气3重境，那都称得上是顶尖的天才了。文叔和云婶儿倒是生了一个天赋不错的儿子。接招！哎呦，青色虎魂之力啊！哎，不愧是陈进少爷，看来陈进少爷修炼的是玄阶上品级别的功法呀！哎，对，哎，这种级别的强大功法，整个大秦王国之中，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资格修炼到。喂，你小子现在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吧？
别以为自己有点天赋就骄傲自满啊！这世界上天赋比你高的人呐很多。哇，公子好厉害！一个不能练武的婢女，谁让她有资格站在这儿的？哼，她既然是陈叔和云婶儿安排给我的侍女，那么她现在就是我的人。你对我的人大呼小叫，这算是对我的挑衅吗？谢谢你，楚尘公子。你就站在我的身后，没有人可以赶你走。哼，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婢女，你要跟我翻脸？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我家吗？景儿，住口！陈叔，告辞了。你走可以，但是她必须留下。她是我玉兰商会的婢女。陈叔，这个婢女我要了，从此以后，环儿就跟着我了。哼，我可没说要将这个贱婢卖给你。你当我们玉兰商会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们想要得到我的功法？明人不说暗话，我和你陈叔的儿子陈静天赋很好，只是玄阶上品功法配不上他的天赋。而根据我和你陈叔所知，你能凝练黄金虎魂之力，可见你所修炼的功法应该是地阶。地阶功法？我不会将功法给你们的。哼，不把功法交出来，你今天就别想走了。这也是你们两位的意思吗？陈儿，希望你不要怪我。我和你云婶就只有阿进这一个儿子，我们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希望你能将这地阶功法交给我们。陈叔保证不会伤害你分毫。你笑什么？我笑你们无知啊，笑你们被一丝贪念而蒙蔽了理智啊！哼，我可以将地阶功法给你们，但是你们敢要吗？哼，只要你拿出来，我们为什么不敢要？今天你要么将功法交出来，要么就把你抓起来，我就不信你能经受得住严刑拷打。陈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摆着吗？即使是汉白城的楚家宗族都拿不出的地阶功法，而我一个楚家支族却是身怀着地阶功法。你们觉得我的功法传承是从何而来呀？你给我站住！住手！让他走。是我陈玉对不起云山大哥。爹，为什么要让他走啊？那可是地阶功法呀！没想到陈会长竟然是这种人。人呐，都是有私心和贪念的，这是人性的原罪。公子是要去找东西吗？哦，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东西啊？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还能隐隐地感觉出公子要找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什么？那你倒是说说看，我要找的东西在哪儿呢？在那个方向。环儿，你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想法吗？公子，我不是故意要窥探你的想法，我只是想要帮助你。而且我发现自己拥有这个能力之后，我就没有窥探过别人的想法，除非是坏人。如果我提前窥探到会长他们的想法，一定早就会提前告诉公子的。环儿，别害怕，你拥有这样的能力呢，是一件好事儿。只要你以后不窥探我的想法就可以了。很好，如果环儿你能够帮我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那么我可以想办法让你修炼。真的吗，公子？我也有机会修炼？
可是别人都说我是废物，根本无法吸纳天地元气。嗨，这世间呢，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陆苍，你就留在荒城中，好好的修炼。好的，主人。公子能告诉我想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吗？如果有名字的话最好，描述的越详细，我就能更加准确的寻找到方向。那就先找退灵果吧。至于这退灵果的样子，是这样的。在这里。皇儿，你是怎么了？我没事，公子不用担心。嗨，傻丫头，如果你的能力需要你付出代价的话，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你为了帮我找一样东西而让你的身体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啊？没事的，公子，只是使用能力的时候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一会儿就能恢复了。那你的这种能力有什么限制吗？如果是距离太远的东西，我就无法找到了，而且距离越远，我就会越疲惫。环儿是不是很没用？谁说的？环儿已经很厉害了，毕竟我可是没有你这种能力的呀，真是让人羡慕的。真的吗？荒虎帮在这办事儿，你们去其他地方吧。哟，这小姑娘长得还算水灵，把这个女的留下，你可以滚了。不要害怕，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小子，你是找死的吗？啊？没听到我们副帮主说的话吗？留下这个小姑娘，你就可以滚了，不然的话，弄死你！公子，你快逃吧，不用管我了。给你们3息的时间，消失在我的面前，不然的话，荒虎帮从此以后就此除名。混账小子，你算是什么东西？敢跟我们这样说话？环儿，不要乱动！你找死！轮回眼，无极，阵势，镇元护体，他！环儿，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经历的。看来这片区域被荒虎帮给染指了呀。我们先离开这儿。灵魂力快要突破了呀。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荒虎帮的问题了。有楚尘公子在，我的心就很安静呢。我是荒虎帮的帮主段勇。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哼，跟你有关吗？放肆！竟然敢跟我们帮主这么说话！不知死活的小畜生，信不信老子一刀劈死你？杀死副帮主的怎么可能会是这种小鬼？哎，不过这个小丫头长得倒是不错，能让兄弟们乐呵乐呵。聒噪！好大的胆子！小子，我不管你是有什么来头，在这荒亡陵中，就算是弄死你，也没有人知道是我荒虎帮做的。我荒虎帮的副帮主，之前是不是被你所杀？是又如何？能杀死丹元2重境，看来你很不一般呐，应该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天才。但是你不该来这儿，所以你今天只能死在这里了。这小子死定了。是啊，就算他的来历再大，也不可能以10几岁的年纪抗衡丹元7重境的强者。就算是5到9级的资质，打从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啊。哎呀，跟着帮主在这找了好几天了，这荒亡陵里不见天日，早就快憋死了。而老三呐，你小子就是无女不欢呐！啊！哼，像你们这种连蝼蚁都不配的垃圾，在我的人生之中杀了不计其数了。大言不惭！
这颗珠子有古怪，灵纹之术。哼，你倒是有些见识啊！没想到你的手上居然有着如此强大的灵纹。他的灵纹已经用掉了，所有人给我杀了他！哼，一群垃圾而已。这怎么可能？哼，倒是不傻。走吧。这里就是青州城吗？哼，区区一个青州，不过只是边陲之地，随便一个单元境武者就能够横扫一切。三皇子是怎么想的？竟然带着2位天罡境修为的供奉去对付，还牵扯上了大周太子。难怪退灵果的消息虽然被一些人得知，但是过去了这么久，荒虎帮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发现。光是这些分叉的通道啊，即便是运气好，想要找到正确的线路，最起码啊也要2、3个月的时间。公子，走这里。走吧，这次如果可以找到退灵果，你的功劳最大。能帮到公子是环儿的荣幸。哎，环儿，你不害怕吗？为什么要害怕？这里虽然很安静，但并没有什么危险啊。难道公子怕黑吗？如果公子看不到的话，环儿可以带路的哦。你能在黑暗中看清楚前面的道路？我看不清，但是在我的心里却像是有一双眼睛，可以让我感觉到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的。环儿，你要记住，除了我之外，以后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这些能力啊。环儿知道了，公子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善良？哎，你小心一点。快要接近了呢。环儿，如果你觉得太冷的话，就告诉我，知道了吗？好的，公子。公子，玄寒之体吗？环儿，你在这里等着我，我过去看看。公子不要过去，这里很危险。放心吧，如果有危险，我会立刻退走的。公子，你要小心那座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存在。你是说这个湖里边有活着的生灵？那你能感应得出这里面的东西有多强吗？比荒虎帮的那个帮主段勇厉害一些。比段勇厉害一些。不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才行。你在这里等着我。退灵果，公子快回来，他要攻击你了！轮回眼，公子小心啊！墨椒，逃！公子，你不要管我了，放下我，你的速度应该还可以更快。傻丫头，就算是放下你，我的速度也快不了多少。况且我也不会把你丢下不管的，不然的话，就算我能活下来，我的一生都会自责的。不，公子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从我有记忆来，我就是一个不具备修炼天赋的废物，所以被我的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就卖掉了。而公子您不一样，您是唯一一个不会看不起我的人，也是唯一愿意维护我的人。可以为公子去死，我心甘情愿。我可以和他进行心灵的链接，如果我成功的话，我们都不用死；如果我失败的话，也可以为公子争取逃走的时间。啊，心灵连接？心灵连接？公子，小黑不会再攻击我们了。这是心灵契约，这是属于心灵之眼的能力之一。
小黑说我是他见过心灵最纯净的人，所以他愿意和我缔结心灵契约，成为我的守护兽。还真是让人惊讶的能力啊！两位供奉大人，家主老爷子有请。既然是家主有请，那就去一趟吧。区一个青州世家，你们这是要造反吗？本王也懒得跟你们废话，将那个叫楚尘的少年交出来，不然的话，从今天起，你们楚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瑞王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何人胆敢与本王如此说话？陈老在数年前就离开了咸都，没想到身处于青州这样的偏远贫瘠之地啊！若是陈老想要给青州楚家说情，那么本王就只能说一声抱歉了。哼，瑞王啊，老夫可不是要给楚家说情，而是要给你求情啊！我是来救你的。哼，如果不是看在秦王的面子上，老夫才懒得理会你的死活呢。为我求情？没错，青州楚家不是你能够招惹的，也不是大秦皇室能够招惹的。你为何而来，老夫也很清楚。但是老夫劝你现在就带着你的人返回咸都。公子，有办法让华儿修炼吗？当然可以。真的吗？公子如果可以让我修炼，华儿愿意侍奉公子一生，来报答公子。当然是真的，我会传授给你一门功法，只要你按照这门功法修炼，就能够炼化你体内的玄寒之气。到时候呢，你就能够觉醒先天之体，未来的前途啊，不可限量。谢谢公子。你也找到了恒沙石了？我还没找到恒沙石呢。不是，既然没找到恒沙石，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要去荒王陵中寻找恒沙石，但是呢，我要去的地方相对危险一些，所以这两个人呢，我会留在你这儿。公子，你要走吗？我要去的地方有些危险，所以不能带着你。那么公子什么时候回来？应该用不了多久吧。放心吧，我会来接你的。你好好的修炼啊。公子放心，华儿一定努力修炼，将来可以帮到公子。一转眼呢，楚尘进入荒王陵呢，已经有3天的时间了。他刚来到这座湖泊的旁边，就看到了一道人影。流水声，荒族，这腰也太细了吧！发现我了。人类竟然可以潜入到这里来，看来你不是一个普通人。随着这名荒族女子的手指凌空一点，一道罡气凝聚的剑芒就凭空出现，朝着楚尘所在的方向斩去。无极顺势。冷月大人，冷月大人，需要属下去将那个人族抓过来吗？他能避过你们的感知潜入这里，就凭你们，怕是抓不住这个人。我倒要看看他能否从我的手中逃脱。如果被一个小小的聚气境武者从我冷月的手中逃脱，当我天罡境的修为是摆设吗？我说荒族的美女啊，我只不过是一个聚气境的小武者而已啊，值得让你如此的大动干戈吗？啊！你擅闯荒王陵便是罪人，还不束手就擒？哼，我不过就是看你洗澡了嘛，大不了有机会我再让你看我洗澡就是了。我说美女啊，你下手也太狠了吧！我对你可是没有任何恶意的呀，只是不小心看到了你的身体而已啊。你找死！你到底是什么人？哟，哎呀，天罡境的荒族女人呐！啊，看来我们遇到了一条大鱼啊！你们这些人出现在荒王陵，有什么目的？
你是天罡境的修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荒主座下的8位荒王之一了吧？说出你们的来历，外来者。我们对你并无恶意，只是想要见一见你们荒族的荒主。想要见荒主？哼，我们荒族不欢迎任何的外来者，任何闯入荒王陵中的外来者都会被我们荒族视为敌人。即便是你们之中存在有一位占灵境的强者，我们荒族也无所畏惧。哎，不要误会，荒主呢已经突破占灵境这件事情啊，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确是带着诚意而来。荒主突破了占灵境，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诚意，荒王陵不欢迎外来者，请你们离开。这荒族的小娘们儿脾气倒是不小，跟他废话做什么呀？直接抓下来，让他带我们去找荒主不就行了？这个女人我知道，荒主座下有8位荒王，这个女人呢便是月王。10年前呢，大周皇朝的周臣来到这荒王陵中，就遭遇到了这个女人被斩掉了一条手臂。陈大家，我建议将她抓起来，如果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那玄寒青天水估计就要被那荒主炼化吸收了。既然你不肯配合，那就只好将你抓起来了。嗨，月之荒王，这小娘们长得是真妖媚啊！如果能抓回去当禁卵，那可就爽了。嗨，想要以多欺少吗？黑色囚笼之力，荒族的传承来自于上古，看来果然是底蕴雄厚。荒主座下的一位月之荒王就能修有这种档次的功法。别想了，荒族是上古蛇神的后裔，血脉和人族不同。荒族的功法呀，我们人族无法修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了你们。一个人族的占灵境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荒王陵的深处，我一个人无法抗衡对方的阵容，必须要找机会逃走，然后将这件事情告诉荒主大人。拿下他！人族一如既往的无耻。虽然我不是你们的对手，但在这荒王陵中，我若是想要逃走，就算是你们之中存在有一位占灵境的强者，也留不住我。不能让他逃走，追！这个混账女人，多谢出手相救。哈哈哈，这位小友还真是有魄力啊！仅聚气境的修为，就敢来这荒王陵的深处闯荡。时间紧迫，不要继续浪费时间了。我们去找荒主，立刻动身。这里太危险，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吧。莫非也是为了那玄寒青天水？无论是谁，就算是得到了这个玄寒青天水，如果没有玄寒精华的话，也无法做到将之吸收的地步啊。那9个人的队伍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与荒主发生冲突。那荒主虽然是占灵境的强者，但是却不懂得如何吸收与炼化玄寒青天水，那自身必然会受到了不小的反噬。而他们这些人一旦争斗起来，那么我就有机会坐收渔翁之利了。没法绕行了，就算同时开启金身之力和轮回眼，我的一身实力也最多就提升到丹元级，并且还无法持久。而这个荒族部落的里边，光是丹元境的气息，我就感应到了10几个。有人入侵，杀！居然敢独身一人强闯我荒族部落镇守之地，简直是不知死活！金身之力，好强大的防御战技啊！无极风势，给我死！
该死的，竟然被他闯过去了！刚才的金色火焰是什么东西啊？太恐怖了！这简直就是玩命啊！看来我要找机会好好的开发一下麒麟圣火的运用。如果将这种火焰的力量化为己用，将会是一个威力绝伦的后手啊！这外来的人族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敢强闯我们荒族的部落！如果抓住了他们，一定将他们扔到蛇窟，让那些该死的外来者承受上古蛇神的愤怒。看来荒族已经戒严了。哎呀，一旦让整个荒族都被调动起来，到时候就要寸步难行了。之前的9人队伍虽然实力强大，但毕竟人少啊，一旦被荒族的大部队包围起来，估计会死人哦。不出意外的话，那9个人必然会选择直奔蛇神殿的所在，与荒主展开大战，速战速决。不然的话，一旦让荒族形成有组织的规模与力量，他们就会变成极其劣势的一方。本来我还以为被我看到洗澡的女人就是荒主，没想到仅仅是荒主麾下的一个荒王，掌握控蛇秘术，又是踏入战灵境的层次。这一代的荒王实力恐怕是不能小觑啊！一身实力放在同境界的强者之中，也难逢敌手啊！果然呢，玄寒青天水就在这座荒灵城之中啊！荒主坐下，暗之荒王求见荒主。罗安，你总算是来了。狼月，那些外来的人族为何强闯到我们荒族的腹地深处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呀？他们具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和荒主前段时间所得到的一件东西有关。我和那些人交过手了，其中有3位天罡境，1位战灵境。如果不是凭借我对荒王陵中地形的熟悉，那个战灵境的人族也没有对我出手，恐怕我已经成为对方的阶下囚了。战灵境，那是唯有荒主大人才能够抗衡的存在。这件事儿可不是你我所能够处理得了的呀。刚才你说那些外来的人族有可能是奔着荒主大人所得到的一件东西而来，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自从荒主拿到那个东西回来之后，就一直都在闭关，并且不见任何人。你是荒主的妹妹，连你也不见吗？是的，为今之计，在荒主还未出关以前，我们就必须阻止那些外来者进入蛇神殿。哼，就凭咱们2个？哎，是的，目前就只有我们2个，而且对方已经来了。什么？外来者？你们无缘无故的擅自闯进我们荒族的领地，如果你们继续前进，那就是和我们荒族不死不休，你们可要想清楚了。你就是荒主麾下8大荒王之一的暗之荒王吧？你认识我？那么你又是谁？我是来自于东汉帝国的楚河。楚河？东汉帝庭的第1灵文师？哦，难怪可以请来一位战灵境呢，原来是一位5品的灵文师啊。虽然你是一位5品灵文师，但这个身份却不足以弥补你擅自闯入我们荒族领地的理由。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要见一见你们的荒主。虽然你的确拥有面见荒主大人的资格，但很抱歉地告诉你，最近我们荒主大人闭关了，不见任何人，所以还请你们现在就离开吧，不然的话惊扰了荒主大人的闭关，
一旦荒主发怒，一声令下，整个荒族都将与你们不死不休。哼，真是笑话！荒主如果要出来，估计早就出来了吧？要我说呀，咱们直接打进去就行了吧？你若要强攻，可以试试。8位荒王之中，我的实力只是排名第6。在下东汉地庭楚河，以五品灵文师的身份求见荒主。在下与荒族之间并无敌对之意，而是有事想要与荒主商量，还请出来一见。来自东汉地庭的灵文师，你找我所为何事？这代荒主是个女的。相对于她的妖艳与妩媚，我更在意的反倒是她竟然是撕裂虚空而来。哼，这一代的荒主不简单呐！来自东汉地庭的灵文师，说出你的目的。荒主大人，在下楚河，此次求见乃是有事相求。五品灵文师并不多见。你请来一位战灵境的强者来找我，所求何事？如果你的回答不能让我满意，就算是有战灵境强者的庇护，你们也别想安然地离开荒王陵。啊，楚某这次过来，乃是为了荒主所得到的本源水晶而来。本源水晶，难怪荒主这段时间闭关不出呢。原来他是得到了这样的宝物啊！他是想要试图炼化与吸收吗？我们荒族传承上古蛇神的血脉，之所以不受蛇神血脉的彻底同化，变成蛇类凶兽，就是因为我们荒族之人的血脉偏阳属性，如此才能够压制蛇神血脉的同化。没错。我们荒族的血脉偏阳，也只是勉强维持在阴阳平衡的一个临界点，无法像人族一样可以真正的做到阴阳平衡。而荒主和我们不一样，他的蛇神血脉越来越强大，修为达到战灵境后，体内的阴阳平衡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如果在这个时候吸收水晶中蕴含的水之本源力量，那么就只有2种结果。没错，要么突破桎梏，涅槃成功，从此踏入涅槃境；要么就是受到水之本源力量的刺激，让蛇神血脉将之同化，化作一头凶兽。是啊，毕竟水晶所蕴含的水之本源力量本身也是属性偏阴的能量，存在有极大的概率刺激蛇神血脉的同化。你怎么知道我手上有水晶的？前段时间我进入荒王陵，想要寻找铭刻灵文的一种特殊材料，无意间感应到了一缕水之本源的气息。我一路追踪，却没有找寻到任何的结果。但根据我所感应到的气息，那种水之本源的气息属于一种水晶，名为玄寒青天水。此外呢，我还发现了一些痕迹，最终断定那是战灵境强者的气息残留，而整个荒王陵中，也就只有荒主你是战灵境的强者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荒主曾经试图炼化与吸收这玄寒青天水，但是本源水晶这种宝物没那么容易炼化吸收，即便荒主是战灵境的强者，也必然会受到反噬。我也没有其他别的意思。据我所知，荒族的血脉属性偏阳，需要阳性的血脉来压制体内阴性的蛇神血脉，不然呢，就会有被同化为蛇类凶兽的危险。而玄寒青天水所蕴含的能量是阴寒至极，会打破你体内血脉的阴阳平衡，所以玄寒青天水在你的手中就如同是鸡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所以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与荒主进行交易。交易？哼，你
你既然知道那是本源水晶，就应该知道这种宝物在武玄大陆是无价之宝。就凭你一个区区五品灵纹师，你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交换？3座5品大灵阵，1座6品大灵阵。大灵阵？哦，他还能拿得出6品大灵阵？你拿出来的东西虽然不错，但价值还无法与本源水晶相提并论。这个荒主是怎么想的？留下一个没用的本源水晶？难道他不知道6品大灵阵对于整个荒族来说作用和意义都远超过那轩寒青天水吗？荒主，难道你真的打算拒绝吗？怎么？莫非你们想要强抢？虽然说你请来了一位战灵境的强者，但我不认为这位朋友会为了帮你抢夺本源水晶而跟我拼命吧。穆家主，那本源水晶对我太重要了。只要可以得到玄寒青天水，一旦炼化吸收之后，我就有把握在10年之内突破到战灵境，并且身怀玄寒之力的我所铭刻出来的灵纹也会携带有玄寒之力。我有信心在50年之内成为一名顶级的5品灵纹师。我相信莫家主也应该知道，一位顶级的5品灵纹师代表着怎样的意义。而只要穆家主帮我得到这玄寒青天水，我愿意为你们穆家效命100年。据我所知，荒族的传承来自于上古，在辉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涅槃境以上的强者。随着岁月的流逝，荒族一直都维持的血脉阴阳平衡也越来越不稳定，所以也就造成了荒族想要出现强者的概率低了很多。身为这一代的荒主，能够修炼到战灵境的层次，已经很让人惊叹与钦佩了。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想说的事情很简单，想要冲破战灵境的桎梏，就需要涅槃，从而才能踏入涅槃境。而对于身为荒族的你来说，想要涅槃就必须打破体内血脉的阴阳平衡，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凭借自身的力量重新恢复阴阳平衡，如此就能完成涅槃，从而让你超脱桎梏，踏入涅槃境的层次。一旦涅槃成功，那么你也将永远都不会再受到蛇神血脉的同化与困扰，将会打破这一血脉的诅咒与桎梏。你们自诩为上古蛇神的后裔，实际上蛇神血脉对于同样具有人族血脉的你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诅咒呢？只要涅槃成功，你就能摆脱蛇神血脉的困扰，一身血脉也将彻底的化作正常人。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5行本源能量作为触发这一条件的媒介点。所以，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荒主，你不愿意交换玄寒青天水，是想要借此涅槃吧？什么？他的身上并没有玄寒青天水的气息，可见他并不知道如何携带，也不敢将之放在自己的体内。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的话，我便可以趁乱进入这座荒灵城中，寻找玄寒青天水的下落了。若无意外的话，必然在那蛇神殿内。没想到，你一个人族，竟然对我们荒族如此的了解。我知道的可不仅仅是这些。身为荒主的你，与我同样是战灵境的修为，莫非你以为凭借这种小手段就能骗过我的眼睛吗？战灵显化的投影吗？哼，一道战灵显化的投影，能瞒得过别人的眼睛，却瞒不过同样身为战灵境的我。我说的没错吧，荒主？
如果是你的本体在此，我自问不是你的对手，起码我还做不到在战灵境就能撕裂虚空的程度。但只是一道战灵投影的你，却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那么让我猜测一下，你的本体应该是正在尝试着吸收炼化玄寒青天水，想要进行涅槃，并且已经到了极其紧要的关头，让你难以脱身。不然的话，你早就本体降临，而不会只是以战灵显化出一道投影了。放肆！不出意外的话，荒主应该是处于涅槃的关键时刻，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机会，但不要忘记了你的承诺。我不会忘记的，荒主！所有族人听令，阻止这些人族踏入城中半步。去吧，此刻的荒灵城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们了。那荒主若在涅槃，必然属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这也是你得到本源水晶的唯一机会。玄罡冰镜，天罡7重境。我是上一代的荒主，负责守护蛇神殿。哼，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吗？嚯，还有一座4品防御灵阵呢。三燕草，该涅槃了，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只要我涅槃成功，那么今天闯入我荒族中的所有外来者，都全部要死！想法是好的，想要置死地而后生，通过涅槃来彻底摆脱蛇身血脉的桎梏，化作真正的人族，同时一步踏入涅槃境，从此超凡脱俗。然而你太小看这玄寒青天水的力量了，也小觑了蛇神血脉所爆发的危险性。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你想要利用玄寒青天水的阴性冰寒之力来彻底引动蛇神血脉的爆发，然后让自身进入涅槃的状态，想要置死地而后生。但是你的准备太不充足了，仅凭着三燕草远远无法压制住阴性的力量，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你被蛇神血脉所同化，彻底的化作一头凶兽。现在有2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你想如何选择？什么选择？这第一个选择，现在的你正在全力抵挡蛇神血脉的爆发，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都处于极度的痛苦状态，并且呢会一直持续到你无法坚持住，最终被同化成一头蛇类凶兽为止。那么我可以趁此机会杀了你，然后拿走你体内的玄寒青天水。就凭你一个聚气境的武者，也想杀了我？尽管你不信，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如果想要杀你，以你此刻的状态，必死无疑。那么你所说的第2个选择呢？虽然我不知道你凭什么敢说可以化解我体内的蛇神血脉，但你一个人族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帮我，说出你的条件吧。我的条件很简单，玄寒青天水归我，而你呢也要跟随在我的身边10年，我会在你的体内留下禁制，只需要为我效力10年，我就还给你自由之身。这不可能！想要让我如仆从一般在你身边效力10年，我宁可化作凶兽，最终走向毁灭与死亡。那既然如此，那就随你好了。在你达到无法承受的临界点之时，我会杀了你，亲自取走玄寒青天水。还真是让人佩服的意志力啊！罢了，看在你与凌寒相似的性格上，我便救你一次。你要做什么？
救你一命。他不怕死吗？不要反抗。还有不怕死的人族，想要被伟大的蛇神所同化吗？卑微的凡人能够被伟大的蛇神所同化，这是你的荣幸。这是什么？毁灭吧！我也只能帮你帮到这一步了。至于能否涅槃成功，还要看你自己的造化。现在可不是炼化玄寒青天水的合适的时机呀。不过既然已经得到了玄寒青天水，也就不想继续留在这儿浪费时间了。荒族的底蕴不容小觑，毕竟传承来自于上古。如果继续拖延下去，一旦让荒族动用一切底蕴，不惜一切代价，恐怕除了我之外，你们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了。撤退吧，走。能不能逃出去，就看楚河你们自己的本事了。穆家主，穆家主，我既然当初答应在荒王陵中保护你的安全，就不会食言。追！就算他是战灵境的强者，我们荒族也要与他不死不休。你一个聚气境修为的小家伙，居然敢跑到荒王陵的深处来趟这个浑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小子身上有古怪，所以你要跟我走一趟。抱歉，我不能跟你走。哼，臭小子，你当真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穆小婉，看来你还在恨我。你毁了我的家，你觉得我为什么不恨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6年前的你还是单元3重境的修为，如今你都已经是战灵境了。看来将我母亲的事情出卖给家族，让你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吧？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在你的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不然呢？如果换成是过去的我，或许会唯唯诺诺吧，但是很抱歉，如今的我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如果你想要杀死我的话，就尽管动手好了。我要杀你的话，6年前我就能杀死你了。你是向我表示你对我的怜悯吗？可惜我并不接受。你现在不出手，那么以后可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会亲自前往穆家。当年的穆家是怎样毁掉我的家的，我就会如何毁掉穆家。楚尘，你太混蛋了。这具身体对于穆小婉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呀，没想到就算是以我的心境，也受到了那种执念的影响。而且6年过去了，穆小婉依然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可见她这些年呢，也并非对我没有任何的关注啊。哼，哎，幼稚啊！只要炼化吸收了玄寒青天水，那么我的体质就会化作玄寒之体，对应5行之中的水属性，并且是水属性中的玄寒异种，拥有极尽冰寒之力。终于可以摆脱这具根骨资质极差的身体了。根骨资质达到王级，我的修炼速度也能够提升不少。那荒主并不懂得如何正确的炼化吸收玄寒青天水，若要将之炼化，玄寒精华必不可少。其次呢，就是足可镇压收服玄寒之力的顶级功法玄寒青天水。先以玄寒精华之力淬炼肉身，不然的话贸然直接吞噬玄寒青天水，只有死路一条啊。
如此恐怖的玄寒断体，以我臣服8世轮回的意志力都差点扛不住。换做别的人，就算是战灵境的武者，也会意志力崩溃，然后被冻成冰坨而死吧。玄寒之力，这样一来，以后别人也就不会觉得我一个聚气境的武者却从不使用真气而感到奇怪了。也幸亏是我的控制力惊人呐，不然的话，凭借我所吸收的玄寒青天水所蕴含的力量，我的修为怕是要直接冲上聚气境10重大圆满了。之前已经得到了水灵根，从荒亡灵中又从荒主那边得到了3叶草，如今差最后的玄珠果了，我就可以凑齐玄焰灵丹的材料，进行聚气3重境人体皮肉秘藏之力的开启了。金身之力，哈，这一世的根基前所未有的强大。相比较起这些啊，炼化玄寒青天水承受玄寒断体之痛，让我的灵魂力也受到了磨砺，终于冲破了桎梏，踏入了丹元1重境的层次啊！果然有得就有失啊！只能以后从长计议了。我的目标是修炼成5行之体，麒麟圣火的属性是火，早晚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呢。那种层次离我还很远呢。哎，找到恒沙石了吗？没有，你最近帮我留意一下，如果有玄珠果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我会帮你留意的。哎，对了，这个荒城啊，将要举行一次拍卖会，说不定你可以在那儿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啊。说不定也会有恒沙石的出现呢。拍卖会？可是我手上的玉璧不太充裕啊。哎，我说你这家伙，你这个老家伙的身家还真是丰厚啊，随手就拿出了100万玉璧来啊！我给你一个任务，护送环儿前往青州城。是，公子。除非我陆苍死了，否则我绝对会安全的护送环儿姑娘抵达青州。我不走，我要和公子在一起。环儿，听话啊！以你的实力呢，跟随在我的身边太危险了。等你去了青州之后，什么时候修炼的强大了，你想什么时候跟着我，这都可以。怎么样？10年一次的拍卖会，每次都是这么的热闹啊！让诸位久等了。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10年一次的拍卖会，能够来到这里的诸位，想必都是身价不菲。首先呢，在这里预祝各位能够在这买到你们称心如意的宝物。好了，多余的废话老夫也就不多说了。首先是第一件宝物，3品中阶灵纹，斩杀美册。哎呀，真是羡慕你们这些灵纹师啊！随便铭刻一下灵纹，不仅可以让自身具有极其强大的实力，还能随随便便就能获得这巨大的财富啊！哎，3品中阶灵纹的威力，想必大家都心中有数了。底价为1万下品玉璧，每一次加价不得低于100块下品的玉璧。诸位，开始吧。15000玉璧，16000玉璧。哼，这灵纹师还真的很赚钱呢。诸位，下面的这件宝物乃是一种奇物级的灵药。这奇物级的东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其价值。玄珠果的价值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一旦炼制出了玄元丹，1颗玄元丹可就价值10万玉璧以上。哎，我说穆老，谁都知道玄元丹的价值，但是玄珠果只有1颗，炼制的失败率太高，这玄珠果的价格可不能定得太高啊。
轩辕丹的炼制成功率，老夫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这玄珠果的底价是15万下品玉璧，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16万玉璧，老夫出17万玉璧。秦大师，这玄珠果你让给我如何呀？到时候我请大师出手炼制，如果炼制成功，轩辕丹你我一人一半。你2，我4。好，18万玉璧。没有人继续出价了吗？20万玉璧。是你出价20万玉璧？你有问题吗？如果没有人继续出价的话，玄珠果应该就是我的了吧？那是自然。等一等，我出价21万玉璧。公子，玄珠果超过20万以上玉璧就不值了，而且如果最终炼制轩辕丹失败，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回去之后，你也很难向家族交代呀。我咽不下这口气。30万玉璧，你有30万玉璧吗？在拍卖会上胡乱报价，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比30万玉璧更高的价格，那么玄珠果就是属于这位公子的了。我说你小子是拿玉璧不当钱的你啊！喂，我给你铭刻4品灵纹的费用，可不止这个价啊！调查一下，这个小子是个什么来头？这恒沙石呢，是一种用来铭刻灵纹的材料，并且还是铭刻4品灵纹的材料。在场的诸位如果可以买下来，可以送给认识的灵纹师，想必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呀。这块恒沙石我要定了，还请诸位给个面子。哎，孟少，你这是什么意思呀？穆老请别误会，你也知道我孟家曾经有一位长辈具有灵纹师的天赋，后来离开了大秦王国，前不久修有所成归来，如今正是一位4品灵纹师。你说的可是孟无常前辈？了不得呀！早就听说孟家曾经出过一个天才，后来离开了大秦王国，没想到几十年后归来，居然已经成为了4品灵纹师啊！孟家有一位4品灵纹师坐镇，恐怕如今大秦王国中各大门阀世家，再无任何一个家族能够与孟家相提并论了吧？穆老放心，我这个晚辈啊，也不会让你难做。这块恒沙石，我出20万玉璧买下，你看如何？我出30万玉璧。你是故意找茬的吧？哼，是又如何？别人忌惮你的所谓的什么4品灵纹大师，老夫可不忌惮。况且你买下这块恒沙石，是为了去送给讨好你们家族的4品灵纹师，而老夫则是要拿着这块恒沙石去找一位4品灵纹师铭刻灵纹的。你可知道我是谁？哼，老夫不管你是谁啊，你最好别来招惹老夫，不然的话，就算你是这大秦王国的太子，老夫也能一根手指头碾死你。这老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敢当众说出这种话来，要么是个白痴，要么就是有所依仗。你可知道，你所说的这些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哼，怎么着？你这个区单元4重境的小辈，你不服气吗你？武宗拳，就算你的实力比我强，但是你刚才既然动用的是真元，代表着你的修为也不过就是单元境的范畴。不过就算你是单元10重境的修为，胆敢如此藐视我们孟家，你也会为此而付出代价。没错，要知道我孟家那位长辈可是4品灵纹大师，一身修为也是天罡境的层次。哼，那就尽管让你们家族的那个什么4品灵纹大师来找我就可以了。
我出30万玉币的价格，如果没意见的话，这横沙石老夫就拿走了。既然朋友的价格最高，那这横沙石自然是你的了。这剩下的事情可就拜托你了。没问题，给我查，一定要查清楚这2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在我铭刻灵文的期间，不允许有任何人过来打扰。横沙石可是只有这么一块儿，一旦因为外界因素而导致铭刻失败，可不关我的事情。也放心。可惜我这尊器鼎品级太低啊，用来炼化4品材料，估计这尊器鼎直接就会报废了。不过罗谦这个老家伙倒是很听话，我让他收集的这些材料里边也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是用来铭刻灵文的，其中有一些炼器的材料正好就可以用来先炼制一尊更好的器鼎。有了灵文之力的增幅，我这尊4品的器鼎放在同级别的器鼎当中绝对是最顶尖的了。那么接下来就铭刻灵文吧。希望那小子不是坑我呀。这一个10几岁的小子真的可以铭刻出这4品灵文？小友可否成功了啊？在我这儿可不存在所谓的失败呀。拿着吧，你只需要运转功法，将玉璧中灵文的力量牵引而出，在体内流转18个周天，你身上的幽风之印就可以化解了。那既然灵文我已经给你铭刻出来了，另一份东西是不是应该给我了呀？还望小友可以谅解啊。毕竟呢，我也不知道你所铭刻的这个灵文到底能不能破解我身上这封印。当然了，只要我能解开身上这封印，你要的东西我必然立刻给你。可以。既然如此，便请小友稍等了。希望你别反悔呀，不然的话，你这个所谓大周皇朝曾经排名前10的强者，今天可就要彻底的死在这儿了。我终于破开封印了！哼，我还以为你恢复了修为之后就要与我翻脸呢。小友说笑了啊！你帮我解开了封印，那就相当于是老夫的恩人呢。我罗谦又岂会是那种恩将仇报之人呢？哼，不是最好，不然的话，恐怕你会追悔莫及呀。行了，既然幽风之印已经破解了，那么我要的东西是否也该给我了呀？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银色铁片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估计你想要凑齐应该很难。我记得我们之前约定的交易是，我帮你化解幽风之印，你除了要将东西给我当做报酬，还欠下我一个大人情，可对？没错，如果你现在有需要的话，可以让我帮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算是我还给你这个人情。那么你就跟我走一趟吧，你只需要在我身边保护我1年的时间，这份人情就算你还了。1年？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在我闭关的期间，就要麻烦你帮我护法了。少爷，我从玉兰商会那边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哦，打听到了那2个人的来历了啊？那个老头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只知道最近20多年他都生活在荒城之中，一直都很普通，没表现出任何强大的实力。至于那个少年，则是来自于青州楚家支族。楚家支族？就算是那个汉白城的楚家宗族也不敢招惹到我孟家。他一个区楚家支族的弟子，谁给他的胆子敢招惹到我孟非凡的头顶上？你们是来找事儿的？
家伙，据我所知，这20多年你都生活在这个荒城，并没有任何的背景。如果你是天罡境的强者，我自然不敢来招惹你，但你并不是，所以你应该知道招惹上了我们孟家的后果。如果你将玄珠果和恒沙石交出来，这件事情还可以就此结过。哦，哼，你说老夫不是天罡境？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天罡境吧！哼，就你这种蝼蚁，老夫根本都不屑于杀你。聚气3重境，10头黄金虎魂之力。在我的修为踏入聚气7重境以前，便需要炼制金玉灵丹了呀。这个，在你闭关的这段时间里呢，发生了2件事啊。哦，什么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那个孟家那小年轻啊，带着人来堵门了，然后被我给轰走了。哼，这种小事也需要跟我说吗？还有第2件事呢，你之前派出去的那个小家伙回来了啊。如果你再不过去看看的话，估计啊，他活不过3天了。你是说陆仓？没错，就是那个姓陆的小家伙，此刻正在那边的房间里躺着呢，伤势很重啊。因为你在闭关，所以我没打扰你啊。我给他服用了3品疗伤丹，但是呢，也只能暂时保住他的性命。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的话，他估计呀是撑不过3天哦。你可别告诉我说你要给他行针啊！你还是医师啊！把他的衣服脱掉。我说这行针之术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虽然老夫我不懂医道，但是也听说过这种针叫做生死针呐。这一针下去，生死立判呐，稍有疏忽，这陆小子可就真的死定了啊！当今之事，在行针之术上，我说第2，无人敢说自己是第1。好快的手速啊！这得是一瞬多少针呢？这是。公子，陆苍无能，环儿姑娘被人给抓走了。公子，陆苍死不足惜，还请公子去救环儿姑娘。不用担心，有我在，你不会死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慢慢说。是胡家的人，我和环儿姑娘路过墨水城，是胡家的长老出手抓住了环儿姑娘。如果不是魔教拼死救护，我也不可能逃生回来。我知道这个家族在大秦王国中排名前10的10大家族之中，这胡家排名第3位，仅次于钱家、黄氏以及孟家。实力如何？如果说实力最强的，就是那个胡家的那个太上长老了，叫做胡图啊。据说此人心狠手辣，曾经因为有一个家族得罪了他，被他一个人杀了满门，鸡犬不留，连妇孺和小孩都没放过，血流成河。至于修为的话，应该是个天罡2重境吧。哼。不过据我所知啊，那个胡图已经接近300岁了，天罡2重境已经是他的极限了，最多再过个10年左右吧，他就会寿命耗尽了。不过听说这个胡图呢，曾经是这个天玄宗的外门弟子，只是后来这年纪到了之后啊，没能达到晋升内门弟子的要求，于是呢就只能选择离开了宗门，后来一手开创了现在的胡家。虽然他已经不是天玄宗的弟子了，但是他曾经身为外门弟子之时呢，有许多至交好友，后来呢都成为了内门弟子，这与他关系不凡。所以呢，因为这层关系的原因，胡家在西玄之地之中啊，也是极少有人愿意去招惹。既然知道我们胡家的背景，
那么你们就可以安心的去死了。公子，就是他们就是胡家的人，敢这么肆无忌惮地闯进我的院子，哼！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是吧？就凭你们敢踹老子的门，今天一个都不用活着回去了。老家伙，你是找死的吗？什么？你是什么人？明知道我们胡家的背景，还敢动手杀人？老夫是谁，就凭你们这些蝼蚁还没资格知道呢。很好，看来你们是丝毫不将我们胡家放在眼里了。既然如此，告辞。敢闯进我的院子，踹坏了老夫的门，你想走就走，你当老夫这是什么地方了？给我跪下！你们胡家抓走了环儿，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奉命来追杀那个炼体境的青年的，并不知道其他的事情。哼，看来你是不打算说实话了。别杀我！我是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不！我说，求求你不要杀我啊！哼，不知死活！先天之体，哎，你身边那个叫做小环的小姑娘，竟然是先天之体！他妈的，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他不过只是一个连天罡3重境都无法突破的垃圾而已，竟然要用一个未来可以达到战灵境的先天之体来续命，这他妈的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畜生不如啊！这，哎，胡家自此以后将不复存在。罗老头，帮我一个忙，将这份清单上的材料凑齐。哎，我说臭小子啊，我虽然答应你在你身边跟随你1年的时间，但可不是给你跑腿的啊！还有啊，这清单上的这材料，老头子我可不给你再掏腰包了啊！罗老头，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可知道这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跟随在我的身边，都没那个资格。嘿呦嘿，哎，我说这小子年纪不大，你这口气倒是大的可以吞天了啊！你若是不愿意去，倒也无所谓，将来你可别后悔。哎，行了，老头子，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嘛。那你既然懂得刑侦之术，看来你还是一个很高明的医师啊。得了，你照看着路，小子，我去给你买灵药去。我说你打算如何对付墨水城的胡家呀？你觉得呢？以我的实力，灭掉胡家不过是翻掌之间。如果是战灵境的强者，便可御空飞行，这种赶路的速度太慢了。哎，听说今天那可是胡家那位老祖300岁的大寿啊！哎呦，存活了300年的岁月，看尽了人世间的繁华，不愧是天罡境的强者呀！是啊，纵观咱大秦王国，天罡境的强者也是数量极其的少见，那可是脱胎换骨的存在，寿命都可以达到300多年。哎，听说这次胡家老祖300年大寿，这个墨水城周边地带的很多这个门阀世家呀，都会过来道贺呀，甚至就连武玄大陆的顶级宗门天玄宗也会派人过来道贺。嗨，胡家老祖的面子可真大，能让天玄宗派人过来贺寿啊？莫说一个小小的胡家，就算是整个大秦王国，在人家天玄宗的眼里啊，也不算什么。胡家老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殊荣啊，也是因为他与天玄宗那边的大人物维系着一些关系。哼，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胡图将要300年大寿，墨水城这下子可就会很热闹了。哎，我说，你也听到了啊，天玄宗也派人过来为他贺寿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不适合动手啊。这能不得罪天玄宗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得罪的好。
哼，区区一个天玄宗而已，不足为虑。只不过是有个战灵境坐镇的宗门，也有资格被称作是顶级宗门。你想怎么做都随你，那谁让我欠你人情呢？我知道你不想招惹天玄宗，不过以那糊涂的身份，天玄宗也不可能派遣天罡7重境以上的强者来给他贺寿，所以不足为虑。哎，你这么说的也对啊，那糊涂还没那么大面子。我呸！他姥姥的，不就是仗着自己是胡家的小姐吗？胡家能有如今的地位，还不是靠着舔天玄宗的脚趾头上位的？哼，那人说的倒是没错，胡家的确是靠着舔天玄宗的脚趾头上位的。据说呀，曾经有一位天玄宗的弟子来到胡家，看上了当时胡家家主的小女儿，那女孩不同意啊，结果呢，被那天玄宗弟子直接给强上了。你猜结果如何啊？那胡家老祖胡涂非但没有怪罪那个天玄宗的弟子，反而是将他那几个孙女都给叫了出来，随便那个天玄宗弟子挑。所以说呀，胡家这不要脸可是出了名的，纯粹就是天玄宗的一条狗。据说这胡涂的所有孙女全部都被那天玄宗弟子啊一个人给睡了。这胡家非但没有引以为耻，反而还引以为荣呢。我当初也是在大周皇朝听说了这事儿，可见胡家可谓是何等的臭名远扬了。哎呀，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胡家之所以如此心甘情愿地成为天玄宗的一条狗，也是因为那天玄宗的实力太过于强大，就算是地庭级的大势力，在天玄宗的面前呢，也都不够看。所以说，能不得罪天玄宗，尽量还是别得罪的好啊。哼，垃圾而已。哼，天玄宗如果是聪明人，就最好别招惹到我的头上，不然的话，千百年的传承底蕴就要毁于一旦了。哎，我说你这家伙，请问三位的身上有胡家的请柬吗？没有请柬又如何？那就抱歉了，没有请柬的话是不允许往前走的。在老祖大寿期限，这附近的几条街道都被封锁了，除非持有请柬的客人，其他人皆都不可入内。哼，区区一个寿宴就要封锁街道，这胡家可真够霸道的。霸道又如何？没有请柬就赶紧滚开！敢在墨水城中说我胡家的不是，若不是看在太爷爷寿诞的喜事，就凭你刚才所说的话，就要割掉你的舌头！看什么看？滚！属性真气，住手！阁下为何出手伤人？是要挑衅我们胡家吗？这仗着修为欺负人，看来你们胡家也就这点本事了。天罡二重境。哎，这位前辈，这只是一场误会。墨儿，哎呀，平日里在家族中被娇宠惯了，还请不要与他一般见识啊。你说误会就是误会了啊？招惹上不该招惹的人，即便是抱着天玄宗的大腿，能够轻而易举踏平你们胡家的人，也是数不胜数啊。这位公子教训的是，听说你们胡家老祖300岁的大寿，我过来凑一凑热闹，你们胡家没有意见吧？自然不敢，公子能来，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我们胡家未来参加寿宴的客人都准备了住处，公子请随我来。爹，我被人给欺负了。墨儿姐姐，在这墨水城中，谁敢欺负你啊？青儿妹妹，你怎么来了？见过穆婆婆。不用多礼，老身这才几年没见，墨儿也是越长越漂亮了。青儿妹妹，
没想到竟然是你亲自来了。当年我跟着老祖去天玄宗的时候，你还是一个8岁大的小女孩呢。是呀，时间过得真快。我这次来秦王国是来历练的，宗内的长辈也是顺道让我过来给糊涂前辈贺寿。刚才听木二姐姐说你被欺负了，不知在这墨水城中还有人敢欺负你吗？哦，玄寒之力，在大秦王国这种层次的地方，应该不会出现可以修炼出属性之力的功法。那么看来，应该是一个身怀玄寒之体的天才了。小姐说的没错，先天之体最少也是王体，成就不可限量。只要不半途夭折，基本上最少也会成为占灵境的强者。不过，跟小姐的天生皇体比起来，确实要逊色不知多少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虽然天生皇体，但这世间也未必就不存在比我更出色的人。最起码在那些圣地之中，我可是听说有数位天生皇体的存在，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存在有天生地体的绝世之才。青儿姑娘，穆婆婆，家族已经为2位准备了住处。那就麻烦家主了。不麻烦，这是应该的。哎，那个叫做青儿的少女，好像是天玄宗一位长老的亲传弟子吧？能让天玄宗长老的亲传弟子过来贺寿，这胡家老祖的面子可真够大的。听说天玄宗的某位长老曾与这个胡家老祖是同门，关系很好啊。这青儿姑娘好像还来自我们西玄之地一个强大的家族。哎，你说的是穆家吧？据说从穆家中走出来的女子，每一个都是实力强大。哎，我知道一些小道消息，似乎这位青儿姑娘是穆家在外边的私生女，后来呢被带回了穆家。因为她是天生皇体，所以很受穆家的重视，还托关系将她送到了天玄宗，成为了一位天玄宗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呢。先不着急，解决了胡家的事情，再去一趟汉外城的楚家。我也该回去一趟了。你是在想如何才能冲破天罡7重境的瓶颈吗？是啊。是不是感觉每次想要冲击瓶颈之时，都会有一种后继无力的感觉？明明就差了那么临门一脚，却感觉像是后面有人拽着你，让你怎么都无法跨过去那道门槛啊！你怎么会知道的？你想突破吗？你能帮我？你应该知道，天罡6重境突破到7重境意味着什么。我若是帮你突破，这可是一份大人情啊！如果你能帮我突破，那我自然算是欠你一份大人情啊。首先，你要知道，在你想要突破之时，那个仿佛在你身后拽着你，让你无法走出那一步的人是谁啊？是谁呀？你想多了，实际上在你身后拽着你的人呢，是你自己。是我自己？没错，如果按照你过去正常的修炼，你这辈子想要突破到天罡7重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你这些年饱受幽风之印的磨难，让你厚积薄发，这才拥有了踏入天罡7重境的一丝机会。但是你在过去的修炼当中，根基不够强大与稳固，所以虽然看到了突破的希望，却很难跨出去这一步，后力不足啊。就好像是一个在沙漠中寻找水源之人，明明看到了水就在前面，但是自身的体力却不支，那么也就无法走到水源，就会渴死了。不是，那这如何来解决呀？有2种办法可以解决，一种办法呢就是炼制纯阳丹，可以激发阳刚之气，让你在冲击瓶颈之时，仿佛如有神助，即便是你根基不足，也会像是有人在身后推着你，
让你跨过去那道坎儿，从而踏入天罡7重境的层次。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借助于灵阵，有一种4品灵阵，叫做天星化罡阵，可以汲取星辰日月之力，帮你一举冲关成功。天星化罡阵，哼，别以为4品灵阵是大白菜啊！要知道，一座灵阵是由灵纹构成的，铭刻一道灵纹容易，但是若要布置铭刻出一座灵阵，这难度起码提升了数倍以上。你也应该看得出来呀，我只是个聚气境的修为，之前能够铭刻出4品灵纹来化解你身上的幽风之印，是存在有一些特定条件的。所以目前的我暂时还不具备铭刻出天星化罡阵的条件。那纯阳丹，纯阳丹暂时你也不用想了，那是4品丹药，其中的主要纯阳果是奇物级的灵药，可遇不可求。而且就算你能找到纯阳果，但是若想要找到一个懂得炼制纯阳丹的炼丹师，也并不容易啊。毕竟纯阳果本就难得，若是炼制失败，你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不过呢，你也不用担心，如果是你自己来突破，最少也要10年，甚至是20年之久才有机会突破成功。但是你跟随在我的身边，1年之内，我保证可以让你突破。真的？公子，走吧，去胡家看一看，想必糊涂的这次300岁大寿一定会很热闹的。看你这架势，估计糊涂的300岁大寿就得变成葬礼喽。墨儿姐姐，看来这个人就是你之前说过欺负你的那个人了。是的，他身边的那个老人是一位天罡2重境的强者。婆婆，你感觉呢？此人绝对不是天罡2重境，修为还在我之上。老身看不透那个人的修为，若是老身估计的没错，那个少年身边的老者起码也是天罡5重境以上的强者。看来果然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小小的一个大秦王国，卧虎藏龙呢。哈哈哈！青儿妹妹，没想到你能来参加老祖的大寿啊！青儿，她是青儿，难怪呀，难怪我看到她的时候会感觉熟悉。你怎么了？你认识那个女孩？她是什么来历？我只是看到她，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人。故人啊，那少女叫做穆青儿，乃是西玄之地如日中天的天之娇女，据说呀是一位天生皇体，成为了天玄宗一位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是从战灵境的强者。皇体？胡道明大哥客气了。哈哈，我是来接待青儿妹妹的。老祖知道青儿妹妹来给她贺寿，那可是高兴得很呐。这位公子，老祖听闻贵客来临，很是高兴，不如一道前往我们胡家府宅，喝上一杯酒水如何？啊，一起走就不用了。不过有些人不是你能打主意的，不然的话，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为了我而警告胡道明？秋晨呐，那小女孩的事儿可安排妥当了。老祖放心，那小女孩已经确定是先天玄寒之体无疑。很好，在施展禁术所需要材料还未凑齐以前，必须确保那个小女孩的万无一失。
只要成功施展夺灵血煞之术，那么老夫就能够吸收他体内的先天本源真力，寿命再增添30年。之前和那个小女孩在一起的人抓到了没有？没有。当初有墨教拼死庇护，让那炼体境的蝼蚁居然跑掉了。万一那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有一个大势力，对于我们胡家来说可是不小的麻烦。老祖放心，已经派人去追杀了。4个单元境的武者杀一个炼体境的蝼蚁，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不过还有一件事要禀报给老祖，就在今天，墨水城中出现了一个少年，同样身怀玄寒真力，身边还跟着一位天罡2重境的强者，会不会和那个小女孩有关呢？不是没这个可能，不过也不用担心，就算对方真的和那小女孩有关系，一个天罡2重境的强者，只要敢进入我们胡家，就别想活着回去。任何人想要破坏老夫延长寿命的计划，都只有死路一条。还有穆青儿那个小丫头，她背后的师尊可是天玄宗的太上长老，就算是老夫增添30年的寿元，早晚也会有死去的那一天。而如果道明那孩子呀能够将穆青儿拿下，那么就算是我死了，这胡家的地位也就没有人可以撼动了，甚至还能更进一步，凌驾在秦家皇室之上。老祖，那穆青儿可是穆家的人呐。穆家的女人又怎么了？虽然穆家的女人只是将男人当作生育下一代的工具，但是只要能够发生关系，我们胡家就无形当中相当于是背后有穆家做靠山。而且那穆青儿不过才是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如果道明能聪明一些的话，说不定能从他的手中得到穆家的不传之秘玄天忘情录。当年我在天玄宗外门修行之时，就曾听说过一些传闻，那穆家的玄天忘情录，那最少也是地阶上品以上的功法，传闻甚至有可能是天阶级别的功法。如果可以得到这样一门强大的功法，我们胡家的未来将不可限量。青儿仙子亲临，让胡某是受宠若惊啊！嚯，没想到青儿仙子竟然来了，师从天玄宗一位战灵境的太上长老，又是天生皇体，前途不可限量啊！能让天玄宗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过来贺寿，胡图这面子可够大的呀！看来胡家这些年对天玄宗的巴结与讨好还是很有用的。你看胡图那老家伙得意的样啊！青儿仙子，穆婆婆，还请上座。现在是否有些高兴的太早了？或许这场所谓的寿宴会变成葬礼，也是未必呢。是他？你们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那资格知道。别人忌惮你们胡家，而我压根儿就没将你们放在眼里，只不过是给天玄宗舔鞋的狗而已。天玄宗我都没放在眼里，何况你只是天玄宗的一条狗。看来你们是来闹事儿的了，老夫也很佩服你们的勇气。莫非真的以为是仗着有一位天罡2重境的强者，就能来我胡家中放肆吗？天罡2重境，
这几十年来，你还是第一个敢来我们胡家闹事之人。我已经说过了，你们胡家不过是一条狗而已。虽说打狗也要看主人，可惜呀，我打狗从来都不管主人是谁，向来都是打死了再说。至于你这个将死的老东西，活了300年，也不过区区天罡2重境的修为，延寿又有何用？死了一了百了。既然你执意要与我们胡家为敌，那么你今天就只能死在这里了。这糊涂的寿数将近，这气息也是明显的空有虚表，后劲不足。我们需要插手这件事情吗？看看再说。明知道胡家的背景是我们天玄宗，还敢过来找麻烦，而且言辞之间丝毫不把我们天玄宗放在眼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多余的废话我也不想多说，将环儿交出来，我给你们胡家留下一条生路。给我杀了他！很强大的气息，明显的有所隐藏，并不是真正的实力。你到底是什么人？莫非你真的要执意与我们胡家为敌吗？你要知道我们胡家的背景可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打狗从来不看主人。莫说你胡家的背景只是天玄宗，就算是一方圣地也没用。我还是那句话，交出环儿，我给你们胡家一条生路。不然的话，今天我就血洗了胡家满门。我不知道你说的环儿是什么人，我们胡家也没有叫做环儿的人，而且年轻人也未免太狂妄了。就算你有天罡境的强者庇护，也不该如此的诋毁天玄宗，更是丝毫不把天玄宗放在眼里。聒噪！既然不教人，那么今天我就血洗了你们胡家满门。胡老怪，你得罪了那小子，算你倒霉。那小女孩交出来吧。你敢动我们胡家，那就是挑衅天玄宗。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啊！去死！4品灵文，哼，冥顽不灵，想用灵文杀死我，就凭你这垂死的老东西，嗯？阁下是否有些过分了？糊涂这老匹夫抓了我妹妹，既然要用我妹妹的命为他自己续命，试问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放在你的身上，你会如何做呢？敢动我妹妹，就只有死路一条。交出环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此人如此挑衅我胡家和天玄宗，穆婆婆莫非是要坐视不理吗？断他一臂！胡家的人给我听令，杀死他们！这就是天罡境的强者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环儿，不然的话，我屠了你胡家满门。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说了，你没资格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只需要知道，你抓了环儿，就是招惹上了你不该招惹的人。给你3个呼吸的时间，你若不说，那么你就可以去死了。
灭了你胡家满门，我自然可以找到环儿。你若杀我，你妹妹也要陪葬。是吗？你们的老祖为了给自己续命，宁可让我灭了你们胡家满门，也不肯交人。我想你们胡家的其他人，应该不是这种愚蠢之人吧？我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交出我的妹妹环儿，不然的话，今天我就灭了你们胡家满门，鸡犬不留。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因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所有的反抗与抵挡都是徒劳的而已。天罡6重境。该死的，老祖是疯了吗？他抓来的那个小女孩竟然因此招惹来了一个天罡6重境的存在。我们胡家立刻就放人。放肆！没有我的命令，谁敢放人？信不信老夫一句话，你就不再是这胡家的家主？老祖，我也是为了家族，若是不交人，胡家会被就此灭门。莫非所有族人的生死存亡，还不如一个小女孩更加重要的吗？这位朋友，还请看在天玄宗的面子上，留糊涂一条性命。抱歉了，杀不杀这个老匹夫，可不是老夫说了算。滚！幻影灵纹，少死！这地阶中品身法大成。这位朋友，你应该知道我们天玄宗是怎样的存在。与我们天玄宗为敌，可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是一个天罡7重境的人这样跟我说，我还会忌惮一二。至于你，婆婆，你没事吗？不碍事，对方对我没有下死手。这位公子，你确定你真的要与我们天玄宗为敌吗？要知道，你此刻的做法是在挑衅我们天玄宗。小丫头，你就算是抬出天玄宗也没用。今天这糊涂必须死，而且如果我的妹妹环儿出了任何事情，我要让整个胡家满门陪葬。既然你这么嚣张的话，那么敢不敢说出你的来历？你之前说胡家的人没有资格知道你的来历，那么我这个天玄宗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是否有这个资格？你的确有这个资格，不过不是因为你是什么狗屁太上长老的弟子。不过呢，我暂时不会告诉你我的来历，用不了多久我会去穆家，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来历了。哼，既然如此，那么我穆青儿就在穆家恭候你的大驾光临。好了，带着你身边的老婆子退下吧。虽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不会对你出手，但如果你还敢执意阻拦我的话，那么你身边的那个老婆子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她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好，住手！只要可以放过我一条性命，我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至于你们所说的那个小女孩，并没有任何的损伤，我可以毫发无损地还给你们。哼，咎由自取。一炷香之内，我要见到环儿，不然的话，胡家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我说楚小子，你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什么？之前那个老婆子出手袭击你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股隐匿在附近的强大气息，一闪而逝。而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没发现过这股气息，可见对方的境界远高于我。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或许对方并不是暗中盯着我们，而是隐藏蛰伏在这胡家之中呢。应该是这样了。能够让你都无法察觉到对方的气息所在，最少也是个天罡7重境以上的修为。而我并不认识这类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我们应该小心一点。大秦王国虽然只是一小地方，但既然能有我这样的天罡6重境出现，有其他天罡7重境以上的人出现，也未必没有可能啊。公子，小心，环儿！有趣的一个小家伙，明明只是聚气3重境的修为，却身怀13虎之力。你是什么人？要对环儿做什么？放心吧，小家伙，我对这个小女孩并没有任何的恶意。原本我还在疑惑，在这小小的王国中，怎么可能找到我想要的人？没想到，还真的就被我给找到了。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想要打环儿的主意，你会付出代价的。小家伙口气倒是不小，不过我的确对这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恶意。心灵重瞳，启灵之术，你是圣心宗的人。哦，你居然能够认出启灵之术，还知道我们圣心宗，看来你这个小家伙的来历不简单呢。果然，传说中的心灵之眼天生重瞳，唯有启灵之术方可开启。你既然知道我们圣心宗，也知道启灵之术，那么就应该知道心灵重瞳对我们圣心宗而言有多么的重要了。我知道，但是这不是理由。如果你要理由的话，那么这个小女孩唯有跟我去了圣心宗，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和指点。你总不会因此就耽误了她的前程吧？没有你们圣心宗，我同样也能够指点她成为强者。如果我执意要把她带走呢？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如果你执意如此的话，那么将来我会亲自去你们圣心宗走一趟的。呵呵，那么小家伙，我就等着你将来亲自到我们圣心宗走一趟了。没想到最终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走。我说这圣心宗到底是什么来历啊？那不是西玄之地的传承，而是来自于北玄之地，从上古传承至今，起码也存在了数万年的岁月，是圣地级的势力。什么？接下来便去一趟汉白城吧，然后便是寻求炼制金元灵丹的材料，同时收集一下炼制纯阳丹的材料，亦或者是布置天星化罡阵的材料。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纵然掌握有诸多精妙绝伦的秘术战技，但是以我区区聚气境的修为，能做的事情终究是太少了呀。这一世要走的路任重而道远呐。混沌莲台在五行之中属于木属性，蕴藏木之本源的力量，并且还带有混沌属性。若是能够将之找到炼化吸收，那么我距离五行之体就能更进一步了。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哎，我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等我把修为提升到了聚气6重境之后，便去汉白城。最近这段时间，你关注一下这些材料，这其中呢就有关于炼制纯阳丹和铭刻天星化罡阵的材料，能不能尽早的凑齐，关系到你能不能尽快提升到天罡7重境的修为。真的吗？
9火丹诀记载了9种火焰，青灵火只是最低级的灵火。如果能够从青灵火提升为赤灵之火，那么我所掌握的火焰就能够提升到接近4品灵火的程度，便可以做到炼制4品灵气，炼制4品丹药。哎，罗谦呢？啊，罗老最近都在四处寻求灵药和材料，偶尔才会回来一趟。哦，那老家伙这段时间可有什么收获呀？公子列出来的那份清单所记载的都是罕见的宝物，罗老跑遍了这座魁星城也没什么收获。也放松的差不多了，是时候突破到聚气6重境了，到时候便不着急提升修为了，必须尽全力寻找炼制金玉灵丹的材料才行。穆小婉，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解释如果有用的话，这个世间也就不会存在仇恨了。你真的让我很惊讶，当初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废物，没想到如今的你已经是聚气境的武者了。你是在嘲讽我吗？或许将来你们穆家就会被我这个小小的聚气境武者掀翻掉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踏入武道修炼的道路，虽然会让你获得力量，但也容易让你迷失了本心。穆家不是你能抗衡的存在。如果你出现在这里是要对我说教的话，那么你可以滚了。你不要太倔强好吗？你的母亲也不希望你这样做的。你别提我母亲，身为一个背叛者，你没有资格提起她。你说吧，我要如何做才能补偿你？补偿？若我没有记错的话，曾经年幼时的我有一个梦想，是想要长大成人之后娶你做我的妻子。那么如果你想要补偿我的话，就做我的女奴吧，我就原谅你曾经对我和我的家庭所做出的一切。至于如今的你，已经没有那个资格成为我的妻子了，只能做我的女奴。你太过分了！哼，既然不愿意，那就走吧，不要再来烦我。将来我会亲自去穆家，而你也注定了会成为我的女奴。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哼，如果你真的想要杀我，你就不会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了。心中的那份愧疚让你不会出手杀我的，但是这份愧疚却不是我能够原谅你的理由。无论你当初有任何的隐情和理由，但是你带来穆家的人毁掉了我的家，让我这6年来都饱受着痛苦和磨难，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这一切你都是要还的。穆小婉，你认命吧，这辈子你注定将会成为我的女奴。畜生，你混蛋！或许对于穆小婉来说，她当年带穆家的人来也是迫于无奈，也是因为她的存在，穆家的人才会放过我们父子一条生路。但是对于当年的我和楚云山来说，我们宁可选择死，也不会如此苟延残喘地度过余生。看来要找机会给自己炼制一柄趁手的灵气了。虽说肉身的力量得不到灵气的增幅，
但是真气修为若是能够进一步的增幅，也可让我的实力再次增添不少。除了修为突破，最让人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与麒麟圣火之间，终于算是重新建立了一丝联系啊！好强烈的能量波动！喂，楚小子，你这是在做什么呀？别过来！没想到动静会这么大，早知道就不在这种地方进行尝试了。哎，我说你这家伙，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呀你啊？这是我最近刚刚研究出来的一招，厉害吧？你们谁是魁星城的城主？在下便是这魁星城的城主，敢问公子来到我们魁星城，这有何贵干呐？哈，一个不小心在你魁星城中闹腾出了一些动静。我呢，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这枚纳戒里的玉璧啊，就全当是一些赔偿吧。哎，我说楚小子，你之前倒腾出来的动静应该是某种秘术吧？你就不要想了，那是将水火之力相融的秘术，而你呢，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属性之力，你已经老了，就算是给你天阶功法，你也难有成就，除非你能在有生之年修炼到涅槃境界，寿命增添到500年，你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涅槃境，陆苍，你就不用跟我去汉白城了。如今你的伤势也已经恢复，去青州吧。不久之后，我也将会返回青州。是，公子。不要着急嘛，去了汉白城之后，有机会啊，我们去一趟大秦王国的皇城。若是秦国皇城也找不到，那就去大周皇朝的皇城。这材料啊，早晚都会凑齐的。也只能如此了。楚家宗族，当年被你们瞧不起的废物，如今来报仇了。不是你找楚家干什么呀？哎，不对啊，你姓楚，又来到这汉白城的楚家，莫非你是楚家的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确是楚家的人。这不可能吧？哎，这汉白城的楚家不过就是一个大秦王国中的一个小家族而已啊，不可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天才呀！哎，不说别的啊，就凭你能够在聚气境凝聚出黄金虎魂之力，可见你所修炼的功法那最起码也是地阶以上，而这种层次的功法不可能是楚家这种小家族所能够拥有的呀！哼，我身上的一切都和楚家没有任何的关系。请问楚家怎么走？啊，这汉白城中竟然还有人不知道楚家？你们应该是第一次来汉白城的吧？前面的路口左转啊，然后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楚家的府邸了。多谢。我说楚小子，我怎么感觉你来这汉白城对于楚家是充满了敌意呀？啊？我说你都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八卦呀？来者止步！二小姐，三公子。此人是谁呀？属下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正要将他们驱赶走的。哼，你是哪个小家族出来的？来到我们楚家，是想要来攀关系的啊？我是楚家的三公子楚乔，想要攀上我们楚家的关系，还得看你能不能拿得出让本公子满意的东西来呀。看你这家伙很熟人的样子，是不是以前没少做这种事情？你走吧，我们楚家不是随便什么小家族都能攀上关系的。你是叫做楚然，对吧？哦，你认识本小姐？我当然认识你，当年的你对我可是照拂有加呀。我似乎对你并没有任何印象，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出身于哪一个家族？你这个小子，
为了想要和我们楚家拉关系，竟然说认识我二姐。我叫楚尘。楚尘，你也姓楚？不过你这个名字我好像很熟悉，却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他，他就是楚云山之子。来人，给我拿下！真没想到，楚尘你竟然真的胆大包天的，敢跑到汉白城来！不知死活的小畜生，既然你自投罗网，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你们青州楚家，竟然胆敢背叛宗族，都是死路一条。拿下他，死活不论。是。米粒之珠，安敢与皓月争辉？黄金护魂之力，聚集6处境。这是什么真气？小时候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不过刚才你们兄妹似乎骂了我，这笔账可不会就这么算了。楚尘，你居然敢在宗族府邸动手！你以为凭借你那区区聚气6重境的修为，可以撼动强大的宗族吗？楚然，你真的很让我失望。你的年纪比我大了5岁，竟然才修炼到聚气7重境啊！你居然一眼就看破了我的破绽！开门吧，你二叔！哼，聒噪！小心！放肆！哪儿来的小畜生？好大的胆子！出言不逊，该杀！这怎么可能？你要杀我？我！你竟然杀死了二叔！哼，杀了又如何？让你们家族中的管事的出来吧。便是楚云山之子。没错，你就是楚松元吧？我给了你这么久的时间，你可考虑清楚了？考虑什么？臣服，或者是死？什么？好大的口气！不过区区一个少年，也敢口出狂言，简直是找死！就算他是丹元境修为又如何？2头黄金巨象之力，最多就相当于丹元4重境的武者，这种实力也敢挑衅我们楚家？家主，此人如此羞辱我们宗族，当诛！我愿请命诛杀此子！哼，这些个家伙纯粹就是找死啊！楚尘，无论你拥有怎样的依仗与来历，你如此的羞辱与藐视楚家宗族，今日都留你不得。哼，看来你们是选择死了。而这小子年纪轻轻，哪来如此杀意啊？这得杀了多少强者才能够凝练出这般恐怖的杀气呀？你敢如此小觑宗族？我还真的就没有将你们所谓的宗族放在眼里。你不服气啊？不服气的话，你来打我呀！鼠子，找死！故弄玄虚，玉璧，灵纹。而这小子也未免太奢侈了吧？啊，用4级灵纹来对付个丹元7重境的垃圾？哎，不是4级灵纹呐！哼，杀鸡焉用牛刀啊！二长老，你也是楚家人，却接连杀死同族之人，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同族之人，如果真的念同族之情，当年穆家人来的时候，为何不见你们阻止？楚家招惹不起穆家，这一点我倒是可以理解，但若只是袖手旁观也就罢了。
但是问题是，当年的事情，似乎你们楚家宗族也是帮凶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当年的穆家的人要废掉我父亲的修为，是你们几个老家伙亲手将我的父亲抓了起来，然后送到了那穆家人的面前。可对，还有你呀，楚松远，当年那穆家人说要杀死我，是你二话不说就要一掌将我击毙。若非有人喝止了你，恐怕当年的我就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中了。而此时此刻的你，居然还舔着个脸跟我说什么同族之情，我去你大爷的！你不能因此怨恨家族啊，因为当年若是我们不出手，楚家宗族就会被穆家人灭掉。哼，你是要跟我说什么以大局考虑吗？凭什么为了你们所谓的大局考虑，就要牺牲我们父子呢？说到底，你们不过就是自私罢了。当了婊子，还想要给自己立贞节牌坊。我楚尘生平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垃圾。多余的废话，我就不想多说了。现在摆放在你们这群垃圾的面前，只有2个选择：臣服于我，或者是死路一条。当年的事情，我承认的确是宗族有不对的地方，宗族也可以对你给予一定的补偿嘛。哼，补偿？看来你们并不清楚现在的局势啊。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要么臣服于我，要么我就灭了你们全部。士可杀不可辱，小辈，不要以为掌握有强大的灵纹就能够为所欲为。我们宗族单元境强者那是数不胜数，你又有多少灵纹来杀？没错，你若是就此收手，还可以得到宗族给予的补偿；不然的话，那就拼个鱼死网破，对谁都不会好。你们的废话太多了，哼！既然你们不愿意选择臣服，那么就去死吧！布阵，哼，4品灵阵。以3个单元7重境、5个单元6重境来布阵，还无法发挥出4品灵阵的威力。即便这是一座4品初阶灵阵，他们也无法演化出天罡级的力量。楚尘，你若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凭借灵阵之力，你所依仗的灵纹还不足以胁迫宗族。哼。是吗？可惜仅凭借你们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发挥出这4品灵阵的威力。而且维持灵阵对于你们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你们又能坚持多久呢？哼，冥顽不灵。楚尘，你这是找死！呵呵呵。以你们的修为，看来不用我出手杀死你们，就仅凭这座4品灵阵就能耗死你们了。这是你逼我们的。哼，逼你们，就凭你们这些垃圾也配？叛逆，死！垂死挣扎而已嘛。臭小子，需要我出手吗？我说过。我的事情我会亲手来解决，你只需要看着就好了。受死吧！这家伙难道是要用那招啊？水火之力，此子与宗族之间的仇恨难以化解，既然不能为宗族所用，便只能将它彻底的毁掉。哼。虽然是失败品，但也勉强算是一招不错的战技秘术，便就叫做抗拒之环吧。来了，
这不可能！喂，真是恐怖的招式啊！灵魂力的消耗有点大呀！我了个天哪，这小子简直就是一变态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作为一个失败者，你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请你给宗族留一条活路。这一切已经与你无关了。所有单元境以上的人出列，我只给你们3息的时间，还有1息。你们是要背叛家族吗？他是一个恶魔，他杀死了家主和大长老。你们，这小子好重的杀性啊！3息的时间已过，现在我便给你们上第一课，那就是违令者死。不，你不能杀死我们！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站出来了。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楚家的主人，而你们的选择也只有2个，那就是臣服于我，或者是死。你们4个服下这只玉瓶中的丹药。我想你们也应该清楚，我给你们服下的是一种毒丹，名为噬心丹。如果3个月没有解药，就必然会被剧毒噬心而死。另外，我还要奉劝你们一句，最好不要抱着侥幸之心想办法去解毒，不然的话，你们会死得很惨。所以以后汉白城的楚家便由你们4个人来进行管理，每隔3个月，你们可以派人前往青州楚家拿到噬心丹的解药。是，主人。现在你们带着我去家族的宝库。主人，跟随我来。楚家这是没人了吗？竟然被一个小小的支族造反成功了。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呢。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楚松元等人尽数被杀，能做到这种程度，看来这青州那边的楚家支族出了一个不好惹的人物呀。青州那边的支族似乎也只是出过一个楚云山吧？听说那楚云山早就已经是一个修为尽失的废人，还能折腾出什么呀？哼！哎，不可小看青州楚家。我从秦族皇室当中得到的消息，前段时间呢，3皇子的失踪，一些线索便指向了青州楚家的支族。后来呢，瑞王亲自走了一趟。我想你们一定很好奇最终的结果。哼，瑞王无功而返，而且啊，瑞王从青州回来之后，就去觐见了国君秦王，并且呢，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话？什么话？青州楚家不可招惹。不可招惹？看看吧，青州楚家迁徙来到了汉白城，如今各方都在关注。关于瑞王的事情也并没有传开，知道的人也不多。这个青州楚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想必也能让我们见识见识了。汉白城宗族，爷爷，父亲，成儿，陈儿，哎呀，你这小子，爷爷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离开家族的这段时间呢，居然折腾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做得不错，楚臣呐，这才几个月没见呐，你真是越来越让老夫吃惊了。大周皇朝3皇子的失踪，哼，
大家不要搞得这么紧张嘛，区区一个大周皇朝而已，何惧之有啊？还没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曾经是大周皇朝排名前10的强者之一，一身修为处于天罡6重境。天罡6重境？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有罗谦在，大周皇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威胁性。至于那天玄宗嘛，虽然存在有战灵境的强者坐镇，但是那些战灵境的强者是不会轻易出手的。若只是派遣天罡境的人过来，我们楚家也无所畏惧。就算是有一天那天玄宗的战灵境强者降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楚家却也未必就没有对抗战灵境强者的手段。楚明，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拦我？平老，如今的楚家已经不是过去的楚家了，我也是迫于无奈呀。好一个迫于无奈！老夫倒要看看，这大秦王国之中，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楚家下手？平老还请止步啊！主人有令，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前往议事大殿呐。主人，身为楚家宗族的长老，你居然给别人做了奴仆，你简直是丢尽了我们楚家宗族的脸！哦，有点意思。强行掌控了楚家，还能将楚家单元境的强者收作奴仆。老夫倒是很好奇，你背后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的主人是我。若是老夫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楚山雄，青州楚家的家主吧？还有你是楚云山，如今不过是一介废人。当年若非有人保你，你早就已经死在这里了。谁给你们的胆子，居然敢谋反？你不过是区区一个长老，胆敢对家主无礼，是要以下犯上吗？你也算什么东西？区区一个小辈，也有资格与老夫说话？滚一边去！你是何人？哼，就凭你一个区区单元7重境的人，还没有资格知道我的身份。此人是天罡境的强者。阁下虽然是天罡境的强者，但是在大秦王国之中，天罡境的强者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大秦王国到底有多少个天罡境，我不知道。但是就凭你身后带来的几个垃圾，却根本不够看的。朋友，未免太张狂了吧？楚家的这件事情，若是朋友不再插手的话，一切都还好说；否则的话，就莫要怪我和卢老不客气了。朋友，你如果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陆恒、陈军，看在我们过去也算是有点交情的面子上，你们最好是听我一句劝，现在就离开这儿，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没想到陈老，你也会助纣为虐。虽然在这大秦王国之中，即便是秦王也会卖你3分面子，但若要我们就此退走的话，便必须将青州楚家的人交出来。没错，我们既然承诺了宗平长老，自然不能失信于人，所以即便是陈老你要阻止我们也只好得罪了。老夫看在过去的些许交情上，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哼，对于这种不知好歹的人，陈老又何必浪费口舌呢？柳供奉，这些人就交给你来解决，没问题吧？没问题。哼，就凭你们这些人，也想撼动楚家？
根本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浮游汉术般的愚蠢之举。天罡四重境，这不可能！大秦王国中什么时候出了一位天罡四重境的强者？闹剧该收场了。黑色囚笼之恋，你是楚云山之子，你有资格与我说话？给我跪下！你似乎并不服气呀。说起来，我倒是很好奇呀。2位天罡2重境，3个单元9重境，你是许诺了什么代价，才将他们请来的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老夫落在你们手里认栽，但如你这种背叛宗族之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哼，30年。行，既然你不说，那就没有必要再说了。那么，我刚才的问题，你们是否可以回答一下呢？我说，你还算不错，很识时务。那么恭喜你，你可以走了。蒙太，多谢不杀之恩。不知阁下如何才肯放过我们？哼，很可惜呀，你们并没有像蒙太一样抓住机会，所以你们2个只有1个人能活着离开。我不太明白楚少爷的意思。既然你不明白，那我就说的简单一点。作为楚宗平的帮凶，你们2个只能有1个人活着离开。顾名思义，就是你们2个生死相搏，谁赢了，谁就可以活着离开。明白了吗？楚少爷，我们2人乃是来自于孟家与余家的长老，可否网开一面？我孟空轩自问不该听从楚宗平的怂恿，还请看在我孟家的面子上，放过我孟某人这一次啊！孟家，你们孟家也有资格让我给面子？就算你们楚家有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庇护，但是我们孟家归来的老祖，那可是一位4品的灵文大师呢。若是你们楚家识趣的话，便放了我；不然的话，便是与我孟家为敌。我孟家的老祖可不是你们所能得罪的。哼，你废话太多了。区区一个4品灵文师而已，也配让我忌惮，也配让我放在眼里。柳供奉，送他上路。你敢？现在就剩下你们3个了，我希望你们能够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不然的话，下场就与楚宗平和刚才那个孟空轩一样。若是我没有说错的话，以楚宗平区单元7重境的修为，就算他是一位3品炼丹师，哪怕是许下了好处，估计也不可能请得动2个天罡境和3个单元9重境。况且孟家和余家，据我所知，也是大秦王国中的10大世家之一，且排名在楚家之上。你鲁恒应该是孟家的供奉吧？还有你陈军，好像是皇城赵家的供奉。大秦王国10大世家，除却皇室秦家排名第1，然后就是孟家、赵家、余家。你们3大家族有意派人帮助楚宗平来夺权，也应该是你们3大家族高层的意思吧？既然你们想要来探我们楚家的底，那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去告诉3大家族的人，最好不要来打楚家的主意，不然的话，后果自负。好，楚公子的话，老夫必然带到。
哼，今日之辱，来日再报。人可以走，修为就留下吧。什么？你竟然废了我的修为！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杀了你也可以，给你个安排后事的机会，你要珍惜呀。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们？哼，杀了太可惜了，让他们回去添油加醋的说一说，三大家族啊肯定会再来的。哼，你们觉得三大家族来了能奈何得了楚家吗？啊？有前辈在，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啊。前辈的意思，莫非是？呵呵，楚尘这小子可是蔫坏啊！天明啊，你想到了什么？哎呀，咱们楚家这位少爷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啊！陈老，你想一想。鲁恒和陈军三人回去之后，一旦添油加醋的说一说，以三大家族的实力，就算是知道有我这么一位天罡四重境在，也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啊！到时候大张旗鼓的来找楚家的麻烦，那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然而三大家族却并不知道。楚家还有一位天罡6重境的强者，到时候三大家族的人一旦来了，必然还是会全军覆没。而一旦到了那种局面，哼，这三大家族啊，恐怕就要大出血喽。这老家主，你要给我做主啊！那楚家实在是欺人太甚，根本就不将我们孟家放在眼里啊！孟兄，那楚家的事情，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那楚家仗着有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庇护，就浑然不将我们三大家族放在眼里，简直就是找死！没错，天罡4重境虽然很强，但是相信以孟家老祖的能量并不惧之。是啊，我们两家就以孟家为马首是瞻，所以希望孟兄能请你们老祖出手，为我们三大家族出了这口恶气。两位家主放心，这件事情呢，我已经禀明了老祖了，而且我听老祖说呀，那楚家似乎还招惹上了大周皇朝，而大周皇朝那边呢，一位天罡5重境的强者，最近几日就会抵达仙都。看来孟老祖与大周皇朝的强者也是有交情的呀。哎，真是让人羡慕啊！身为4品灵文大师，可以将天罡5重境的强者请来相助，此事不成问题呀。哎，那胡家似乎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如今算是名存实亡。有孟老祖在，孟家如今绝对称得上是我们大秦王国的第一世家了呀。柔儿，有没有想我？哼，我才没有想你。还说没有想我？你嘴巴很硬，但是身体却很老实吗？喂，你这家伙！看来你这段时间修炼的倒还算是努力呀，身体也是越来越丰满了吗？啊！我就知道你是想我的了。你放开我！我就是不放，你奈我何呀？你讲不讲道理？你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只用下半身跟你讲道理。哼，有本事你来啊！要尽快寻找金玉灵丹的材料了。喂，我说柔儿，你这样会让我很没面子的。哼，你楚少爷也会觉得没面子？刚才是不是摸我摸得很舒服？手感的确不错，再长个几年就更好了。我要摸回来。楚尘呐，你让我通过天一堂寻找的几种灵药有线索了。很好，
陈老若是能够帮我弄到那几种灵药，我可以送给你们一门刑侦之术。那老夫就很期待了。不过你需要的几种灵药都只能在咸都找到啊。此外呢，咸都那边也有消息传来。三大家族最近虽然没什么动作，但是呢，大周皇朝那边将会有一位强者抵达咸都。既然如此，那就去一趟咸都吧。你要去咸都？正好咸都将要举行一场医道大会，你这家伙若是去了，不妨凑一凑热闹啊！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天一堂的老家伙们脸上震撼与骇然的表情了。云洛拍卖行是属于孟家的产业，也是咸都最大的拍卖行。在大秦王国之中，如果说要找寻什么灵药材料的话，在那里找到的几率最大。若真的是要论找东西，又有什么拍卖行能比得上你们齐物阁呢？哎呀，我只是齐物阁一个低级管事罢了，权限很小，而且齐物阁中流通的只有齐物级的灵药与材料，你要的那几种都不是齐物啊。炼制了金玉灵丹之后，在我的修为达到聚气9重境以前，暂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腾出来的时间，我便要开发一下轮回眼的能力了。哈，看来这孟家的财力不错呀。站住！我们公子让这位姑娘过去一下。滚一边去，好狗不挡道。小子，你说什么？年轻人，小心祸从口出啊！你可知道我们家公子的身份？你若识趣，就让你身边的女人跟我们走一趟，不然的话，找死！滚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再来招惹我，我让他死！你竟然废掉了我们的修为！好大的狗胆！李老，你去杀了那个小子，然后将那个女的给我抓过来。是，少爷。柔儿，杀了他。这女子好可怕的实力呀！是啊，她看起来应该还不到20岁，竟然能够轻而易举的就杀死了丹元5重境的高手。确切的说，那灰衣老者的实力相当于是丹元6重境了。如此轻松的将他杀死，可见这女子的修为最起码也是个丹元7重境以上啊！不到20岁的丹元7重境啊！哈哈，你的梅花剑指倒是修炼的颇有些火候了。你敢杀我家仆？那我就连你一起杀了吧。在这大秦王国之中，得罪了我们孟家，可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是孟家的3少爷。要说咸都中最大的纨绔，这孟家3少绝对是其中之一啊。仗着有孟家的背景，23岁才丹元1重境的修为，但是有着孟家的后台，这咸都之中还真没有谁敢动他。小子，你身边的女人不错，让她陪我3天。你杀我家仆的事儿，少爷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然的话，少爷我让你没命走出这座咸都，你就必死无疑，你信不信呢？孟家少爷，说起来，我这次来到咸都，倒是打算去孟家一趟的。哦，这么说，你是想要投靠我们孟家了？以少爷我的身份，只要你将身边的女人送给我，我保证可以让你加入我孟家，跟着本少爷混，绝对是前途无量。让我杀了他吧。你随意啊。怎么？你考虑的如何了？死！什么？孟家3少被杀死了！我的天哪，他居然真的敢出手啊！孟家的一怒，恐怕整个咸都都要变天了呀！走吧。3少爷，你们竟敢杀死3少爷！哼，
敢打我女人的主意，死有余辜。好大的口气！老夫倒要看看你这个小辈到底有什么资格，敢如此的狂妄放肆！哇，是孟家的天罡镜供奉。云洛拍卖行每次举行拍卖都会有无数的宝物，每次都会有天罡镜的强者坐镇呢。天罡镜的强者亲自出手，这仨人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是啊，连孟三少都敢杀，这些外来的家伙真的是不知死活呀。哎呀，不过那孟三少死了也是大快人心呐。天罡镜，阁下是什么人？云洛拍卖行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啊！你想要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如等拍卖会结束之后再谈呢。既然如此，那么请吧。这个拍卖行倒是不小啊。哎呀，我就知道你来咸都会闹腾出许多的事儿来，估计接下来啊，整个咸都都要变天喽。哟吼，很会打扮自己呀。喂，姿色不比你差哟。哼，小色鬼。苏小柔啊，苏小柔，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呀？楚晨呐，天玄宗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虽然说天玄宗不会为了对付楚家而直接派遣一位战灵境的强者过来，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放心吧，在天玄宗要对付我们之前，我会让天玄宗的人不敢对楚家下手。这位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我叫孟菲儿。不错的名字，你要与我谈什么呀？菲儿，听说你们孟家遇到了麻烦，可需要我帮你来解决？我和菲儿单独说话，你去一边待着去。傻缺，也找死！哼，菲儿，你一直都不肯与我成亲，莫非就是因为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小子，你毛长齐了没有？敢在本少爷的面前狂妄！秦飞，你放尊重点。尊重？就凭他也配？哎，让一让！你个傻缺，敢对我出手，简直就是找死！黄金巨象之力，好大的胆子！这里是云洛拍卖行，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现在给我立刻带着六皇子滚出云洛拍卖行！你，孟小姐，希望你能够记住，你和六皇子之间可是有婚约的。你帮着一个外人重伤了六皇子这件事儿，我们会如实禀明秦王。哼，这个人倒是聪明啊。好了，凡人的苍蝇已经解决了，那么接下来你要与我谈什么事情？我想知道，你到底想要对我们孟家做什么？我从未听说过你突如其来的出现在咸都，还直接出手杀死了孟非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来咸都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我们孟家吧？针对孟家？不要太把你们孟家当一回事儿，区区一个孟家还没有那个资格让我特意的去针对。如果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个孟非然自己找死，我也懒得出手杀他。当然了，我看在你是一个美女的面子上，如果你能够帮我凑齐这些材料的话，我倒是可以不跟你们孟家计较招惹我的事情。不好意思，诸位，今天的拍卖会已经取消了，各位还请暂时离开。看来是主事的人来了，你把那份材料清单给他，顺便传达一下我的意思。杀我孙儿的人就是你们啊！给我死！让他跪着说话。黑色罡气，天罡四重镜。哼，动不动就要杀我，孟家还真是了不起呀！我所需要的材料，孟家能拿得出来吗？你这份清单上的材料太多，
我们孟家现在也只能拿得出其中的一部分。既然如此，那么就能拿出多少来算多少吧。不过我的耐心非常的有限，如果3炷香之内我没有看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不介意让你们孟家失去一位天罡境的强者。还不快去！去将这份清单上的材料拿来，只要是拍卖行中有的，有多少就拿多少。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以你们拍卖行的渠道，能否给我提供碧玉果的线索呢？3级灵药碧玉果。虽然碧玉果是3级灵药，但却比较少见，我们拍卖行中并没有存货。毕竟这种灵果是炼制玄灵丹的主药，一直以来都是供不应求，每次出现就会被人买走。如果公子需要碧玉果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天一堂看一看。你是巴不得我赶紧离开吧？不过我这次离开之后，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还会相见的。能让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在身边随从，他应该是某个大势力出身的天才吧？今日之辱，老夫必定要10倍偿还。仙都怕是要掀起一番风云涌动啊！哼，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喂，我是那种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的人吗？哼，我看你就是那种人。你找打是不是啊？这小妮子是要造反呐！我们刚来仙都，你就先是宰了孟家的嫡系少爷，然后狠敲了孟家一笔竹杠，还顺便打了王氏的6皇子。这后续的事情，你打算如何处理啊？现在我们的处境在这仙都当中，可以说是4面皆敌了呀。现在的确是4面皆敌没错了，但是不久之后便是10方臣服了。区一个王国局限性太大，在离开这里之前，我要为楚家铺路，你应该明白的。苏小柔，他是醉梦楼的人。醉梦楼，既然来了，那就去洗刷你过去的荣与辱吧。算了吧，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是王宫的亲卫。哟，哈，吕大队长，好久不见呐！妈，赵四爷客气了。6皇子被重伤，此人乃是行凶者，我要将之缉拿归案。莫非此人与你们赵家有关系？哎，不，吕大人误会了，我来这里是为了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吕大队长应该听说过当年的那件事情吧？我们赵家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死掉了10多位丹元境的高手。是她？我的天，她是那个醉梦楼的女人。哎，听说当年赵家可是在她的手上损失惨重啊！这个女人太可怕了，不能让她在仙都。滚出仙都！快滚！找死！放肆！不！救命啊！杀人了！他是一个恶魔，王族是不会放过你的。继续叫啊！你们刚才不是叫得很凶吗？你也敢在仙都中肆无忌惮的出手，你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家一起上，他们只有3个人，我们跟他们拼了！聒噪！逃啊！我记得你们是赵家的人，当年也是你们赵家的某个公子哥想要对柔儿不轨啊。柔儿，这些人就交给你了。心存善良并不是错，但在善良的同时，也要懂得杀戮。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到处充满了杀戮的世界，动则杀人，强者欺凌弱者，弱者只能卑微的存活，这是一种法则。以你手中的剑，洗刷过去的荣与辱，便是斩断过去的因果。这对于你自己的心境，
也是一种磨练与洗礼。这样真的好吗？她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子家呀。弱肉强食的世界，女人更难生存，所以她就应该更提早地懂得生存的法则。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我不能做一个柔弱的女人，只有我自己变得强大，才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住手！放肆！哇，是天一堂的副堂主吴大人！哎，我们得救了！吴大人，吴大人，快杀了这个女人，她疯了！化元成钢，天罡镜。阁下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在仙都之中残杀无辜啊？郭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10几年不见，你便认不得我了？阁下是13年前，我来仙都拜访过陈老。秦王驾到！吴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都平身吧。谢吴王。郭老别来无恙啊！秦王客气了。见过秦王。尔等何人？见了秦王，为何不跪？哼，区区一个小王，也有资格让我下跪？好大的胆子！阁下就是柳公子吧？秦王能知道在下，真是让我倍感荣幸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不如就在天一堂一叙，如何呀？还望郭老同意。秦王请便。这位小友，应该就是楚尘吧？在陈老给我的信笺之中，对于小友可谓是赞赏有加，称你为绝世之才，有霸主之姿。既然你要谈，那就谈一谈吧。秦王左边的人便是瑞王，右边的人则是王氏一位活了200多年的老怪。不知小友可否告知，我儿秦红是否还活着？他是否活着，你问我做什么呀？我儿秦红曾经派人来仙都，一共带着2位天罡境的供奉前往藏龙地，最终却一去不回，其中就有提及到楚小友，还请楚小友可以告知。你既然知道秦红喊来帮手是要对付我的，那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不要太过分了。瑞王不可无礼。藏龙地300年一开，但却出现了一些变故。你那儿子秦红是否还活着，我也并不知道。这也是看在陈老的面子上，我才告诉你这些。不过藏龙地非比寻常，如果你那儿子秦红可以在里面活下来的话，或许对他而言也是一桩机缘造化。孟家、赵家、于家的人到了。让他们进来吧。元昊大师，元昊兄，诸位很热闹啊。若我没有说错的话，你就是楚家的那个小辈，将我孟家一位天罡境的供奉修为废掉之人。哼，老家伙，别在我面前倚老卖老。年轻人勇气可嘉，但却很愚蠢。柳公子，我知道你的来历，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
据我所知，出手废掉我孟家供奉的人就是你。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是这个楚家的小辈必须留下。你觉得呢？哼，区区一个太乙气徒，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柳天明，也不要自误。你是六族之人？不是。废话都已经说完了吗？这里哪有你一个小辈开口说话的资格？啊？哼！本来呢，我还只是打算让你们孟家拿出一些赔偿也就算了，就凭你对我说话的态度，你们孟家以后就不用继续存在下去了。狂妄！找死！你想出手，也要问过我们是否答应。滚！不知死活！哼，很漂亮的小姑娘，可惜要香消玉殒了。这不可能！天哪，丹元8重境的修为，这个少女的年纪似乎也就是18岁左右吧，竟然就已经是丹元8重境的修为了。一群跳梁小丑而已，不用在意。秦王，陈老既然给你写过一封信笺，想必你也知道我有怎样的背景吧？陈老的确有所提及，楚小友医道造诣惊人，其身后极有可能存在有一位7品以上的医道宗师。这小友的师尊真的是一位医道宗师吗？郭老觉得呢？那么不知道小友可否告知，尊师可曾施展过他所凝练的灵火呢？紫色灵火，有灵环8道，8品医道宗师。我也是曾经在一册古籍中看到过相关的记载，这医道宗师的灵火呢为紫色，有灵环，灵环越多，级别越高。而医道宗师以下的人所凝练出来的灵火，并不会带有灵环。这种秘闻，即便是很多医师都不知道。毕竟极少有人可以接触到这种层次，而小友却能够说得出来，可见应该无错。或许这小辈也就是从古籍中看到了相关的记载，所以在这里狐假虎威呢。没错，仅凭一个杜撰的来历与背景，不足以让我等信服。哼，那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今年是13岁吧？那么13岁的3品医师，你们觉得如何呢？3品灵火，而且还是纯净的灵魂之火。好了，闲话我也不想多说。我的背景与来历，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我都无所谓。在我青州楚家入主汉白城宗族的时候，你们3大家族都曾派人跟着楚宗平来找麻烦。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说？你要如何？哼，原本按照我的意思，你们3大家族只需要各自拿出500万玉币的赔偿就可以了。但是刚才某些人想要出手杀我，那么赔偿就翻倍。你们3大家族各自拿出1000万玉币的赔偿吧。1000万玉币？你是疯了吗？我们派过去的人被你们楚家给废掉了，结果还要让我们赔偿？就算你的背景很是惊人，但是这样做也太过于欺负人了。听人，俗话说得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要1000万玉币的赔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了，这份赔偿你们也可以不给，到时候我会亲自去登门拜访。哼，那老夫就静候大驾。
我是大周皇朝供奉堂的弘藏，想必你也应该知道我的来历。你是要问你们大周太子的事情？没错，龙雀山的藏龙地开启之事，我大周皇朝的太子也有前往，后来与秦国三皇子秦弘一起消失，唯一的线索指向的人便是你。虽然你的身边有强者的庇护，你或许也有一些不俗的来历与背景，但这件事情你若不给一个解释的话，我大周皇朝不会善罢甘休。更何况这件事情不只是涉及到了我们大周皇朝，还牵扯到了天玄宗一位核心弟子陆玄。就算你的身后真的存在有一位医道宗师做靠山，却也不足以让你可以与天玄宗抗衡。哼，我能否与天玄宗抗衡，就不是你操心的事情了。至于你们大周太子的事情，是他自己进入到了藏龙地，然后藏龙地出了变故，突然关闭，而没有及时出来，与我何干呢？他们是死是活，等到藏龙地300年后再次开启之时，你们不就可以知道了吗？你的话我会如实带回去的，告辞。刘公子，楚小友，本王也先告辞了。不知小友可否为老夫引荐一下尊师啊？哈哈，那老家伙早就去云游天下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我这次来天一堂呢，实际上是想要通过天一堂的渠道帮我寻找到一种灵药。哦，不知小友想要寻找什么灵药啊？小友这是要炼制玄灵丹？郭老能否帮我弄到这碧玉果呀？这天一堂中正好就有1枚碧玉果，这枚灵果我也可以送给小友，只希望小友可以让我旁观炼丹，如何？抱歉，因为涉及到我的丹诀传承，所以郭老开个价吧，这碧玉果我要了。只要将金玉灵丹炼制出来，我便可以开启聚气境的人体筋骨秘藏之力。那么在我的修为达到聚气9重境以前，暂时就不会有什么瓶颈了。总算是突破了。自从我的修为达到了聚气6重境之后，已经有接近半个月没有提升了。半个月？你是说你半个月就从聚气6重境突破到了聚气7重境？哈哈，确切的说，我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聚气8重境了。属性之力，先天之铁，真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难怪他会被一位医道宗师所看中啊！无论他在医道上的天赋如何，仅凭着一身修炼上的天赋就很恐怖了。天一堂叨扰了郭老几天，也是时候告辞了。楚公子要走啊？我这次来咸都啊，就是想要寻找着金叶草与碧玉果，与王室和3大家族的接触，也只是随手而为之。随手而为之？那个楚公子这3天呐都在闭关，怕是还不知道如今的你已经是名动咸都了呀。哦，3天前你不是要让3大家族赔偿1000万玉币吗？现在这件事情啊，已经是传遍了咸都，大街小巷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个13岁来自于汉白楚家的少年，要让3大家族赔偿1000万玉币，不然就后果自负。咸都中议论我的人没说什么好话吧？是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你狂妄，都觉得3大家族在咸都根深蒂固，传承了数百年，说你目中无人，狂妄嚣张的大有人在啊。那这个楚公子打算怎么做呢？过段时间郭老自然就会知道了。
这几日多谢郭老的收留了，过些时日我会再来仙都的。这份清单上的材料呢，还请郭老帮我留意一下，需要多少玉璧都不成问题。我一定帮忙。那就多谢了。听说了吗？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居然威胁3大家族，要让3大家族拿出1000万玉璧，不然就后果自负。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好笑的事情。3大家族那是什么存在？尤其是孟家，现在是如日中天呐！就算是王氏都不敢说这种话。一个少年，这毛都没扎起来呢，也敢口出狂言呐！现在整个咸都谁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年少轻狂也得有个限度啊！敢向3大家族叫板，那肯定是死无全尸的下场。听说是一个13岁的小屁孩，老子一只手就能捏爆他的卵蛋。只有愚昧的人才会去在意些许流言，唯有智者才会处变不惊，天崩于面前也不变色。不用在意这种只能背后议论是非的小人物，那只会降低了你自己的身份。那些人都这么说你了，你都不生气？你生气的样子倒是很可爱。哼，你这个家伙！谁干的？你这小妮子，是你们干的！坏了一张桌子，弄坏了你们的衣服，这些玉璧就算是赔偿吧。哼，算你小子识相。慢着！做人不可太贪呐。切，笑话！我堂堂于家少爷会贪图你这么点玉璧？少爷，我身上的衣服，还有我几个朋友身上的衣服，那可都是价值上百玉璧呀。我们刚才喝的酒，那也是上等的利血酿，一坛子也价值上百玉璧。你拿这么点玉璧，将老子当要饭的打发吗？啊？说的没错，今天你不拿出1000个玉璧来，你别想走。不拿玉璧的话，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能叫来城卫队把你抓进大牢里去啊？你看到了吧，这些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不让我去教训他们？好一个绝色风华的美人啊！小子，一看你就是外地来的吧？只要你拿出1000块玉璧，再让你身边的这个女人陪我们哥们几天，我就放你一马。不然的话，在这咸都的1亩3分地上，你得罪了我于家，绝对是死路一条。死路一条？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你们为什么会被攻击吗？少他妈的说废话，拿1000玉璧出来，然后让这个女人陪我们哥几天，不然的话，少爷我就弄死你！唉，真是蠢呐！走吧。死人了，死人了！队长，死者是于家的6名旁系弟子，被一剑封了喉，出手之人的速度极快，必然是单元境以上的高手。队长，虽然只是旁系弟子，但毕竟涉及到了于家。根据目击者称，凶手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应该是有离开咸都，是否追上去抓人呢？是啊，队长，如果能抓到凶手的话，这也是一个教好于家的机会呀。哼，机会个屁！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凶手是3个人，一个10几岁的白衣少年，一个18岁左右的白裙少女，还有一个锦衣中年人。你们他妈的一个个都知道个屁！收队，收队，来几个人把这尸体给送到于家去。你看，原本他们是不用死的，但是你出手了，让他们产生到了贪念和邪念，所以就走向了死路。那种人渣死了活该，以后我遇见多少就杀多少。这些天辛苦柳供奉了。哎，我这个人呢，向来都是有功就有赏。我传你一门地阶上品的战技，将来可以修炼到怎样的境界，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地阶上品战技？你真的要传给我地阶上品战技？我从不开玩笑，区地阶上品战技而已嘛。只要你愿意为楚家做事，你所能收获的将会远超你的想象。
你可知道地阶上品战技的价值啊？王国级的势力最多拥有地阶下品功法和战技的传承，皇朝级的势力一般都是地阶中品级别的传承，只有极少数的皇朝才会拥有地阶上品级别的传承啊。而在皇朝之上的地庭级势力，才有资格拥有地阶极品级别的传承。一门地阶上品战技足可以让任何皇朝级的势力疯狂了，那是让天罡4重境以上的强者都梦寐以求的强大战技啊！地阶上品战技而已。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我的允许，你从我这里学到的任何功法和战技，你都不可以私自传授给任何其他的人。哎，你这家伙回来了啊！材料呢，我收集到了一些，不过还不够。不过你若要提升实力的话，我倒是有另外一种办法。什么办法？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不是，你真的愿意将地阶中品的功法传授给我呀？我并没有打算将地阶中品的功法传授给你。什么？我说你小子诓我呢你啊！我说小女娃呀，老夫如果想对楚小子不利的话，早就动手了。你以为就凭你一个单元8重境的小丫头能拦得住我呀？嗨，都是自己人，别搞得那么紧张。哎，我说你小子来我这就是为了嘚瑟的是吧？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解释，老头子我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喂，罗老头，我说你心里就一点数都没有吗？哎呀，你也不想一想，你都已经快200岁了，这个时候我就算是给你一门地阶中品功法，你能将一身罡气转化吗？啊，并不是有一门地阶中品功法就可以将青色蛟龙之力提升到黑色囚龙之力。你过去修炼的地阶下品功法已经是根深蒂固，就算是给你地阶中品功法，你也很难做到转修，甚至有可能非但不能提升实力，还会因为功法的不相容而降低你的实力呢。柳天明当初也是青色蛟龙之力，他能转修就是因为他还很年轻，自身凝练的罡气并没有那么根深蒂固。而对于你这种修炼了接近200多年的人，转修功法那就是一个大忌，一个弄不好就会让你走火入魔。这还有这种说法呢？喂，但凡是个稍微有点水平的医师，都知道这些基本的常识。不是，那既然我不能转修地阶中品功法，那你又要如何提升我的实力啊？我说你小子可得搞清楚啊！我答应留在楚家，是因为你答应过要帮我提升到天罡7重境的。你放心，我既然答应过你，自然就会给你办到，只是时机还未到罢了。至于想要提升你的实力，在你看来是没有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而言，却不过只是一件小事罢了。不过前提条件就是你要陪我去一趟咸都。若是你能够帮我提升实力，老夫自然可以为你出手啊。将你的修炼功法告诉我，我有办法将你的功法进一步的改良与提升为地阶中品级的功法。这样一来呢，也就不存在转修一说。只要你按照我给你的功法修炼，那么你的一身罡气自然而然的就会从青色罡气蜕变为黑色罡气。是什么？不是，你确定不是开玩笑啊？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你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你们对武道的了解还处于最浅显的层次罢了。呵呵，罗老头啊，你的运气不错呀，这功法是从哪儿弄来的？这门功法呢，是我当年还是聚气7重境的时候被仇人追杀，后来被逼得跳下了悬崖，侥幸没被摔死，却意外发现了一具岁月古老的骸骨，然后得到了这门残缺的功法。哈，残缺的功法你也敢修炼？你可真够胆子大的呀！一门残缺的功法，一旦缺失了某些重要的部分，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命丧黄泉。我之所以说你运气好，倒不是因为你能得到这门功法，而是因为你居然能够活到今天。哎，我说臭小子，按你那意思，老头子我早就该死了才对啊！
你这样理解倒也没错。不过你这个老家伙运气最好的，却是你修炼的这门功法呀。我恰好知道完整的。你有完整的？你真的确定啊？我说老家伙，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看得我浑身发毛啊。我不看你总行了吧？啊，你赶紧告诉我，你真的有这门功法的完整篇呢？柔儿，执笔。你修炼的这门功法名为极光无定诀，而这门功法的完整篇是分为极光篇与无定篇。至于你所得到的，只是无定篇中的一段入门心法。入门心法？你说我修炼的是一段入门心法？这残缺的入门心法就相当于是地阶下品功法了。那要是你说的那极光无定诀，那又是什么档次的功法呀？天阶上品功法。即使是拆分开来的极光篇和无定篇，也都相当于天阶下品功法了。不过凭你的天赋，只修炼无定篇的入门心法就行了。天阶？你不会告诉我你知道完整的天阶功法吧？啊？你知道天阶功法代表了什么吗？啊？我只知道天阶功法犹如传说，是最顶级的武道功法，传说可以让人通过修炼成为神奇，与世长存。与世长存？若神奇真的可以与世长存，上古时代的那些神明为何再也杳无音讯呢？神之所以被称作是神，是因为强大到了一定的境界，被奉为神明。天罡境寿元300载，涅槃境寿元600载，即便是超越了涅槃境，被奉若神明的强者，也不过是寿元千百年。上古真神的寿命最多万载，何来的与世长存呢？哼，不是我看不起你罗老头儿，就算是给你天阶功法，就凭你的天赋和资质，你能修炼成为神明吗？啊！再说了，我身上如果有天阶功法的话，你也不想一想，在这五玄大陆上，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身怀天阶功法的传承？你就不怕他对你出手？那罗老头可是天罡6重境的强者啊！哎，傻丫头啊，你没看出来我是在对他试探吗？如果他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而选择对我出手，那么他就死定了。别忘了，当初我给你的那道灵文，天罡7重境的人都照杀不误。罗老头恐怕都不知道，他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吧？这个家伙的身边，以后会有很多女人贴过来吧？将水火相融，还是很难做到呀。这天地元气的波动很是剧烈呀，冷热交替，蕴藏水火之力，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呀？动静虽然挺大的，但是比起过去倒是小了很多呀。已经7天了。你没事吧？放心吧，这种程度的爆炸还伤不到我。你都已经折腾7天了，休息一下吧。你看我还有地方休息吗？啊？不过看在你盛情邀请的份上，本少爷倒是可以勉强答应去你的房间里休息一下。谁邀请你了？脸皮真厚。哼，我让你去，你敢吗？喂，你那是什么眼神啊？满脑子都是呜呜啊！早知道就不给你解开禁元灵文了。你现在后悔也晚了，现在的你可不是我的对手哦，小男人。喂，小妮子，信不信我把你就地正法呀？有本事你来呀！不是，这姑奶奶，我错了。
你给我等着。难道说他成功了？启禀家主，陈少爷说要派人去重新修缮他的住处。这种小事儿还用跟我汇报啊？楚尘的话，在这个家族中就等同于是我说的话，按他说的去做吧。是。那臭小子终于折腾完事儿了，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他却很少来看一看我这个爷爷了呀。哎，如果我们能一直都这样安宁的生活，多好啊！还是要居安思危啊。罗谦那边怎么样了？那个老家伙最近一直都在闭关，应该是在修炼你给他的功法。啊，你去让他来一趟。好。完，你说楚小子让我过去？哎，走吧。你的修炼进度太慢了。这还算慢呢？啊？不是，你也说了，这无定篇的入门心法属于天阶功法的范畴啊，这哪里是简简单单就能够修炼成功的呀？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再过3个月啊，我应该就可以将一身的罡气转化为黑色囚笼之力了。太慢了，我等不了你3个月，我只能再给你3天的时间。在大周皇朝与玄天宗威胁来临之前，大秦王国中的潜在隐患必须尽早铲除掉。3天？那根本就不可能嘛！哼，在我这里没多少事情是不可能的。3天？你可别再给我开玩笑了你！哼，我这个人很少开玩笑。天地之源从于无而归于无。这个家伙竟然是要给我讲述无定篇心法的精髓玄奥啊！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接下来每天我会用2个时辰给你讲述无定篇的精髓与奥义。如果3天的时间你还无法将一身罡气转化完成的话，那么你的悟性可就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了。哎，我说你这个家伙居然敢小瞧我啊！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呐！啊，哎，还算不错，只是不错啊！真不知道你这种妖孽是从什么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回去吧，3天之后我们启程前往仙都。哎，好。单元9重境。我突破了！你的悟性不错，我刚才讲述的都是天罡境层次的5道玄奥，而你以单元境的修为就能有所领悟，实属不易啊。你刚才讲的一些地方我没有听懂，你再给我讲讲吧。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能将我今天讲的全部理解透彻，就足可以让你受益匪浅了。我给你讲的再多，你只能领悟一部分，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啊。至于你所修炼的梅奥诀，我并没有修炼过，所以这门功法最终可以修炼到什么境界，也只能是依靠你自己去感悟了。你现在的灵火强度倒是可以炼制中品灵气了。若是我的修为可以达到聚气9重境，再次开启人体5脏秘力，那么我的灵魂力也将会提升到单元4重境的层次，灵火的威力也会提升，就可以炼制出增幅5成之力的中品灵气了。想要找到奇物，还是得通过奇物阁的渠道才行啊！啊，5种奇物？我说楚少啊，你真当奇物是大街上的白菜吗？奇物阁收罗天下奇物，这种低级的奇物肯定是有的。那有是肯定会有了，但是这个价格方面，我可是没有权利给你降低的呀。金翅鸟是一种3级的凶兽，据说是具有一丝金翅大鹏鸟血脉的后裔，极其的少见。你遍寻大秦王国的疆土，也未必能找得到一只啊。所以这金翅鸟的内丹价值100万玉币啊！千年青木根据说有活死人肉白骨的功效，以致炼制的疗伤丹效果惊人，所以这千年青木根最起码也是价值50万玉币左右啊！
玉璧不成问题，你尽管给我凑齐这5种材料。好，我会尽快发布出去。不出意外的话，1个月之内就会有人将材料送过来。如果奇物使将材料送过来，而你又无法拿出玉璧支付的话，这可不是小事啊。行了，我知道了，你就尽管放心的去做吧。要不要洗劫几个奇物使呢？1个月的时间足够前往咸都解决3大家族，到时候正好可以赶回来，拿到材料就能够炼制5行伞了。到时候我的修为就可以踏入聚气10重境，汇聚皮肉筋骨5脏之秘力，便可在聚气10重境淬炼开启人体经脉秘力，完成聚气境这一层次的所有修行，打下最完美的根基。上古时代也有一些人可以做到开启人体秘藏的力量，不知道我的实地战尊诀与那些上古传说中的功法比起来如何呢？李大人，前面就是大秦王国了。小小的一个王国之中，居然有人冒充一道宗师的弟子，我倒是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你说那个只有13岁的少年已经可以凝聚出3品灵火了？哎，是的，李大人。很好，看来这个少年得到了不错的机缘呐。此行或许还能有所收获呀。李大人，万一那个少年的背后真的有一位1道宗师呢？这种谎话你也会相信呐？若真的是被1道宗师级的强者所看中，又怎么会将他留在一个小小的王国之中呢？啊，这李大人英明。恭喜罗老了。是楚尘让你过来的吧？啊，哼，你的悟性倒还没有蠢到不可救药。都安排好了吗？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出发。那就出发吧。陆苍的修炼如何了？他修炼得很刻苦，如今已经是聚气境的修为了。好强大的战绩呀！你也不用羡慕，只要你好好的为我做事，你也可以得到。柔儿，过来。以我现在的修为，修炼枚寒剑还是有些勉强呢。中品灵剑。你倒是有些眼力啊！真的是中品灵剑？只是一件中品灵剑而已，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试一试，是否趁手？看来我炼制的中品灵气还算不错呀。好强大的感觉！哎，别高兴得太早了。攻击灵气只能让你的攻击力得到增幅，而对你的速度并没有增幅啊。这是一双脚环，你戴上再试试。增幅速度的灵气。那这件软甲你贴身穿上，下品攻击灵气无法破开这件软甲的防御。谢谢你。不是，这些灵气都是你炼制的？没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跟在我身边委屈吗？啊？楚家的库藏之中材料有限，所以呢，我也只是炼制了3件灵器。不过这一次去咸都解决了3大家族之后，他们的宝库之中应该会有更多的材料。你也放心，3大家族交给我来解决。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了囚笼。这一世的我可不会甘心继续做一只笼中之鸟啊！郭老，您怎么停下了？哟，小友，我们又见面了。哈哈，是啊，郭老这么急忙，这是要去哪儿啊？哎，秦王，不知道为何忽然昏迷了，老夫正准备去看看呢。哈，那就不叨扰郭老了，你忙你的。郭老，我们快点赶过去吧。王上若是怪罪下来，奴才可是承受不起呀。既然如此，小友呢可以先去天一堂稍后啊。小友让我帮忙寻找的那些材料有些眉目了。哼，效率还算不错。孟兄，你应该知道那楚尘身处于何处吧？汉白城楚家，
若是以李大人的封印代步，2天即可抵达。既然如此，那么事不宜迟，我有皇命在身，就不久留了啊！李大人何必如此焦急？那个小畜生前不久还在咸都夸下海口，言称要让我们孟家赔偿1000万玉币，不然就后果自负啊！以那小畜生的狂妄，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再来咸都，到时候李大人要将他擒拿，自然是手到前来，何须亲自走一趟啊？不如现在在我孟家做客几日，老夫一定要好好的尽一尽这地主之谊呀！这怎么好意思呢？皇命难违呀！李大人，房间老夫已经命人备好了，3个28妙厨，每一个都是极品，国色天香，相信李大人一定会喜欢的。洪大人的房间，老夫也同样有所准备，还请2位莫要嫌弃的好啊！皇命在身，本座还是先将那姓楚的小子抓到了再说吧。发了誓，何人胆敢擅闯孟家？擅闯者格杀无论。放心，是你为何要毁掉我孟家的门户？哼，毁了，你又能奈我何？你不可饶恕，不可饶恕的是你们孟家。哼。当初我给过你们机会，而你们却选择了拒绝。让孟元浩出来吧。不管你有什么来头，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毁我孟家门户，那就是死仇。说！临阵卷轴。不要以为有天罡4重境的强者庇护，你就可以挑衅我们孟家。4品初阶灵阵，想要以力破阵的话，你起码要提升到天罡5重境的力量才可以。好，不用那么麻烦，你只需要全力攻击我标记出来的位置就可以了。什么？灵阵居然被破掉了？那可是一座强大的灵阵，就算是身怀黑色囚龙之力的天罡4重境被困住，没有1个时辰以上也别想出来才对啊！这个小畜生的身边居然还有另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我这个人向来不会仁慈，既然你们选择违背了我的意志，那就只能去死了。不！抓住那个小畜生！愚蠢的人呐！我对付那个少女，剩下的人尽快擒住那个小畜生。什么？一击秒杀？再厉害也是一个人，只要抓住那个小畜生，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没错，老祖也必然很快就会赶来，他敢带人来犯我孟家，必死无疑。哼，把我当作是软柿子吗？但愿3重境。但愿3重境又如何？在我等的面前，仍旧是蝼蚁而已。孟松成，你愣着做什么呢？哼！战斗的时候分心，可是生死大忌呀！你没事吧？好恐怖的手段呢！喂，如果不是我有点实力的话，估计已经被抓住了呀。我知道你是想要试探我的实力，但是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是我的错，抱歉啊！你们该死！哼，该死的人是你。当初给过你机会，而你选择了拒绝。我说过，后果自负。孟元浩，我现在依然给你一个机会，拿出2000万玉币赔偿，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踏平了你们孟家。小畜生，你欺人太甚！你就是楚尘？你是大周皇朝供奉堂的人？哼，天罡6重境的修为，放在大周皇朝也算是排名靠前的强者了。本座李玄，既然你知道，就束手就擒，跟我走一趟吧。看来我的背景并没有让你们大周皇朝忌惮呢。背景？哼，你以为虚构出来的背景就能够唬住人了吗？别天真了，
老夫要将你这小畜生碎尸万段。我要带这个小畜生回去复命，你不可杀他。哼！我说李玄呐，20多年不见了，你这威风不小啊！你是罗阎王，传闻不是说你已经死了吗？罗阎王？哼！看来老夫销声匿迹了20多年，还有人记得我呀？罗阎王，如今可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哼，当年的你对于我而言高高在上，但是这20多年以来，我加入了供奉堂，得到了修炼地阶中品功法的机会，一身修为也达到了天罡6重境。阎王，你已经老了，想必你也不可能突破到天罡7重境了，你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我奉劝你最好还是与这个小畜生撇清关系，不然的话你会遭到皇室的追杀。哼，当年的你在大周王榜之上排名第7位，而我如今排名是在第5位。李玄，若是老夫没有记错，当年你意图奸污一名女子，老夫看在你天赋不错、修行不易的情面上，饶你不死。莫非你已经忘了？我怎么会忘记？当年的你高高在上，让我只能是跪地求饶，那是我一生中的耻辱。不过就是一个卑贱的女人而已，你居然为了一个卑贱的女人差点杀死我。老家伙，你或许不知道吧，自从你销声匿迹之后，我将那女人玩腻了之后，我一刀活剐了她。现在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如当年的我一样跪地求饶，我兴许会饶你这个老东西的一条狗命啊！畜生不如的狗东西！小丫头倒是一个极品角色，应该可以让本座玩许久而不腻呀，可以多活几日啊！伯谦，杀了他！我真后悔当初没宰了这个畜生。你居然也能凝练出黑色囚笼之力了？柔儿，我们走。事情有些出乎意料了。你的速度这么快？你们逃不掉的！小畜生，你屡次与我孟家为敌，你最好祈祷别被老夫抓到，不然的话，必然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无极顺势，居然躲开了！老夫不信你每次都能躲得开。孟前辈，你为何在仙都之中肆意出手，伤及无辜？滚开，不然的话，老夫连你一起杀！孟元昊，你不要太放肆了。虽然我的修为不如你，但是你这样做是在挑衅王室的尊威，秦王也不会饶恕你的。你以为抬出秦王就能吓得住老夫了吗？秦王将死，仙都也将再立新王。你若识相，就立即给我让开，不然的话，你今日必死无疑。放肆！冥顽不灵！我们赶快逃吧！哎，我这次来仙都，怎么可能空手而归呀？你别忘了，我们若要杀死这个孟元昊，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罢了。那你快用灵文杀死这个老家伙，然后我们再去杀了那个叫做黎玄的人。喂，你这个丫头能不能有点脑子呀？我之所以没有动用那道灵文，就是因为我不想浪费在这种垃圾的身上。如果能有其他的办法化解危机，那道灵文就可以留在楚家，关键时刻可以当做保命的底牌手段。我们去王宫。给老夫滚开！王上的情况如何了？郭老，王上的身体没事吧？王上的状况，老夫也没有见过。他处于昏迷的状态，生命气息越来越弱，但却根本找不出根源所在呀。什么？
郭老已经是4品的医师，以你的境界都看不出王上的病症所在。王上啊，是不是中毒了？不排除这个可能。王上在昏迷之前是否吃了什么东西？瑞王饶命，饶命啊！老奴对王上是忠心耿耿，绝无加害之心呐。他应该不会有问题，王上的贴身太监都是通过最严格筛选的。各老明察，各老明察呀！瑞王，阁老奴想起来了，在王上昏迷前的1个时辰，去过栾妃那儿。栾妃，你们去把栾妃请来。是。皇上，从实招来。这王上去栾妃那里的时候，老奴都是在外边候着，又岂敢进去啊？已经搜过栾妃的宫闱，没有任何的异常。你们怀疑是我害了王上？皇上对我恩宠有加，臣妾怎么可能谋害王上？我那不是自毁前程吗？哼，就凭你一个区区的天罡2重境，也想阻拦老夫？秦卫，你不怕死吗？保护王室是我的使命。哼，要不是看在你对王室忠心耿耿，留下你还有一些用处的话，以老夫的实力，若要杀你，你早就已经死了。我再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立刻给老夫让开。等秦王继位之后，你依旧还是秦卫，还是大统领。我宁死不退。你居然为了阻拦我，不惜施展禁术。既然你自己找死，那老夫就不需要在手下留情了。忠诚之人最为可贵啊！傻丫头，就换我来守护你吧。来者止步！许通禀医生，我要见郭老。小友，你来了，还请小友帮忙看一看秦王的病症啊。郭老，这样不妥吧？怎么，你是怀疑老夫吗？楚小友可是医道宗师的弟子，得到了真传，说不定可以看出秦王的病症啊。秦王现在的情况很不妙，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老夫和楚小友离开就是了。郭老别生气啊，既然郭老作保，让楚兄弟看一看也无妨。放肆！瑞王，你好大的胆子！事关王上的生死攸关，瑞王你担待得起吗？诸位阁老说的没错，王上万金之躯，他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又能有什么医术？至于他背后所谓的医道宗师，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莫非瑞王你与外人勾结，想要谋害王上不成？你，这位是啊，她是栾妃，秦王最宠爱的妃子。哼，你们这些迂腐的老东西都在寻找秦王的病症？放肆！哼，少在我面前倚老卖老。如果你们想要秦王活命的话，最好还是给我恭敬一点。你口出狂言，莫非就凭你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还能比郭老的医术更高吗？你已经看过了？老朽无能啊，没能找出病症的源头啊。莫非小友已经知道了？没错。胡言乱语！你看都没有看过就知道王上的病症，简直是可笑至极！来人，给我把这个狂徒轰出去！你看着本宫做什么？大胆狂徒，竟敢亵渎王妃！我呸！你一个破鞋，也有资格让我们公子看上你？够了！我来这里不是跟你们浪费时间的，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你身上的体香根本就不是天生的体香，而是用香荷散沐浴，每月只需要沐浴1次，就能够保持身上的这种体香。你胡说八道！此人就是来捣乱的，你们这些勤卫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把他抓起来，他要谋害王上！这位小友，还请你告知你所说的香荷散是什么？香荷散是一种药剂，正如楚小友所说，以香荷散加入水中沐浴，可以保持1个月的体香。这种药剂比较少见，若不是小友说起来，这老夫也不会认出来。虽然香荷散这种药剂的作用太过于鸡肋，但是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却是千金难求的好东西。但就算如此，最多证明栾妃不是天生体香，有欺瞒之罪，而这香荷散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毒性啊！郭老，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香荷散的确没有毒性，但这世间却有另外一种毒，名为极欢毒。极欢毒？我好像听说过这种毒药。我明白了，香荷散本无毒，但若遇到了极欢毒，就会化作合欢毒，可致人昏死，活不过3个时辰。病症的根源已经显而易见，是栾妃下的毒。什么？秦王中了合欢毒，无疑是问题出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瑞王、阁老，你们要为臣妾做主啊！这老东西和那小畜生一唱一和，这是要将臣妾置于死地，是要将王上置于死地啊！来人，给我将栾妃拿下！小友果然见闻非凡，老夫虽知道香荷散，也在古籍当中看过合欢毒的记载，但却没有联想到这一方面的。香荷散比较少见，会调配合欢毒的人更是极少。郭老没有认出来也是正常的。冤枉啊！臣妾冤枉啊！解药拿来！臣妾没有下毒，没有下毒，我没有下毒，何来的解药？你还嘴硬，你信不信我？启禀瑞王，诸位阁老，王宫之外，孟家老祖求见。敢问王上中的合欢毒怎么解？这贱人不肯交出解药。据老夫从古籍之中所看到的记载，合欢毒无解，3个时辰必死。什么？也并非无解。小畜生，拿命来！孟老祖，你这是何意？王宫大内之中，岂能容你肆意妄为？哼！这小畜生带着一个天罡6重境的强者闯入我孟家，杀我孟家高手无数，老夫一路追杀至此，还望瑞王不要插手。王上昏迷，生死攸关，楚小友身怀救治之法，无论你与楚臣之间有任何的恩怨，都要等到王上醒来之后再说。哼！你以为就凭你能拦得住我？莫非没有王上在，你就认为你可以在王宫之中横行无忌吗？你若还敢动手，我敢保证，你必将滴血如此。而且若是我没有记错，当年将栾妃进献给王上，便是你们孟家吧？是又如何？胆敢谋害王上，你好大的胆子！该死的小畜生！保护王上，护驾，护驾！楚臣，你这个混小子，居然把老夫一个人丢下自己跑了！自己人，放行！我说楚小子，你可不厚道啊你啊！我被天罡镜盯上，不跑等死吗？难道老夫一个人就能打得过7、8个天罡镜吗？啊！7、8个天罡镜，他们已经来了。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就算你们可以造反成功，上古秦族也不会放过你们。哼，少拿上古秦族来威胁老夫。秦国依旧还是王室的秦国，
但却需要换一个秦王。孟元昊，你好大的胆子！你居然想要掌控秦国王室，你好大的野心！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狼子野心之辈，你辜负了秦王对你的信任。你们的事情本座懒得插手，但是这3个人必须要交出来。你是何人？你是大周皇朝的人。没错，本座乃是大周皇朝供奉堂的李选，奉大周皇主之命，要将楚臣抓回去。只要你们将楚臣和他身边的2个人交出来，本座便不会插手你们秦国内部的事情。恕难从命。王上生死攸关，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楚臣的身上。皇命难违，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本座出手了。天罡6重剑，囚龙之力。本座再给你们最后的一次机会，将楚臣交出来。哼，这种话你们也信？即使是你们把我交出去，莫非你们就能抵挡得住3大家族的进攻？大周皇朝的这2个人就一定会袖手旁观，不会插手？我真怀疑你们这些人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一个个都是猪脑子。别的不说，没有我在，秦王必死无疑。但是天罡6重剑的强者，这里没有人可以挡得住啊！哼，谁说没有人挡得住啊？罗老头，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中品灵剑，莫非这位老先生可以抗衡天罡6重剑的强者？又是一位身怀囚龙之力的天罡6重将！天哪，我眼花了吗？老东西，给我死来！你个小畜生，没有其他人和你联手围攻老夫，这回老夫要活剐了你！好了，现在大周皇朝的2个供奉已经没有威胁了，剩下的人就交给你们了。公子，王上就拜托您了。在我没有出来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公子放心，除非我死了，否则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踏入这里半步。郭老，跟我来。楚小友可有把握呀？秦王很关键，因为只有秦王的手中拿着一枚信物，掌控着秦国王室的底蕴呐。合欢毒虽然号称无解，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化解的办法。不如小友将化解之法告诉我，我来出手如何呀？这个虽然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此刻是人命关天，相信只要可以救秦王一命的话，老夫和秦国王室都会给小友补偿。你不行。哎呦，小友若是觉得老夫想要贪图你的传承，那么老夫我也无话可说呀。我倒不是以为你要贪图什么，而是以你的医术做不到。柔儿，你先退后，距离远一些。因为楚小友是来给秦王诊治的。哼，地阶中品身法大圆满，小小一个王国之中有这样的高手，倒也难得呀。果然是合欢毒，玄蛇金3寸，琉璃草2株，麒麟花1朵，熬炼成药剂。小友，这是……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按照我的要求做，否则秦王撑不了多久。拿赤血银针来，你们几个把秦王的衣服脱干净。按照他的要求做。魂力控物，这简直就是鬼斧神工啊！这是在什么地方？王上，因为这是怎么了？别乱动，我以银针封住了你的周身穴窍，阻止了合欢毒的扩散，所以你才能够醒过来。楚公子，你说朕中了毒？没错，你那个身上有体香的妃子，是因为用香河散洗浴才会有体香。那些逆贼都该死！多谢楚公子救朕一命，
这份恩情，朕没齿难忘。还请公子拔掉银针，朕要出去将那3大家族杀个片甲不留。你虽然醒来，却并不代表你的毒就已经化解了。我之所以让你醒过来，是因为关于解毒的方法，我要提前告诉你，让你自己做出选择。还请公子告知，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朕都要站起身来，亲自杀尽那些叛逆。让其他的人都退下，我要单独和你说。皇上不可，退下吧。楚公子若想要害我，朕又岂能还有醒来的机会？现在没有其他人了。楚公子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根据我对你身体情况的了解，从你中毒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多时辰，并且此刻就在这座宫殿的外面，3大家族的天罡镜汇聚在一起，正在试图冲杀进来，所以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对于别人来说，合欢毒号称无解，但是我却有一个办法可以化解，但是却需要你做出一个抉择。什么抉择？你是如何中毒的，你已经知道了，而我所说的解毒之法，便需要切下你的那个部位，然后配合我的行针之术，将你体内的合欢毒从你切下的部位逼出来。什么？楚公子，你的意思是要……没错，虽然可以解毒，但是你却会变成一个阉人。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别无他法，因为合欢毒是从那个地方进入你体内的，所以也只能从那个地方逼出来，无法从其他的位置逼出来。该死！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啊！你也不需要那么的绝望，将来如果你能够找寻到绯红灵根，便可断之重生。断之重生，绯红灵根。楚公子，我已经决定了。中品灵剑，你居然有中品灵剑！誓死保卫皇上！说哟，杀！誓死保卫皇上！皇上，秦王！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因为随朕杀尽那些叛逆。不是这楚小友，这。合欢毒虽然难解，但只要化解了，对秦王的修为和实力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小友的医术让老夫佩服啊！杀呀！誓死保卫皇上！秦王，皇上，是皇上。尔等叛逆，当诛！杀剑，屠妖阵！大内禁军听令，布天罡青椒阵。撤！一个也别想走！啊！我不要死啊！调动灵阵之力，杀了那2个人。秦王，你敢对我出手？你敢来朕的王宫，那么无论你是什么来历，朕都敢杀你！混账东西，走！你个小畜生，你别想逃！他奶奶的，还是被那个小兔崽子给跑了。看来是两败俱伤啊！无论付出任何的代价，朕也绝对不会容忍3大家族的继续存在。来人，
传朕的旨意，开启国库。多亏了楚小友，不然的话，若是没有秦王醒来，怕是整个王室都要遭逢一场大变了呀！多谢楚公子。诸位不要高兴得太早，一切还未结束。以孟元浩那老东西为首的3大家族必然会垂死挣扎。没错，李玄逃走之后，很快就会将消息传达到大周皇朝，到时候会有更加棘手的家伙过来。无论是谁，朕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次的事情过去之后，秦国的格局也应该可以稳定下来了吧？合欢毒根本不是郭春明那个老东西能够解的，况且我们还没有输。李玄乃是大周皇朝排名前5的强者，他禀报老主，李选和洪藏2位大周供奉已经走了，准备离开仙都。什么？不好啦，老祖，大事不好了！大内禁军已经将我们孟家府邸团团包围，王氏禁军分兵3路，赵家和余家也都被包围控制了。完了！混账啊！老总啊，那个我们还是向王室投降，或许可以从轻发落呢。那个王氏禁军包围了家族府邸，我妻子还有身孕，谁若再敢动摇军心，杀无赦！你凭什么杀我们赵家的人？孟兄，你太过分了！你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对于秦王来说，我们已经是谋反了，你们还要天真的认为他会放过我们吗？啊！在这里的都是3大家族的精锐力量，每一个人都是单元境以上的武者，加上老夫在孟家布置的各种灵文灵阵，未必就没有抗衡之力呀！王上有令，杀无赦！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么麻烦。让罗谦单独行动，如果我们去余家遇到天罡境的老家伙怎么办？世间有太多的如果，但若只是因为如果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要畏惧向前，那可不是我的风格。这次我来咸都就是为了3大家族的资源而来，若是什么都不做，到时候可就都落入到秦国王室的手中了。镇魂灵文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婚事灵文，去死吧！小心！混账！你这傻女人，你想什么呢？我杀了他们！对不起，是因为我走神了，我为刚才的态度向你道歉。不过以后不允许你这样做了。以我的身体，那家伙根本伤不到我一根汗毛。杀！王上有令，余家之人无论男女老幼，诛灭9族，杀无赦。我们走吧。一个王室居然拥有这样的力量，不然你以为一个王室凭借什么来威慑十方，掌控一方疆域呢？无论是王室，亦或者是皇朝、帝庭，他们的底蕴强大之处就在于灵文战甲。战甲之上铭刻灵文，这本身就已经是相当于中品炼器师的手段了。这些战甲上的灵文又相互契合，都化作灵阵，便是属于4级以上灵文师的手段。灵文战甲的锻造方法，这才是秦国王室真正的底蕴所在。而这样的一股强大力量可以掌握在手中，依仗的也是背后有上古秦族的撑腰。这秦国王室的灵文战甲属于下品灵器的范畴，但是灵文战甲最厉害的地方，却不是本身的增幅之力。如果有数十名身穿灵文战甲的单元境武者联手布阵，就能够对抗天罡境。如果是上百名联手，甚至可以杀死比较弱一些的天罡境。任何一种灵文战甲都需要依托于某种灵阵来进行锻造，
秦国王室所掌握的灵阵叫做杀剑屠妖阵，所以这些穿着灵纹战甲的王室禁军便可以凭借战甲上的灵纹组合成杀剑屠妖阵来杀敌，属于攻击类的灵阵。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知道的可比你想象中的更多。走这边。果然呐，这样一来，没有了灵纹之术，我便无法与天罡级的武者相抗衡了呀。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小心一点吧，说不定余家的宝库那边会有什么危险存在呢。啊，找到了，杀无赦。你就算是杀了我们，你也打不开宝库，唯有族长手中的信物才能打开宝库，那就不劳你费心了。余家宝库建造在这里，看来应该是有什么机关吧。在左边第5排，从左边数第7块地板的位置，这是一个小障眼法而已。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一块地板上，铭刻了一种特殊的灵纹，而这种灵纹的功效呢，很鸡肋，就是可以改变周围的声音。又来，原来如此。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再敲一敲这块地砖试试。哦，是中空的，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个秘密。有密道。走吧。身为咸都的3大家族之一，这宝库的所在倒是有点水平了一些。不过关键之处还是在于这道铁门上面的灵纹之阵。小心！虽然以我对于灵纹一道的造诣，想要破解这上面的灵阵不难，但是相比起来，还是轮回眼的这种特殊能力更加的好用啊！好多的玉璧啊！将这里的东西全部都带走。没问题，好多的玉璧，天哪，还有好多的灵材矿石。不知道罗谦那边是否顺利呀？楚公子。是楚公子来了。公子在赵家和余家之中可有收获呀？略有收获。相比起这点收获的话，3大家族在咸都以及整个大秦王国的无数产业才是重中之重吧。公子说的没有错。赵家和余家的产业每年都能有上千万的玉璧进账，孟家的产业更是每年都能有3000万玉璧的产出。不过武者的修炼是一项很大的开销，很多天罡境的武者虽然赚取玉璧不难，但是赚来的玉璧也基本上都在修炼上消耗，哪有存余啊？当然若是楚公子想要的话，3大家族的产业，朕可以做主，给你们楚家30%。楚公子，这份产业不小，怕是你们楚家吃不下呀。没错，据老夫所知，你们楚家修为最高的也就是大约7重境，这么大的产业，以楚家的底蕴可保不住啊。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我不要30%，我要的是50%。50%！姓楚的小子你！50%！楚臣，做人要有一个底线呐。虽然你救了王上一命，但是你却并没有那个资格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3大家族50%的产业，亏你也说得出口。你的口味可真够大的，就凭你们一个小小的楚家，就算给你，你也能守得住啊！我楚家能不能吃得下这件事情，就不需要你们来操心了。不客气地说，如果我直接离开咸都，秦王必死。没有秦王持有信物开启王室的底蕴之力，以孟家为首的3大家族不出意外就会谋反成功。若是那样的话，他们碍于上古秦族不敢鸠占鹊巢，但是扶持起一个傀儡秦王，暗中掌控秦国的格局，还是轻而易举的就能做到的。所以我救了秦王，就等于是救了你们整个王室，而也只是要这么点报酬而已。
莫非还抵不上秦王的一条命，抵不上整个秦国王室的未来？只要楚公子让这位老先生出手相助，灭掉3大家族的余孽之后，朕答应给你楚家5成的产业。可以。得，老头子，我又要给你当苦力了。去死吧！大家拼了，杀出去呀！我们的亲人都被杀死了，杀了这些王室的走狗，报仇雪恨。孟兄，我们看来是杀不出去了。不，我们还没有输。孟兄，你若还有什么办法，就赶紧用出来吧，不然就算是我们有机会逃出去，这手下这些人都死光了，就剩下咱们几个老家伙，又还有什么用啊？是啊，孟兄，我们都已经老了，没多少年可活了，很难再白手起家了呀。好，既然如此，那就让所有人都汇聚到我们这边来，自寻死路。青焰麒麟阵，乾坤煞血阵，那是什么？哎，这让人森然的气息，有种不好的预感。任凭他们有任何的手段，在青焰麒麟阵的攻击之下，都要给我灰飞烟灭。什么？那孟元浩竟然有手段可以与青焰麒麟阵相抗衡？都给老夫去死吧！夺命休矣！快走！是那个罗老，给我破！怎么可能？强大如罗老，竟然都被击退了。那是乾坤煞血阵。什么是乾坤煞血阵呢？竟然是乾坤煞血阵！我听说过这种阵法，据说是一种极其歹毒的邪恶阵法。阵法一经展开，那么只要是在这阵法范围内的一切生灵，就都会被强行剥夺生命之力，化作阵法的力量。如此一来，掌控这座阵法之人就能够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实力啊！皇上还是让禁卫和秦军退下吧，否则一旦被乾坤煞血阵笼罩进去的话，他们不光会死，他们的生命力反而会被孟元浩所利用，杀死我们更多的人呐！这世间居然还有如此的灵阵，任何灵阵都几乎不可能没有缺点。这乾坤煞血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夺取生命寿元。同样的，这种灵阵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要不进入灵阵笼罩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下令让禁军秦卫撤退。都给我去死！孟元浩，你对我们做了什么？孟兄，你这要是干什么？没有我等相助，仅凭你一个人如何能够对抗王室的大军？老祖啊，我等不想死啊！都给我闭嘴！能够有资格成为乾元煞血阵的祭品，你们应该感觉到荣幸才对。你疯了！没错，我的确是疯了。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我要脱身，就只能牺牲掉你们了。竟然知晓乾坤煞血阵的弱点，以血击煞。我有乾坤煞血阵，就算你是天罡6重境，也不是我的对手。让你手下的人都撤回来吧，他有乾坤煞血阵在手，你们留不住他，只是徒劳的死掉更多的人罢了。就算是死再多的人，朕也不能容许这个老东西逃出咸都。将来的某一天，老夫还会回来的，届时必然血洗了整个咸都，你们所有人都要死。这该如何是好啊？丧家之犬而已，无需太过于在意。乾坤煞血阵也不是无敌的，短时间内他不会出来兴风作浪了。哎，此话怎讲？瑞王，朕命你率领人马控制住3大家族在咸都中的所有产业，其他地方的产业你也立刻派人前去接手。
但凡遇到任何的反抗，格杀勿论。朕给你先斩后奏的权利。臣遵旨。卑躬。臣已到，没有过来上朝的，一律抄家问斩。任何昔日与三大家族关系走得比较近的臣子，朕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是三大家族叛国谋逆，十恶不赦，当诛九族。皇上饶命啊！求皇上饶恕啊！臣发誓绝对没有参与任何的谋逆之事啊！此次可以平定叛乱，斩除谋逆，楚公子居功至伟。之前朕答应过你，三大家族的产业给你5成，朕也会说到做到。皇上不可，罪魁祸首孟元浩逃走，所以臣觉得三大家族的产业只能给他3成。臣附议。皇上，臣也附议。莫非你们觉得一位天罡6重境的武者没有资格拿下三大家族的5成产业吗？哼！如果你们如此认为的话，那么我也无话可说。三大家族的产业，我可以1成都不要。秦王，告辞。楚公子请留步，臣子们不懂事，还望楚公子和罗老不要生气呀。这样吧，为了表达歉意，朕可以准许楚公子进入王国宝库中任意挑选3件宝物。楚公子意下如何呀？既然如此，那就谢谢秦王了。楚公子，请。瑞王可曾想过坐上那秦王之位啊？喂，楚公子，这个玩笑可是开不得的呀！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这是宝库的第1层，全都是中品玉璧啊！一个小小的王国，竟然就如此的富有。虽然说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上，修为越高就越是富有，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经营之道。即使是在占灵境的层次当中，入不敷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呀。我对玉璧没有兴趣，带我去看一看你们王室千百年来收藏的奇物级材料吧。好。你小子居然对这么多的玉璧都不动心啊？这可都是中品玉璧啊！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奇物啊！楚公子好见识。我曾经听一位前辈说过，有很多奇物是玉璧买不到的，正因为是奇货可居，很多强者倾尽所有都买不到啊。瑞王说的没错，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奇物更加珍贵的。哦，还请楚公子赐教。是懂得使用奇物的人呐。原来如此啊。我们王室历经千百年来，的确是收藏了不少可以称之为奇物的材料，只是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藏着宝物却不知道如何使用，那就是暴殄天物，如鸡肋一般了。这里就是我们王室收藏的诸多宝物了，其中亦有称之为奇物的材料，楚公子可以随便挑选。千年云罗草，这可是炼制化钢丹的主药啊！楚臣，这里有一块紫星云铁，据说用它来炼器，可以炼制出增幅5成之力的中品灵气啊！有凶兽的气息，这应该是某种凶兽的内丹吧？不过从这个气息上来看，只是个单元级凶兽的内丹而已啊！哼，你懂什么呀？这可是金翅鸟的内丹呐！金翅鸟虽然只是单元级的凶兽，但却传闻其体内流淌着上古神鸟金翅大鹏的血脉。你可拉倒吧你！传说终究只是传说而已啊！如果真的拥有上古神鸟的血脉，又怎么可能只是区区单元级的凶兽啊？要我说，你还不如拿下那株千年云罗草，若是能够炼制出化钢丹，说不定就可以让我突破到天罡7重境呢。与金翅鸟的内丹比起来，千年云罗草不过就是路边的杂草罢了。可以。按照王上的旨意，楚公子还可以选择2件宝物。
千年陨落草啊，不是你拿那紫星云铁也成啊啊！喂，罗老头，你跟在我的身边也有一段时间了，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眼界与见识远远不是你所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说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就别耍宝了，好好动一动你的脑子。莫非你手中这枚莲子有什么讲究？3级灵药之中有一种叫做白心莲的灵药，这种灵药300年生1颗莲子，并且每一株白心莲只会生1颗莲子，叫做清水莲子。然而，在1000株白心莲当中，也只有极小的概率才会有1颗清水莲子化作玄水莲子，属于奇物。无论是价值还是效果，都已经远远和白心莲不在同一个层次了。而我手中的这颗玄水莲子，就是上千株白心莲里面都难以找出来的奇物级灵药。哈，楚公子真是博学，我也是在王宫宝库的书册上看到过相关的记载，才知道这种奇物的。可否还有第3层宝库啊？没有了。既然如此，宝物我拿了2样，剩下的1样宝物，你自己拿1件吧。哎，这可是你说的。以你的资质和根骨，就算是炼制出了化钢丹，也不可能突破到天罡7重境的。什么？难道你忘了我当初告诉过你，你若是想要突破，唯有炼制出纯阳丹，亦或者是借助天罡化元阵才行啊？唯有这2种办法，才能够洗礼你的资质与根骨，让你具备突破天罡7重境的身体条件。因为你的根骨已经定型，潜力用尽，按理说天罡6重境就已经是你的极限了。这，走吧，跟我回汉白城。纯阳丹是5品灵丹，将来等我的灵火晋级为5品，凑齐材料就能给你炼制出来。到时候你的一身根骨资质得到纯阳之气的洗礼，可以让你焕发出更大的潜能。莫说是天罡7重境了，将来就算是突破到战灵境，也不是没有希望啊！真的。楚少，可否告诉老夫你是如何治好的秦王啊？那合欢毒据我所知乃是无解之毒啊！不要抱着固定的思路去想这个问题，具体如何我不方便告诉你。如果你自己能想明白的话，也不要声张啊。那个，楚少需要的那5种灵药，每一种都是奇物，过于难寻了。老夫呢，也只是找到了1种。这里面是千年青木根，乃是用来炼制疗伤圣药的好东西。任何疗伤丹药，只要炼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就能够将疗伤的效果提升数倍，甚至可以达到活死人肉白骨的功效。是我从一位好友那边换来的，价值数十万玉币。玉璧的事情，郭老不用担心，我给你100万玉璧。楚少太客气了，玉璧老夫就不要了，还请楚少可以在医术上指点1、2。郭老，你倒是一个聪明人呐！指点你医术呢，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医术的精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得到的，而我不可能在咸都之中停留，所以呢，也就没有时间来指点你。虽然不能得到楚少的指点，但这千年青木根，老夫依旧还是送给公子了。好，正所谓无功不受禄，既然我拿了这一株千年青木根，自然就要有所回报。这样吧，我用半个时辰的时间传授给你小5行刑侦之术，你能够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5种主药已经凑齐了3种，距离我和柳天明约定的时间也快要临近了。那奇物阁的奇物使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陈儿，你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你已经知道咸都发生的事情了？是啊，听说咸都之中3大家族谋反，死了很多人，恰好你又去了咸都，要找3大家族的麻烦。不过你能平安归来呀，我和你爹呀也就放心了。这点小事你也担心啊？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况且有罗老头跟在我的身边呢，他是天罡6重境的修为，谁还能伤到我不成啊？走吧，我们去大厅。我这一次啊，可是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啊！我的天哪，楚尘呐，你这家伙不会是把3大家族的宝库给洗劫了吧？也算是吧。而秦国王室，光是宝库中所堆积的玉璧，还要比这个多出更多呀。这就是经营啊！对于懂得经营的势力来说，财富的积累并不算多么的困难。没错，不过这个世上懂得经营的人并不多呀。那罗老头的修为虽然是天罡6重境，但是在过去的时候，他所赚取到的玉璧基本上也就勉强足够他自身修行所需，基本上很少有剩下来的结余啊。但是如果他能换一种思路的话，凭借他天罡6重境的修为，掌控几个小家族，让那些个小家族的人为他去经营一些产业，那么就算是多了不说吧，起码随随便便赚取个几百万的玉璧财富还是轻而易举的。喂，你小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老夫我没脑子吗？啊？哼，你如果有脑子的话，还能沦落到这一步吗？这些玉璧的数量虽然惊人，但实际上如果想要支撑我们整个楚家的发展，以及诸多人的修行所需，最多也就维持10年左右就会消耗殆尽。所以归根结底，就像是我刚才说的，懂得经营才是一个家族可以蓬勃稳定发展的基础。此次咸都谋反，秦国王室能够以雷霆之势剿灭3大家族，我在其中也占据了不小的功劳。所以3大家族的产业，其中的5成将会在不久之后成为我们楚家名下的产业。关于这件事情呢，爷爷你就负责安排人前往咸都，去跟秦国王室的人进行交接就可以了。好的。有了这些资源和产业，不出5年，楚家就能够发展起来。炼丹的事情就需要陈老你多操心一下了。陈老与郭老还有秦国王室的关系不错，去咸都交接的事情就交给陈老，如何？没问题。陈儿，你这是打算要走了吗？啊，那个我的确是最近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快则1个月，最晚也不会超过3个月就会走。我离开是必然的，因为在大秦王国这样的地方是找寻不到可以恢复丹田损伤的灵药的。恢复丹田损伤？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丹田被废就永远无法恢复，但是对于我而言，却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不过父亲还是要多等一等了。好，无论等多久，我都会等。放心吧，父亲，那一天呢不会太久远了。到时候我们父子2人一起去那慕容家，倒要看一看那些个老太婆的嘴脸。灵纹之术对于我而言，辅助的作用很大，尤其是在我修行的前期阶段。当初轮回眼第1转神通的开启，是吞噬吸收了我8世积累的强大灵魂力。8世积累的灵魂力是何等的强大与恐怖啊！这样算起来的话，我要开启第2转神通所需要的灵纹之力，那岂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公子，柳供奉求见。楚少，齐武使来了。好，来的倒是挺快的呀。进来。见过齐武使大人。哈哈，刘管事不用多礼，你身边的这位少年郎就是这次的买主吧？是的，齐武使大人。没想到阁下如此年轻就坐上了齐武使的位置。哈哈，这么说来，小兄弟似乎对我们齐武使颇有了解。据我所知啊，你只是一个亡国小家族的子弟，若是没有刘管事的引荐，你是接触不到我们齐武阁的呀。哈，只是偶尔听说一些罢了。据我所知，初级齐武使负责皇朝范围的齐物交易，一身修为最低也是天罡7重境的要求，所以看到阁下如此的年轻，有些惊讶。哈哈哈哈，相比起我倒是更好奇小兄弟你啊。我看小兄弟将来绝非是池中之物啊。哼，阁下客气了，
不知道我所需要的东西是否带来了？根据刘管事提供的信息，小兄弟需要的5种奇物我都带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这奇物的价格并不固定，最终的定价是以我这边为准的。不知道小兄弟，你是5种奇物都要啊，还是只要某几种呢？啊，我要火纹珠果和地龙宝皮。火纹珠果为奇物级3级灵药，我这边的定价是200万玉币。地龙宝皮相对来说更加的珍贵一些，乃是一种拥有龙之血脉的凶兽，其身上唯一蕴藏龙之血脉的宝皮，定价为500万玉币。这么高？哈哈，虽然我不清楚刘管事给你的报价是多少，但是如果你了解奇物阁的规矩，就应该知道奇物的价格会有波动，同时呢，奇物的定价也是由奇物使来定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价格会这么高。一般来说，召唤奇物使进行交易，若是我拿不出这么多的玉币，就要给予奇物使一定的赔偿。不知道我要赔偿多少呢？500万玉币，哼，没想到遇到了一个面善心黑的家伙呀！既然是奇物使的定价，那么我也只能认了。小兄弟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小兄弟能有这般的气魄，日后定然是人中龙凤，不可限量。交易愉快。楚少，幸亏你这次忍了下来，不然的话，麻烦可就大了。哼，我的东西可没那么容易被人坑走。楚少，对方的来历绝对不会简单。20岁左右的天罡7重境，我也只是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将来还会见面的，到时候他从我这里坑走的，我会要他100倍1000倍的给我吐出来。虽然500万玉币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在这样无趣的历练上，也算是给自己找点乐子吧。没想到小小的一个王国之中，还能遇到一个有趣的小子，沉稳从容，高深莫测，还真是有点意思呢。按照那些老家伙的意思，是要我以奇物使的身份历练，唯有突破到天罡8重境之后，才允许我回去。那些烦人的老东西们呢？我怎么感觉你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头凶兽苏醒了似的？相对于同境界的武者来说，我比凶兽更加的可怕。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啊？聚气10重境。这么快？爹，我打算去一趟青州。你回青州做什么呀？青州的那座大阵也是时候该解决了。你要去解决挟天运魔阵？莫非令师尊要出手了？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一旦青州的灵阵可以解决，曾经只要是在青州待过的人都会感觉到有些东西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到时候你们都会有所感觉的。我记得你曾经修炼的功法名为玄心黄道诀，那是一门地阶上品功法。你所出身的家族应该是某一个皇朝吧，而且还是一朝的皇室啊。我并没有想要杀了他，爹爹说会保护我，他说即使是他死了，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我。你的父亲虽然想要保护你，但他只是一个王侯。是啊，父亲只是一个王侯。如果他不管我，将我交给皇宫的人，我也不会怪他，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妖孽，是妖怪，甚至于就连我自己也都这样认为。但是你知道吗？将禁元灵纹封印在我身上的，就是我的父亲啊！原来如此啊！我相信你的父亲也应该有他的苦衷。天姑的预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天姑说雨滴的转世身已经出现，让我来这里寻找。
这区区一个亡国之地，资源贫瘠，天地元气匮乏，女帝转世身怎么可能会在这里？我已经找了18年了，若是找不到女帝转世身，我们凌寒宫难道就这样永远的隐世不出吗？按照天姑的预言，只要我接近女帝转世身一定的范围，这枚吊坠就会发光。我足足等待了18年，女帝转世身出现了。一个资源匮乏的亡国之地，怎么会出现这种级别的武秀？你是何人？这位姐姐，你为何要拦住我们？姐姐是为你而来，为我而来。不过，我好像并不认识姐姐。你不认识我也是正常的，不过以后我们就会认识了。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有什么话不妨明说。你不需要知道，而且你的手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楚尘，你要杀我？亵渎圣女，杀你1万次都不足惜。圣女？你是说她？死人不需要知道的太多。你他妈的，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住手！无极顺势！你这个疯女人，老子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他妈的就要杀我！我想起来了，在一本古籍中，我看到过一些记载，你的这双眼睛是轮回眼。你竟然认识我的轮回眼？我不光认识你的轮回眼，我还知道轮回眼中的金色纹路与转世的次数有关。而你的轮回眼已经有9道经文，属于传说中已经达到圆满境界的9纹轮回眼。若我所料不错的话，过去的你曾经有过无比强大的辉煌，可以经历9世轮回，扛过轮回大劫的人，绝不会是弱者。你这个疯女人既然知道，那么你打算如何？杀了我吗？我不会杀你。你不杀我？是的，受到祖训的约束，我不会杀拥有轮回眼的人。但是，我必须要带走圣女。就算曾经的你或许称雄过某一个时代，以你现在的实力，也无法阻止我。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我是不会让你带她走的。哼，很可惜，你并不具备与我讲条件的能力。楚尘，凌寒，柔儿，或许对方之所以带走了他，是因为他是梅凌寒转世之身的缘故吗？无论你是谁，将来等我弄清楚了这一切，我会让你们知道招惹我的后果。属下参见公主。有一个人授予祖训，本宫不能亲手杀之，你去将他斩了。是。那拥有轮回眼之人，必然是某位强者转世，修炼上古禁忌功法，也不知道怀有什么目的。圣女似乎很在意他，那便只能杀了他了。轮回眼示警，莫非有人要杀我？能让我有这般威胁感的人，极有可能是那个白衣女人。但是她曾经说过，授予祖训不会杀我。但是她不杀我，未必就不会让别人来杀我呀。好，我没有猜错，此人必然是被那个疯女人派来杀我的。但是她是如何找到我所在的具体方位的呢？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呀。难道真的不在这儿？哼，我去其他的地方找找吧。看来他真的不在这里啊。公主不是在他的身上留下了追踪的气息吗？追踪气息？他接连试探了2次，应该是真的离开了。
从我的身边强行带走了苏小柔，更是还派人过来杀我，真当我是泥捏的吗？该死！我知道你肯定就藏在这附近，因为凭你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化解掉公主的追踪印记。哼，你以为你不出现，我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吗？看来这种追踪印记只能够维持3天，就会自行消散。但是那个疯女人，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亲手宰了你。等我轮回眼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凭借我的灵纹之术，可以炼制一条傀儡假臂，暂时先用着。玄心之术，看来我要调养几天，才能够完全恢复了。或许对我而言，更适合自己一个人孤身修行吧。请问，这里距离青州城还有多远？阿东，你也太惊一乍了吧！我还以为有什么大家伙摸过来了呢，原来只是一个山林中迷了路的少年郎啊！哎，不要放松警惕，小兄弟迷路了。你叫什么名字？可是这青州之人？没错，我的确是青州之人，叫做楚尘。姓楚，小兄弟是楚家人啊？看样子年龄也就在15岁左右啊。原来小兄弟不是楚家的人呐。我听说前阵子青州楚家举族迁徙，已经离开了。小兄弟你似乎是受伤了。来青州的路上遇到了一头凶兽，差点连命都丢了。只要人活着就很好了。那个，可以给我一些水吗？如果有套衣服的话，就更好了。当然可以，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小兄弟遇到了难处啊，我们也是能帮则帮。多谢。那个，这里距离青州还有多远？没有多远，日落之前呢，我们应该可以回到青州的。小兄弟可以与我们同行。没有多远，日落之前呢，我们应该可以回到青州的。虎哥，这小子看起来细皮嫩肉的，一看就应该是某些世家的公子哥，不如我们喂，你这个家伙想什么呢？人家一个少年郎遇难迷路，你还想要谋财害命啊？你他妈的还有没有点人性啊？你小子他妈的给我记住了，我阿虎将来就算是饿死，也绝对不会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你以后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以后就别再跟着我了。别啊，虎哥，我就是说说，就说说嘛。这点东西怎么够垫肚子的？阿春，你再去一趟。无功不受禄，处理这些野味儿就交给我吧。那就麻烦小兄弟了。阿东啊，去给小兄弟帮帮忙，打打下手。好嘞。哼，光会烤肉算什么本事啊？你这辈子估计只能去酒楼里当个打下手的了。好了，小兄弟遇难，你还说这种话？我这妹妹啊，被我从小惯坏了。小兄弟，你别介意啊。他就算是介意，又能把我怎么样？他能有你这样的哥哥，也是他的幸运。小兄弟谬赞了，赶紧吃完，我们还能在日落之前呢赶回青州呢。恐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什么人？小心！几位身手不错呀。乔奎，你敢偷袭老子？哼！就凭你带来的这些杂鱼，还不够老子这把刀砍的。你是林老怪。你们这些小家伙倒是认识老夫啊。小丫头长得虽然不算多么漂亮，但是身材很不错，倒是勉强可以做老夫的顶炉了。你做梦！林前辈，我们与你并没有任何的恩怨，还请放过我妹妹。我们可以将身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前辈。哼，你算什么东西？就你们那点东西，老夫会看在眼里。阿虎，当年你废了我一只眼，
今天这笔账，我要好好的跟你算一算。林前辈，您当初答应过，只要您对这个女人满意的话，就会帮我废掉阿虎他们的修为。小丫头，老夫的耐心很有限，给你一个机会，脱光你身上的衣服走过来，老夫就不出手对付你的同伴。不然的话，老夫就废掉他们的修为，后果你应该明白。我跟你拼了！虎哥，别激动啊，那可是聚气10重境的高手啊！吃完了，林老怪是吧？我记得你。不知死活的小家伙，敢跟老夫这般说话！乔奎，杀了他！谁敢插手，老夫就杀了谁！小丫头，你给我继续拖！小兄弟小心！他炖什么？刚才是什么东西啊？你们是在找他吗？哼，你这老东西记性似乎很不好啊！你是？哼，看来你已经是认出我来了。说实话，我的确很佩服你。区一个15岁都不到的少年，竟然可以做到魂力控物，你能奈我何？哼，不知所谓。当年就要杀你，只是像你这种小角色被我给忽略掉了。既然你自己找死跑到我的面前来，那就送你上路吧。这一路之上，承蒙你的照顾，剩下的这些人如何处理，决定权就交给你了。阿群，你，虎哥，你太优柔寡断了。你可曾想过，如果不是有楚公子在这儿，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被乔奎害死了。当年乔奎和我们抢夺猎物之时，我就让你杀了他，但是你还是心软，饶了他一命。难道你希望将来乔奎再找来一个陈老怪或者是赵老怪啊？斩草要除根，林老怪的死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阿春，哥对不起你，阿群说的没错，当年我如果杀了乔奎那个混蛋，你就不会遭遇这样的羞辱了。阿群说的没错，你太优柔寡断了，我恨你。这个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如果没有楚公子的话，我已经被当作顶炉奸污了，甚至有可能被人玩弄了之后杀死。楚公子，我为我之前说过的一些话跟你道歉。悔恨是没有用的，想一想今后应该怎么做。哎，此地已经封锁，任何人不得接近，赶紧离开。为何封锁？有必要跟你解释吗？单元7重境，玄阶上品猎魂功法。哎，行了，师弟，你跟这些底层的蝼蚁计较个什么呀？哼，不给这些蝼蚁一点颜色瞧瞧，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差距。一共有4个街道可以抵达青王塔的所在，每一个街道的入口处都有3个年轻的武者看守，每个人的修为都在单元7重境以上。地庭下达了历练任务，居然让我们来到这贫瘠之地看守街道。喂，别胡乱的抱怨啊！听说是上面安排下来的任务。上面？难道你说的是？哦，他们果然是为了太乙夺天大阵而来。能不能成，就看我这轮回眼了。本来按照我的想法，直接去青王塔的阵眼，尝试是否可以凭借轮回眼直接吸收吞噬掉整个大阵的灵纹。不过这个办法现在只能放弃了。那个青甲男子的修为最少是天罡7重境以上，我远不是他的对手。阵眼不能动，那我就先收掉其他地方的灵纹。左大师进入那座塔已经很久了，怎么还没出来？谁知道呢？这回的历练任务期限是1个月，估计咱们短时间内啊，应该都。几位公子，这是刚做好的菜肴。哟，这小妞长得倒是颇有几分姿色呀！啊，嘿嘿，挺有料的。穿这么宽松的衣服，那可是浪费了你的好身材呀！几位公子，还请放过小女。
滚一边去！本公子看上你的女儿，那是你的福气，别不识好歹。哎，王东，你这个家伙好色的毛病要改一改。你们还别说啊，有些不起眼的小地方还真有不错的尤物啊。你们还盯着一会儿啊，我去就来啊。哎，那小妞确实挺不错的，可惜被王栋抢了先手，不然的话我也挺想玩玩的。哎，陈超，男人好色虽然没什么不对啊，但是也要分时候，更重要的还是修行啊。我说刘勇师兄，你是将一颗心都放在了小师妹的身上，所以看不上别的女人才这么说吧？啊！求求你放过我吧，求求你！本公子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别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把本公子伺候的舒服了，说不定本公子可以把你带回去，让你当一个丫鬟。不然的话，本公子就杀了你。这些家伙简直就是人渣！王栋那家伙这么快就完事儿了？他奶奶的！哎，我说王栋，好好的一个小美人儿，就这么被你他娘的糟蹋了啊！哎，王栋，你赶紧给我出来，要不然我绝对把这件事情让整个师门的人都知道。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呢。哎，小心！什么人居然敢来找我们青岩宗的麻烦？哎，王栋，你丫的不会是死了吧？小心！车里根本就没人，刘勇师兄，你也太小心了。什么？陈师弟？接下来就剩下你了，掌控之力，肉身之力。黄金巨象，你是什么人？找死！接下品战绩，青鹏战法，无极顺势，无极风势。这不可能！掌握有某种极其强大的战技，哼，在战斗中居然还敢走神儿！真元凝甲，无极制式，只伤了皮肉，却未伤到筋骨、内脏和经脉。哦，想逃？看来失去了一只右手，对我一身实力的发挥影响不小啊！不要！果然如此，不知道要吞噬多少道灵纹的能量，轮回眼才会开启第二道神通。李师兄，刘勇那边的人还没来呢，不是说好了半个时辰就要来这边向黎师兄汇报情况的吗？哼，刘勇他们三个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不听黎师兄的话！哎，白天的时候，我看见刘勇他们三个在一家酒楼，那个酒楼老板的女儿可是长得不错呢。哎，王栋那家伙好像和刘勇在一起吧？那家伙可是好色成性，肯定是玩女人耽误了时间。如果他敢因为玩女人耽误了正事儿，我亲手阉了他。这些青岩宗的弟子一共看守4条街道的入口，每一个街道的入口都有3人看守，也就是一共12个人。哎，是徐伟师弟的声音，出事了！该死，他们不见了，这里有些灰烬呢。是灵火的气息。这凶手看来不是一般人呢，只有医师和灵纹师才会凝练灵火，发信号让其他地方的人小心戒备，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揪出来。他在那儿。是你？我本以为将你杀死了，没想到你还活着。该死！你们都回去吧，此人交给我了。是，左大师。是不是一个女人让你追杀我的？哼，身为一个将死之人，你没有必要知道的那么多。死了之后，去地府问阎王吧。哼，既然如此，你还不动手啊？哼，我暂时不会杀你。之前我感应到大阵的阵眼出现了异常，应该是你在外面动了什么手脚吧。不过无所谓了，我布置了一座血炼之阵，需要活人当祭品。原本是准备找一个外门弟子当祭品的，正好撞见了你。一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反正无论如何你都会死。
看来你还是一个5品的灵纹师啊！不用白费心机了，我所布置的血炼之阵乃是5品灵阵。以你那点微末的修为，只要触碰到灵纹的瞬间，就会直接化作脓血。以你的血来祭阵，你应该感到荣幸。我荣幸你18代祖宗。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哼，一言你大爷，我会亲手捏死你！给我等着！哼，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就这么认定我死定了？死！该死的小畜生！居然在吸收太乙大阵的力量！混账东西，赶紧给我停下来呀！这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第2种神通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了，不过太乙多天大阵毕竟是7级大灵阵，轮回眼估计无法将这座大阵的能量完全吸收，就可以完成升级了。果然没死。哼，这样弄死你，实在是便宜你了。可以抵挡天罡4重境武者的攻击，这件青灵战甲也算是相对不错的中品防御灵器了。一位5品灵纹师的纳戒，应该会让我小小的惊喜一下吧。我这双眼睛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啊！既然跌落到4级灵阵的程度，那么即使是没有了轮回眼吞噬灵纹之力的特性，凭借我如今的灵纹之术，也能够破掉了。哈哈哈，5品灵纹师的纳戒果然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呀。有一座太乙多天大阵出问题了。7000多年前，圣祖布局，在整个西玄之地耗尽数千年的岁月，一共布下7座太乙多天大阵，汇聚无穷的运势，使得我们太乙圣地运势昌隆，可与上古传承相比肩。数百年前，圣祖传人真辉背叛宗门，毁掉了一座大阵，如今竟然又有一座大阵出了问题，罪无可恕。大阵所在为中心，方圆5000里之地，寸草不生。是。纯粹的肉身，就已经是丹元6重境了。可惜呀，只有1只手，让我铭刻灵纹的效率降低了很多呀。左大师怎么还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在这地方守多久啊？没想到只是在一个小小的王国中历练，竟然死掉了5位同门的师兄弟啊！那个凶手落在左大师的手里，肯定是必死无疑的。而左大师乃是5品灵纹师，更是天罡7重境的强者，落在左大师的手中，他断然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啊！哎，黎师兄说的对啊，果然还是黎师兄想的周到，佩服佩服。是啊，黎师兄可是丹元8重境的修为呢。医生，有左大师在，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来操心。左大师那可是5品灵纹大师呢。这是他就是当初杀死5位同门的凶手。左大师呢？这个人落在左大师的手中，怎么可能还活着？虽然磨难重重，游走于生死的边缘，但是我的收获也很大，修为突破到了丹元3重境不说，还开启了丹元境的第一个人体秘藏。那座塔为何会崩塌？左大师呢？没想到他只是一个丹元5重境的家伙，死掉的5位同门可都是丹元7重境啊！哼，肯定是他暗中偷袭，以阴险的手段害死了那几位师兄弟。我们要为同门师兄弟报仇雪恨。你们是说那个穿着青色战甲的家伙？如果他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左大师，哼，那么很不幸地告诉你们，他已经死了。死了？这不可能！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丹元5重境，怎么可能杀死天罡7重境的左大师呢？
胡说八道！将他拿下，一切就都可明了了。老老实实的束手就擒吧，还能少吃一些苦头。哼，区区一个单元7重境，这口气倒是不小。哼，给我死，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地阶战技水月剑指！啊！地阶下品战技大成，哼，一招毙命。你们这些垃圾一起上吧，解决了你们，我还要赶路呢。狂妄，杀了他！是，这怎么可能呢？他施展的到底是什么战技呀？威力太强了！为何我没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任何真元气息的波动啊？混账东西！下品灵剑，增幅之力超过了30%。混账！你有本事别躲呀！哼，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么白痴吗？难道你没发现，你跟在我的屁股后边就像是一条狗一般，而我是在遛狗吗？小混蛋，我黎青要把你碎尸万段！解决掉这些杂鱼，然后再解决你这条杂鱼。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残影闪光剑，剑法战绩圆满啊！这次我看你死不死！就算你再厉害，终究也不过是一个单元6重境的武者。凭借灵剑增幅，我这一击蕴藏了168项之力，还是地阶下品战绩大圆满。你就算是不死，也别想再爬起来了。我会斩下你的左臂，然后再砍断你的双腿，把你做成个人棍儿，然后我再一点一点的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你居然还能站起身来！哼，你不会以为就刚才那种程度的攻击就可以杀死我吧？哼，不过只是有点淤青而已，破防都做不到罢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就嚷嚷着要来杀我，你们可真是可悲呀！你可知道我们来自青岩地庭，你一个小小的王国武修敢与地庭为敌？区区一个地庭而已，还不值得让我忌惮什么？就算你是圣地的圣子，今天也只能是把命留在这里。去死吧！你太天真了，狗就算是变成了疯狗，也改变不了它还是狗这个事实啊！这不可能！无极阵势，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恐怕用不了多久，整个青州都会变成一片死地吧。啊，该死的紫文雕，所幸还是逃出来了。只是希望大难不死，能有后福啊。仙儿，你认识我？楚晨，楚晨，你醒了？给我点水喝。给。如果不是遇到了你呀，我说不定就直接被野兽给叼走了。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不过你这怎么变得这么狼狈了？一言难尽呐。来吃点东西吧。看来这段时间你的修为精进了不少啊。那就要谢谢你当初给我的洗髓丹了。洗精法髓之后，我的资质提升很多，所以才会修炼得这么快。还有你给我的炼魂功法，玄阶功法果然很厉害。我的灵魂力可是已经达到了单元1重境呢。灵魂力越强，吸收炼化天地元气的速度和效率也更强。可惜就是我修炼的功法差了点儿，不然的话我应该可以突破到单元境的。我可以传给你一门功法。啊，你要传授给我功法？
没错，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的资质已经达到了9级，相当于凡人体质的极限了。而我传授给你的功法，若是你能够修炼到一定的境界，就有机会超越凡人体质的极限，成为后天之体，不弱于先天。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过后天努力修炼出来的体质，甚至比先天更加强大。因为这份力量来之不易，更懂得运用与掌握。天哪，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听说功法是很重要的传承，你就这样随随便便的传授给我，你背后的家族或是宗门会同意吗？我的功法都是我自己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和顾虑。喂，你到底学不学啊？学，当然学。我传授给你的功法名为玄女天功，没有我的同意，你不可以将这门功法传授给任何人，同时也尽量不要让人知道你修炼了这门功法，否则会有很多人都想要杀死你，得到这门功法。这么严重？难道这门功法很厉害吗？天阶功法，你说厉不厉害呀？什么？你说这是天阶功法？那我以后岂不是要被追杀了？你说你传授给我这么厉害的功法干什么？如果被人知道了……行了，别耍宝了，以后你只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知道就行了。将来你凭借这门功法变厉害了，到时候就算别人知道你修炼了天阶功法，谁又能把你怎么样啊？哦，你说的也对啊。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的？这才像你的性格吗？这里是大秦王国的边界地带，我打算离开这里，进入大周皇朝的境内。你呢？我也是浪迹天涯，四处为家，要不我就跟着你吧。那就一起走吧。还是会有些破绽呢。这是你自己炼制的？我是一个灵纹师，而灵纹一道延伸出来的就有傀儡一道，这是傀儡假臂。在我得到再生丹以前，暂时就只能用这条手臂了。你居然是一个灵纹师？前面应该就是云梦岭了。我不怕。这种级别的天才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你是何人？为何阻拦我等的去路？我为秦族圣子，寻龙神后裔一战。不好意思，我们圣女没有时间答应你的约战。我想要他体内的真神体魄。我们不知道你说的真神体魄是什么。秦族圣子，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若执意妄为，恐怕秦族就要换一个圣子了。龙宫圣女的口气倒是不小，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融合了龙神体魄之后，实力如何？如果你不如我，那么我就要辣手摧花，将龙神体魄从你的丹田里挖出来了。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这些人好强大啊，简直就像是天神下凡一般。将来你也可以变得和他们一样强大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离开这片区域。上古龙神的传承，秦族的圣子，莫非历经过去了数万年，这个时代将要再次出现真神了吗？倒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我看两位似乎年纪不大，以这样的年纪就来云梦岭中历练，可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这就不劳烦你来操心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最好不要拦着我们的路。丹元三重境，朋友看来天赋很高啊。既然你也是丹元三重境的修为，那么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小队呢？季庆元，你找到适合我们队伍的人了啊？哟，龙老，我听季庆元说，小兄弟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呀。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加入你们？你们可真是不讲道理。我如果说不愿意，你会怎样？不怎么样。在这云梦岭一带，还没有多少人敢拒绝我鲁春秋。你拒绝也可以，但要接我一掌。那如果我们加入你们的队伍，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好处？我们既然邀请你加入进来，那么自然就是有好处的。不知道小兄弟，你是否听说了最近上古秦族的人出现在了云梦岭这一带呀？啊，自然是听说了。既然你听说过，那就简单了。你试想一下，上古秦族是怎样的庞然大物啊？他们那些人高高在上，却来到了这小小的云梦岭，肯定是为了寻找某种宝物而来。而老夫便是发现了一处藏宝之地，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存在有一座灵阵，需要凑齐5个单元3重境的武者才能够开启，而我们只有4个人呐。现在你应该知道加入我们的好处有多大了吧？只要你和我们一起去联手破掉那座灵阵，藏在灵阵里边的宝藏就是我们的了。到时候我们将宝藏平分，绝对是一桩大造化呀！我听说只有灵文师才能够对付灵阵，莫非卢老还是一位灵文师？小兄弟倒是有些眼力啊！卢老的确是一位世间少有的灵文师啊！世间少有？我怎么觉得你们说的所谓宝藏根本就不靠谱啊？哎，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乱说呀！哼，现在你们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么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加入我们，要么老夫就只能杀人灭口了。哎，小兄弟，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卢老若要杀你啊，你根本就不可能逃掉，不如和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那个宝藏。卢老可是说过，那个宝藏里面有一种叫做天蚕草的奇物，价值连城啊。天蚕草啊，有所耳闻，听说是一种奇物级的4品灵药，价值上千万玉币。上千万玉币？我可以答应你们一起去探索那个宝藏，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得到的宝物大家要平分，我们兄妹算一份。这就对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如果被其他人得到了那个宝藏的消息，我们恐怕就没有机会了。老夫怀疑上古秦族的人来到云梦岭，就是为了那个宝藏中的天蚕草而来。我觉得那个老家伙没安什么好心。放心吧，一切有我。罗老，你之前说只要凑齐了5个人，你就会将地图拿出来的。那是自然，大家随我来。啊，的确是云梦岭的地图。这宝藏标记的这个位置有些偏远呢。没错，那个地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迷雾之湖吧？啊，竟然是迷雾之湖！卢老，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如果你提前告诉我是迷雾之湖的话，我肯定不会参加这次行动的。弟兄说的没错，那迷雾之湖可是云梦岭这一带的禁地，以前曾经有很多的人前去探索，结果都是一去不复返。哎，不用担心，我这把老骨头也知道迷雾之湖的危险，又岂会去送死啊？我之所以敢过去，就是因为我知道迷雾之湖之所以危险，是因为里面存在有可以杀死单元境武者的4级灵阵。但是只要我们按照地图上的标注的路线去走，就不会被4级灵阵攻击，自然就可以来去自如啊！莫非你是不相信老夫吗？啊？说实话，老夫就按照地图上的路线亲自去了一次迷雾之湖。在迷雾之湖的中心有着一座小岛，那个宝藏就在那小岛之上。如果不是因为小岛上面的阵法需要修为相同的5个人联手才能够破掉，老夫早就1个人独吞宝藏了，怎么会便宜你们呢？
我没有什么意见，不是有卢老的地图路线吗？4级灵阵又有什么好怕的呀？我说，你这个妹妹的修为不高啊，所以如果有危险的话，我们可不会管她呀。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就把她留在据点这边吧。啊，不用了，我可以保护她。啊，还未请教小兄弟的大名啊？我叫楚尘。罗老，看来你那份地图标注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这一路上走来，几乎都没有遇到过凶兽啊。哼，季小子，老夫早就说过这地图是真的了。老夫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啊？如果地图是假的，一旦遇到了危险，老夫岂不是也会没命啊？卢老说的是啊，是我的错，我道歉啊。大家都是在这云梦岭中混生活的，谁都不容易，得罪之处还望卢老海涵呢啊！一会儿你抓住我的手，一定别松开，记住了。卢老，我们怎么走啊？我们就从这里进去，你们一定要紧跟着我，路线不可有任何的偏移，记住了吗？我可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你们之中有谁不听我的，到时候一旦出现了危险，我可不会出手救你们啊！大不了回去我再找另外一个单元3重境的过来啊！卢老您放心吧，我们都听你的。小姑娘，不如你跟在我的身边，比跟在这个小白脸的身边会更安全一些啊！你是找死吗？小子，你确定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呀？卢老，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因为你需要再找一个单元3重境的人过来凑数了。哼，好大的口气呀！都给我住手！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啊，等拿到了宝藏之后，你们愿意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谁如果耽误了老夫的事情，就别怪老夫我翻脸无情。哼，看在卢老的面子上，我就暂时先不跟你计较。呵呵，希望过一会儿你别哭啊。小兄弟你别怕啊，到时候你我联手，就算他们2口子联手也奈何不了咱们。跟紧我，运转真元，我们要踏水而行了。这就到了。哎呀，来到这迷雾之湖的中心，小兄弟还能如此的从容淡定，真是让人佩服啊。哼，佩服就算了，你说的宝藏在什么地方？跟我来。百鬼迷雾阵。灵魂力方面的话，我当年得到的9天神地诀只是个残篇。单元境这一层次修炼结束之后，一旦踏入到天罡境，这门炼魂功法就没有后续的了。暂时先不想这件事情了，希望车到山前必有路。等我修炼到单元7重境以后，再考虑这件事情也来得及啊。就是这里了，这就是卢老你说的藏宝之地。这个地方怎么看也不像是藏宝贝的地方。哼，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莫非你还觉得老夫在诓你啊？没错，这里有灵阵守护，奉劝你们最好别试图去强闯。之前我扔过去一件下品灵器都化成了齑粉，除非你觉得自己的血肉之躯比灵气还要坚固。卢老别误会啊，我只是谨慎习惯了。哼，当初老夫找到这里之后，也是研究了很久，才找到了破解这座灵阵的办法。那就是必须5个修为一模一样的人，按照不同的方位站好了，同时攻击这座灵阵。5行绝命阵。卢老，这座灵阵看起来很不简单，你是如何知道破解之法的？你可别告诉我你是一位4品灵文大师啊！小兄弟想多了，我当然不是4品的灵文师啊，但是我是一位3品的灵文师。当初呢，我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这里的地图，还得到了一个叫做5行绝命阵的阵图，其中就记载了破解之法。只是我虽然知道了破解之法，但是方位却不好确定，所以才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最终才确定了5个方位。好了，5个位置老夫都已经标记了出来，只要你们听从老夫的指挥，便可破掉这座5行绝命阵，得到里面隐藏的宝藏。嘿嘿，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这是最后的一步了。想一想，这个地方很多天罡境的强者进来都是有死无生，这里所隐藏的宝藏又该是多么的惊人呐！小心点儿，那个女人不简单。楚小弟，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小姐姐，莫非感觉出了什么来了？你这小家伙，居然来套我的话。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姐姐，我的确是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个老头没安好心。不过，我看小弟弟你不是寻常之辈，有什么看法可以告诉姐姐吗？小弟我当然不是寻常之辈。姐姐，我很好奇呢。如果你把你的发现告诉姐姐的话，姐姐帮你满意哦。小兄弟，你去那边。我选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可不行啊，因为我们5个人需要联手破阵，必须要我来进行安排，稍有差错就会功亏一篑，甚至有可能造成5行绝命阵的反噬啊！到时候我们都要死在这里啊！小子，就说你事儿多，如果你再磨叽，我们就杀了你，然后再找一个单元3重境的人过来。哈哈，行，我不选这个位置就是了。楚小弟，那老头的位置很特殊。我觉得呀，无论出了任何事儿，卢老头的那个位置绝对不会有事儿，毕竟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冒险呢。楚小弟，你可真坏！你是想要让我去跟那老头争夺那个位置，而你坐山观虎斗。不过，姐姐就喜欢你这种坏坏的小男人呢，你可千万别死。卢老，你就赶紧说怎么做吧。是啊，卢老，赶紧的吧，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我这不也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啊？那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就喊3、2、1，我们5个人全力出手，凝聚真元，打向那个洞穴入口的位置。都听懂了吗？好，那我开始数了，3、2、1。罗春秋，你算计我们！也不能说是老夫算计了你们，而是你们都被贪欲迷住了眼睛，活该要成全了老夫啊！破解5行绝命阵的确是需要5个同境界的武者一起不假，但若是要破阵，就必须由其中的4个人成为祭品。你们放心，等你们死了之后，老夫拿到灵阵里面藏着的宝藏，一定会感谢你们的。你个老王八犊子！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小友倒是镇定，你之前要站在老夫这个位置，应该是看出来了什么吧？可惜呀，你终究不是灵文师，注定要为老夫做嫁衣了。老梆子，你高兴得太早了吧？谁给谁做嫁衣还不一定呢。哼，死到临头了，还逞口舌之力。老夫乃是3品的灵文师，说你死，你就必然会死。就和季庆云那个不知好歹的小子一样。你，很快就轮到你们了。老东西，我会亲手杀了你的。牛舞般的声音，老夫一大把年纪了，都想要一亲芳泽，可惜你要死了，没机会喽。走开啊！你是什么人？快从我的身体离开！小妹妹，不要那么生气嘛，姐姐只是暂时借用一下你的身体。为什么不是你，而是老夫？哼，老梆子，我早就说过，让你别高兴得太早。3品灵文师并没有什么可了不起的，你以为除了你站着的位置，站在其他4个位置上的人都会成为祭品？
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将不会成为祭品的位置修改到了我这边。楚哥哥，你这样看着人家，人家可是会害羞的呢。狐妖，给我滚出来！楚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凶人家呢？楚哥哥，人家好想让你疼疼我吗？你想对我怎样都可以哦。妖狐，多余的话我不想多说第二遍。离开仙儿的身体，我可以饶了你。在我的狐媚之术面前都视若无睹，楚哥哥，你是不是不举啊？还有啊，楚哥哥，人家是有名字的，我叫胡小玲，你也可以叫人家小玲玲啊。你姓胡？看来你不是后天觉醒灵智的狐妖，而是与生俱来的妖狐一族。狐族论资排辈上中下，你是哪一等啊？你竟然如此了解我们狐族！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主动离开仙儿的身体，我就饶了你。不然的话，就算是拼着会伤到了仙儿，我也会把你揪出来。到时候，我可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手下留情。我只是在用他的身体，等我凑齐了重塑身体的材料，我自然就会离开。看来你是不听我的了。丹元7重境，黄金巨象之力。就算是丹元7重境，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什么？你居然还认识人皇印？人皇之威可震苍天，可驾驭万千灵文，亦可镇压一切。你既然知道，就应该明白，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你若杀我，你的仙儿也会死的，因为我和他的灵魂之间建立了共生契约。激怒我，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保证，只要凑齐了重塑身体的材料，就解除共生契约，离开这个女孩的身体，这总可以了吧？你最好别跟我耍任何的手段。仙儿，若是因为你出了任何的事情，我必然会让你追悔莫及，甚至让你整个狐族都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你口气倒是很大，你知道我们狐族是怎样的存在吗？上古18妖神，9尾狐仙排名第3。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狐族的实力。你既然知道我们狐族的强大，还敢说出让我们狐族付出代价？妖族寿命远超过人族，那胡13应该还活着吧？你知道13族？看你的年龄也就10几岁，你竟然知道的这么多。我知道的远超过你的想象。将来你若是回到狐族，去问一问胡13，可还记得屁股上的那一脚是谁踹的？你开什么玩笑？13族是何等强大的存在，在我们妖族之中，也足可被称之为活化石一般。谁能踹他老人家的那个？岁月悠悠，300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也不知道胡13那小子的心里还有没有阴影啊？你要进去，我感觉这个洞里面阴森森的，不是什么好地方。如果你要进去的话，就自己进去好了。你们狐族还未开启灵智之时，就是住在洞里边，你还会怕黑？你疯了吗？如果这个洞穴的深度很深，我们2个都要被摔得粉身碎骨的。哼，有我在，你死不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狐族那么多的事情？你在狐族是什么身份？上中下3等，你属于哪一等？能不能解开我灵魂的镇压？不能。告诉你也可以。实际上，我是狐族的上等族人。只要你帮我凑齐材料，重塑身体，将来等我回到了狐族，一定会报答你。哦，那么你要怎么报答我呢？
好处肯定多多。我们狐族传承自上古，收藏有很多人族的顶级功法和战技，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介绍我们狐族的女子。要知道，我们狐族的女子每一个可都是绝色妖娆，不是你们人族的女人能比的哦。我倒是觉得你就挺不错的，不如我帮你重塑身体，以后你就跟着我，当我的小媳妇如何？哼，就算是我给你当小媳妇，你有这个本事消受得了吗？哼，不就是狐族采阳补阴之术而已吗？妖族中的女妖大多都会这么一招，但是你想要采补我，还差得远呢。谁说要对你采阳补阴了？我的意思是，我在狐族中的身份比较特殊，如果被族人知道我给一个人族当小媳妇，你会被追杀得很惨哦。看来你的来历很不一般呢。不过我才不怕你们狐族的追杀，你就等着以后给我当一个暖床的小丫鬟吧。你太过分了！怎么着？你还不乐意啊？能当我的暖床小丫鬟是你的荣幸，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才对啊。我怎么才发现你这个人的脸皮居然这么厚呢？你信不信将来只要我一句话，你们狐族的老祖宗就会命人把你拖得干干净净的，放在床上给我灵性啊？呸！上古传说中的紫霄宫。宫？这明明是一座道观，哪里像是一座宫殿的样子？紫代表着紫气，代表尊贵；霄代表云霄之巅，彰显的是身份；宫代表恢宏与博大，代表的是地位。在上古时代的传说当中，紫霄宫就是一座道观，而且紫霄宫也是世人对它的称呼，代表了对这座道观主人的尊敬与敬仰。这道观看起来很普通啊，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这种普通的道观，外面随便就可以找到很多，好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紫霄宫，但是你见过会发光的道观吗？在上古的时代，紫霄宫就存在于传说之中，因为传闻比上古更久远的时代，整个天地都被黑暗所笼罩。坐落于9天之上的紫霄宫坠落，自此消失无踪，成了传说。我们离开这儿。太恐怖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逃不走了，怎么办？不要慌张，一定有离开的办法。上古传说紫霄宫走出过4个人，而这4个人无一不是屹立于上古最巅峰的存在。传闻紫霄宫中隐藏着武道的起源与最终极的奥妙，谁若是能够有缘进入，出来之后便可成为比肩4圣的人物。这里太诡异了，你不会是要去探索那座道观吧？如果你能找到离开的办法，我不去也可以啊。不去不行吗？我有种感觉，我们如果进去了，恐怕会死在里面。狐族对于危险可是有着最敏锐的灵觉。我说这还没去呢，你能不能别说丧气话呀？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这片区域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笼罩，形成了立场，以你和我的实力根本无法强冲出去啊。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道观，或许可以从这个道观中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不，我不想去。这是什么情况？不会是有妖怪吧？喂，你就是个妖怪，还会怕你的同类啊？那这是因为道观散发出的特殊气息形成立场，类似于领域的特性，影响到了这片区域的空间。就比如说，原本只有1米的空间被放大到了100米，也有可能将原本100米的空间被压缩到了1米，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也是空间之力的特性。你一个才10几岁的人族小屁孩，竟然连这些都知道？清静无为，指的是一种心境。任何人若是在修行之时，如果可以进入清静无为的状态，就更加容易领悟一些过去难以领悟的东西，也就是俗称的顿悟。很多人会在偶然不经意间进入那种状态，从而得到顿悟的机缘。修为甚至一次性就能进阶好几个层次。
但是这些人呢，有可能一生都不会有第二次进入顿悟的机会。而绝大多数的人呢，一辈子都不见得能有进入顿悟的机会，所以这种状态和心境都是极为难得。传说如果有人可以达到真正清净无为的心境，那么他就等于时时刻刻都在顿悟的状态。有人达到过那种境界吗？连你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了牢笼。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了牢笼啊！喂，你还会怕鬼啊？你们狐族的狐仙附体之术，不就是鬼魂般的手段吗？啊？谁说我怕了？别过去啊！我认识你，当年的你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被誉为上古万年之后，最后希望成为真神的天才，最终却是死在这里了吗？他是谁？剑神徐天阔。什么？竟然是他！狐族中的古籍记载有这么一个人，据说在数万年前的那个时代，他天下独尊，被称作是上古之后最有希望成就真神的人。你在某个地方，莫非看到过剑神徐天阔的画像吗？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你才看到他就认出来了。徐天阔是我第4世时的人物，后来我第5世转世轮回之后，便听闻徐天阔失踪，并未有他成就真神的传闻。没想到他竟然陨落在这儿，连一具尸骸都没有留下吗？你的眼睛就是难，久闻成，久转如登天。9世纪，却不是终点。刚才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走吧。你能看到这里的路？这条青玉石路会通往何方？不管它通往何处，你我都没有第2个选择。这座碑体上面写了什么？这上面什么都没有，你还盯着看做什么？你看不到？莫非你能看到什么？我如果可以看到，还会问你吗？这里真的是紫霄宫？他们必然是在紫霄宫得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们一起进来的，如果有什么发现，你可不能隐瞒啊。紫霄9篇蕴含9道混沌气，每一道混沌气都代表了其中1篇。那么我所得到的这一缕混沌气中蕴藏了什么呢？我们出来了。你要是不想出来，我可以送你回去啊。别，千万别！飞走了。可惜我只是得到了一缕混沌气，按照设想中的话，应该还有4道混沌气在那个金色碑体之中。你打算如何处置我？离开心儿的身体。但是我如果离开了素体，我的灵魂就会如无根浮萍，很快就会消散在天地间，我可不想死。我很好奇呀，你的肉身是怎样被毁掉的？或者说，你有可能就是狐族的叛徒，正在被狐族追杀。你不要乱说，我可是13族的嫡系后人，怎么可能是狐族的叛徒？狐13是7尾的妖狐，他的嫡系后人怎么可能只是一只3尾的小狐妖呢？我从未说过自己是3尾狐妖，实际上，我的确被追杀。我为保命，修为跌落，所以才只剩下了3尾。狐族的违命之术？哈，这么说来，你倒是不简单呢。据我所知，只有5尾以上的狐妖才能够施展这种秘术，以失去一条尾巴修为跌落的代价，可度一次死劫。你现在的修为是丹元境，那么如果你是5尾狐妖的话，你曾经的修为就是天罡境。
如果是6尾狐妖，修为最起码是天罡4重境，7尾的话就是天罡7重境以上了。我说的可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哼，我所知道的远超你的想象。我给你一个选择，以黑曜晶作为载体，可以让你恢复魂力，将身体还给仙儿。你有黑曜晶，这是可以用来养魂的奇物，价值连城。真的是黑曜晶？就算是黑曜晶可以养魂，但若无法重塑肉身，终究还是无根浮萍。你以为重塑肉身很容易吗？如果你是天罡境的修为，最起码也要7品素体丹。你遍寻整个西玄之地，也找不出几个能够炼制7品素体丹的人呢。哼，我不可能让你一直都占据我朋友的身体，所以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余地。你若是激怒了我，等我解开共生契约之后，后果你自己去想。这样吧，只要你肯离开我朋友的身体，我就让你进入黑曜晶中进行养魂。如果我找到了给你重塑肉身的宝物，便会帮你重塑肉身。我可以信任你吗？很不好意思，你似乎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不过我这个人轻易不会答应别人什么事情，而只要是答应了，基本上都会做到。我答应你，希望你能信守承诺。我可以控制身体了。以黑曜晶养魂，你的灵魂力会逐渐的恢复，在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入主仙儿的身体，这样你们2个都等同于有了自保能力。你这家伙是要让我给这个小姑娘当保镖吗？听我的，对你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你这人也太霸道了，小林姐姐，没有我的同意，你可不能随便再抢我的身体哦。放心吧，你以后就将黑曜晶随身携带，需要的时候，我们之间可以用灵魂力进行交流。好的。唉，可惜没有找到天蚕草啊，仙儿，你跟着我闯荡，以你的实力还是太弱了一些，所以你需要尽快突破到丹元境。有我的指点，大概也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突破了。2个月我就可以突破到丹元境吗？你服用过洗髓丹，资质提升到了凡人的极限，加上我传授给你的功法，别说只是区区的一个丹元境啊，将来就算是修炼到了天罡境、战灵境，甚至是涅槃境，对你而言呢，都不是什么问题。这岂不就是说，将来我以实地战尊诀淬炼肉身，便相当于是加强版的实地战尊诀了？原本我也只是打算练就5行之体，如今有了这一缕混沌气的辅助，或许我有那么一线的可能，将来练就出更加强大的体质啊！按照这个样子修炼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够横扫整个丹元境无敌手了。接下来就是去猎杀蝎虎和月狼了。你猜的没错，我就是那个失踪的狐族公主。你竟然是狐族公主？啊，难怪你懂得施展狐仙附体之术，还懂得共生契约之术，还有违命之术。如果你愿意把我送回去的话，狐族不会亏待你。哼，不好意思，我对你还没有那么的信任，我更担心把你送回去之后，我和贤儿都有可能回不来了。现在你应该跟我说一说，你是如何受伤，肉身是如何被毁掉的吧？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可以告诉你，在前段时间，妖族的大祭司预言龙神体魄问世，龙神之魂将要重现人间。于是龙神宫上下震动，因为我与龙宫圣女亲如姐妹，所以就跟着她一起来到了西玄之地，寻找龙神之魄。但是在我们刚来到西玄之地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上古秦族知道了这件事情，提前埋伏，于是我们被上古秦族的人埋伏暗算了。一开始我也只是受伤，并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与我情同姐妹的龙宫圣女却偷袭了我，毁掉了我的肉身，夺走了我的本命精血。
如果不是因为我练成了伪命之术，以失去尾巴跌落修为的代价逃走，可能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敢去找其他的妖族同伴，因为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叫做侯小玲的女人，然后就以狐仙附体之术控制了她。你现在让我送你回去，是因为你的爷爷来了？是的，我不相信其他的人，但我爷爷绝对不会害我。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只要你带我找到我爷爷，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丰厚的报酬。哼，我还是那句话，我对你没有足够的信任。听说了吗？秦族长老陨落，让上古秦族震怒，已经有大批的强者进入大周皇朝，要斩杀狐族强者呀！狐族的传承那也是起源于上古，甚至比秦族的来历更加的久远。据说杀死秦族长老的人是狐族的上代族长，1000年前纵横天下，威风无量啊！上代狐族之主再厉害，这里终究还是西玄之地，那是上古秦族的地盘，那是龙来到这儿也得盘着，是狐也得趴着呀。将要有一场大风波呀！妖族与上古秦族的恩怨，传闻在上古就已经存在了，彼此争斗了数万年，代代相传。巨擘级的争锋不是我们所能够触及到的层次啊。说的没错，任何一个时代能被称之为一方巨擘的，皆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啊。比肩上古巨擘，看来狐族上一代的这个狐主还是有点本事的，放在当世也算是少有的强者了。那是自然，我爷爷身为狐主时，当时能与他争锋之人寥寥无几，未曾有过败绩。千年岁月之前，比肩上古巨擘，活到当世还能出来蹦跶，我是真羡慕你们妖族的寿命啊！龙魂战灵，是龙神宫的人，快走！逃啊！他的目标是你。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你差点害死我们！你大爷！仙儿，你我分开走。被锁定了，小狐狸，我如果被你害死了，你就跟我一起陪葬吧！龙神宫的人真是好大的威风，西玄之地可不是你们妖族能撒野的地方。阵势战灵，他是寻你而来，看来那个龙神宫的强者手中存在有可以感知灵魂体的宝物。你要做什么？我是在救你。哼，如果你有意见的话，我可以把你丢下。我相信你。仙儿，希望你不要出事啊！只能先避避风头，然后再来墨雨城找寻仙儿的踪迹。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已经死了。哼，你不需要谢我，救你只是顺带。当时在墨雨城的时候，如果将你丢下就可以活命，我会毫不犹豫的就把你丢下。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如果将来我还有机会回到狐族，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很抱歉，因为我的缘故，牵连到了仙儿妹妹。仙儿很聪明，所以她不会有事的。如果你真的感觉愧对仙儿的话，将来有机会就多照顾照顾她吧。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寻找蝎虎和月狼。先在附近找个地方落脚吧。嗯？你的炼魂功法？啊，你先说吧。我们狐族有一门炼魂功法，名为玄冥菩提诀。2000多年前，13祖在外游历，探寻一座古老秘境，几乎于九死一生，得到了一段残缺的功法。那是一段残缺的炼魂功法，根据证实，是上古时代就失传的9天神地诀残篇。只可惜那炼魂功法太过于残缺了，只有天罡境这一个境界的修炼之法。后来13祖耗费了900多年的时间，以9天神地诀的残篇为核心进行补全，这才有了玄冥菩提诀。哼，胡13的本事不小啊！
13族可是我们狐族的奇才，以他老人家的天赋资质，如果是出生在上古的时代，说不定已经成为真神了。那么，你又是修炼的什么炼魂功法？为何在你我一起运转炼魂功法的时候，会出现灵魂力的共鸣？因为我们的功法同出一源呢。我的炼魂功法也与9天神地诀有关。你的炼魂功法也与9天神地诀有关。哎，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互通有无。这玄冥菩提诀是我们狐族的不传之秘，没有13族的允许，我不能和你交换。喂，你想多了，我对你们狐族的玄冥菩提诀并没有兴趣，毕竟那是你们狐族的功法，也更适合你们狐族修炼，并不适合我。我只要你们狐族玄冥菩提诀中关于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而我呢，会将9天神地诀的单元篇拿出来与你做一个交换。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狐族的传承，所以必须经过13族的同意才可以。哼，你觉得胡13会和我这个单元境的武者公平交易？你若是不想交换就不交换，何必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呢？我没有要害你的意思，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知道什么叫做信任吗？你闻到了什么味道没有？你也闻到了。你是灵魂体，根本就没有嗅觉。这到底是什么味道？竟然让身为灵魂体的我都能闻到，太神奇了！是天香果。天香果？什么？你说这是天香果的香味？没错，这种香气正是天香果独有的香气。我可以拜托你帮我拿到天香果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好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天香果在瘴气的深处，我不想去冒险。楚尘，算我求你了好吗？这对我而言很重要，就算是将来我能回到狐族，也不可能找到比天香果更好的东西来重塑肉身了。只要你帮我找到天香果，我愿意用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做交换。一言为定。你走吧。有人来了。几位师弟师妹，这个地方很邪门，你们跟好我。我手上有霹雳雷火阵的阵图，这种灵阵需要我们7个人联手才能够发挥出威力，正好克制妖邪之物。放心吧，师兄。师兄，我们都听你的。是啊，师兄，没想到这里竟然有天香果，如果得到的话，我们可就赚大了。哼，我之前就说过这里有宝物，你们不是还不相信我吗？哼，哎，师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雷火阵图？是吗？你该死，没有击中。哼，就凭你这小鬼，也想破开我的护体罡气？无极阵势！哼，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右手是傀儡假臂的话，你早就该死了。好，太恐怖了！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禁忌吗？哎，我可是用命换来的这颗天香果。谢谢你。先离开这里再说。你终于醒了。将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交给我吧。奉劝你最好别耍手段。如果你给我的东西是假的，哼，那么你就别想要天香果了。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吗？你是不是这种人我不知道，但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做傻事，不然的话，后悔的只会是你。哼，希望你能信守承诺。你很聪明，没有给我假的功法，是很明智的选择。哼，我不是那种人。哼，你有没有想过给我假的功法？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天香果我会信守承诺给你重塑肉身，
不过，想要重塑肉身的话，仅凭天香果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几种药材来辅助。只是相对来说，其他的材料比较容易找到。你知道如何熬炼那种药剂？你想什么，我很清楚。药剂我会帮你熬炼。你还是一位医师？难道说这家伙是一个全才？古道天赋惊人，还兼修了灵文和医道之术。是了，云梦岭这边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天玄宗没道理不派人来呀。公子，我们又见面了。第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来无影楼调查过我？有。前不久呢，有一个女人来无影楼问过你的事儿。至于具体更多的信息，我就无法告诉你了。这个只是属于最低级的情报。第二个问题，我想要知道仙儿的下落，就是之前和我一起过来这里的那个小姑娘。她被秦族的人带走了。为什么？这是另外一个情报了，不过这个情报涉及到了上古秦族，所以要归入到上等情报之中，价值10万上品玉璧。我为你熬完药剂之后，我会把你留在这里重塑肉身，然后我就会直接离开。至于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再管了。可以，虽然这是一场交易，但还是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没命了。我说过，你不需要谢我。既然是一场交易，你就不用觉得欠我什么人情。哥哥，青儿，不要伤害我哥哥，不要伤害父亲，求你们，求你们。青儿，放心吧，青儿，将来我会亲自去一趟穆家，那些老女人谁敢拦我，我就屠了谁。你是什么人？是你救了我？不然你以为是谁救的你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需要道歉，这点小伤还不算什么。这是4品回春丹，可以让你很快恢复的。是你？切，这种垃圾的丹药我才不吃呢。垃圾？这可是中等回春丹。上等的还勉强凑合，中等的就算了。看来你们穆家和天玄宗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医师啊，竟炼制这种垃圾丹药糊弄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怎么受伤的？我是被妖族的人所伤。最近上古秦族和南玄妖族开战，我们天玄宗是站在上古秦族这边的。原本我和许多同辈的人跟着一位前辈一起行动，但却遭遇了一位妖族的强者。上代狐主？如果是上代狐主那样的巨波，我也不可能活着逃掉。是一位妖族的大妖，为战临近的强者，来自龙神宫，曾在墨雨城中出手，造成了很多人族午休的死伤。那个龙神宫的大妖太强大了，跟我们在一起的前辈也是战临近，却被他一掌打死。如果不是我有一道师尊送我的灵纹，我也难以逃出升天。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带？我叫做楚灵天，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才来到这里。你姓楚？哼，这很奇怪嘛，天底下姓楚的人很多啊，秦国就有不少啊。你不是秦国楚家的人？哼，你觉得一个小小的秦国家族会有天罡6重境的强者啊？你有什么打算？我需要去找天玄宗的长老会合。以云梦岭为中心的这一带有很多妖族的强者出没，一旦遭遇，必死无疑。我很感谢你救了我，这枚纳戒就送给你吧。你如果和我走在一起，会很危险。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护送你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更方便行动。我已经说了，我来护送你，其他的就不要再说了。难道这个人对我有想法？有人触动了我的灵阵，离开这里。妖族，快走！是妖族的人。火焰之力，凶兽没有灵智，可不会管你是人族还是妖族。走。是闪电雕，他的速度惊人，我们已经闯入了他的领地，赶紧离开。他并没有发现我们。你要做什么？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闪电雕的巢穴就在附近。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他留下的爪痕。实际上，闪电雕并不是为了用爪痕来宣告这片区域是他的领地，而是只有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才会以这种方式警告其他的生灵，禁止踏入这片区域。那么，一旦被闪电雕发现，我们就是自寻死路。后面的人难以甩掉，所以只能是兵行险招。放心吧，我有把握不被闪电雕发现。而那些妖族的家伙，可就没有这个本事了。我的天！是幼年的闪电雕，而且明显刚出生不久。喂，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去打这些小东西的主意。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给你弄到更好的兽种。他们肯定就在附近。那是什么？这闪电雕的巢穴。你也擦擦脸吧。你的手，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就要为这个道歉。我记得在胡家的时候，你的双手完好。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只是一条手臂而已，无需在意。或许下次相见，我的手臂就能完好无缺了。你说的也对，五品丹药之中有一种叫做再生丹的丹药，服用之后可断肢重生，只要肢体残缺的伤势不超过1年就可以。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会向师尊请求，为你求一颗再生丹。不用了。为什么？师尊很疼我的。虽然再生丹很珍贵，但是以天玄宗的底蕴，拿出一颗还是不成问题的。看来你在玄天宗待的还算不错。是啊，我身后有什么吗？是他。没错，就是他。那只小狐狸在哪里？你若是想要知道的话，就放他离开。你可以走了，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的耐心有限，快走！我不走，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似乎很在乎这个女孩，小心！告诉我那只小狐狸的下落，不然我立刻杀死他。放开他！如果你敢动他半根汗毛，我就扒了你这条泥鳅的老皮！哼，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的骨头倒是很硬，即便是在妖族这种丹元境内，也没有多少人有你这么坚固的肉身。看来你的体质非同一般呢。任你用什么手段，如果你不放了他，我是不会告诉你那只小狐狸的所在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最多再有不到1天的时间，小狐狸就会重塑肉身。到时候，你们龙神宫就等着和狐族大战吧。看来你知道了一些你不该知道的事情啊。身为战灵境的强者，却如此欺凌我们2个晚辈，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位秦族长老的麻烦？墨玉城中，你不是他的对手，就来仗着修为欺负我们2个小辈吗？我记得你是穆家的小丫头，就凭你这句话，有机会我会去找你们穆家的家主，他与我一样都是战灵境，我会亲手斩了他。哼，你不说也无所谓，我可以搜索你的记忆，同样也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是婉仪，是她来救我了。战灵境的武修，一旦全力出手，起码也能够波及方圆百里之地。婉仪不会有事吧？放心吧，龙神宫的那老东西战灵受损，不是穆小婉的对手。你竟然知道婉仪的名字，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说过，我是楚灵天。我觉得你不是楚灵天，你我素不相识，你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哼，莫非我对你不好，你才会觉得理所当然呢？不，你说谎。我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呀，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你我只是萍水相逢，你或许认为我对你很好，但是对我而言，也只是顺手救了你而已。我对别人也是这样的。我真的认错人了吗？是的。我们走吧，穆小婉应该可以拦住那个老家伙。若我能踏入战灵境，便是我登临穆家之时。两头闪电雕居然都没能杀死你们！杀了他们！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小心，是4级灵纹，战神之术。你带着我，有可能我们2个人都无法逃掉。我说傻话，我会将你送到安全的地方。你真的不是他吗？你不要管我了好吗？如果你自己逃的话，你肯定可以逃掉的。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一个人族竟然体力比我们妖族还强。我们从山林中出来了。你救了我的性命，我要报答你。你和我一起过去吧。算了，你我只是萍水相逢，或许将来不会再有相见之日了。若真是萍水相逢，你为何拼死救我？拼死救你，我并非是救你，而是自救。至于救了你，只是顺便。你不要走，你回来呀！你给我回来呀！青儿，我会回来的，但不是现在。将来我若归来，昔年伤害我们一家人的罪魁祸首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我若归来，纵举世皆敌又有何妨？我若归来，这五玄之巅任我登临。我若归来，试问这天地之间，谁与争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呢？还是被你发现了。你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是已经决定好了要做我的女奴了啊？你太放肆了！虽然我不杀你，但就不会容忍你一直都在我面前放肆。谢谢你救了青儿。哼，我出手救了我自己的妹妹，需要你来谢我？哼，你的玄天忘情路似乎修炼的有所不同啊。据我所知，玄天忘情路乃是上古时代流传的一门功法，一直到天罡境的修炼都和其他的功法没有天大的区别，最多就相当于是一个地阶上品的功法。而一旦凭借着玄天忘情路修炼到战灵境，那么就会进入一种忘情的状态，忘掉心中的一切情感，而没有了情感的枷锁和束缚，便可以将这门功法发挥到堪比地阶极品功法的程度。甚至于忘情的越是彻底，功法的威力就越是强大。如果彻底的忘掉一切的情感，达到太上忘情的境界，可以将这门功法发挥出比天阶功法还要强大的威力。然而这种说法却是对玄天忘情路这门功法的错误认识，太过于片面。实际上，玄天忘情路这门功法的修炼有2个方向，忘情这2个字也有着不同的定义。忘掉一切情感，追求太上忘情的境界，化身成为无情之人，只是其一。还有一种境界，则是将忘情这2个字理解为忘乎所以的情感，是对情感全身心的投入，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与太上忘情是2种极端。
一个斩断情缘，忘却情感；一个用情至深，忘我无我。所以我觉得玄天忘情路这门功法应该叫做玄天无情路，亦或者是玄天有情路才对呀。你与其他的穆家人不同，你修炼的是有情之道。如果你是修炼的无情之道，你早就直接杀了我了。你的心中有情，也正是因为有情，所以这些年来，你的内心都饱受自责和愧疚的磨难和忏悔。这么说，我有情，反倒是我的弱点了。你乱摸什么？你的手是谁做的？你告诉我，我去杀了他。我不需要你帮我，穆小婉。无论当年的事情你到底是有多少的无奈，但终究是你带来了穆家的人，毁掉了我的童年，毁掉了我的家，让我和父亲与母亲妹妹分开了多年都无法相见，只能彼此思念。我可以不怪你，但这是你欠我的。不要犯傻了好吗？凭你一个人，你是无法与穆家抗衡的。更何况，如今的穆家已经和天玄宗联手。你错了，无论是穆家，亦或者是天玄宗，都无法阻挡我的脚步。如果说我说让你给我做女奴这句话伤到了你，那么我可以改一改。这辈子你都只能做我的女人。你毁掉了我的童年，就要你用一生来偿还。天蚕草已经到手了，只要找到蝎虎和笑月狼，便可以凑齐材料炼制天虎笑月丹。这一次，我看你如何逃。你若不逃，那再好不过。实际上，我最喜欢追杀猎物的快感，而你的体质似乎很不一般，我会好好的研究一下。我在前面跑，你在后边追，不是遛狗是什么？只要让我抓住你，我会一寸寸的拆开你的骨头，撕开你的内脏。你就尽情的逃吧，追踪杀死猎物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你逃不掉的。你的肉身很强，即便是妖族，也不见得有你这么强横的身体。我对你的体质很感兴趣，隐匿气息的本事倒是不错，但只要是被我们风虎一族盯上的猎物，从来就没有能逃得掉的。嘿，找到你了，灵纹之阵，4品的灵纹师，这怎么可能呢？你越是优秀，我就越是应该杀了你。扼杀人族的天才，便可以让你们人族未来少一个强者，我妖族才有崛起的机会。你不会有任何的机会，人族将失去一个天才，而我们妖族将在未来少一个强敌。哼，任你再如何的天才，死掉的天才屁都不是。什么？一切都将落幕了。落幕的人可未必是我呀。是吗？这混沌气可真够逆天的呀。水火之力，没想到你区一个单元境的武者，竟然还掌握有这样的手段。哼，你这一招虽然不错，但是却伤不到我，而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手段。你若是施展第2次，将不会对我有任何的作用。对了，还有你那具有灵魂攻击的招数，对我也没有用，因为我的灵魂力比你强大了太多。看来你已经认命了。哼，是吗？天罡境的风虎妖体也不过如此。这到底是什么火焰？哼，麒麟圣火，滋味不错吧？什么？麒麟圣火？你是如何得到的？难道说你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曾经追杀我的妹妹，你的结局就只有死？这片区域太危险了，妖族时而出没，我未必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乍一看起来倒是挺唬人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开了天眼呢。你们听说了吗？秦族传出消息，说是要寻找到一个少年，这画像都贴出来了。
秦族与瑶族大战，找一个少年做什么呀？谁知道呢？以秦族的地位，找寻一个人必有深意。哎，据说奖励很丰厚，若是能够提供线索，可以得到300万玉币的奖励哟。哎呀，不愧是上古秦族啊，真是财大气粗啊！300万玉币的悬赏啊！哎，说不定就在我们这个小镇里边。这样的少年不多见呐，大家快去找找啊！啊，哎，小子，你戴这个斗笠做什么呀？摘下来看看。此人虽然戴着斗笠，但是给人的感觉应该很年轻啊。他会不会就是秦族悬赏的那个人呢？你大爷！小屁孩，是你推的我。哎，说我小屁孩，就好像你多大似的。听你的声音也就10几岁。本公子现在非常怀疑你就是那个秦族要找的那个人。我觉得你才是秦族要找的那个人，是不是用了什么易容的手段啊？哼，好强的力道！哎，这个锦衣少年，莫非就是某个大势力走出来的贵公子啊？是啊，也只有那些顶尖势力出来的天才，才能在如此年纪就拥有这样的实力吧？我去你大爷的！你的手他妈的是铁打的吗？小屁孩，你倒是不赖呀！我天，你还来？你修有体术，你知道体术？难道你……哎呀！小屁孩，你别跑！你敢推老子，看老子不打死你！我怼你大爷的！你来真的呀！我别以为肉身比我厉害，你就牛逼的了不得了你了！单元8重境，黄金巨强之力。小子，你刚才打我打得很爽是吧？哼，怎么，你小屁孩不服气呀？你果然就是秦族悬赏的那个人。我不是。不是你跑什么呀？有本事你别追，我就不跑。追呀，别让他跑了。哎，那位兄弟说的没错，他要不是秦族悬赏之人，他为什么要跑啊？哼，龙行战法，我跟你没完！你肯定就是秦族悬赏的那个人，故意算计我，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悬还真远，大家快拦住他！你们这群傻叉，我根本就不是秦族要找的那个人。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没错。你若真的不是，就束手就擒，让我们看一看你是否是易了容了。宁可错杀别放过，先抓住这小子再说。大爷的，这是你们逼我的。如果我的修为达到了单元6重境，以天虎啸月丹开启人体筋骨秘藏之后，天罡境也将无惧。或许我可以借助这一缕从紫霄宫中得到的混沌气，来促成我练就五行之体呀。我有麒麟圣火的火种，只要我能够促进水火之力的融合，将来再找寻到其他3种本源之力凝聚的灵物，五行之体可期呀。此子倒是有些手段，竟然转移了目标，让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追踪另外一个人。既然被我们找到了，此次便是插翅难逃。年轻人，停下吧，你走不掉，又何必徒劳呢？我不明白，你们秦族高高在上，为上古传承，为何要为难我这个后生小辈呢？你修有上古禁忌功法，当诛。轮回为禁忌，你身怀轮回眼，便是触犯了禁忌，天地之大都无处容你。是上古秦族的强者，凌空而立，掌控天地之力，是斩灵境的存在。秦族的人为何出现在这儿啊？哼，你以为躲进了人群便可逃避吗？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找出这个人，否则我便屠城。什么？屠城？秦族的人要屠城？哎，上古秦族的人未免也太霸道了吧！一言之间就要屠杀无辜之人啊！我操！视人命于草芥，秦族之人也不过如此嘛。何人敢挑衅我秦族？我很早就想要领教秦族的阵势神诀了。星辰占领，大家快逃啊！秦族的人要屠城啊！城啊，跟秦族的这些人拼了！上古秦族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仙儿，对不起了。哼，危险的地方同样也是安全的地方。我需要找一个栖身之所，先把一身修为提升上去。没想到轮回眼的秘密这么快就暴露了。凭借这2种战技秘术，即使是我只是动用单元6重境的真元修为之力，单元7重境的人也不是我的对手。夫君，你说的灵湖就是这里吗？没错，菲菲，这里就是我说的那个灵湖了。这片区域呢，属于月印林比较危险的地方。当初我也是无意间来到这儿，发现了这里的秘密。姐夫，这里真的有宝物呀？放心吧，你是岳飞的妹妹，我是不会骗你的。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死鬼是怎么想的，是不是看上了我妹妹月兰？哼，如果这里真的有宝物，到时候你把宝物给我们姐妹，我和妹妹共侍一夫，也不是不可以。那也要先得到这里边的宝物再说呀。我来这边探查过几次，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气息传递出来的时候，才是进入湖底的最佳时机。但是这湖里边有一头赤火蛟，我们3个人联手才能够斩杀掉。岳飞、月兰，你们先后退，我将那头畜生引出来。快逃！好你个死鬼，你他妈是想要坑死老娘吗？就算是我们3个加在一起，也绝对打不过一头天罡6重级的凶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跑啊！哎，我也不知道这头赤火蛟怎么就变成了天罡6重境了。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它还是个天罡4重境的呀。快把嘴里的丹药吞掉，那是我找人炼制的飞羽丹，服下之后就可以让我们速度变快呀。姓徐的，你下毒！切，你们姐妹老子早就玩腻了，临死前能帮我弄死这头赤火蛟，也算是功德一件。哼，没有灵智的凶兽与妖族就是没有可比性啊！我徐某人为了弄死你这个畜生，谋划了3年。这3年来，我徐某拼尽全力的赚取玉璧，才买来了阵盘和剧毒，终于算是弄死了你这头畜生。岳飞、月兰呐，你们可别怪我，要怪只能怪这头畜生抢走了我3年前在这里发现的玉髓。嘿，不过有了玉髓之后，我的修为就可以进境神速，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成为天罡7重境以上的强者。你们姐妹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哼，我见过很多畜生，但像你这种卖队友还卖得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畜生，还真是并不多见呢。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以你的年纪，一身修为不可能达到天罡境，而我则是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即便是我已经身受重伤了，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哼，然后呢？这样吧，这头赤火蛟是天罡4重境的凶兽，它的鳞甲和元丹是最值钱的，都给你了，你看如何？哼，你当我是白痴吗？我刚才可是听说你说这个湖泊里边有玉髓的。看我的眼睛，这是什么眼睛？像你这种垃圾，我杀过不知道多少。赤火蛟已死，这片区域的天地元气比别的地方浓郁，很快就会吸引其他的凶兽过来争抢地盘。这里的玉髓足够我修炼一段时间了，聊胜于无啊。等到将来从山林中出去的话，这些纳戒里边的东西也能换些玉璧当零花钱了。10地战尊诀、9天神地诀、1缕混沌气，我这是要逆天吗？修为的提升速度变慢了，依靠资源的堆积，我所需求的3品丹药是一个惊人的数量啊！
目前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这一世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阻挡我前进的脚步。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找到我的。难道说你在我的身上留下了什么标记？标记倒是没有，我说是巧合，你信不信？巧合？喂，你四处乱走，就不怕再被算计吗？小男人，我可以认为你是在关心我吗？上代狐主，你们狐族玄冥菩提诀虽然是不错的炼魂功法，但仅凭灵魂威压就想要试探我，还远远不够。不用再做这些无用的试探了，说出你们的来意吧。传说中的轮回眼，名不虚传呢。轮回是上古时的禁忌，传说比上古更久远的时代，九世轮回诀被封存于恶鬼深渊。你放心，老夫对你并没有任何的恶意，毕竟我这孙女的命是你救的。哈，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九世轮回诀传承来自于比上古更久远的时代，我们狐族的祖先在上古成就真神，也接触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与禁忌。轮回九世，眼现九纹。古今以来，轮回眼并非只有你这一双。虽是禁忌，但仍旧有很多人想要去探寻。你已经被上古秦族的人盯上了，就跟着我去妖族吧。哈，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一个人习惯了，不想去妖族。你别无选择。跟我们去妖族不好吗？如果不是我打不过你爷爷，我会与你们同行。没想到吧，你会落入我的手中。喂，你以这种方式来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吗？确切地说，那是一场交易。你以天香果帮我重塑身体，我给了你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哼，说起来还是你赚了。救命之恩大过于天呐！莫非你觉得你这狐族公主的性命还比不上区区一门炼魂功法的残篇吗？什么叫区区？那可是上古4圣之一，无敌于9天的神帝开创的炼魂之术，是无上的神术。你家的那个老狐狸把我留下，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想要从我的身上得到什么？那可就多了。爷爷说你的轮回眼已经有9纹之多，代表圆满，意味着你轮回过8次，这是第9次。9为数之极，传闻9世轮回诀修炼到这一步，当可铸就一世无敌。你的身上肯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你的肉身很强大，肯定修炼有强大的炼体功法，那可是上古时代都极其罕见的淬体之术。还有，你那么想要得到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爷爷说上古至今从未出现过的入门篇，很有可能就在你的手中。莫非我陷入了一个死局？怕了吧？不过你不用担心，毕竟你救了我的命，无论如何爷爷都会护你周全。我们狐族也不是恩将仇报的小人。那我可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这个小狐狸，我会沦落到这种处境啊！要不是打不过你爷爷，信不信我把你给就地正法了呀？你这个粗俗的混蛋！去，你想逆推我呀？我杀了你！哎呀，你的小嘴倒是挺甜的，过来，再让爷尝尝。哎，我说丫头啊，你也太狠心了吧！我救了你的命，亲了你的嘴儿，你也算是我半个媳妇儿了，居然要谋杀亲夫啊！哎，不过你要杀我也可以，我有一个心愿未了。
你有什么心愿？我听说你们狐族的女子都会双修术，我还没和你试试。如果就这么死了，岂不可惜呀？哎，你会寒阳术吗？混蛋！哼，就凭你还是个雏的小丫头，也想跟我斗？楚尘，你这个混蛋，我早晚要好好的教训你！楚尘，你这个混蛋，调戏小狐狸，为老不尊！小狐狸啊，长夜漫漫，无心安眠，你是来与我探讨双修之术的吗？你能不能正经点儿？你想不想知道仙儿的事情？告诉我，仙儿在哪儿啊？喂，我对你深美难记呀，毕竟你是狐族公主啊。如果能把你给泡到手，整个狐族的力量都可以为我所用啊。你最好还是收敛点。虽然爷爷说你是轮回转世的强者，但现在的你却连天罡境都没有达到。就算你想要泡我，起码也要等你有了可以打败我的实力再说。小狐狸，你不会真的是看上我了吧？怎么，你想不认账吗？有生以来，你是第一个轻薄我的人，还咬了我的唇，夺走我的初吻。如果我告诉爷爷，我敢保证，我爷爷绝对不管你有什么来头，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阉了，然后剁碎了喂狗。我靠，你要不要这么心狠呢？哼，怕了吧？既然怕了，就好好的修炼，将来要对我负责。哎呀，我好怕呀！你知道怕就给我老实点儿，不然的话，我可不会像上次那般手下留情了。仙儿的身份可不简单，她是秦族这一代圣主流落在外的私生女，真名叫做秦水仙。根据我从秦族内部打听来的消息，在20年前，秦族圣主与人交手，遭遇强敌，击杀对手后，自身也受了重伤，一身修为近乎全失。后来，他被一位女子所救，情愫相生，有了一个女儿。但没过多久，有仇家找上门来，秦族圣主担心他们母女被连累，于是就将他们送走，独自面对强敌。结果秦族圣主回去的时候，那对母女却不见了踪影。后来暗中寻找了很多年，也没有音讯。这次之所以发现，还是因为秦族长老与龙神宫强者在人族城池的上空大战，仙儿逃难的时候跌倒，露出了肩膀上的胎记。胎记？没错，仙儿的左肩后面有一朵青色莲花状的胎记，秦族的人也一直都以此为线索寻找他的下落，但仅限于少数人知晓。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就恰逢秦族圣主降临这一带，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继续隐姓埋名的生活下去，为他证明成为秦族嫡系。不过你可以放心，就算我们妖族和秦族之间仇深似海，将来若是遇到仙儿，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天色已晚，不如留下来歇歇。登徒子，唉，对，将来吃下一只小妖精也不是不可以啊。上古秦族和太乙圣地联手对付妖族，两大人族圣地及传承，必然也都会有巨擘级的大人物出现。这是一场龙争虎斗啊！这片天地，我们妖族的势力，终究还是不如你们人族。我可不想跟着你们去南玄妖族的老巢啊！这可由不得你，而且你还要对我负责，所以你必须跟着我去狐族。姑娘，在下年纪还小，不适合双修。哎呦呦，之前是谁胆子那么大，动不动就说要把我给强了的？这样吧，你放我走，10年之后我去妖族找你啊，到时候我就长大了，就可以和你双修了。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拥有轮回眼，10年时间足可让你成长到很强大的境界，你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所以你还是跟着我去狐族，我养你10年。我可不想当小白脸。你就反抗吧，就算是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哦。
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你刚才不是还说你年纪小，不适合双修的吗？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啊，以妖族和上古秦族的恩怨，你们妖族应该不会主动退让才对啊。但是上代狐主和龙神公主却是选择主动退避，这有些不太正常啊。果然是轮回转世过的家伙，你猜的没错，南玄那边的确是出了一点状况。南玄的太古魔窟很不平静，每当夜间就会有日月星辰的光华犹如银河坠落，落入到了那太古魔窟的深处。此外，亦有人亲眼看到，在那太古魔窟中有一些生物出现，体型庞大，呼风唤雨，气息恐怖。也有人听到太古魔窟中有百鸟争鸣，神光乍现，琴音缭绕。有人听着琴音走进了魔窟，一去无回。那按照你这么说，你们妖族打算撤退返回南玄，是因为太古魔窟的事情？最近几天就要走了。不如你和我双宿双飞，别回南玄了。你的美男计对我不管用啊，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与反抗了，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回狐族，我保证不会让爷爷伤害你。什么时候我能够将人体秘藏完全开启？不知道我的肉身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是我唯一脱身的机会了。这西玄的藏龙地，你知道多少？据说那是上古龙神的埋骨之地。狐族的古籍中留有记载，真神亦有大限。上古龙神在大限来临前，前往某个禁忌之地寻求八阳木，结果一去无回。八阳木？没错，天地奇物榜排名第3的八阳木。我听爷爷说，传说中的八阳木乃是无尽遥远的时代，绝世大能出手摘下了8颗太阳，以8颗太阳为种子培育而出的绝世灵根。传说，如果有人可以将之炼化，便可身怀8阳之力，也就是8颗太阳的能量，焚天煮地，所向无敌，简直就如神话一般。这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呀，纵然是上古真神，也无法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捉星摘月，终究只是神话与传说呀。那可不一定，我们上古时代的狐族祖先留下的记载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什么话呀？祖先说，天地之外是无穷，五玄亦不过是漫天中的一颗星。实际上，不光是我们狐族的祖先，上古时代的一些真神也都留下过类似的言论。大概的意思就是，五玄大陆的天地之外是无穷大的世界，五玄大陆也只是漫天星辰中一颗微不足道的星辰。哈哈。真神也没能走出去，想这么多又有何用啊？你的轮回眼是一个关键。关键？是的，祖先留下的记载中提及过90轮回诀。他说，那被封存在恶鬼深渊的轮回功法，是一个禁忌中的禁忌，与上古前的岁月终结有关。所以你应该明白，你这辈子大概都只能留在我们妖族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妖族绝对不会像上古秦族那样试图掌控你。你以为我会相信啊？确切的说，或许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相信你，但是我不会相信别人，尤其是你那个祖爷爷胡13，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许你这么污蔑祖爷爷！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似乎对祖爷爷颇为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人？对了，我还记得你施展过人皇印，那可是你们人族的无上联印之术。你还说有人曾经踹过13祖的屁股，我回去之后一定要去问一问祖爷爷。不行，我必须想办法离开这儿，绝对不能去妖族，更不能去狐族。你是不是想着怎样逃走？这里是妖族的据点，天罡境的妖族随处可见，你才单元级修为，跑不掉的。小男人养成计划，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喂，丫头，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我的修为追上你只是时间的问题，到时候有你哭的。人家好怕怕哦。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你如果真的比我强大，你会如何呢？嘿嘿，我会让你哭的。那人家可真的是很期待呢。哎，这是有人要徒手撕裂虚空而来呀！什么？难道是上古秦族的人来了？是他们？小男人，你要去哪儿？你想逃走可没门。我可没打算逃，咱们如今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这是要去和秦族的人大战呢。哼，你休想骗我，就是想要趁乱逃走。要你拿命来！这个小男人太混蛋了，趁着我出手的空隙逃掉了。他难道不知道，以他那点修为，在这混战中很容易被误伤的吗？哎，抓住他！是族内长老钦点要寻找的那个少年。哎，没想到他居然和妖族的人走在了一起，难怪遍寻这一带都没能找到他呀！我是你们爷爷吗？你们到处都在找我。大爷的，爷爷在此！孙子们，赶紧过来呀！小兔崽子，你找死！有本事你给我站住，我一只手就能碾死你！有本事给我10年的时间，我踏平了你们秦族的大门！秦明月，我是应该叫你楚灵天呢，还是应该叫你楚尘？我当初卖给你丹药，你应该谢谢我才对，为什么要追我？小弟弟真会开玩笑，我如今是秦族弟子，长老有令要抓你，我也没有办法。不如你别跑了，我抓你去领赏。我领你大爷！你是何人？秦族的人为何要追你啊？你又是什么人？我为太乙圣子，你若告诉我的话，或许我可以保你一命啊！我去你大爷的！你找死！哼，灵文，你也是灵文师，你的身上果然有秘密，修为不如我，却能够干扰我的灵文，可见你所施展的灵印非同一般呢。向你的左手边逃，那边有一座空间灵阵，可以将你传送离开。谢了。不到1年前，我只是一个炼体3重境的废材，但是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我的修为便达到了丹元7重境。我不管你们是否知道我的来历，但谁若是敢动我的家族，将来我归来之日，就亲自踏平一切。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从炼体3重境达到了丹元7重境。哎，丹元7重境而已，不值一提，也敢拿来威胁2大圣地。哎，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丹元7重境的武修，却是拥有一头黑色囚龙之力，一头青蛟之力啊！这什么概念呢？怎么可能？区区一个10几岁的少年就能有丹元7重境的修为？只能说他天赋不错，但是一身实力不可能有这么强啊！肯定是虚张声势罢了，想以此来威胁2大圣地。哎，10几岁的丹元7重境，2大圣地亦有不少，不值一提呀。莫小婉，这份人情我记下了。对不起，这朵梅花呢对我很重要，可否让给我？是我先拿到的，你这个人怎么可以随便去抢别人的东西？那个很抱歉，这朵梅花呢对我太重要了，我可以给予你其他的补偿。我说你们2个人别耽误我做生意啊！你们谁先拿出100块玉璧来，这朵梅花就是谁的。什么100块玉璧？枝叶都已经干枯的一朵梅花而已，怎么可能价值100块玉璧？哎，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我是摊主，我的东西自然价格由我来定啊！哼，我给你10块玉璧，你将这朵梅花卖给我好不好？10块玉璧。这位小兄弟，如果你拿出了100块玉璧的话，这朵梅花就是你的了。哎，那个实在是很抱歉，不过这朵梅花对我真的很重要。作为补偿，你可以随便挑选一件东西，我来付账。不用了，告辞。无所谓了，得到这朵梅花比什么都重要。哎，老板，这朵梅花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哎，那个大人有什么问题吗？
我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这朵梅花对我比较重要，所以我想要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哎，那个是在空源城南边的寂灭岭附近捡来的。那个如果大人觉得不合适呢，我可以将玉璧退给大人。寂灭岭，石门之上的灵纹尽毁，以无量玄铁石打造的门户铭刻了灵纹的加持，还是被击碎。就算是巨擘级的高手也做不到，唯有动用真神器才可以。九世轮回诀中有记载，后世之身不可与前世之身接触，否则就会有大劫难。但是九世轮回诀中同样也有记载，如果轮回九世功成圆满之后，这种禁忌也就不再存在了。难道说我这第九世身要去挖我前面几世身的坟墓吗？寂灭岭的事情我倒是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寂灭岭的事儿，但是你必须把刚才的那朵梅花给我。你知道寂灭岭的事情？没错，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那朵梅花我妹妹很喜欢，所以希望你能把它还给我妹妹。这位朋友，我可以用150块玉璧买下那朵梅花。这一点呢，我无能为力，因为那朵梅花对于我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不过呢，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关于寂灭岭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将那朵梅花还给我妹妹的话，那么我无可奉告。我想你用错了一个词儿，那朵梅花是我买的，不是我抢的，所以没有还给你这么一说。对于我来说，我妹妹看上的东西却落入到你的手中，那么你就是那个抢走了我妹妹东西的那个人。莫非你要跟我动手吗？你是一个拥有纳戒的人，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但是我们兄妹也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妹妹被空元门的一位长老看中，很快就会成为那位长老的弟子。威胁我的话，你就不需要多说了。这样吧，我们换一种交易的方式，你告诉我寂灭岭的事情，我解决你体内的病症。病症？你怎么会知道？实际上呢，我是一个医师。你的眉心略有发青，瞳孔有暗色，心跳的频率也不稳定，还有你体内的真气流转也不顺畅，如果强行运行就会有痛心之症，可对啊？这是因为你之前呢试图强行冲关，结果冲关失败。如果失败的时候你就能够收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却并不甘心，又强行冲关，于是呢就留下了病症。如果再严重一些的话，你有可能就会走火入魔，也就不会坐在我的面前了。那公子可有办法化解啊？那个我也去寻医过，但是很多医馆水太深了，我花了不少的玉璧，吃了一些汤药，却根本没有任何的缓解症状啊。那说明你遇上庸医了。所谓庸医害人呢，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再过2个月，你这一身聚气7重境的修为就全废了。不过呢，还是那句话，我给你指出一条明路，但是条件是，你告诉我寂灭岭的事情。如果你告诉我的信息让我满意，我就不收你的诊金；如果不让我满意的话，那么我最少也会收你5000块玉璧的诊金。5000玉璧？所以呢，就要看你给我提供的消息有没有这个价值了。那我这里有一份手札，你看了之后就知道了。你这份手札是从何得来的？我祖上所留。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徐家也是一方大族，因为1600多年前的老祖陨落，家族日渐式微，逐渐的没落。到了我这一代，家族中过去的功法战绩早就失传了，不然的话，我也不至于都快20岁了，才聚气7重境的修为啊。你这份手札对我来说很有用。既然我给你提供的消息有用，那么你这样啊，回去之后按照这个药方，每天服用2次，间隔6个时辰，5天之内你的病症就会恢复。
啊，真的？真假与否呢，就要你自己去衡量了。药方上面所需要的灵药也都是很常见的，一副药大概不到10块玉币，最多100多块玉币，你就可以恢复了。哎，多谢。喂，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妹妹！我说你这个瓜娃子咋就听不进去呢？老头子是要收你的妹妹当徒弟。我才不要给你当徒弟！你快放了我妹妹！空元门的长老已经答应要收我妹妹当弟子了。你敢带走我妹妹，空元门一定不会饶了你的。公子，请帮我救救我妹妹啊！小家伙，你不简单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明白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这个小姑娘比起来，老夫对你更感兴趣。凌空飞行！天哪，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乞丐竟然是一位战灵境以上的强者！哎呀，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今天算是长见识了。恩公，谢谢你！哎，开启人体秘藏的单元7重境，你小子很不一般呐！你居然可以看得出我开启了人体秘藏？我呸！那些凡夫俗子看不出来，岂能与我这老头子相提并论？行，你想问什么？哎，我说你这个小家伙倒是很平静啊，一点也不像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呐。你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家伙呀。你居然知道我活了几千年？确切的说，我知道你已经活了4000年了，能够将涅槃境修行大圆满，放在上古时代也是很罕见了。你到底是谁？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中看到过一些记载，其中就提及，在3000多年前，有一个走火入魔的妖族强者要屠掉一座城，而那个妖族的强者，据说已经是战灵7重境以上的修为，但是那座城中却是走出了一个老乞丐，一掌就拍死了那个大妖。后来妖族要追究此事，甚至派遣出巨擘级的强者，却还是被那老乞丐一巴掌拍死。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你，但是看你的反应，3000多年前斩杀妖族巨擘的人，应该就是你了。至于我之所以猜测你已经活了4000年以上，是因为当年的事情闹腾的是沸沸扬扬，关于那个老乞丐的身份也被人给挖掘了出来。哼，你一个10几岁的小娃娃，知道的东西倒是不少啊。我知道的还有更多呢，比如传说中上古4圣之一的人皇，曾经君临天下，扫平一切。人皇山与日月同辉，纵然上古时代人皇已经销声匿迹，但是人皇山依旧是上古时代最强大的传承之一。4000多年以前，人皇山倾尽一切对抗传说中的禁忌，结果被一只大手从天而降，化作了废墟，自此成为禁忌之地。但是传闻当中，人皇山唯有一人避开了那场劫难。你说的这些，可不是普通的人能知道的。哼，这点你倒是没有说错，因为我的确不是普通人。我说，你的心情似乎很烦躁啊。我想杀人。杀人如果可以化解烦恼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你杀了人，那你的烦恼就真的可以化解了吗？啊？哎，我能够感觉得出来，你的身上有很多的秘密。实际上，一个人背负的秘密越多，他的烦恼也就会越多。哎，是他。哼。你们秦族的人可真是够霸道的呀，直接就用净光照我。询问过我的意见吗？你既然知道我们是秦族的人，那么就别躲开，老老实实的让我们用净光笼罩。我们再找一个人，只要你被净光照耀，不是我们找的人即可。你们要找什么人，与我何干？我好端端的站在这儿，你直接拿镜子照我，可询问过我的意见呢？哼！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你是在质疑我们秦族的尊威吗？尊威？若是强权霸道、蛮不讲理就是所谓的尊威，那么你们秦族的确是很威风，但同样也很垃圾，让我不屑一顾。找死！好大的胆子，敢羞辱我们秦族！
不知死活的东西，还不给我跪下认错受死！年轻人，小心祸从口出啊！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和你浪费墨迹，你让我用圆镜照一下，只要你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可以不与你计较。我凭什么让你照啊？哼！至于你说的计较，似乎是你们秦族蛮不讲理，反过来却说不跟我计较，你是来搞笑的吗？护法，弟子这就去将这小子擒拿过来。不好！啊，怎么了，米老？你们难道就不会想一想，那个年轻人为何可以身处那个火焰灵阵之中，而安然无恙吗？回来！哼，现在才发现，似乎是有些迟了吧？你们3个联手去将他拿下，老夫承认失算了。没想到你区一个单元镜的小辈，居然不光可以调动这座灵阵中前面2重火焰，连第3重火焰都能调动。不论你是不是我们秦族要找的那个人，你都需要跟老夫走一趟，是生还是死，你自己选择。哼，一个快要老死的涅槃境而已啊！不老老实实的待在族中等死，偏偏要跑到这儿来送死。老夫更加可以确定，你就是我们秦族要找的那个人了。轮回转世为禁忌，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老夫倒要看看你还能淡定到何时。老家伙，你若是再不出手，我就要挂了！你遇到麻烦了？你说呢？您是何人？区一个将要垂暮老死的涅槃1重境，还没资格知道我的来历呢。你好大的口气！无论你是什么人，我秦族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小心罪祸天降。啊呸！秦族还了不起吗？既然你快要老死了，我就送你一场，让你早死早脱生。肉身异象，这么快就领悟了？麻烦我已经给你解决了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了，后会有期。你是什么人？混进我空元门，又有什么目的？陈长老何出此言呢？哼！徐猛这孩子太老实，他对你也不了解，但是老夫却知道，秦族的人曾经来过这里，正在寻找一个人。你被老乞丐带走，秦族的人立刻就追了上去，这一切的迹象都可以表明，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就在前不久，秦族宿老在鸡鸣岭的方向被杀，秦族通缉那个老乞丐，所以呢，老夫会将你拿下，交给秦族发落。唉，何必呢？放心，我不会杀你。当然了，如果你大喊大叫的话，恐怕整个空元门都将就此成为历史了。你到底有什么目的？首先呢，你要对我的身份保密；其次，我要混在前往地庭传承选拔的30个名额之中，前往南玄之地。你的目的是要去南玄？这不可能！秦族和太乙圣地封锁了前往南玄的路径，一旦被发现，就会万劫不复。哼，不好意思啊，我并没有让你和我讨价还价，也没有给你任何选择的余地。我在你的眉心识海铭刻了一道灵文，这道灵文除非是我亲手化解，不然的话，10天之内你必然暴毙。当然了，你可以不在意你自己的死活，但是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空元门，该如何选择，你自己衡量吧。啊，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件事情过后，你就和我们空元门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如果你被秦族的人抓到，你也不能说是我帮了你。如果你无法答应这一点的话，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帮你。
成交。陈长老，你是有什么心事吗？没有。老夫这不是担心这无尽之路上会不会出现什么凶手和危险吗？这可不像是陈长老您的风格啊。没办法呀，毕竟这一趟事关重大呀。是啊，如果能有弟子被地庭选中的话，我们空元门也能得到不错的奖励。来者止步！这位秦族的俊杰，我们是空元门的人，带领弟子前往南玄一座人族地庭参加选拔，这是通牒。通牒无误。慢着！可是空元门的人呢？启禀前辈，我们的确是空元门的人。最近空元城那边呢有可疑的人出现，所以需要重新检查一遍。若无差错，自然就会放你们过去。袁静，是他，果然是你。没错，就是我。哎，我说你们秦族他妈的都是属狗的吗？啊，一次次的都找到我的头上来啊！陆乞丐带走的人是你，这么说，杀死秦迷的人真的是陆乞丐？你和陆乞丐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跪下来喊几声爷爷，老子兴许一高兴就告诉你了。他竟然是秦族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听说秦族为了找一个叫楚尘的人，寻遍了南玄与西玄的交界地带都未能找到啊！这一次你无路可逃了。就不需要为难空元门的这些人了，我是混进来的，他们也不知道。很可惜，这里你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格。资格？我倒是要问问，怎样才算是有资格呀？你也不需要知道，起码以你区单元境的修为，不可能有这个资格。哦，你似乎对单元境完全不屑一顾啊。那么我倒是想要问一问，你这位高高在上的老家伙又是什么修为？放肆！竟敢对太上长老无礼！不用着急，他无路可逃。之前在那妖族据点之时，你以空间传送灵阵逃走，告诉我是谁帮你逃走的？你妈死了。你若是说出来，可免一死。你妈真的死了？小畜生，你好大的胆子！太上长老让我出手毙了他，就算不杀了他，也要给他一些教训。无需动怒，就算让他尝口舌之力又能如何？哼，他单元7重境就能有天罡级的实力，可见他的身上必然有秘密，老夫要一窥究竟。果然有古怪，不愧是轮回转生之人，你过去的前世必然成就不低呀。可否告诉老夫，你前世是谁？应该不是无名之辈吧？哼，你还没那个资格知道。莫说是你，就算是你爹你爷爷也没这个资格。受死！纵然泥人还有3分火气，你真当老夫不会杀你吗？老夫给你2种选择，一种是你主动打开识海，让老夫种下禁制，自此以后你便是我秦族的一个奴仆；另外一种，便是老夫亲手挖走你的双眼。水之本源的气息，还有火之本源的气息，看来你身上的秘密不小啊！你体质似乎是罕见的玄寒之体，在水属性的体质当中也算是上层了。而你的体内似乎隐隐有种强大的火焰气息，看来你得到了顶级的火种。你的玄寒之体的本源不错，拿去给圣子炼化，当可让他的体质更进一步了。哼，你就这么笃定，吃定了我了吗？你把我当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
莫非你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吗？就算是你用自爆轮回眼来威胁也无用。近距离之下，老夫若要杀你，你连自爆轮回眼的机会都没有。妹妹，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看到那朵梅花，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朵梅花，傲凌于天，哼，故弄玄虚。这不可能，不可能！这世间怎么可能还存在有这种级别的存在？郭嫂，是你吗？看来你成功了，这应该是数万年以后的时代了吧？李涵，我一直都在找你。将来，你若遇到和我一样内心有梅花印的人，他就是我。你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因为我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只求在轮回之后，能再次与你相见。我愿化作那一朵梅，烙印在你的心间。李涵，我们还会见面的。此事任何人都不得说出去，否则必然会引来杀身之祸。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快走！对，快走，快走！老身刚才说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太上长老，我不同意你的提议。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而只是通知你，你明白吗？青儿的天赋很高，如今也已经是天玄宗大长老的弟子，身兼天玄宗与我穆家的传承，将来的他必然可以继承我的位置，成为下一代家主，不需要牺牲他去依附其他的势力。放肆！对方乃是太乙圣主的弟子，纵然不是圣子，也是候补人选。若能与之联姻，对我穆家意义重大。我不同意。穆小婉，你越来越放肆了。你可不要忘了，若非当年婉君违背了族规，这个家主的位置还轮不到你来做。身为家主，我们4大太上长老的命令，你只能去执行，而不能反驳。除非你想和婉君一样，去那万寒洞内度过余生。去吧，这件事情就由你亲自去和青儿谈谈，不得有误。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答应的。那4个老太婆毁了我的家，囚禁了我的母亲，废了我父亲的修为，甚至差点杀死了我的哥哥。我就算是死，也不愿被他们所利用。万一你说过你会想办法救出母亲，会想办法让我们母女去和父亲哥哥团聚，你答应过我的，也答应过我娘的。青儿，我和姐姐当年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青儿，你走吧。走。是的，离开穆家吧。以我对太上长老的了解，你若不从，他们也会想办法将你控制，然后让你强行与那太乙圣主的弟子联姻成婚。你不是一直都想要知道你哥哥的消息吗？实际上，当初救了你，把你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哥哥。我想，你自己也应该想到了这一点。去找他吧，他不是普通人。我听说了一些消息，秦族的人之所以追捕他，是因为他是轮回转生之人。你说他真的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为什么他不认我？不是他不想认你，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傻孩子，无论如何，当年的事情都是我一手做的。
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姐姐，也对不起姐夫。如今，我也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还能为你做的，就是让你平安的离开穆家，然后你去找到你的哥哥。如果他真的是传说中轮回转世的人，那么他将来一定会成为让诸圣地都忌惮的存在。到时候，你们一家人的团聚就有希望了。哈哈哈哈！你觉得是我厉害，还是姓陈的厉害？范哥真坏，陪你出来的时间太久了，我该回去的了，不然夫君会怀疑的。这么急着回去做什么呀？范哥，不要在这里，我们下次。下次是下次的事情，这次你先满足了我再说呀。我去，这是要上演一副活春宫吗？居然能够发现我，重树，哼，你倒是有点见识，还知道重树啊？你自认为隐藏得很好，但是却逃不过青鳞虫的眼睛。你是虫谷的弟子，一个死人不需要知道的太多，看到了你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我就只能把你的命留在这里了。哈，4品灵纹，并属性之力。住手！火属性的4级灵纹。范哥，你没事吧？娘呀，杀了他！不好，被他逃掉了。我们赶紧回去，否则如果他是陈有生派来的人，我们2个都要死。狗男女，他们似乎很担心关系暴露，可见应该是那个女人的夫君不是简单的人物，所以他们才会想要杀了我，以免奸情暴露。这片区域基本上都已经被我找过了，阴阳5灵纹的材料连根毛都没找到，看来只能去武者云集之地，看看能不能买得到了。你好，哦，我叫邵延拓，朋友怎么称呼啊？我叫楚灵天。我在这片区域历练了接近1年，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你。你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吧？作为过来的人，我希望你能听我一句忠告，在这里混迹的人呢，都是些心狠手辣之辈。你一个人单独行动的话，一定要小心被人盯上，否则就会非常的危险。多谢你的忠告。正好我也是一个人，不如楚兄和我一起，这样我们也能互相有个照应，你觉得呢？正好我也没想好去什么地方，不如就先和少言兄一起吧。那太好了，有楚兄和我一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去猎杀单元10重境的凶兽了，这样赚取玉璧的速度就能更快了，也能买到更多的丹药，尽早修炼到天罡境了。我们去天华城吧，距离这边还是比较近的。不过天华城那边有一个宗门，叫做天炎宗，是一个皇朝级的传承，我们尽量不要招惹。既然如此，那就去吧。最近南玄很不平静啊。不知楚兄听说了没有？前段时间呢，南玄妖族和西玄2大圣地打起来了，听说涅槃境的太上长老级都死了好几个呢。如今我们南玄也不平静了，太古魔窟经常会有异象出现，许多人都跑去碰运气了。太古魔窟为世间最为可怕的禁忌之一，就算是屹立于武玄巅峰的强者都要避之不及，还有人主动跑过去啊？看来楚兄你是真的不知道啊！最近太古魔窟呢异象频现，有人在边缘地带捡到了宝物，这消息一经传出啊，就有大批的散修武者蜂拥而去。什么宝物啊？据说是可以炼制上品灵气的珍贵材料呢。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楚兄，如果你没有来过天华城的话，那么你就要听从我的一句劝告。这天华城的北边区域啊，就是天炎宗的所在。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呢，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过去。马启昌，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去你的！敢和我们马哥装傻充愣！少乾，你注意点，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拓少说话呢？你难道不知道拓少可是传说中某个大人物的后人呢？我说拓少，您可是大人物的后代，欠我的500万玉璧什么时候还呢？500万玉璧，
我当初明明只是找你借了50万玉币，什么时候变成500万了？哎，托少，话可不能这么说啊！3个月之前你借了50万玉币，但是3个月之后那就是500万了。如果再过3个月你还是没能还上的话，那就是1000万玉币了。太过分了！哼，就算是利息再高，3个月也不可能从50万变成500万。我是绝对不可能还给你这么多玉币的。哎，我是债主，利息自然是由我来定。老子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一次你要么还给我500万玉币，要么老子就抓走你的妹妹。你的妹妹虽然是个病秧子，但是长得倒是不错，老子让她接客，一次10万玉币，绝对不亏。你去你祖宗！胆子不小啊，居然敢袭击我们马哥！滚！给我打！给这小崽子一点教训！还真以为自己是大人物的后代呀？真拿自己当根葱了是吧？哼！老子只给你3天的时间，3天之内，你如果不能拿着500万玉币过来，老子就开始让你妹妹接客。我妹妹呢？我马某人还是很讲规矩的，现在只是把你妹妹请过去做客，但如果你不能如数还上玉币的话，老子和兄弟们就先尝着鲜儿，然后就让他去接客，给老子赚钱。嘿，带着斗笠的小兄弟，你是邵元拓的朋友？哦，算不上是朋友，只是认识而已。既然如此，那么这件事情就和你无关，这趟浑水你也最好别趟，明白吗？啊？你是威胁我？妈，敢跟我们马哥这么说话，找死吗？小心！啊！找死！居然敢还手！弄死他，给赵哥报仇！你到底是什么人？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视线！朋友，未免太霸道了吧？要知道，在这天华城中，天炎宗才是这里的主人。你是天炎宗的人？我马某人虽然不是天炎宗的人，但却是给天炎宗一位大人物做事情的。我看朋友你的实力不俗，我马某人也喜欢结交你这样的朋友。只要你不插手这件事儿，卖我马某人一个面子，你伤我兄弟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还可以为你引荐天炎宗的大人物认识，你觉得呢？给你3息的时间，滚出我的视线！你确定不给我马某人这个面子？哼，你算是什么东西呀？想让我给你面子？你配吗？你还有2息的时间，你不要欺人太甚！还能站起来吗？能。哎，那个戴着斗笠的人好强大呀，根本就没看清楚他的动作，就解决了马其昌和他的手下。哎呀，不过这个人惹上麻烦了，马其昌的背后可是有天炎宗的大人物啊。是啊，这天炎宗可是不缺天罡境的强者呀。此番羞辱，我马其昌若不杀你，誓不为人。楚兄，对不起，你还是赶紧离开天华城吧。马其昌那种人在你这里吃了亏，一定会去请天炎宗的高手来对付你的。唉，我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个人竟然会卑鄙到这种地步。马其昌，我跟你拼了！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去了也只是送死而已。但是我就算是死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妹妹落在那些畜生们的手里而坐视不理。你有没有想过，你过去送死，你死了，你妹妹还是在那些人的手上，她的命运你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楚兄，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你的实力很强，我求求你帮我救救我妹妹。我邵延拓死不足惜，只求我妹妹能好好的活着。你觉得我凭什么帮你啊？
你我非亲非故，那马其昌的背后是天炎宗，因为你的缘故，我已经被牵扯了进来。你觉得我有什么义务去帮你救出你的妹妹呢？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起码你要给我一个让我帮助你的理由吧。她是我的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妹妹，你知道你的妹妹被抓到哪里去了吗？我知道，他们是把我妹妹抓到马其昌的府邸去了。带路。马哥，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算了。不用你说，这件事情我也必须要弄死他。可戴着斗笠的人就算是天罡境的高手，今天我马其昌也要让他不能活着走出天华城。我们现在就去找那邵延拓的妹妹，老子如果不把他干死，以后我就不姓赵。没错，要不是因为邵延拓那个混蛋，我们也不会受伤，马哥也不会被打得那么惨。走，邵延拓那个废物的妹妹倒是长得不错，身材也很棒，玩起来一定很爽。老子可是早就垂涎许久，不过那个小妮子是个病秧子，估计撑不了几个回合就得被我们哥儿几个给玩死了。不要！救命！青青，我杀了你们！小贱人，老子因为你的哥哥断了一条手臂，如果你不想让你哥哥死的话，就乖乖的听话把衣服脱掉。听话多没意思，他越是反抗，我就越是兴奋。我等不及了，我先来。娘的，什么？啊！不要饶了我！饶！放心吧，我是你哥哥的朋友，是过来救你的。你是哥哥的朋友，我哥哥呢？青青，哥哥，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哥哥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都是哥哥我的错，都是哥哥的错，哥哥的错。哥，你不要这样，是我拖累了你，该打的也是我。那帮畜生没对你做什么吧？多谢这位公子出手相救，不然的话，我就真的要被糟蹋了。如果不是楚兄帮我，我肯定救不了青青，我又怎么可能再拿走这些纳戒中的东西呢？马其昌他们5个人一伙，这些年来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别看他们只是单元境的武者，但是纳戒中的财富绝对不比许多天罡境的强者差了。既然这样，我只要玉璧，其他的材料归你。多谢楚兄。冲进了我的府邸，杀了我的人，你们还想走？不好！邵延拓，你好大的狗胆！幸亏我去天炎宗的路上遇到了高长老，不然的话，可能还真的就有可能被你们给逃掉了。高长老就是此人羞辱于我，还丝毫不把天炎宗放在眼里。区区一个藏头鹿尾之辈，你也敢不将我们天炎宗放在眼里？哼！虽然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还真的就没将你们天炎宗放在眼里。狂妄！不管你是什么人，既然你敢说出这种话，那么我高中心可以告诉你，你就别想活着走出天华城了。天罡4重境，哼，天罡4重境就很了不起吗？大言不惭！什么？这是误啊！杀人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纳戒？我不是为了纳戒，而是因为当初马其昌借给我50万玉璧的时候，我们邵延家祖传的东西放在他这里抵押了，我必须要拿回来。先走再说。你们的速度太慢了。对不起，你和哥哥先走吧，不要管我了，不然谁都走不掉。我就算是死，也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行了，别废话了，把你妹妹交给我，你以最快的速度跑。楚兄的手段真是让人佩服啊！如果你被人追杀无数次的话，这种本领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学会了。唉，青青是一个苦命的人。
如果我早知道马其昌是想要打我妹妹的主意，我肯定不会带着她住在天华城中。如果青青出了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这就是当初我借50万玉币之时，抵押在马其昌手中的祖传之物。我也知道楚兄你不是一般的人，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报答你，就将这个祖传之物送给你吧。哎，既然是你们家族的祖传之物，你就留着吧。我希望楚兄你能够收下，这是我和妹妹的心意。这可是你的祖传之物啊，你的心意我收下了。混沌器，楚兄，如果你不收下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如果能从马其昌的手里拿回来这个祖传之物，我就一定要将它送给你。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黄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的祖上是一位传说中的大人物，他留下的东西肯定不简单。既然是你们家族的祖传之物，你也不知道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除非这个少岩拓的祖先存在于比上古更加久远的岁月。实际上，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没有人知道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了，只知道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东西，代代相传。数年前从我父亲的手里传承到了我的手里。这个盒子一直都没有打开过，主要是因为我们少岩家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打开。不过将来如果楚兄可以找到办法打开它的话，我相信在这个祖传的盒子里面一定不是普通的东西。好，既然如此，那么这个盒子就先放在我这儿。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带着青青去南玄的东北方向，然后找个机会去东玄之地。这几年，根据我找到的一些线索，我的父母在失踪之前似乎就去了东玄之地。可惜我的修为太差了，这几年只能停留在南玄之地，我不敢带着妹妹去东玄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给你的妹妹看一看。啊，楚兄莫非还懂得医术？略懂一二。那就麻烦楚兄了。青青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体弱多病啊，父母前几年外出就是要去寻找可以治好青青的办法，可惜请了很多的医师，也只能是暂时将青青的身体调理好。但是每过一段时间，青青就会大病一场，我很担心她呀。是先天体弱呀。很多医师看过之后都是这么说，即便是吃下一些可以调养进补的汤药和药膳，这青青也基本上吸收的都很少啊。而且好不容易吸收了一点，身体恢复了一些，然后就一点都不吸收了。等到身体吸收的那些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大病一场，如此反复，始终都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说的没有错，看来在过去的时候，你的父母应该也是找了一个不错的医师给你妹妹诊治过。是啊，可惜即便是那位医师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说我妹妹的情况是先天体质的问题，不是医术和药膳就能够改善的，除非可以找到上古传说中的脱胎换骨丹，才有可能让我妹妹的体质脱胎换骨。我觉得你的妹妹她的体质实际上并没有你口中那位医师说的那么简单。啊？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一般正常的先天体弱，如果辅以医术的手段，起码是可以调养恢复正常的。但是你妹妹青青却是不同，连最基本的正常人的体质都不能恢复，这里面就有些门道了。虽然我也没有看出来你妹妹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倒是有办法来解决。啊，楚兄，你说啊，说。这人与生俱来呢，实际上就契合了天地阴阳五行，体质的变化也和阴阳五行息息相关，这是最为基本的东西。我这里呢，正好有一门秘术，便是吸纳天地的阴阳之力，在潜移默化当中平衡体内的阴阳，同时改善与提升自身的体质。难道是传说中的吞阴炼阳之术？哦，你居然知道吞阴炼阳术？是我父母告诉我的，他们在一本很古老的典籍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所以父母就根据蛛丝马迹前往东玄之地，就是为了要去寻找这门秘术啊。那边的朋友何不现身一见呢？啊？
不要无礼。朋友，请过来一叙。这个世界可真够小的呀！你是什么人？刚才藏在附近，有什么目的？我叫楚灵天，是来雷鸣山中进行历练的，但是后来遇到了风雷龙卷，迷失了方向。放肆！在我们少主的面前，岂有你站着说话的资格？还不跪下！我要杀了你！住口！在下陈有生，这位是我们的少主云拓。这3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他们胆敢对少主不敬，所以就被关押起来，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陈有生啊！你认识我？啊，认识谈不上，只是对你这个名字闻名已久。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刚才故意藏在这附近，到底有什么目的？小子，说话客气点，杀了他！玄寒之体，好手段。的确有些手段。实际上我很好奇呀，你小子带着这么一大群人是怎么来到雷鸣山深处的？哈哈，正所谓明人不说暗话，楚兄，你既然来到了这儿，那么想必也是为了那个地方而来的吧？那个地方？我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哈哈，楚兄，你这样说话可就太不真诚了。你说你是来雷鸣山历练的，但只要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就知道，雷鸣山根本就不是适合历练的地方。哼，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以你所表现出来的实力，我们倒是可以联手而为之啊。这么说，你们身上有地图了？哈哈哈哈！我这里的确有九雷宫的密图。九雷宫？楚兄居然能够找到这里来，看来也是知道一些秘闻的。在2000多年以前，北玄之地的九雷宫被毁灭了，但是九雷宫的核心传承却是被带了出来，最终流落到了南玄之地来。但是后来呢，九雷宫的传承还是彻底的没落与灭亡了，而九雷宫最后的传承，2000年以来都沉眠在雷鸣山的地下。而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九雷宫最后一个传人作画时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虚神之境。虚神境界？没错，就是虚神境的强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九雷宫密图上标注的那个位置，那么不光可以得到九雷宫的传承，还能得到一位虚神境强者留下的财富。哼，想必楚兄你也应该明白，对于上古之后的五玄大陆来说，一位虚神境的强者绝对是大能级的存在了。的确如此。你说你有九雷宫的密图，可否拿出来给我看看呢？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联手的话，自然可以啊。陈护法，以你的实力，应该可以对付这个楚灵天吧？少主放心，这个楚灵天的实力虽然不错，但属下也不是普通的天罡境，拿下他应该不成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到时候如果遇到什么危险的话，还可以让他当一当炮灰。即便最终得到了东西，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翻脸。有陈护法在，本少主自然是放心至极呀。好了，地图你也看了，那么你是否要和我们联手呢？哈哈哈，有人联手，何乐而不为啊？好，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上路吧。这里距离地图上标注的位置也不算远了。哈，于小子，你是什么来头啊？哈，我更好奇你是什么来头啊？实际上，我感觉我们似乎认识啊。那么你应该是认错了，我从未见过你。我们到了。有灵阵，你的灵魂力感知倒是敏锐呀。看来你修炼了不错的炼魂功法呀。根据我所掌握的线索，这座灵阵的级别不高，而且也不是攻击灵阵、防御灵阵，而只是一座隐匿灵阵。一般来说，隐匿灵阵的作用就是隐匿气息，不被人所发现。根据一些记载和线索，这应该就是可以传送进入九雷宫密地的传送灵阵了。如何开启灵阵？那100块玉币即可。绿莹，你走前面。我不希望听到你拒绝。
当你和别人偷情背叛我的时候，我没有直接杀了你，就已经是对你很仁慈了。我奉劝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耐心。现在你有2个选择，要么我杀了你，让你去跟那个小白脸儿共赴黄泉，要么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可以走了，我不杀你。让少主见笑了。哈哈，陈护法客气了。如果我的女人背叛我的话，我肯定直接杀了。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陈护法你的。真的是九雷宫的秘地呀，如何打开？这就需要少主出手了，唯有九雷一脉的后人才可以开启。九雷一脉的后人，一具尸骨。岁月无情啊！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心险恶呀。陈有生，你果然没安好心呐！没想到你倒是警惕得很呐，根本就不是九雷宫陈护法的后人。不，你错了。2000多年前，我的祖上的确是九雷宫幸存的护法之一，但是我虽然是他的后人，却并不认为我要帮你得到九雷宫秘地中的传承和宝物，所以从一开始，我只是需要你的血脉来开启秘地，九雷宫的传承和宝物自然是属于我的。你之前主动让这个人跟着一起过来，莫非是想要和这个人联手来对付我吗？这位楚兄，你是一个聪明人，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联手的话，陈有生杀了我之后，肯定也会杀了你，然后独吞这里的宝物啊！你这个坑货！你大爷啊！你欠我一个人情。我去，你这个家伙比我还不要脸！你刚才都拿剑劈我了，还让我欠你一个人情？你不是陈有生的对手，如果你再多说一句废话，我转身就走。哎，行行，大哥，我欠你一个人情，这总行了吧？就凭你们2个废物，也想联手对付我？其他的人交给你，这个人交给我。哎，好。哼，不知死活。哼，倒是有点本事。黑火焚天！哼，就凭一套战甲，也想挡得住我的攻击？哼，谁说我是要挡住你的攻击呀？水火之力，就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想杀我？5级灵纹，绿莹，你去杀了他！你这个贱人！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账东西！没死，快逃！灵纹困不住他，再不走的话，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你们谁都逃不掉。不好，只要你停手，关于这里的秘密，我可以全部都告诉你。如果没有你们，我想杀了陈有生也不会这么容易，所以你们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如果你可以将陈有生纳戒中的一个绿色小瓶子给我，我立刻离开这里。哦，这么说来，陈有生给你服了毒药，你需要用绿瓶子中的解药来解毒。给你倒是可以，不过我倒是好奇呀，你从何而来的勇气，居然会帮我们一起出手对付陈有生呢？因为无论陈有生会不会，反正我肯定会死。所以我宁可赌一赌，如果可以杀死陈有生，起码我还有机会拿到解药，还能为我爱的人报仇。而如果杀不死他，早晚他都会杀死我的。我爱的人，多谢楚兄帮我杀了陈有生。我希望楚兄可以带着我一起探索秘地，除了九雷战法之外，其他的东西我可以一概不要。你是云天雷的后人啊？没想到楚兄对于我们九雷宫的事情倒是颇有了解。我的确是云天雷的后人，3000多年前，我们天雷老祖是我们九雷宫的公主，后来呢离开了九雷宫，加入了灵王宫，乃是那个时代战王麾下7大灵王之一的雷王。云天雷的后人，你知道如何打开这座大殿的门吗？
这座殿门呢，只有2种办法可以开启，一种是血祭，一种是破解殿门上的禁制。陈有生带我来这儿，实际上就是想要用我来血祭的。血祭是最愚蠢的办法，哼！九雷宫的人留下传承，怎么可能让嫡系后人用生命来血祭啊？那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啊，但是除了血祭，我也不知道开启这座殿门的具体办法。2000多年的岁月，嫡系一脉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很多东西都失传了，线索也断了。雷电之力与灵阵禁制融合在了一起，若要破解，唯一的办法就是破解灵阵禁制的同时，还能保证不触发灵阵中蕴含的雷电之力。你在这里等着，别乱动啊！楚兄，你太厉害了！楚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楚灵天不是你真正的名字，你应该就是那诸圣地寻找的那个楚尘吧？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在你出手杀陈有生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个人。当初跟我交手的那个人也是你吧？这应该就是那个虚神境的九雷宫强者了吧？玉简，这里要毁掉了。我们直接被传送到了雷鸣山的外边啊！看来那个密地中的骸骨主人的确是一位虚神境的高手啊。楚兄，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啊！大恩不言谢，将来楚兄但凡是有需要到我的地方，我云拓都必然会倾尽全力。折腾了这么久，我也该找个地方融合水火之力了。之前得到的玉盒，还有少岩拓给我的黄色盒子，不知道里面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这一切难道是冥冥中注定的吗？在混沌气的脱胎换骨之下，我的修为可以比肩超出我4个境界的武者，而我的肉身更是超出了我自身接近7个境界的力量。如果我将水火之力融合，我的整体实力还可进一步的提升。还真是巧合呢，我越来越喜欢人生何处不相逢这句话了呢。我不明白姑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弟弟，你以为带着斗笠我就认不出你了吗？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当初在墨雨城的时候，某人可是亲口说要和我们秦族联姻的呢。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楚小弟，你就不需要试探了，因为只要是被姐姐我见过的人，那么无论他伪装变成什么模样，只要出现，姐姐我都可以一眼认出来。而姐姐我可是见过你2次的，一次是在墨雨城，一次是在妖族据点。楚小弟，你还不肯摘下斗笠吗？你难道不知道跟我走得太近很危险吗？楚小弟真是会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是轮回转世之人，以单元7重境的修为可以媲美天罡境的强者，但是姐姐我可不是普通的天罡境啊。很可惜呀，我也不是普通的单元境。这不可能，你的力量……只要我愿意，下一刻你这颗美丽的头颅就会飞向天空。你敢杀我吗？你说我不敢？哼！如果你继续凝聚体内的修为，我下一刻就斩了你。你对我做了什么？不用担心，只能暂时封住你的修为，最多半个时辰，封禁自然就会解除。你有什么目的？哈哈哈，你觉得呢？你现在一身修为不能动用，在我的面前犹如羔羊，如你这般倾城脱俗的女子，相信可以让天底下的很多男人都疯狂吧？啊？哼，有本事你就杀我！哈哈哈，别那么激动，我对你没有什么兴趣。既然我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这柄剑就不用继续压在我的肩膀上了吧？哼，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吧。你既然知道了我的一些来历，就应该清楚我比你祖爷爷活得都久。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既然不杀我，
莫非是要挟持我来威胁秦族吗？我想知道这最近南玄之地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奉劝你最好别撒谎，不然的话，我即便是不杀你，也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些疤痕。就算是秦族的疗伤圣药，也无法帮你恢复。难怪诸圣地遍寻你不得，原来你一直都与外界隔绝，躲藏在原始山林中。不过，关于外界的事情，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些。好强大的灵魂力啊！哈，我倒是小觑你了。看来是我对你太仁慈了。你封印我修为的秘术的确不错，但我的灵魂力超出你的想象，已经在暗中冲破了你的封禁。无极顺势！什么？我本没想杀你，你却以灵魂力袭击我，意图破我识海，伤我性命。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你要将我带去秦族。我为何要带你去秦族？实际上，我对轮回的禁忌很感兴趣，尤其是你那双轮回眼，不知是否如传说中形容的那样，可以让人成就至尊。哈，你的野心倒是不小啊。谁说女子不如男？世人无知，但我却知道，上古之后的岁月，曾有一位女帝冠绝一个时代，横推无敌手。你身上的秘密很多，我的灵魂识海与生俱来就有一轮明月。20年来的温养下，让我的灵魂力极其强大，远超同境界的其他人，却竟然无法撼动你的识海。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你如何的奸猾，任你有怎样的手段，都是不堪一击的虚妄而已。你的动作早已经被我看穿了。哼，身材不错，手感也不错，我都有点舍不得杀你了。喂，你确定要这样与我赤身大战吗？我杀了你！哼，你倒是聪明。你这是自寻死路！镇杀剑阵！你这个疯子！你开启了人体秘藏。哎，秦明月，莫非你是想要退走了吗？身为天罡9重境的秦族候补圣女，却在我这个但愿10重境的武者面前退避逃走，你不觉得丢人吗？你无需激我，将来我若成了圣女，必然可以得到秦族开启人体秘力之术，到时候我必然亲手杀你。哼！世间最毒女人心呐！我看光了你的身体，该摸的都摸了，不该摸的也都摸了，你却要杀我，你下得去手吗？我会用你的鲜血来洗刷我的荣辱。我等你来杀我，不过在你走之前，我还是给你留下一点印记吧。你意境之力？不对，不是真正的意境之力，不然的话，你早就可以杀我了。你等着，我必定杀你。哼，看来他的野心的确不小，知道了我的下落，却没有告诉秦族的高层。看来是真的想要找机会杀了我，然后从我的身上得到轮回的秘密。我的修为想要突破天罡境，需要凝钢丹。凝钢丹的材料比化钢丹珍贵得多，在这原始山林中想要找的材料，犹如大海捞针，纯粹就是碰运气了呀。青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哥哥，真的是你吗？哥哥，我虽然看不到你的脸，但你的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青儿，你受伤了？哥哥，我们快点逃吧！我遇到了一些人，可能会追踪到这里来。嘿嘿嘿，你们谁都不用走了。你们死定了！将这里面的丹药拿出一个服下，你的伤势很快就会恢复，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哥哥，你……哼，放心吧，这些跳梁小丑我还没有放在眼里。直接杀了这个小子，那个丫头留下，无论是脸蛋还是身材，那都是极品。兄弟们来这山林中和凶手拼命，带个女人在身边可以多玩上几天。
先杀了这个戴着斗笠的小子。宁远华刚，他不是单元境的武者。哎，这是一个误会。既然阁下也是天罡境，那么在下就不得罪了。哼，误会。青儿，我们走吧。哥哥，你的实力好强。你也不错啊。上一次你的修为还是单元9重境，如今已经突破到天罡境了。现在你不否认你是我哥哥了吗？你为什么会来南选？又为什么会孤身一人进入荒野山林？身边也没有人陪同保护啊。我离开了穆家。哥哥，我希望你不要再怪婉仪了。当年的事情，婉仪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才不得不那样做。而且这一次，如果不是有婉仪的帮忙，我也不可能离开穆家，还没有被发现。穆家这笔账，我会和你们穆家好好的清算清算的。青儿，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只要有我在你的身边，除非我死了，否则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是一个哥哥的承诺。你这样，玄天忘情路你以后就不要修炼了，我传给你一门新的功法。我们走吧，将来我会亲自去一趟穆家，带着我们的母亲去和父亲团聚的。好浓郁的元气。哥哥，这个遗迹里面肯定有好东西，不然的话不会元气这么浓郁。但是青儿，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来到这里之时并没有元气的波动传递出来，但是我们站在这里之后才有元气传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快走！无极顺势！哥哥！上古无兽。上古无兽。传说是从虚无中诞生的凶兽，可以吞噬一切，将世间万物都化作虚无。在上古最辉煌的时期，一头无兽诞生，有数位真神因它而死。真神因它而死？无兽共有18条出手，这里有1条。看来上古年间，无兽并没有被彻底的杀死。我们离开这儿。哥哥，我们要去哪里？去古天神门。在去古天神门之前，我需要先突破到天罡境才行啊。以哥哥的天赋，肯定很快就能突破的。哥哥还在想无兽的事情吗？是啊，无兽太可怕了。将来的岁月当中，一旦无兽为祸，整个天地将无人可以幸免于难。到时候不止我会死，你也会死，我们的父母亲人也都会死，谁都逃不掉。什么人？哥，这个人闯入我们院子，不知道有什么目的。这位姑娘，这位公子，我不是故意闯进你们的院子，而是因为我被人追杀，实在是走投无路。你可以留下，但你不能久留。多谢公子，我保证2天之内我养好伤就走。我叫樊雯，还请2位恩人告知明慧，将来小女子有机会必定报答2位的恩情。我叫楚凌天，她是我的妹妹楚青青。将她安排好之后，你来我的房间一下。青儿，你为人太善良了，当今的世道人心险恶，起码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黑衣女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不起，哥哥，是青儿考虑的不周。青儿，哥哥没有怪你的意思啊，我只是想要告诉你，将来你不可能永远都跟在我的身边。如果没有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对其他的陌生人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戒备之心，否则你本性的善良就很容易被人利用。我知道了，哥哥。去修炼吧，我们在这里也停留不了几天，就会继续上路了。多谢楚公子的收留，经过1晚上的休养，我的伤势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打算去古天神门的天罡域，将来如果有机会再相遇的话，我樊雯一定会报答你们的这份恩情。你说你要去古天神门的天罡域？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的修为是单元9重境，似乎无法进入古天神门呢。单元9重境的确无法进入古天神门，但是在去古天神门的路上，我的修为一定可以踏入天罡境的，那自然就能走进去了。就算你踏入了天罡境，也不过是天罡1重境。古天神门内的天罡域内，天罡7重境以上的高手也有很多。你这是去找死吗？古天神门之中可不是乐土啊，而是很残酷的地方。强者为尊，弱者大多是死路一条啊。特别是像你这种有点姿色的女人，如果去了古天神门的天罡域，倒是有可能被某位强者看上，然后有人庇护你啊。哪有你这样说话的？我梵文就算是混得太差，也不需要别人来庇护，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身体去依附于别人。那你最好别去天罡域了。不，我一定要去，因为我必须去天罡域证明自己。古天神宗据说在天罡域内招收弟子，只要加入了古天神宗，我就能证明自己，让那些小看我的人知道，我梵文绝对不是一个花瓶。古天神宗？你不会连古天神宗都不知道吧？古天神宗是最近1000多年崛起的传承，仅仅用了不到1000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南玄的圣地之一。而且古天神宗就建造在古天神门之内，就算是其他的圣地传人进入了古天神门，都不敢轻易的招惹古天神宗。有点意思。哥哥，我们不是也要去古天神门吗？你们也要去古天神门？那真是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听说这一次古天神宗招收弟子，只要通过了考核，就有机会得到进入天脉山。天脉山要开启了？没错，天脉山可是上古时代的遗迹，数千年才会开启一次，且只有修为不超过天罡境的人才能进去。你们需要丹药吗？你们帮过我，我可以给你们丹药，不要玉璧的。一颗中等品质的生元丹，起码也能卖出10多万玉璧的价格。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小富婆。可惜没有上等的生元丹，我爹炼制的上等生元丹都被那些可恶的圣地拿走了。哦，这么说，你父亲是一位3品炼丹师了？不，我爹不是3品炼丹师，而是一位5品炼丹师，很少炼制3品丹药的。难怪樊姐姐的丹药这么多，有一位可以炼制上等丹药的5品炼丹师的父亲。你说要加入某个圣地应该不难，为什么还要去古天神门呢？加入圣地哪有那么容易？我爹虽然是5品炼丹师，但他也最多只能炼制出上等的3品丹药。能让我加入一个地庭级的传承倒是可以，圣地就没那么容易了。唉，本来我爹是想要把我送到紫云圣地的，但却要嫁给一个紫云圣地的弟子，我怎么可能答应？我连认识都不认识那个人。青儿妹妹，你居然已经是天罡境的修为了，你的哥哥岂不是修为更高？我的修为是单元10重境。我这里有凝钢丹。凝钢丹还是你自己留着吧，等你的修为到达了单元10重境之后，你需要凝钢丹才能够突破天罡境。哥哥，天脉山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天脉山啊，传说是一座从天而降的山脉，坠落在古天神门中的天罡域之内。也有说法是古天神门存在于世间之时呢，这天脉山就在天罡域之内。我更倾向于后者的说法。这天脉山的天地元气非常的浓郁，孕育了无数的宝物，但同样里面也存在有许多的危险，每次开启都会有许多的人陨落。并且因为天脉山就在天罡域之内，只有天罡境的修为才能够进去，那些修为强大的老辈强者也只能是干瞪眼。而且就算是那些老一辈的强者进入天罡域之后，修为被压制在天罡境，他们也无法进入天脉山，会被天脉山存在的力量阻挡在外。哥哥，你要去天脉山？是的，我的境界提升呢，相对于普通的武者来说要难得多。天脉山对于我来说
应该是一个机缘，可以让我快速的将实力提升上去。但是天迈山那个地方，既然机缘很多，肯定会很危险，也会有很多厉害的人进去。年轻一代的天罡境中，一些圣子级的天才有可能也会去的。放心吧，就算是为了我的妹妹，我也会好好的活着。将来我还要带着你去和咱们的父母一起团聚呢。我最讨厌使用空间传送阵了，每次用完之后，我都要头晕1个多时辰，而且用空间传送阵来赶路，老有在外面历练的感觉。终于突破了呀！虽然我的灵魂力不像是过去那般比自身的修为超出好几个境界，但是凭借9天神地诀淬炼的灵魂力，加上轮回眼第2转的斩神之术，天罡5重境的高手也难扛我的斩神一击呀！哈哈，上古真神可没这本事啊！说的好像你知道上古真神有多大本事似的。古天神门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站住！你有什么事情吗？哼，一看你们就是刚来的新人，不清楚这里的规矩啊？什么规矩？修为低于天罡4重境的都要缴纳100万玉币才能进去。天罡4重境以下，缴纳100万玉币才能够进入古天神门。没听说过进入古天神门还需要缴纳玉币的，让开！我们是天罗地庭的弟子，你们也敢阻拦？天罗地庭的弟子，好大的威风啊！要是圣地弟子呢，我们自然不敢拦，区区一个地庭传承而已，不按照规矩来办事儿，就要承担后果。你敢动手？哼！哼，小子，这是给你的教训，以后记住了，出门在外，不是圣地出身的真传弟子，还是老实一点的好。老子说了，既然只收100万玉币，那么就绝对不会多拿你1块玉币。要进去的话，就赶紧滚进去；不去的话，就赶紧滚蛋。你们也看到了，这位师妹还是老老实实的缴纳玉币吧，100万玉币而已啊，对于你们来说也应该不算什么。师妹，你长得这么漂亮，如果少了一条胳膊，那就太煞风景了，是吧？这就对了嘛。好了，你可以过去了。你们的玉币呢？玉币我有，但却不会给你。你疯了！你要是不舍得交出玉币，我可以给你们交啊。任何人都要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呀，除非你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有那个资格享受不交玉币就能进去的待遇，不然的话，就凭你刚才的那些话，就算是这位师妹给你交上了玉币，你也要付出代价。青儿，退后。完了！天罡5重境，原来阁下是隐藏了真实的修为啊！刚才你说，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实力，就要付出代价。那么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却来找我的麻烦，你也同样要付出一些代价。此人能够随手折断苗哲的剑，不是简单的人物，而且他留手了，不然刚才的剑刃划伤的就不是苗哲的肩膀了，而是他的脖子。走吧。天哪，你居然这么厉害！刚才那个人的速度好快啊！是啊，我也见过其他天罡5重境的高手，但是出手的速度绝对没有刚才那个戴着斗笠的人快啊！你们懂什么？那个青衣人手中的剑起码也是个4品灵剑，却被他以双指折断，这绝对不是普通天罡5重境能够做得到的。这么说，那个斗笠人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实力了？真是霸气呀！双指断剑，从容而过。他难道是天罡7重境以上的高手啊？虽然戴着斗笠，但是给人的感觉年纪不大呀。年轻一代中有这种实力的人可是不多呀。还真是厉害呀！苗哲，你没事吧？没事。他手下留情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件事情，苗哲，
你去报告玄剑公子，刚才那个人的实力不错，相信玄剑公子应该也愿意将他招揽到麾下的。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早说？早知道你这么厉害的话，我就省下100万玉币了。喂，难道我逢人就说我很厉害啊？那是神力碑，可以用来测试力量，而且并不是说你的力量越强就能在上面留下痕迹，而是要根据你的境界。就比如说你的境界是天罡1重境，那么普通的天罡1重境就无法留下痕迹，但是如果是力量远超天罡1重境的人呢，就可以在上面留下痕迹了。我能行吗？应该可以吧，如果不是同境界中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算是天罡10重境也很难在神力碑上留下痕迹啊。传闻如果实力足够的强大，甚至可以将名字铭刻在神力碑上，而如果是实力不够强大的人，来不及将名字铭刻出来，痕迹就会消散。我去试试。是西玄太乙圣地的候补圣子郭水呀。不愧是一方圣地的候补圣子，一身修为达到了天罡7重境。是啊，他的年纪看起来也就是20岁左右吧。青儿，怎么了？这个郭水就是木下那些太上长老想要逼我嫁给他的人。就凭这种垃圾也配得上我的妹妹？好厉害啊，年纪轻轻的天罡7重境，还是一方圣地的候补圣子，简直就是完美的男人。没有达到极限级啊。这还不是极限，他以天罡7重境可是展现出了相当于8重境的128头真龙之力啊。这个极限级的标准就是发挥出超越自身2个境界的战力。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郭水需要发挥出254头真龙之力才算是达到极限级？你好像是天罡1重境的境界，却能发挥出天罡5重境的力量，这岂不是说你超越了极限？算你有点眼光。极限级的标准是超越自身2个境界的战力，而极限级的范畴是超越自身2个境界到3个境界之间。也就是说，以天罡境7重为例，可以发挥出天罡9重境的力量和天罡10重境的力量，都是属于极限级的范畴，只是后者更强。但是如果能够以天罡7重境发挥出战灵1重境的力量，那就是超越极限级。太夸张了吧！可恶啊！你不去试试吗？虽然我不认为你能像神帝一样将烙印永远的留在这块神力碑上，但如果可以有出色的表现，必然会受到很多大势力的关注，得到圣帝级传承的招揽，成为圣帝真传弟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来，都让让啊！嗨，又有人想要来尝试了。有太乙圣地的候补圣子朱玉在前，这个时候跳出来不怕丢人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但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人自命不凡，想要证明自己呀。哎呀，这个家伙的身上到底有多少秘密？出手的是一个戴着斗笠的人，不清楚其身份与来历啊。据闻他出手之时引动了16头真龙之力，虽然修有天阶功法，但具体到底是什么境界尚未可知啊。听说他是天罡1重境的修为。开玩笑的吧？天罡1重境的修为16头真龙之力，拥有超出自身境界4个级别的力量。天哪，传说中超越极限的人出现了。难道是他？如果是他的话，那么他成长的速度就太惊人了。当初他逃走之时，一身修为还是单元7重境，如今已经踏入天罡境了。尽管区天罡境还无法构成什么威胁，但若是一个可以在同境界中超越极限的人就不一样了。传说中的9世轮回，一旦到了第9世就会觉醒9纹轮回眼，一旦成长起来，可化身为盖世至尊呐。我们就把梵文姐姐丢下不管了？那个女人太能惹事儿了，和她走在一起，不是她给我们惹麻烦，就是咱们给她惹麻烦。我们不和她一起是为了她好，毕竟诸圣地都盯着我，天玄宗和穆家也盯着你，
如果以天罡一重境的修为来算，他算是超越了自身境界6个级别啊！还真是厉害呀！有人在神里碑上留下了一个字迹，这都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那个字还在呢。听说上一次有人在神里碑上留字，那还是7年前的事儿。在神里碑上留下太乙2字，据说持续了3年之后，那俩字才消散不见的，依旧只剩下神帝2字，轰动一时啊！是啊，传闻那个人被赞誉为绝代天骄，纵然不如上古神帝，也相去不远呐。几位，你们说7年前有人在神里碑上留下太乙2字？啊，这戴着斗笠的人，莫非你就是在神里碑上留字的人了？哈哈，你们误会了，我不是那个人。啊，没错，7年前呢，有一个年仅10岁的少年来到了天罡域，在神里碑上留下了太乙2字，3年之后，这字迹才消散在神里碑上。而且听说7年前呢，那一个10岁的少年便是天罡1重境的修为了。如今过去了7年的时间，他的一身修为怕是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啊，足可让很多老一辈的强者汗颜呐。那既然留下太乙2字，这么说来，那个人应该是太乙圣地的人了。是不是太乙圣地的人我也不太清楚，但据传说那个人的确是出身太乙圣地，但是吧却不是太乙圣子，有可能是太乙圣地雪藏的某位天才。9世轮回诀既然存在，那么无尽岁月前的古人既然可以开创出这样的功法，那就意味着轮回之说是真正存在的。那么也就意味着除了9世轮回诀，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同样也能以其他的方式跨越轮回的岁月。难道说跨越了7000年的岁月，这一世的我将会再次遇到昔日的宿敌了吗？就是他。多谢你之前的手下留情。我有点后悔对你手下留情了。你就是在古天神门入口伤了苗哲的人啊？是又如何？放肆！在我们公子面前，你应该态度谦卑一点，懂吗？无法，有实力的人骄傲一些也是正常的。我听说有一个戴着斗笠的人在神里碑上留下了字迹，不知道是不是你呢？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公子，他怎么可能是那个人呢？我之前听苗哲说过，此人不过是显化16头囚龙之力而已，同境界连个顶级都不算，怎么可能是一个可以超越极限级的强者？我听苗哲说你的实力不错，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麾下呀？我玄剑公子在这天罡域呢也是小有名气，成为我的追随者，相信也不至于辱没了你。而且如果你的实力足够，我还可以带你去天脉山。追随者？我们公子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看中了你，那便是你的荣幸与福分，还不跪下效忠？聒噪！区区一个随从也敢对我颐指气使的呼来喝去吗？放肆！王旺，好强大的战绩呀！起码也是地阶极品战绩了。不愧是玄剑公子啊，一出手就是绝杀。是啊，听闻玄剑公子虽然不是出身圣地啊，但也是来自于一方大族啊。土鸡瓦狗而已。果真有些能耐，就凭你能挡住我的一招，就可见你的修为并非是苗哲所说的那般，只有16头囚龙之力的程度啊。以16头真龙之力在神力碑上超越极限之人，应该就是你没错了。纵然你能够超越极限，但是你的境界终究是太低了，天罡5重级和6重级相差甚多。好快的剑，这才是玄剑公子的实力，他最厉害的就是剑法了。7品灵剑啊！什么？你好大的胆子！看来神里碑那边的事儿惊动了一方大族啊。何止是大族啊，诸圣地都被惊动了，皆在寻找在神里碑上留字的人呢。将你手中的那柄剑还来！我要的东西为何要还给你们呢？少在我的面前摆架子，无论你是一方巨擘也好，亦或者是一方圣主也罢，只要是来到了这儿，一身修为就都会被压制在天罡境而已，有什么威风可言？找死！别想逃！你们这些垃圾，可敢上来呀！
哼，你以为站在第一重阶梯上就能庇护你吗？没错，第一重阶梯上修为都是天罡1重境，你一个人而已，莫非还能逆天了不成？无极顺势，找死！老实点儿。此人肯定就是那个可以在神力碑上留字的人呢。对呀，只要踏上了1重阶梯，修为必然只能是天罡1重境，他却是轻而易举的横扫了一个大族10几个高手啊！也只有能在神力碑上留字的人才有这样的实力啊！同境界的战力，莫非他已经是达到了极限级啊？快住手！哼，我为什么要住手啊？你是要与我们天玄族为敌吗？天玄族？哼！天玄族很了不起吗？在这天罡域之内，就算是你们的老祖宗从坟墓里爬出来，在我的面前，他还是得趴着。放肆！你只能在下面逞威风吗？啊，有本事上来一战呢，我让你一只手。如你所愿，老夫倒要看看你这个小辈到底能有什么本事。狂妄！哼，狂妄！哎，这么老的人了，也算是有点身份，气度这么差。年轻人，我劝你适可而止。怎么，你以为我会怕你们人多吗？哼，我给你们2个选择。什么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我杀了这些人。第二个选择呢？我需要一些材料，我们可以进行交易，用材料来赎人。惊雷石、天罗草、飞花鹿、紫云根，拿下他！杀！哼，人再多也只是一群土鸡瓦狗罢了。该死他，此人太狠了！天玄族被杀了10几个人了，这样的损失可谓惨重啊！是啊，那是一位天罡7重境的高手，居然也死在了1重阶梯上。对，可怕的人，是啊，真的很可怕呀。天玄族也算是南玄的大族了，倾尽了这么多的高手，也敌不过对方一个人呢。此人一旦成长起来，最少也是一圣子级的人物啊。你确定真的要与我们天玄族为敌吗？笑话，确切的说，是你们天玄族想要与我为敌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楚灵天。同样是姓楚，你与轮回者楚尘有何关系？关你屁事啊！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拿我清单上的材料赎人呢？当然了，你们也可以继续拒绝，不过下一次在谈条件的时候，我那份清单上的材料可就要双份了。你天玄大族天玄族大败，在1重阶梯被一个楚姓少年单枪匹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天玄族的宿老被擒，对方要求以珍稀材料来换，最少也是个极限级战力啊，一个圣子级的天才啊！圣子级的人物成长起来，起码也是个巨波级的强者呀。是啊，如果能够超越极限级，那就更了不得了，或许会成为比肩上古尊者般的人物呢。巨波称雄一方，尊者镇压一域，截然不同的概念呐。战力不如他，便动用灵阵杀他。哼，不知所谓。不好，快退！他能影响灵阵，连灵阵都奈何他不得呀！我看他捏了一道印子，莫非是灵印？没有看出是什么灵印呢，但是他既然掌握有灵印，意味着他是一位灵纹师。虽然带着斗笠，但大概可以判断得出他的年纪不超过20岁。以这样的年纪拥有如此惊人的战力，还是一位灵纹师，他的防御怎么会这么强啊？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他的罡气蕴藏有冰火之力啊？先天冰火之体，那可是极其罕见的体质啊。倒也未必啊，有可能是后天修成的体质，但是这种体质起码也是个黄体了吧？我的耐心有限，如果我要的东西还没有送来，那么我就先杀了这几个人。我们妥协。的确是我要的东西没错。那柄7品灵剑，
还请物归原主。要拿回去也可以啊，拿前天圣水来换。前天圣水？年轻人，你的天赋很强，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天玄族的话，你要多少材料都可以啊。没兴趣，喂，再会。哥哥真厉害。那些家伙都被我给甩掉了，有人跟踪我。美女找谁呀？我找你。我见过你的画像，今日在天罡域内折腾出那么大动静的人，果然是你这个轮回之人。这么说，你是来者不善了。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想要邀请你加入天华圣地。天华圣地？很少见天华圣地主动邀请别人加入呢。我想要邀请你加入古天神宗。你们既然都知道我是轮回之人，谁知道你们邀请我加入，到底是否对我有所图谋啊？楚道友说笑了，我等既然邀请，那自然是真心诚意。你是传说中的轮回之人，完成9世轮回，拥有一双至尊神眼。你若选择加入我族，必然倾尽全力地培养你，助你成为一代至尊呢。你与我狐族公主颇有渊源，可愿意加入我们妖族啊？我们人族的事，你们妖族来凑什么热闹？怎么不服气的话，那就一战了。我对古天神宗很感兴趣，欢迎之至。不过我现在不过去，让我妹妹先跟着你去古天神宗吧。我希望你们能够确保我妹妹的安全。没问题。我记得不久之后，你们古天神门就会招收门人，我必然会去的。拥有至尊神眼未必一定可以成为至尊，他或许会像历史中的那些人一样，最终销声匿迹，毁于禁忌。是啊，轮回为禁忌嘛，而禁忌不可触碰。从古至今，无论是上古亦或者是更古老的岁月，都不曾有轮回传承留下呀。传说触碰轮回禁忌之人，最终都会不得好死啊。是太乙法旨。对，看来是圣地中的那位对轮回眼很是感兴趣啊。7年前以10岁之身踏入天罡域，横扫一切，疑似祖师转世的那个人。说话小心点，这是我们太乙圣地的禁忌之秘啊。自然不会乱说嘛。若真的是祖师转世之身，那么就算是轮回转世之人也不是对手啊。是啊，传闻太乙祖师以无穷造化转世重生，拥有一种旷古绝今的体质，造化神体。你说的没错啊，的确是神体无疑啊，堪称古往今来最强的体质啊。这天玄族的人简直就是送财童子啊。来的人很多，有想要拉拢我的，也有想要除掉我的，看样子是来了一个身份不一般的人呢。有点意思啊，这天灵族的人可是傲气的很呢。既然有人来加入古天神宗，看来这个古天神宗能在诸圣地的压迫下崛起于此地也不简单呢。这种场面堪比一方圣地招收门徒的场景了。那是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古天神门的外面，古天神宗的确是没有多大的名气啊。但是在这古天神门之内，无论是天罡域、战灵域，亦或者是涅槃域，古天神宗那都是可以比肩诸圣地的存在啊。是啊，毕竟诸圣地的强大源自于真神器以及某些超越了涅槃境以上的底蕴手段，而这一切诸圣地不可能带进古天神门来，所以诸圣地在这儿也难以做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啊。真是羡慕那些人呐。开山门！2000年的传承不算长，但也算是积累了一些底蕴呢。天哪，这个人看起来很眼熟啊！我想起来了，7年前我还是天罡3重境，再次看到了他。难道是传说中那个疑似太乙祖师转世的妖孽？那可是一个真正的妖孽啊，号称转世真神呢，如神之子般高高在上。他竟然也来了。不知道是那轮回转世之人将他吸引而来，亦或者是这古天神宗之内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
传闻古天神宗掌握了一方秘地，有可能蕴藏着上古尊者的传承，他有可能是为此而来呀。真神灭土，100年只为一人而开，那过去尝试人都失败了，这君太乙是否可以成功啊？君太乙本身就是天纵之才，修炼数千年的岁月真至巅峰，重回少年再次修炼，夺取天地造化，育养己身，有可能化作了一具神体啊。考核开始，这座灵阵将会将你们传送到历练之地，其中呢有诸多的灵文灵阵，只要能够抵挡住灵阵之威，一路闯关，就可以通过考核成为入门弟子。好了，可以进去了。难道他没来？有这个可能啊，但是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呀。我猜测他就隐藏在人群之中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啊。不愧是轮回转世之人，掌握有一些特殊的秘术与手段，纵然是我等也难以揣摩呀。这样做会不会有点过分呢？切，管他呢，反正这里这么多的人，也没有人知道是我做的呀。我也没有办法呀，希望古天神宗的那些家伙别抓狂的好。不光是我自己的修炼，我妹妹青儿的修炼将来也需要大量的玉璧呀。算了，做人不能太贪心啊。如果我将所有的灵阵的灵材全部都给拿走的话，古天神宗起码损失上亿玉璧啊，绝对会疯狂的。一旦真的追究下来，这些东西藏在我的纳戒里边，还是会被揪出来的。恶魔溪，这里就是第9座灵阵了吗？有点意思啊。第一座灵阵内一共才有7个人通过了考核，每一座灵阵内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考核，但是竟然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就只有7个人成功通过了考核，这也太难了吧。年龄不超过30岁的天罡境数量并不在少数啊，怎么通过率这么低呀？主要这一次来参加的高手很多呀，所以考核的难度提高了。难道说这一次数万人参加考核，最终只会有不到100人通过考核，成为古天神宗的弟子？这古天神宗的胃口真大呀，考核难度提高，这么招揽到的必然都是很厉害的天才。你们懂什么呀？古天神宗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找寻出那个轮回转世之人呐。能入第9灵阵者，皆是人杰，每一座祭坛上皆有1枚古天令。考核结束之时，得到2枚古天令之人，便可成为古天神宗认可的天才，会当作核心弟子进行培养。若是能够击败他人，夺得8块古天令以上的人，便可成为真传弟子，得到最高的待遇。古天神宗倒是也算比较大方，这座灵阵笼罩的范围是一片山林，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灵药，可以提升修为与境界。常态之下，以修为和肉身同时开启的状态，我的力量可以达到157头真龙之力。如果是开启掌控之术，以天罡3重境的灵魂力牵引天地之力加持己身，可以将罡气之力提升到64头真龙之力，达到221头真龙之力。比起天罡9重境的254头真龙之力，也相差不了太多呀。虽然是否成为真传对我而言无所谓啊，但是如果可以成为真传的身份，那么进入天脉山的名额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没想到这一回竟然出了一个妖孽啊！年仅20来岁，一身修为竟然达到了天罡8重境，战力逼近天罡9重境了。没办法啊，虚龙太强了。听说当初有圣地传承，意图招揽他。那他为何没去圣地呢？古天神宗也只有是在这个神门3域之内才能够与圣地比肩呢。那若是要去了外界，说到底还是不如圣地的呀。谁知道呢？不过我听说啊，招揽徐龙的圣地呢，许下的是个候补圣子的位置。但是徐龙的胃口不小，不当圣子，他宁可不入圣地啊。那看来他的目标是成为古天神宗的真传了。若是能成为真传，那也是和诸圣地的圣子圣女一个级别的天才了。一位奇才败了。虚龙太强了，那不是圣地的出身，却修有天阶功法，在基础上不弱于任何人呐。到底会是什么人让我如此的不安呢？那个人到底来没来呀？你就是徐龙，轮回转世之人。
传闻你这一世只有16岁。哼，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啊。哼，纵然你曾经是强者，但是这一世也不过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我不信你能比我强。哎，是虚荣哎，一个帝庭传承中走出的天才，有圣子之姿啊。年仅24岁，天罡8重境的修为，若是能够得到圣帝级传承的培养，成为圣子级人物不在话下呀。徐龙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天才，但是与他对峙的这个人，虽然没见过，但是给我的感觉很像是那个轮回转世之人楚尘呐。的确是他，灵阵内的情况尽在掌握之中。这楚尘变换了容貌，一开始我等也没有认出他来。不过后来呢，他在第8座灵阵内挖走了布置灵阵的灵材，我们便可以笃定就是他了。挖走了灵阵的灵材？这一世他才19岁呀，却能够闯入第9座灵阵，可见他的战力已经达到了天罡7重境。轮回者虽然逆天呢，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他觉醒的时间很短呢，不到1年而已啊，应该不至于成长到多强的境界吧？这可不好说呀。9世轮回之人，眼界与见识远超我等，不可揣度呀。入门考核就此结束。怎么关掉了？不是，那古天神宗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呢？我们终于见面了，轮回者。你就是古天神宗的宗主了？没错，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加入古天神宗啊？据我所知，朱圣帝对你的态度不明，你难道就不担心加入了古天神宗对你而言是羊入虎口吗？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西玄秦族一直都在追捕你的下落。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呀，因为任何想要打我轮回眼主意的人，都注定是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与我合作的人则不然呢，这一世我若成长起来，将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好处。等你成长起来太慢了，虽然我承认你有很强大的潜力，或许曾经的你屹立于五玄大陆的巅峰强者之列，但你要重新成长到那一步，最少也要10年之久啊。10年太长了，会发生太多的意外。如果你陨落了，我们古天神宗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而且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古天神宗选择接纳了你，如果将来也选择庇护于你，那么将来就势必与朱圣帝站在对立的局面了。你也应该明白，朱圣帝呢，也不希望未来有一个至尊从我们的古天神宗走出去啊。所以你要证明你的价值，证明你值得让我古天神宗为了你而去承担去和朱圣帝对抗的将来。那如果我无法证明呢？那就不好意思了。如果你无法证明这些，那么你如果愿意留在古天神宗，那么你就是我们古天神宗承认的弟子。但是呢，古天神宗却不会像对待其他弟子一样庇护你。无论是你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古天神宗都不会插手，也不会出手庇护。我妹妹呢？她如今也是古天神宗的弟子啊。你妹妹和你自然不同，既然她成为了古天神宗的弟子，那么古天神宗就会庇护于她，但前提是你还活着。你倒是实话实说啊。没有什么不能说实话的。毕竟你存活的岁月比我们更加的久远，一些骗人的谎言在你的面前也根本是无用，不是吗？那么我妹妹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只要我还活着，我不希望我的妹妹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也希望你能活着，毕竟我也希望将来会有一位至尊从古天神宗里走出去啊。楚尘是楚尘，他的妹妹是他的妹妹，你们要找的是轮回者，
那么就去找轮回者好了。穆青儿是我们古天神宗的弟子，那么就会得到我们古天神宗的庇护。我很好奇呀，你历经了9世轮回，那么你过去的8世都是什么身份呢？你若是真想知道的话，我倒是可以告诉你，我所经历的8世之中，其中有一世是一位食品医师。食品医师？你说你曾经是食品医师？当世之中唯有一位食品医师，便是天一堂的一位老怪物啊。若是你拥有食品医师的造诣，那就真的是太惊人了。或许你我之间可以再做一个交易啊。你想要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们古天神宗啊，有一位长老，是一位7品的医师，也是我们古天神宗内唯一的一个7品医师。他的修为早已经达到了涅槃境，却始终无法晋级8品医师的境界啊！我可以给你一份医道心得，不出意外，10年之内，只要你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悟性很差的话，应该就可以成为8品医师了。那么，你想要什么？我要修炼的资源，足够支撑我修炼到天罡10重境，乃至于突破到战灵境的资源。这很简单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修炼了一种特殊的功法，所以对于资源的需求很高。你还是看看这份清单之后再做决定吧。你的要求太高了，这份清单上的东西，1、2个圣地的宝库都凑不齐呀，恐怕唯有诸圣地联手才有可能凑齐呀。哪怕是奇物阁，也未必能拿得出这么多的奇物啊。你要的这些东西啊，都太罕见了，真难想象你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功法，竟然需要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不过你说的这些东西呢，凑齐的难度不大，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在1个月的时间内弄来。可以，我要的东西来了，我自然会给你8品医师的晋级心得。如此甚好。该去看看妹妹了。真神阶梯吗？君太乙。这一世，你我之间注定要有一个了断呢。听说你是轮回者的妹妹，你们有什么事情吗？哼，没什么，只是听说你的哥哥很狂妄，得罪了我们天玄族，他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么说，你是来自天玄族了？你们天玄族的人不敢去找我哥哥的麻烦，于是就想要拿我出气。你可以这么认为没错，当初要不是你那个哥哥楚尘卑鄙无耻，又岂能威胁我们天玄一族？你过去曾是西玄之地天玄宗的弟子，与我天玄族本是一脉，如今却背叛了我们。你要如何先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印记，让你那个轮回者的哥哥知道得罪我们天玄族的后果？虽然他受到古天神宗的庇护，但是我们只要不弄死他，其他的事情应该都可以随便来做吧。你们不要太过分，否则我哥哥不会放过你们的。你真以为轮回者就能天下无敌吗？当初如果不是他仗着身处于1重阶梯上，他早就被我们天玄族的强者格杀了。他也不过是能在天罡1重境内逞威罢了，只要不是修为都被压制到了天罡1重境，他在天罡域之内又算什么东西？轮回者也不过是如此啊，以我等天罡7重境的修为，杀掉一个区天罡1重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古天神宗不会庇护于他，我们倒是希望他出来送死啊！天玄族的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什么人敢污蔑我天玄一族？找死吗？是你终于出现了！
族中的长老果然说的没错，只要我们找你妹妹的麻烦，你自然就会出现。让我看看你这个所谓的轮回者到底有什么本事！哼，不知所谓。天罡7重级的力量，就凭你们这些垃圾也敢来挑衅我？看来你们天玄族是真的没人了。不久之后，我会亲自走一趟。只要是在这天罡域内，我会扫平你们天玄族这里的一切。狂妄！小姐，住手！青儿，你没事吧？对不起，是哥哥连累了你。回去之后告诉你们背后的那些老家伙，如果再敢派人来招惹我妹妹，将来我会亲手灭掉你们天玄族，将你们一族彻底的抹杀。我没事的，哥哥。放心吧，有哥哥在，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别担心，有些麻烦既然惹上了，就应该斩草除根。哇，是天玄族的人呐！天哪，这些人的修为全都给废了，下手真够狠的。哎，那女子不是天玄族的一位大小姐吗？年纪轻轻一身修为就已经是天罡7重境，竟然也被废掉了修为。是她？那个轮回者。楚尘与天玄族之间似乎恩怨不小啊。发生了何事？古渊在哪儿？放肆！竟然敢直呼宗主的名讳！我便直呼了又如何？我与古渊说话之时，他倒没说什么。你一个小小的执教长老，扯着个虎皮当大旗啊！身为古天神宗的弟子，却对宗主不敬，本座将亲手拿下你，以儆效尤。哼，想要拿下我去讨好诸圣地，何必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找死！我听说你的肉身很强，但是在绝对的力量碾压之下，任你的肉身再如何强大也无用。对付这种不知长幼尊卑的人，何须岳长老亲自出手？不如岳长老将这个机会让给我，我很想亲手斩了这个所谓的轮回者，让他那所谓的9世轮回与什么狗屁的未来至尊，一切都成为一场空。秦公子既然要出手，那么我就观战好了。你的胆子很大，明知道诸圣地的人一直都在寻找你，还敢如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儿？你姓秦，看来你是出身于秦族了。当初在西玄之地的时候，你们秦族就想要抓我，后来抓不到我，便干脆将我的消息放出来，公诸于众。这份恩怨，倒是要好好的清算清算。哼，就凭你也配与我秦族为敌？秦族很了不起吗？昔日的我也曾将之踩在脚下，我还真就没放在眼里。狂妄！哼，就凭这点实力也想要对付我？纵然你能拥有超越极限级的力量也无用，修为绝对差距让我轻而易举的就能将你碾压。哼，你的依仗不过是同境界很强，但谁又会和你同境界交手？杀你易如反掌，真是无知者无畏啊！那么我倒是想要看看你能如何杀我。这个轮回者楚尘到底有什么底气呀？听说他的肉身很是强大，如今他所展现的只是罡气修为之力，那么他的肉身之力可以增添多少啊？传闻他可以一个纵跃跨越数百丈，肉身比凶兽还可怕。可是就算他的肉身很强，也很难弥补境界上的差距吧。哎呦，可惜了，存在于传说禁忌中的轮回转世的强者，难道这一世只能活到16岁就要夭折了吗？结束吧。不对啊，除了一开始的32头真龙虚影是罡气之力的显现，后来的真龙虚影没有汇聚天地元气显现呢，这是他的肉身之力啊。68头真龙之力的肉身境界，天罡7重境的肉身，哥哥真厉害！哼，就只有这么点实力吗？想要在天罡境内与我交手，让你们秦族的圣子过来还差不多。4品回元丹，而且还是上等品质的4品回元丹，就算肉身强大，这防御力也太惊人了吧！
肉身对抗7品灵气，难道是我眼花了？哼，你们懂什么呀？上古传说中，若能够开启人体秘力，肉身无双，可如神兵利器。哎，我也听说过。难道这个轮回者楚神他开启了人体秘力，肉身强横，可以与灵气争锋啊？凝冰成灵，其中蕴含的冰寒之力可以冻结灵魂呐。想走？你以为只有你会用暗器吗？玄阴古阵，住手！岳明山都懵逼了。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宗门内行凶！哼，他要杀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天哪，那就是传说中的轮回眼吗？据说9世轮回才能开启圆满，具有看破万物本源的奥妙啊。他开启轮回眼之后，只是一击就杀了秦风，这就是轮回眼的威力吗？哎呀，可惜只是昙花一现，没能让我们摸清楚轮回眼具体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起码可以确定，他能看破秦风招式中的破绽，才能一击毙命啊！你可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聒噪！身为古天神宗的执教长老，却为秦族卖命。古渊若是知道了，可能会亲自清理门户了。你胡说八道！秦风虽然是秦族弟子，但是如今也是我们古天神宗的弟子。我身为执教长老，你却在我面前杀人，岂能容你？那如果刚才被杀的人是我呢？那就是你自己活该，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祸端。古天神宗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庇护，这也是宗主大人亲口证实过的。真是说的理所当然呐！我杀人不行，别人杀我就是活该，这是什么道理？秦风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他并不具备杀你的能力，但是你却杀了他，太过分了。没错，秦风虽然说要杀你，但是结果并没有杀你，反倒是你痛下杀手，心狠手辣。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连秦族的弟子都敢杀，完全不将诸圣地放在眼中。你笑什么？我笑你不知所谓。秦风我已经杀了，你奈我何？狂妄！莫非你以为你杀人还有理了？想出手就来，天罡10重镜又如何？残杀同门弟子，当诛。说的比唱的好听，要我说你就是秦族的一条狗罢了。今日谁要一战，皆都上来，我楚尘全都击下。航天，给我破开！这是什么招数啊？简直是闻所未闻呐！以罡气凝聚成莲台，难道是一种强大的防御战技？能够挡住天罡10重镜的横天神指，起码那也是天阶上品级的防御战技才能做得到的吧？你就只会防御吗？你连我的防御都打不动，你认为你能扛得住我的攻击？既然你想要让我出手，那么我就如你所愿，横天！什么？这不可能！就算他是轮回转世的强者，也不可能如此夸张啊！不愧是地仙印，阻止他！谁若要战，就冲着我来！我输得不冤，太恐怖了吧！天罡10重镜的执教长老都被打死了，那谁还能镇压得住他呀？天罡域内，他近乎已经无敌了。你们是谁？秦风是我族弟，你杀了他，我要你偿命！缩地成寸，不是传说中的那种绝学，而是秦族的小挪移之术啊！纵使小挪移也很是惊人了，据说是根据缩地成寸之术的残篇开创的天阶绝学啊！真是印，真神绝学，无极风势，哼！天罡10重镜我都杀了，你一个天罡8重镜也敢来惹我？我秦城能杀你？如你这样的人才，秦族也不多吧？既然你找死，那我就送你上路。
你小心点，此人很强，若是不敌，我们会出手的。放心吧，我练成了小挪移之术，就算不是他的对手，他也奈何我不得。秦族的小挪移术果然厉害，来无影去无踪啊，先天就等于是不败呀。这个秦城也是了得，秦族天才很多，但能将小挪移之术练成的人却不多呀。传闻秦族阵势神绝，还记载有其他的诸多秘术与战绩啊，让人神往啊。别乱说，那是秦族的禁忌啊，谁敢去打主意，绝对会遭到整个秦族的扼杀呀。结束了，你居然可以预判到我的秦城，送你们去上路。什么？真是印？这不可能！你居然懂得我们秦族的秘术战技。刚才那个是小挪移之术，和秦城施展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瞬间就杀死了一位秦族的弟子。难道说他是从秦族偷学的吗？很惊讶吗？你们秦族的真神传承也不过如此啊！我只是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这不可能！我秦林练成一门绝学用了10年，在我秦族的历史上就算是最快练成绝学之人，也用了1年。你说你看一遍就学会了，你当我是白痴吗？区区一门绝学而已，还需要用10年来练成？你不是白痴是什么呀？大胆狂徒，竟然偷学圣地传承，当诛！你们又是从哪儿来的？太乙圣地，原来和秦族是一丘之貉呀！杀了他！秦兄，我们来助你，你们几个一起上吧。你的实力的确很强，但是你觉得你能敌过所有的人吗？我代表太乙圣地邀请诸位一起出手拿下楚尘，谁若愿意施以援手，从此以后就是我们太乙圣地的朋友。找死！死吧！快退！那是灵魂攻击的手段。你是来追究我杀死岳明山一事的吗？这件事儿错不在你。你我之间有过约定，所以我自然不会让古天神宗的人出手对付你，但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即便是古天神宗之内，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人怀有别的心思和目的呀。那么我妹妹的事情呢？若非我去看望我的妹妹，她可能已经被天玄族的人给伤害了。你答应过我会保护我的妹妹，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你的诚意。如果是这样的合作，那么你将从我这里什么都得不到。这是我的疏忽，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你的妹妹可以留在真传之地修行，我会专门派遣信得过的人保护她的安全。我希望你值得我信任，否则的话，将来我的妹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古天神宗。天脉山要开启了，那这是你要的东西。哥哥，放心吧，青儿，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哥哥，我在这里等你。青儿真乖，你在这里好好修炼，希望哥哥回来的时候，我家青儿的修为已经是天罡5重境了啊！我会努力的，哥哥。走吧，时间差不多了。关于天脉山的事情，我需要再跟你们重申一遍。一旦进去之后，生死就全部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了。你们将会遭遇到很多的危险和强大的敌人。据我所知，诸圣地中有很多圣子圣女都进去了，而我对你们的要求也不高。如果真的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强敌，想办法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是，走吧。坠落古城，没错，就是这个古老的地方。
坠落古城是什么呀？传说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一座城池，来自于神帝统御诸天的时代。我们是应该叫你一声师兄呢，还是应该喊你前辈？哼，随你的意啊。哼，师妹，别开玩笑了，他就算是活了很多年的老怪物，如今也不过是才16岁的少年，叫他一声前辈，他承受得起吗？你想试试？喂，给我个面子可好啊！你们这次代表的是古天神宗，这还没进入天脉山呢，你们就要内斗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和睦相处，等到进入天脉山之后，互相联手，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楚师兄，到时候可要照顾我。先进入坠落古城，等待天脉山的开启。任你天骄无敌，最终也还是挡不住岁月。哎，轮回者来了！轮回者何在？我来斩你，取你双眼！我们少主既然开口，那么你就挖下双眼，呈上来吧。哼，一只小妖加上一头老妖，也敢在我的面前逞威？找死！叫什么叫？再叫切下你的虎鞭炮酒！不知死活的东西！滚过来受死！哼！什么狗屁轮回者！我来屠了你，摘下你的头颅当球踢！少主，天脉山开启在即，有什么恩怨，进入以后再了断也不迟。此刻若是出手，就算能杀死此人，我们也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人族的各大圣地肯定也会想要抢夺轮回眼。哼，等进了天脉山，我再亲手屠了你！哼，一头小白虎而已，也敢在老子的面前嚣张？等到进了天脉山，我先扒了他的虎皮。说得好，我就看不惯某些人狂妄自大，好像是天老大他老二一样，太把自己当根葱了。轮回者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不过我倒是对你的眼睛不感兴趣，反倒是觉得你的性格很不错，所以想要和你交个朋友。我叫武则，好，上古五族之人。正是。我实在是想不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天脉山呢？以你的潜力，只要隐忍一段时间，天罡域内没有人能是你的对手。但是，一旦进入了天脉山，一切就很难料了。就连我都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想要对付你，得到你的那双眼睛，进而去窥探轮回的秘密啊！我早就说过，没有人可以得到我的这双眼睛。你的境界太低了呀！嗜血妖蛇，妖族最近这些年出现了很多血脉特殊的生灵啊！小虫子，你敢挑衅我？哎，别冲动啊！等进到了天脉山，你就算是弄死他做蛇羹也没人知道。等进了天脉山，我会吞了你，尝一尝轮回者的味道。哈，你和那头小白虎正好可以凑一锅虎骨蛇羹汤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龙宫圣女，哎，传闻中那个得到上古龙神体魄的龙女啊。天脉山终于开启了，那是传说中的一片战场，与上古神国的灭亡有关。若要进去，必须一跃而起，跳入那漩涡之中。漩涡在空中，没有强大的实力，进去的资格都没有啊！没错，天罡境内无法飞行，唯有凭借强大的实力跳进去呀！哎，是龙宫圣女啊！好强大的力量，没有感应到罡气的波动，是纯粹的肉身之力。难道说他已经彻底融合了龙神体魄了吗？我们走。古天神宗这一代的天才倒是质量不错呀。希望你能从天脉山中活着回来。据我所知，其他各方势力的人都会借此机会针对你的。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肯定会回来的。我也希望你能回来。后世的史书上将会留下一段记载，一位轮回者成就了至尊，是从我们古天神宗走出去的。我们与你不是一路人，就此分开吧。那就祝你们好运了。哼，偷袭了我还想逃？轮回者，我来战你！想走？哪有那么容易？冰火之矛！什么？这也太夸张了吧！我黄烈怎么可能死在这儿？太他妈凶残了吧！他真的只有16岁啊！哼，竟然躲开了，这么狠！如果你能再躲开第3次攻击，我就放过你。黄烈很强，在南玄之地名气不小，但在轮回者的面前却只能是被吓得逃走，太可怕了。中上帝的天价悬赏虽然让人心动，但是估计没几个人有那个本事能够拿到手啊！谁还想拿我头颅去领天价悬赏的，尽管上来！看到那边的山林了吗？轮回者楚尘就在那边修行，切记呀，千万别去招惹。为什么呀？主圣地可是发布了天价悬赏，就算不是为了悬赏，若是能够得到他的轮回眼，那也绝对是一桩大造化呀！就算传说中拥有轮回眼的人号称未来的至尊，但你确认你能打得过他吗？黄烈为南玄的天才，可以说是仅仅次于圣子级的天才了，却是被他杀得落荒而逃，差点丢了性命。你刚才说轮回者就在那边？是啊，刚才那个人是谁呀？好恐怖的气息呀！好像是北玄之地玄冰宫的人，修有玄冰寒气。玄冰宫也是一方强大的传承，一些圣地级的传承都不会轻易的招惹。听说玄冰宫虽然没有出现过真神，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却是出现过数位强大的神圣境，也得到过一些上古真神留下的传承。如论底蕴的话，不比圣地差多少。轮回者有对手了。按照目前的修炼进度，起码还要接近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突破到天罡3重境。如今我最缺少的就是时间了呀。既然来了，就不要鬼鬼祟祟的了。你就是轮回者楚尘？你又是哪根葱啊？早就听说你很狂，看来果真如传闻中的一样，只是不知道你的实力是否有让你狂妄的资本。玄冰阴谋，你是北玄之地玄冰宫的传人，你倒是有些见识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来历，就应该知道，以你不过16岁的年纪，纵然你是强者转世，也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哼，我给你一个机会，将你的双眼奉上，我留你在身边做我的仆人，以你轮回者的身份，倒是也有资格跟随在我的身边，追随在我的左右，将来随我征战天下。让我做你的仆人？哼，别说是你呀，就算是你们玄冰宫的祖师从坟墓里爬出来，也不敢在我面前说这种大话。看来你是要我亲自动手剜出你的那双眼睛了。你可以来试试啊！死！我会全力出手，让你知道，在我的面前，无论你是什么来历，都如土鸡瓦狗。你的肉身竟然这么强！我说了，你还太嫩，想要挑战我的话，还是让你们玄冰宫的祖师从坟墓里爬出来吧！狂妄！玄冰宫传人怒喝：“就算你的肉身强大，我不信你才区区16岁，你的修为又能有多强？看我以修为镇压你！”秦族的镇世印，你竟然修炼了秦族的绝学，有点意思。能让我受伤，对你来说也算是一种荣耀了。你以为我的实力只有这样吗？
你所看到的不过是我冰山一角的力量而已。我明白了，你可以预判到我的攻击，所以每次都能够恰到好处的躲开。这是属于你那双轮回眼的能力之一。你以为你洞悉了轮回眼的秘密，但是你所看到的不过只是冰山一角罢了。你还能看破我招式中的破绽，很好。我越来越想要得到你的这双眼睛了。哼，空有力量也不过是徒有其形啊。你刚才不是还不可一世的要斩了我，夺我的双眼吗？此刻为何要逃啊？哼！玄冰宫的传人败逃了。轮回者的实力太可怕了吧？年仅16岁而已啊，难道就已经做到同境界无敌了吗？他的力量实际上是不如玄冰宫传人的，因为他的境界太低，但是轮回眼的能力很逆天呐。如果什么样的招式都能看出破绽，那谁能是他的对手啊？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可以将一门天阶以上的战技修炼到圆满境界，就不会有破绽存在了嘛。我的境界太低了，不然的话，不需要借助轮回眼的力量，我也能斩杀此人。不愧是大势力走出来的传人呐！玄冰宫虽然不是圣地，但也不比圣地差多少。一个20多岁的天罡境武者而已，身上的好东西可真不少啊！果然杀人才是最快的崛起之路啊！轮回者，姓楚的，你给我等着！他在那儿。只要再突破一次，我的力量就能够达到天罡10重境了。轮回者，是你？只是突破铁血无觅处，我们正好在寻找你，你竟然主动出现了。找我做什么呀？我又不是你们妖族的祖宗。找死！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我们妖族的面前逞威！你算什么东西呀？你可知道，被你所杀死的是角族的人？角族又如何呀？一群投生犄角的蠢货而已。你太放肆了！角族的少族王就在附近，你必死无疑。我是否会死不知道，但是你们敢在我的面前聒噪，你们是死定了。你们也是来对付我的？别啊！楚师兄的实力这么强，我们可以喊着他一起去探索神谷啊！神谷？我们如果和他走在一起，会被诸圣地的人盯上，很危险。我说江辉，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我们好歹也是古天神宗的真传弟子，就算对上诸圣地的人，除了那些圣子圣女级的家伙，其他的人还不放在眼里。你们不要忘了，妖族的人也盯上了神谷，以我们5个人的实力，是打不过那些妖族的。我得罪过这个家伙吗？楚师兄有所不知，江辉的母亲是秦族之人。楚师兄，加入我们吧。楚师兄，我听神宗内的老前辈说，你是强者轮回转世，那么你过去是哪一位强者啊？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人族的家伙也来凑热闹吗？神谷是你们妖族的吗？我们人族怎么就不能来了？可谓是针锋相对呀！人族的蝼蚁什么时候这么狂妄了？人族的眼睛虽然对我们妖族没有多大的用处，但却可以将你降服，成为身边的仆人啊！这个主意不错呀！人族传说中的轮回之人成为我们妖族的奴仆，必然可以铸就一段佳话，名留青史啊！他杀过我的人，所以应该是由我来出手将他降服。你们这3头孽畜罪不可恕，正好我最近修行需要药膳进补，你们的血脉不错，可以下锅。
不知死活的人族，在我等眼中你不过是食物而已。我会亲手拆开你的身体，吞掉你的血肉。我要吃了它！你们两个也想跟我抢？找死！就凭你们这些畜生，也敢挑衅我？哼，具有灵魂冲击效果的石后弓。不愧是人族传说中的轮回转世之人，你的确很厉害。前段时间听说北玄之地的玄冰宫的传人与你大战，最终死在了你的手中。哼，是又如何？碧血狮子的血脉不错，你的精血可以用来入药，是你主动交出来，还是要我亲自出手将你活活打死？你想要我的精血炼药？碧血狮子的精血拿来炼丹，可以炼制碧血灵丹，可以让我在天罡境突破一个境界。找死！哇，楚师兄好强啊！别高兴得太早，孰强孰弱还很难说呢。这个姓楚的终究修炼的时间太短，境界比碧血狮子要低啊！哼，而且我听人说了，狮族的这头碧血狮子那是天生的血脉，得到了不一般的机缘造化，有希望晋升为更加强大的血脉，比肩地体呢。地体？王体、黄体、地体、神体至尊呢？可以说，若是拥有地级的体质血脉，起码呢可以成长到神圣级，有希望冲击真神之境，蜕变为更加强大的神体呀。唯有至尊，那一直都是传说，唯有传闻中的上古四圣拥有这样的体质与天赋。给我死！辟邪擎天诀！哦，不错的功法与战绩呀，可惜除了碧血狮子的血脉，就算是我得到了也施展不出来呀。不知道以地仙印是否可以演化的出来呢？与我对决还敢走神儿？你这是找死！哎，这个人族的家伙太强了，他的肉身简直就是比黄体凶兽更加的强大。哎，人族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肉身呢？难道说他拥有人族的某种地级体质吗？啊！竟然突破了！果然与强敌交手才是最好的磨砺啊！前不久才刚刚突破到天罡2重境，如今罡气修为更进一步，踏入了第3重了。你居然没死！有点意思啊，我居然会被灵纹之力所伤。不过6品灵纹是你的极限了，更强大的灵纹不是你这一境界可以激发的。你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这些鲜血勉强能够凝练出一滴精血了。你罪不可恕！我暂时不会杀你，毕竟杀了你，你的血液就会失去活性，失去了炼药的价值。擎天神印，是擎天神印呐！哎，那是真神开创的战技，威力无穷啊！上古时代狮族出过一位真神呐。是真神战技没错，但是这门战技对于施展者的要求极高，需要达到战灵境的修为方可施展。而碧血狮子竟然这么强大啊！以天罡9重境的修为就能够施展这门战技了？哼，你逃不掉的！碧血狮子竟然败逃了！哎，他进入神谷之中是要置死地而后生吗？我们也进去。神谷之中传闻有大造化，若是被碧血狮子得到的话，我们便永远无法与他抗衡了。我们也赶紧冲进去吧。这个地方很危险，不要轻易的闯进去。哼，谁都知道神谷之中有危险，但若是因为危险就不闯进去，机缘造化可不会主动的送到你的面前呢。楚师兄若是不想进去的话，就在外面等我们吧。楚师兄，你真的不进去吗？整个神谷被一座灵阵所笼罩，我不会轻易的涉险。这座神谷若真是一位真神的陨落之地，那么这里所存在的灵阵就很可怕了。即便是一座普通的4品灵阵，一旦加持了真神的力量与气息，也绝对是恐怖啊，可以灭杀一切闯进去的人呢。谷中的气势太可怕了。
这里是一头兽神的葬地。都给我滚开！这什么东西呀？一块青玉，气息非常的纯净，必然是了不得的宝物。从兽神葬地中带出来的东西绝对不是凡品，这个东西绝对不简单呢。滚！追！我们也去看看。该死的，我们在神谷之中九死一生，结果他却在外面坐收渔翁之利。快跑！这头兽王太恐怖了，他的血脉最少是个黄级。他在那儿。滚！我们要帮谁啊？江辉师弟与秦族的人走得太近了，我们不插手？不插手。竟然孵化出了一个生灵。从神谷中出来的生灵绝对非同一般，有可能身怀神级血脉，是一头天生的神兽。抢过来！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些人联手，你一个人还能无敌了不成？滚！楚师兄，可以给我看看那只小家伙吗？可以。哎，这小家伙不会是把我当成父母了吧？好可爱呀！先养着吧，我也要走了，后会有期。什么？你说那姓楚的轮回者从神谷中得到了一只小兽，疑似真神留下的后代，有可能是一头神兽。看来我们要立大功了，若是能将他擒杀，不仅可以得到轮回眼，还能带回去一头神兽，圣主必然会重重有赏。或许凭借这次的功劳，我们可以得到更强大的传承。找死！我们来自秦族，此次进入天脉山，专程来杀你的。你肩膀上的小兽便是从神谷中带出来的吧？这种神异的生灵不该属于你。多说无益，秦族之人我见一个杀一个，杀了他！啊！不好，该死的，他的速度太快了，一个都别想走。秦族来的人很多吗？我便杀个干净，一个不留。你不能杀我，圣子，不好了！发生何事？那个名为楚尘的轮回者出现了，我们秦族有很多弟子被杀，纵然18人联手施展赤火同人阵，还是不敌。族中的宿老说过，如今的天地环境开始变化，有可能重现上古时代的辉煌。我需要积累与沉淀，在这个时代成就真神，比肩祖先。区区一个轮回者，不用放在心上。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亲自去找那件宝物。若能拿下轮回者，回去之后，圣主必然会有重赏。明月啊，如果你能拿下轮回者，那么你就必然是这一代的圣女。我会的，姓楚的，我跟你没完！我去，要么是有人想我了，要么就是有人咒我的。秦族圣子就在那边的山谷之中吗？哦，你们秦族的圣子似乎并不在这儿啊！狂妄的家伙，无需圣子亲自出手，我等一可斩你！姓楚的，今天我要让你好看！原来是老情人在这儿啊！莫非你要杀我吗？啊？呸！谁跟你这种恶人是老情人？你不要胡说！你这个人可真够薄情寡义的。你我可都是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了，莫非你要否认吗？住口！你与我秦族为敌，我身为秦族弟子，当亲手将你擒杀。好强啊！他接触震世神诀不久，竟然修炼到了这种境界，不比圣子差多少了呀？是啊，要知道当初圣子修炼到这等境界，可是参悟了3年之久才做到的呀。传闻果然是真的，你偷学了我们秦族的绝学，你到底是什么来历？难道说你过去的某一世曾经是秦族弟子吗？你想多了，哼！剑破乾坤！你破不掉的。这一幕似曾相识啊！啊！震世天雷！以肉身硬汉天雷，这怎么可能啊？就算不是真正的天雷，那也是引来的雷电之力啊！一个天罡境竟然以肉身挡住了。
有点意思啊，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别那么生气嘛，不如你从此以后跟随在我的左右，有我助你，将来的武玄之巅必然能有你的一席之地啊！我就不信我镇压不了你。女人就是要教训教训以后才会老实点。阻止他，滚开！快去找圣子，明月有危险了！你要干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上次给你留了一个巴掌印儿，有些不太好，所以我打算呢给你去除掉。你这个混蛋，我杀了你！喂，我真的打算给你去掉那个巴掌印儿，你要相信我呀。我宁死也不会让你羞辱。乖，别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看两眼摸两下又不会怀孕。你的姿色虽然不错，但是我还没有饥渴到饥不择食的地步啊！你混蛋！什么叫饥不择食的地步？难道这个混蛋的意思是说我秦明月的姿色不行吗？哎，果然最毒妇人心啊！混蛋，放手！好，放手就放手。欺负我一个女人，你还算是人吗？我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实际上我是想要给你一个机会。机会？没错，你应该知道，我并非普通的少年，而是一个拥有9世轮回记忆的人。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在这一世之前，我经历过8世轮回。无论是我对武道的理解，亦或者是我所掌握接触过的秘术、战技、功法，当世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知道的更多。哼，你是想要彰显出你的强大吗？哼，我的强大不需要去彰显什么，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记得你说过，你立志想要成为凌寒女帝那样的人，但是以你目前的状况来说，秦族不足以让你走到那一步。就算是秦族当中有人可以走到那一步，这个机会也绝对不会给你。因为说到底，你虽然是加入到了秦族的核心，但你终究不是秦族的嫡系呀。这么说，你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梅凌寒是一个异术，我无法保证你能够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如果有我的指引，将来的你起码可以成就神圣之境，以女圣之尊横扫当世，甚至于哪怕是成就真神，也有很大的机会。我凭什么相信你？在你过去轮回的岁月里，你可否成就过神圣境界？可否成就了真神？没有，但是我精通炼丹炼药、灵文灵阵各种秘术，第9世轮回圆满，无论是神圣之境也罢，亦或者是真神也罢，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也从未被我当作修行的目标。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但是如何选择，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的手中。你想要让我成为你的人，成为你在秦族中的一颗棋子。秦族圣子既然不在，可见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秦族始祖秦天到底在这里失落了什么东西呢？喂，这株灵药是我的，哈哈哈，还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你给我站住，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杀你。那个，我一定知无不言。可曾知道秦族圣子的下落？你要找秦族圣子？我的天哪，你该不会是要去斩了秦族圣子吧？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区一个圣子而已，斩了也就斩了。区一个圣子，古来数万年，圣子多如牛毛，英年早逝的也有很多，不差他一个。你到底知不知道秦族圣子的下落？他去了东方。天迈山的4个方向，每一个方向的尽头呢，都是一片绝地，有大造化。秦族圣子去的东方尽头，传说是真神的战场，那种地方也只有圣子级的天才才敢闯进去了。真神战场，那个可不可以带着我一起啊？带上你？你难道不知道诸圣地都在盯着我？你敢和我走在一起，找死吗？啊？我只是想要亲眼目睹一场圣子级的大战呐，不怕死的就跟上吧。根据族中的记载，上古初年的那场神战过后，真神始祖回到族中不久就作化了。
真神始祖曾经追随过神帝，负责镇守悬空古城，但是呢，却并没有其他人知道，悬空古城当中存在有神帝栽种的一株神药，失落在了这片真神战场之中。数万年的岁月以来，每次天脉山开启，我秦族都会派遣大量的弟子进入，来过真神战场很多次，根据多次的进入，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大概的锁定了那株神药的所在。那是一株神药，掌握一株在手，足可让我们秦族再次诞生一位真神。传说中的阴阳神药结出的果实一旦服下，就能蜕变为阴阳神体，而且神药蕴藏先天之道，若能参悟得到阴阳合一的真谛，便可成就真身，当世无敌。数万年都没有真神出现了，我秦族若能出现一尊，当可君临天下，其他的诸圣地都要臣服，甚至可以藉此创造神国，以我秦族为尊。幸亏这一线索只有我们秦族掌握，不然的话，若是被其他诸圣地得知，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派人进来争夺呀。那真神战场就在前面了，真神级强者留下来的影像吗？楚兄，真神战场真的很危险，乱走的话绝对是九死一生啊！如此你也敢跟着进来？嘿，楚兄敢进来，我为什么就不敢呢？我若不进来，又怎么会有机会看到一场圣子级的大战呢？这可是别人一生都未必有机会见到的场景啊！哎，楚兄，这里有些痕迹啊。你似乎在帮我呀，年轻人。哎，实话实说啊，我希望楚兄可以斩杀秦族圣子。为何呀？你与秦族圣子有仇？我出身于南玄之地的一个传承，我弟弟年轻气盛，以为修炼到天罡8重境就可以在年轻一代中不弱于任何人。原本我弟弟已经败了，秦族圣子却还是出手杀了他。那个时候的黄涛根本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秦族圣子杀了你弟弟，是维护自身的尊威，以此来警告其他的人，不要轻易的来挑衅他这位圣子级天才的威严。你要报仇呢，也无可厚非，因果循环本就如此。虽然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希望我能亲眼看到他死。他会死的。啊，楚兄，你怎么会在这儿？楚兄，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啊！青青经常提起你，他恢复的不错。父亲说呀，他的血脉蕴藏着比我更加强大的力量呢。哦，这么说，你们找到了父母？是的，我和父母提起楚兄你的事情，他们很想见你一面，当面感谢。哈哈，感谢就不必了。楚兄，相遇便是缘分，正好我得知了一些线索。这片真神战场啊，有大造化。大造化？没错，传说中的神药算不算大造化呀？你确定这里有神药？啊，的确有。按照我父亲的说法，我的祖爷爷呢曾经来过天脉山，进入真神战场九死一生，发现了神药的踪迹。所以呢，父亲将这个线索告诉了我。我进入天脉山之后啊，就直接来真神战场了。那个神药很难得到，不然的话，当年我的祖爷爷就可以得到这场造化。我听说了楚兄你的事儿，知道你是传说中的轮回者，过去的你应该是某位强者吧？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得到神药呢？你们说的是神药？现在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秦族的人呢也进入了真神战场，目的绝对也是为了神药而来。你若是出力啊，得到的好处可以分你一份。啊，真的吗？我也可以加入你们呢？你和秦族有仇，敌人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朋友啊。这里就是神药的所在之地了。先天灵纹，的确是神药之地，没错。必须要得到神药，这是我秦族崛起的希望。我们秦族也注定会成为这片天地的主宰。所有人都小心一点，听从我的指挥。神药有灵，气息勾动天地之力，形成先天灵纹。闯进去的武者越强，灵纹的威力就越大。我们都是天罡境的修为，所以灵纹的威力不会太过于强大的超出想象。此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行动。一旦惊扰了神药，我们就别想得到了，必须先得到他的认可。是秦族的人，
他就是秦族圣子。圣子吗？他太冲动了吧？那可是秦族圣子啊，身边还有许多秦族核心弟子，有2个还是候补圣子呢。不用担心，神药没有那么容易得到，需要得到认可，会有考验。这是牛魔？这不是真正的牛魔，而是先天灵纹演化而出，是神药的考验。神族的年轻人，你很不错，战力超越自身3个以上的境界，有资格得到我的认可。上古之后，世间再无真神，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辅助，让我在这一世成就真神，打破桎梏。若在上古，你的确拥有成就真神的潜力。再不出手的话，我们就要与神药失之交臂了。既然如此，还请神药随我离开。很可惜，我无法和你一起离开神族的年轻人。神药，还请给我一个理由。数万年前，我答应过一位真神，在这里等待一个人。如果我没有答应那位真神，以你的天赋，或许我会随你离开。真神？是上古时代的真神吗？我是上古真神秦天的后人，秦天始祖曾经守护过你啊。秦天的后人，那真是一段遥远的记忆了。那个时候的我虽已通灵，却还无法与人交流。不过很可惜，我答应过的那位真神并非秦天，也不是上古时期的某位真神。什么？不是上古真神？或许在那个时候，梅林还就知道古天神门中的天脉山中有一株神药。神药，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等谁，但是数万年的岁月，沧海桑田，没有人可以活那么久的。年轻人，你的想法我很清楚，但你说这些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有我的选择。离开吧，你能通过我的考验，也算难得的奇才。这一片叶子就送给你了。有本源的气息。拿着它离开吧，其他的不要多想，不然的话，你什么都不会得到。神药，你不可如此啊！我们千辛万苦，历经数代人的心血，一直都在寻找你啊！没错，我们圣子已经足可得到你的认可，我族始祖也曾经守护过你，你怎可如此不讲情面？没有人可以存活数万年，你继续等待下去，也只是空等而已啊！聒噪！这只是小城，速速离开吧。这么强？一群蠢货！那片叶子是好东西啊，他带不走的。看来这株神药我们是注定无法得到了。神药叶子不是凡物，若能够通过考验得到一片也是好的呀。可以试试。我先试试。我竟然这么弱呀！不要太气馁，世事无绝对啊。若是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将来的你未必没有能力斩杀那个所谓的秦族圣子啊。我真的能有机会吗？我没有必要安慰你啊。秦族圣子也不过如此，自古以来比他惊艳的人很多。人族的少年，你的天赋不错，但却并没有通过我的考验。第2关考验可以看得出来，你的根基并不稳固。啊？我没有通过考验？那我可以得到一片神药的叶子吗？不可以。离开吧，年轻人。如果将来你将根基稳固夯实之后，或许你能够足够的经验，可以得到我的一片叶子。真是太让人震撼了。那我可否得到你的认可呢？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惊艳的天才。纵然是上古时期的真神，也不见得年轻时能有你这样的战力和潜力。很可惜，我虽然很想认可你，却因为一些承诺，不能离开这里。此前我与秦天后人的对话，
你们也应该听到了。我想问一问，你答应一位真神在这里等待一个人，那么那位真神可是梅林寒？你已经知道他，世人知道他的人不多，知道他真名的人更少。莫非你就是我在等待的那个人吗？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你所等待的那个人，但如果是梅林寒让你在这里等待，那么你所等待的人可是云灵天。云灵天，若你是云灵天，你便进来吧。你若不是，就此离去，否则会有杀身之祸。他竟然为我留了一株神药。楚大哥的前世曾经是一个叫做云灵天的人，一位真神让神药在此等待，他与那位真神又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啊？若无林寒姐姐相助，我也无法走到这一步。上古时期的神战时，我也不过是刚刚通灵，在神战的波及中近乎陨落。后来林寒姐姐来到这里，点化了我，让我得以历经岁月洗礼，近乎化神。尽管还差最后一步，但这一步却是最难的，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我才能跨过去。林寒姐姐让我在这里等一个叫做云灵天的人，如果是你的话，就应该可以通过林寒姐姐留下的考验。你是我见过最惊艳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如果你不能通过考验的话，林寒姐姐留下的可是真神的杀念，可一瞬之间让你魂飞魄散，彻底化作灰烬。让我看看他留下了什么考验吧。林寒姐姐留下的考验是一个问题。灵天，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的地方？荒北的冰原，我怎么会忘记呢？你果真是他，是那个让林寒姐姐念念不忘的人。难道他可与神帝比肩吗？按照我与林寒姐姐的约定，你既然是我在这里等待的那个人，那么你可以得到一场造化。什么造化？你跟我一起离开吗？我无法离开，因为我距离化神只差最后一步。上古初年，神帝找到我之后，并没有将我栽种在悬空古城。我曾常伴在神帝左右，留存有一些关于神帝修行的记忆，这对于你来说是一场造化。此外，神帝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凝结的3枚果实。金色果实可炼体，助你练就金刚不坏之身；银色果实可提升修为，让你进进神速，修为突飞猛进；白色果实可炼魂，让你灵魂力变得更强，对你将来踏足战灵境以后的修行会有极大的助力。林寒姐姐对我有大恩，所以我当年也承诺过，若你出现，我可以将1颗果实送给你。只有1颗？1颗足矣了，不要太贪心。你要知道，若被你拿走1颗果实之后，我要万年以后才会重新长出1颗。那可否送我几片叶子呢？叶子可以送你几片。能不能多送我几片啊？送出去4片已经是极限了，若是多送，会影响我的道基，化神就更难了。如果你不要神果，我可以考虑再送你几片。那就算了。你想好要哪1颗神果了吗？金色的吧。你直接在这里服下吧，否则药力会有所流失。此刻服用效果最佳。多谢，药力太强大了。我要打破传说中的极限了吗？太让人惊叹了。你本身的根基足够强大，纵是神果也只能让你达到极限，而不可能打破极限。但是你的体内蕴含着另一股特殊的气息，就连我也看不透。是它与神果的力量结合，让你有了打破极限的机会。难道一位不逊色于神帝的存在将要在这个时代崛起吗？这是什么？混沌真龙之力。
传说是真的。什么传说？传说中，在比上古更加久远的时代，上古真龙一族就来自于那个时代。有真龙在上古时代化作真神，被称作是上古龙神。他曾说过，若能进化出始祖血脉，他还能更进一步。始祖血脉，听你一说，我似乎也想起来了。神帝也曾说过，更久远的时期出现过一些始祖级的存在，以初代最强。不过以目前来看，你的确是打破了某种极限的桎梏，起码在肉身这条道路上，你走到了一个近乎于前无古人的地步。尽管只有一头龙形虚影，却比之前1000头真龙之力感觉更加的强大。在你的身上，我恍如看到了另一个神帝。不管怎么说，我能有这样的一番造化，还是要感谢你的馈赠。你无需谢我，这是我对凌寒姐姐的承诺，也是我对她恩情的一种报答。你若真的要谢，也要去谢她才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9天神帝诀的战灵篇的确就隐藏在这些记忆的画面中，但却需要你自己去领悟。多谢。刚才发生了什么呀？石林中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惊人强大的气息，似乎就是楚大哥你的气息啊！还在石林当中，但自此以后呢就会闭关，先天灵纹会演化杀机，这片区域啊不能再来了。啊？没能得到神药吗？得不到的，这株神药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个给你，这是神药的叶子。什么？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若是没有你的指引，我也未必能一路走到这里来啊。我给你，你就拿着，别那么多的废话。拿着吧。多谢楚大哥。这就是打破极限了吗？圣子，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啊？去找轮回者。哦，你们想要找我？竟然敢主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来斩你，想必秦族失去圣子，必然会让那些老东西心痛。想要夺我身上的造化，任何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莫非你以为你能越级挑战我？我听说过你的事迹，我也知道你的境界不高。不要以为我是那种可以被你越级挑战的废物。斩！你的力量竟然这么强！秦族圣子不过如此。好，快去帮忙，当我们不存在吗？圣子！天哪，圣子陨落了！快逃！哼，圣子不过是明面上的最强天才罢了。他终于死了。好了，就此别过吧。我想要追随你。我暂时不需要追随者。以你的实力，如今跟着我，十死无生啊！什么人擅闯？天玄族封锁此地，万人退避。天玄一族，还真是冤家路窄呀！无论你是什么人，立刻离开这儿，不要让他离开，杀了他！天玄族的人总是那么的不长记性啊！狂妄的小子，你以为你是圣子级的天才吗？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连我都不认识，我说你们不长记性，还真是没说错呀。是你，轮回者，一起上，拿下他！布阵！哼，不自量力！逃啊！这简直就是魔王不可匹敌啊！这到底是人还是凶兽啊？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不用客气，我和天玄族本来就有点仇怨。不管怎么说，若无公子出手搭救，我一旦落入那些人的手中，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下场。我听小玲姐姐提起过你，话说你是我的姐夫吗？啊？啥？你认识胡小玲？当然认识，她是我的姐姐，亲姐姐。我和姐姐走散了，也受了伤。楚哥哥，我可以跟着你吗？我叫胡小双。楚哥哥，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我的姐夫吗？
姐姐回到族中，时常提起你。我还听说是你救了姐姐的命，还帮她重塑了身体。喂，小孩子别多问啊！我一点都不小，好吧？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再诱惑我，小心我把你吃干抹净，还不认账。你既然是这种人，难怪姐姐说你是负心郎，她要把你带去狐族，你却逃掉了。呸！要真被带去狐族的老窝，被吃干抹净的人就是我了。练兵之地皆是重地，不是那么容易闯进去的。是啊，的确很危险，便是在那里受伤，不得已只能逃出来，不然的话，一旦被围攻，我可能就死在里面了。楚哥哥，你那么厉害，肯定能闯进去得到宝贝。你是我姐夫，你如果抢到好东西，一定要给我一份啊。谁是你姐夫啊？难道你真的要对我姐姐始乱终弃吗？她可是狐族公主，是古来少有的角色，你居然还不满足吗？这什么跟什么呀？小丫头别乱说啊！你喜欢姐妹花，想要把我和我姐姐一起收入囊中，一龙戏双凤。信不信我先把你给办了？你占我便宜，你要对我负责。楚哥哥，如果你真喜欢姐妹花的话，我可以去跟姐姐商量的。小丫头，玩火是会烧身的。我决定先吃掉你。别，我知道错了，我服用了丹药，但却好得很慢。我记得我是被一道灵纹偷袭受伤，伤口处有特殊的气息残留，难以去除掉。我看看，石骨灵纹呢？楚哥哥，你有办法帮我治好吗？趴下别动。你还懂医术？活得久了，什么都懂一些。老牛吃嫩草。喂，屁股又欠打了是吧？负心汉，老怪物，小说我没事。对了，姐姐，我遇到了一个人了。什么人？小双，你在找谁？啊，那个坏家伙被他跑了。我听说练兵之地中有很多的宝物，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聚集在入口处却不进去呢？因为那里面太过于危险了。一开始进去了一批人，不是死了就是重伤。姐夫，我就知道肯定是你。姐姐，你害羞什么？姐夫跟我说过，他喜欢姐妹花，要把我一起给收了。不许你再胡说了。想要宝贝就老实点儿。一件强大的灵气，历经岁月，已经通灵了。刚才的那个是一柄匕首，数万年岁月没有损坏，的确通灵了。虽然是一件5品灵气，但是威力几乎可以媲美7品灵气，甚至比7品灵气更强。不愧是上古神帝命人建造的练兵之地，随便看到一件宝物都是已经通灵。放到外界去，足可引动巨波级的老怪物横空出世，大战争夺。不要小觑通灵之物，如果相信我的话，我不让你动，就别乱出手。快走！啊，那柄灵剑难道是神器吗？你也太小看神器了，若是神器的话，刚才的剑气直接就将我们扫灭了，连灰烬都不会留下。那是一柄7品灵剑，因为通灵，威力超越了8品灵气。什么？对于上古时代的神国而言，这些都只不过是残次品罢了。姐夫，难道你真的是从上古活到当世的老怪物吗？不该问的别问。姐姐，他欺负我。哼，你们果然有一腿，合起伙来欺负我。小双，出手！这件兵器是什么品级啊？4品的通灵武器，不要小看这件4品通灵武器。对于一个天罡境的武者来说，4品通灵武器可以发挥出来的威力比7品灵气更强。虽然7品灵气对于力量的增幅更大，但是那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提升。天罡境的武者并非完全能够驾驭7品灵气所增幅的力量，而4品通灵武器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一级别的灵气本身对应的就是天罡境，所以无论它增幅多少，都能够让你完美的驾驭，且和你心意相通。
当然了，如果是一个战灵境的强者，4品通灵武器发挥的威力就不如7品灵器了，因人而异罢了。谢谢姐夫。我倒是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里会有这样一件通灵武器，而且恰好是小双可以降服的？因为这里是练兵之地，而我曾经是一位炼器师，根据灵气在这片空间中留下来的一些痕迹，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如果你想要找一件8品通灵武器，我也能给你找到。你真的能找到8品通灵武器？以天罡境来说，4品通灵武器正好，即便是5品通灵武器，一般人也降服不了。你倒是可以试试。哦，这么说，你要给我找一件5品通灵武器了？姐夫偏心，你给我找了一件4品通灵武器，却给姐姐找5品的。以你的实力还降服不了5品的。不过我说玲玲，双儿喊了我一路子的姐夫了，所以我就给他找了一件4品通灵武器。但是我这个姐夫有点名不符实啊。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很清楚啊，你叫我一声相公，我给你找一件合适你的通灵武器啊。放肆！你敢亵渎我族公主？相公，你给人家找一件呗。走吧。不许你乱说，否则姐姐以后不理你了。这个小公主已经得到了一件，那这一件可否让给我族啊？可以啊。多谢，将来若有需要，在我师族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必然相助。好说。师族很强，在18路妖族中不弱于我们狐族多少。将来我若有难，狐族可会助我呀？这可不好说。我知道你的前世是谁。哎呀，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在我的面前打情骂俏，人家会羡慕的好吧？姐夫，要不你干脆把我也收了吧？你不是喜欢姐妹花吗？我没有告诉13族啊。楚公子，之前言语间都有些得罪，我给你道歉了。些许小事，不足挂齿啊。没错，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是一杆战矛。战矛的话，我就不需要了。我想要一柄剑。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啊！站住！是拥有白虎血脉的虎族少主。青霄，谷中的兵器我看上了，莫非你要与我争夺吗？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那个人族的轮回者。在坠落古城之时，你挑衅过我，今日我要活撕了你，生吞了你的血肉，杀了他，夺取轮回造化。你们不需要出手，交给我就行了。什么？哼，跑的倒是很快呀。楚公子，你这也太猛了！哎呦，好锋利的气息呀，无坚不摧呀！走吧，既然人手已经一件了，我们就不找4品的了，专找5品的。你自己不找一件吗？以你的实力，降服一件5品通灵武器还是轻而易举的。5品的我看不上啊。难道你要去降服6品通灵武器？那若要降服6品通灵武器，起码也需要战灵境的力量，那根本就不是天罡境可以做到的呀。没错，就算是天罡10重境的圣子与圣女，也无法达到战灵境的实力。那是大境界的鸿沟天堑，无法逾越。天罡与战灵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是从凡人朝着神灵蜕变的关键一步。适合我的兵器不多呀，我打算去里面找一找。你们都已经有所收获了，就先离开此地。你要进入练兵地的深处，那太危险了。姐夫，不要去，万一你如果死在这里，我和姐姐岂不是成小寡妇了？难道我这个活了多年的老怪物也开始害怕寂寞了？一柄6品的通灵战剑，你们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的太多，我们需要你的那双轮回眼。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懂得炼气，所以就能进入练兵之地深处来寻求机缘。
我妖族之中已有天才，懂得炼气一道。一个年轻的五品炼气师，还真是难得呀。可惜要死在这里了。力量嘛，请虚影，为何不是金色的真龙虚影？以纯粹的力量来说，我应该可以硬汉没有意境之力的战灵级。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他不过是天罡境而已，竟然可以拥有战灵级的力量。他这种状态一定无法持久，大家坚持住！他太可怕了，这简直不是人力所能够做到的。7品通灵，找到我需要的兵器就立刻离开。好家伙，你可不简单呐！我们走吧。黄烈，怎么回事啊？我和少言兄与你分开之后，听说你与氏族、狐族的人走在一起。带路，天狐公主，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轮回者在哪儿。你与轮回者走得太近了，身为妖族的公主却与一个人族纠缠不清。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很久了。哼，手下败将而已，上次被你给逃了，这一次你上天入地都无用，我必然将你斩杀。一直听说人族轮回者的肉身极强，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将这些丹药分给他们。不得不说呀，我是真看不起你们这些人，不敢来找我的麻烦，却从狮族和狐族的人身上下手。哼，若不如此，你怎肯主动现身啊？很好，你们想怎么死？死到临头还敢说这种大话，你以为你是谁呀？除非你能够突破战灵境，不然的话，在这种局面下，你必死无疑。让俺先来会会他。你要小心，这头战猿的血脉很强。放心，这种货色我一拳就能轰杀。人族，你太狂妄了！就算你是轮回转世的强者，你终究也只是处于天罡境，胆敢小觑俺战猿一族！我说一拳杀你，就绝对不会动用第二拳。给我破！这怎么可能？他一个天罡境，怎么可能掌握意境之力啊？找死！哼，你以为我怕你啊？这不可能！哼，垃圾！哼，6品通灵战甲。哼，这种级别的战甲不是你能驾驭的，我看你能挡得住几剑！聒噪！你手中的兵器很强大，是从练兵之地得到的6品通灵武器吧？一起出手！你不是真正的地血妖族。哼，不愧是强者轮回转世之人，看来你知道的很多呀。狂妄！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快就突破，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我的武道根基。不过只要能够将你斩杀，得到你身上的血脉，我便可以炼制出灵丹，稳固根基了。杀！真龙翱翔于9天，可上天入地，自古以来不愧是妖族最强一族啊！难道说还拥有人族地体吗？哦，快逃啊！是不是感觉我强壮威武，所以看上我了啊？姐夫你也太厉害了！你如果看上姐姐的话，把我也一起收了吧。你们人族不是经常说当姐夫的都很喜欢勾搭小姨子吗？我要以龙血炼丹，见者有份儿。我们也能有份吗？有。说到底呀，你们会被围攻差点死掉，也是受到了我的牵连。而我这个人呢，对待自己人向来不会吝啬。这只龙爪蕴含的龙血足够炼制出不少的灵丹了，服下炼化之后呢，足可以让你们的实力提升许多。太好了，多谢楚公子！我要突破了！我
的血脉也进化了。看来借助神药的那颗金色果实，让肉身打破极限之后，在天罡境之内，就算是我的肉身境界提升，对于肉身的提升和增幅，也是微乎其微了。你是不是打破了传说中的极限？你对秦族圣子了解多少？你和秦战交过手了？啊，我斩了他。你杀的应该是他的一道灵体。三灵化神诀？你果然也听说过，而且你猜的没错，秦族圣子修炼的就是三灵化神诀。他进入天脉山的应该只是一道灵体，因为他的本体至关重要，不会轻易涉险。实际上我也不太确定，也没有任何的证据。你既然知道三灵化神诀，应该也听说过七魔炼血功吧？你还知道七魔炼血功？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感觉龙亦飞正在修炼七魔炼血功。你确定？我不能确定，只是一种猜测。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原本是龙宫圣女龙亦飞最好的闺蜜，她的哥哥叫做龙坤峰，两人原本都是皇血，很少有人知道，在龙宫中最一开始是打算立龙坤峰为圣子的，并且倾尽各种资源，希望让他从黄血龙族进化为地血龙族。正如你所见，龙坤峰的确很强大，他已经进化为半身地血，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成功进化为地血龙族，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在4年前，龙亦飞失踪了。失踪了？是的，失踪了，一失踪就是3年。龙宫没有宣扬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暗中寻找，却杳无音讯。直到1年前，龙亦飞回来了，而他的血脉也从过去的黄血进化为地血，无论是血脉亦或是修为，都超越了他的哥哥龙坤峰。我之所以怀疑他修炼了七魔炼血功，就是因为他试图夺取我的天湖精血。如果他没有修炼邪功的话，他夺我的精血能做什么？虽然说天湖精血可以炼丹，但他都已经得到了净化神血的造化，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此外，我回到妖族之后，也调查了一些消息和线索。自从龙亦飞回来后，经常会有一些拥有王级血脉以上的妖族无故失踪。除此之外，龙亦飞也会寻找一些拥有特殊体质的人族高手。那么你又是如何知道秦族圣子秦战修炼的是三灵化神诀的？因为我在被龙亦飞偷袭的时候，听到了他与秦族圣子的对话，只是他们两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的肉身已经被毁掉了。若不是凭借狐族的秘术逃走，我早就死了。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呀。有趣？你应该知道那2门上古就失传的禁忌功法有多么的逆天，这样你还能笑得出来？你不懂，人生无敌是一种寂寞，连上古禁忌功法都出现了，看来数万年后的这一世就如同是一个轮回，自上古鼎盛之后的没落，如今又将重现武道鼎盛的时代了。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为了囚笼，如今看来这一世的时代会很是辉煌，会有人强势崛起，以无敌之路打碎所谓的牢笼桎梏吗？哎，你知道什么地方有紫霞草吗？你想要去找紫霞草？很奇怪吗？紫霞草是一种上古灵药，早在数千年前基本上就已经绝迹，无处可寻。不过天脉山中的确有紫霞草，不过那个地方很危险，每次天脉山开启都会有人去寻找，但从未有人可以得到。我希望你不要去冒险，因为那个上古药源很危险。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但你应该知道，上古神国的药源肯定会设下一些禁制，以防止有人偷盗灵药。纵然历经数万年的岁月，那些上古时期的灵纹禁制效果不如从前，同样也非常的强大，不是天罡境武者可以撼动的，稍有不慎就会死在那里。我得去看看。
正如你所说，如今的时代想要在外界寻找到紫霞草几乎不可能了，而紫霞草对我很重要。奇物阁收罗天下奇物，你若真的想要紫霞草，或许奇物阁中可以找到1两株。且不说想要从奇物阁中得到紫霞草需要怎样的代价，若真的只有1两株，对我意义不大呀。我和你一起去。你就别去了，一旦有危险的话，我估计没法照顾你啊。我们送你过去吧。这片区域铭刻了巨源灵纹，汇聚天地元气于此，可以让灵药生长的速度更快，药力更强。那是什么人啊？那是东学某个人族圣地的圣子。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呐，难道是一个人族的地体天才吗？或许来自异域。我也是听爷爷说的，似乎最近一些年，异域的一些人开始降临，行走于五玄大陆。所谓五玄大陆，对我们神域的人来说，不过是一片贫瘠落后之地罢了。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居然可以遇到2个血脉纯净的狐族女子。这2个女人留下，趁着我心情好，你们其他人都可以滚了。老四，垃圾终究是垃圾，竟然也敢挑衅神的权威吗？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后退。我能感觉到你体内磅礴的气息，看来你应该是五玄大陆某个所谓圣地的天才吧？亲手将你这样的天才斩杀，应该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灵魂冲击，哈！好强啊！这就是来自异域的生灵吗？感觉比人族那些圣地中的圣子强大的太多了，比龙坤峰还要强大。就算不是人族地体，也相去不远了。哼，姐夫是最厉害的，肯定把这个狂妄的家伙打得屁滚尿流，居然还想打我们姐妹的主意。只有姐夫这样的大英雄，才有资格让我们姐妹一起伺候他。毕竟2000图阵容之力，比龙坤峰还要强大许多。给我留下吧！人族体质的本源蕴藏在丹田位置，只有一条手臂没有用处。我要进去了。万事小心，看到连异域天才都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放心许多了。姐夫，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哦，姐妹花在家里等着你哦。走了。上古药园有大造化，看来这里的绝对都是最顶级的高手。现在连异域的天才都出现了，看来五玄大陆的格局也将要动荡起来了。龙翼飞说不定也在里边。我们先离开这里。一个强大的妖族。饶命！饶命！杀人夺宝，这种事情做得太多会上瘾呐。虽然6品灵阵不是我目前可以强行轰开的，但是凭借我的轮回印加上地仙印和人皇印，这种级别的灵阵倒也无法阻挡我的脚步啊。看来异域来了很厉害的家伙呀。刚才的阵法是你铭刻的？出手破掉我的灵阵，还敢颐指气使地质问我？哼！你可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异域很了不起吗？你是想死吗？若非你是一个灵纹师，我直接就已经出手斩杀你了。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以灵纹之术为我们去采摘灵药。采摘灵药？我只是一个5品灵纹师，无法破解6品灵阵。既然如此，留你何用？聒噪！你的兵器不错，拿来吧。你根本无法射中我，只要被我近身，我会活活的将你撕碎掉。正好拿你练练准头。蕴含空间之力的灵纹，
给我去死吧！这不可能！真以为你近身之后就能杀我啊？哼！你无极冯氏，你很强，你可以替代被你所杀死的人，成为我的追随者之一。异域出来的人都如你们这般狂妄吗？哼！那么我也给你一个机会，从此以后追随在我的身边，给我做一个暖床的丫鬟吧。你可知道你说的这些话会让你付出怎样的代价吗？怎么，想动手吗？我改变主意了，等我拿到药王，必来杀你。这天脉山中的造化实在是太惊人了，七宝树王，我势在必得。呵，好强大的威压呀！难怪这么多年来，这株七宝树王都没有被人得到啊！你休想！不能让他得到七宝树王！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兔崽子，也想和我争？族中的长辈跟我说，五玄大陆武道日渐式微，几乎已经没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天才。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呢？五玄大陆经历了悠久岁月，存在有许多的禁忌，也曾经出现过让咱们神域也要畏惧的存在，且不止一个呢。这株七宝树王近乎通灵，快要化作神药了！别想逃！该死！追！一群白痴，愣头青！说不定这株七宝树王会走上真神战场那株神药的道路啊，最终化形蜕变，成就真神呢。将七色花交出来。有些东西不是你该染指的。平兄没资格说话。追！别让他逃了。异域的这些家伙真的是很富有啊。先把这只鸟解决掉。难道是神兽，亦或是传说中的圣兽吗？小家伙，可以啊！好好休息吧。紫霞草已经得到了，下一步就要准备开启天罡境的金谷秘藏之力了。虽然天脉山中的灵药不少，但若是要炼制紫霞天元丹的话，还需要其他几种奇物级的灵药才可以啊。听说有人在上古冰河中找到了宝物，疑似是一块真神强者的神骨，价值无量。是太乙圣地的那位传说，君太乙。传说太乙圣地的祖师是存在于7000多年前的强者，便是名为君太乙。世间流传有一些说法，说这个自称君太乙的少年就是太乙圣地的祖师转世啊！修有轮回禁忌的人，他没有轮回眼，与楚尘不同。据说君太乙是要效仿上古至尊，如今世间没有真正的麒麟了，于是他就想要降服一头麒麟后代为坐骑。前段时间西玄之地不是出现过一头火麒麟吗？不知道是不是纯血的圣兽啊？不是，据说那只是一头将要老死的麒麟后代，奉命守护着什么，直到老死也不肯离开，一身战力也最多就发挥出了个战灵境的级别。孽畜，你还不服吗？不动神术，17岁的战灵境，了不得呀！你还不服吗？想要降服我为坐骑，我宁死不从。哼，你不过是继承了一丝麒麟圣血而已，连神兽都不是，只是拥有地级血脉。即便是你的祖先都曾臣服于上古至尊为坐骑，你一个后裔何来的傲气呀？你以为你是上古至尊吗？若真的是上古至尊，我自然臣服，但你不是。我只是现在不是，但将来的我自然会成为比肩上古至尊的存在。你若是臣服于我，追随在我的左右，或许将来你有希望化身成为纯血的麒麟圣兽。
真是笑话！无玄大陆数万年都没有出现过真神了，更别说是比肩上古至尊的存在了。这头麒麟后裔在酝酿一式强大绝伦的攻击啊！传说中一些拥有特殊体质与血脉的人族与妖族，可觉醒天赋神通，威力绝伦呐！他是上古圣兽的后代，难道觉醒了某种神术吗？天哪，这难道是战灵？以天罡境的修为显现战灵，他在灵魂力方面打破了极限呢。何止如此啊，他的肉身修为体质也全部都达到了极限啊，在天罡境铸造了完美无缺的根基啊。以无缺根基凝聚的战灵，成长的潜力与空间很大呀。难道说唯有神体与神血出手才能镇压他吗？哎呀，就算是神体与神血出现，也未必能镇压得了他呀。君太乙可不仅仅是在天罡境铸造了无缺根基呀，他还凝聚了战灵呢，不弱于同境界的神体啊。他如今还是地体，以这样的姿态，如果进化为神体，那岂不是真的无敌了？有点意思，看来以后的道路不会寂寞了。现在的我还不是君太乙的对手，算一算时间，天脉山已经开启了有一段时间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关闭。也不知道大秦王国的楚家现在如今是什么情况。虽然楚家弱小，即便诸圣地知道我出身于那里，但只要我还没有死，他们应该不敢妄动。莫小婉啊！什么人？滚出来！是你！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将地血留下。又是灵文，楚兄，楚公子，姐夫，你这么久不出现，人家以为你翘辫子了。我和姐姐可不想守寡啊！再敢胡说八道，我就缝上你的嘴！哼，姐姐你就是见不得我和姐夫这么亲密，你那是妒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竹林里面有宝贝。但是里面栖息着一群毒蛇，进不去。蛇群？没错，的确是竹青蛇。我们的身上虽然也带了解毒丹了，但只能是缓解蛇毒，无法化解这种猛烈的剧毒啊。所以呢，也没敢继续往里边闯。蛇群中还有一条蛇王，非常强大，几乎堪比战灵境了。如果不是关键时刻激发了一枚灵纹，我们可能会死掉更多的人。天脉山的时间不多了，先看看能不能探寻到竹林中到底有什么宝物。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等待时间抵达，自然就会从天脉山中被传送出去。看来这片竹林里边的确有宝物，来的人很多，而且都不是弱者。这几个人都很强大呀。我们先静观其变。看来不止你们知道这片竹林中有宝物，这些异域的人也都知道。在过去的时候，也曾有异域的人进来过，想必是上次天脉山开启就发现了什么。蛇群的存在像是在守护着什么呀？竟然是一株银玉竹，即将蜕变为药王的8品灵药。没错，若能将这株8阶银玉竹带回去，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蜕变成药王，价值无量。这株银玉竹没有那么容易得手，那条青竹蛇王很是强大，起码在这天脉山中几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6品灵阵，再不出手的话，银玉竹就要落入这些异域之人的手中了。暂时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在蛇群、异域与我们这3方之间，我们的实力是相对于较弱的一方，最适合我们的就是黄雀在后，阻拦他。这种级别的大战，你们就别参与了。我回去之后，我一定拼命修炼，早日进化为地血。我也一样，没想到同代中已经有这么多的人远超过我。我返回狐族，若不能进化为8尾仙狐，我便不再出世。我去见识见识那传说中的7魔炼血功。人族的轮回者，传闻你的肉身很强，近乎打破极限。我倒是要见识见识，你的肉身能否与我抗衡。你的确很了不起，只是人族皇体却能与我以神血淬炼的身体抗衡，这就是轮回禁忌之力的强大之处吗？
不愧是神血啊！力量并非是决定强弱的根本。你说的没错，你是想要凭借轮回眼来以弱胜强吧？轮回眼为传说中的禁忌，的确有神鬼莫测之力。自古以来，并非只有轮回眼是禁忌，也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掌握了禁忌之力。你说的是气魔炼血功啊？哼，那种邪恶的功法，我自然不会修炼。你是否修炼，不是你说的算。灵魂杀伐，这就是轮回眼的能力之一。三灵化神诀，传说中的禁忌功法。哼！你们两个给我滚开！你休想！滚！无极崩噬，不动神术，不知死活。哼！你竟然真的抢到了银玉竹啊！东西已经得到了，将来若是这株银玉竹可以成长为药王，我送你们一人一片叶子。这就是轮回者得天独厚之处嘛，拥有过去的记忆与经验，轻而易举的就能够炼制出高品质的丹药。有这样的手段，只要资源充足，想不成为强者都难呐。没有那么容易的，就算是让你也去历经9世轮回，就算你用其中的某一世去钻研医道之术，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天赋和悟性，你也无法取得什么成就，反而白白的浪费掉一世的时间与机会。他似乎很接近打破天罡境的修为极限了。他就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是啊，人族就是如此的神奇呀！绝大多数的人族都很是弱小，但总会有那么1、2个超然的个体，可以超越我们妖族，亦或者是其他种族的绝世天才。他的肉身已经打破极限了，如果修为再打破极限，那就太恐怖了，未来的潜力难以想象啊！而且他还拥有至尊神眼，说不定会成为古往今来的人族第5位至尊呐。可惜，我们妖族与凶兽一族都没有诞生过至尊级的人物。他真的成功了！哎，找到他了！什么？将你的体魄本源交出来吧！地仙印，你逃不掉的。我跟你拼了！哼，地血天才不过如此。这么强，我很欣慰。你们将地体本源送来，有了2套地体本源，可让我进化为地体了。哎，青霄啊！虽然死了几个人啊，但你们的进步都很大呀。哎，你也开启了进化之路啊！啊，爷爷，事情是这样的。爷爷。什么？死了？什么？我族的弟子全死了？圣子也陨落了？轮回者必须偿命！这些事情真的都是你干的？一群老大不小的人了，叫什么叫啊？放肆！你一个年轻的小辈，安敢放肆？闭嘴！哼！我当年纵横5玄之时，你爷爷都还没有把你爹射出来呢，你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啊？即便你是轮回者，也不该如此的猖狂。你要知道，如今的你不过只是一个天罡境的蝼蚁罢了。身处于天罡域之内，你也被压制在天罡境，这么说，你也是蝼蚁了啊？如果你自诩为高高在上，那么你可以过来与我一战，3招之内，若是杀不了你，我楚尘自尽于此。小畜生，老夫杀了你！这可是你说的啊！3招之内，你若做不到，就自尽于此。公子，你拉我做甚？不要去。老小子，刚才不是挺狂的吗？为什么不过来一战呢？啊，这样吧，你不敢过来，
我让你一只手，仅凭一只手与你对敌，3招之内不杀你，我自尽。相处的，你不要太嚣张，不要忘了西玄之地还有你的家族。现在你知道怕了吗？你的家族已经被控制起来了。若是不想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奉劝你呀，最好束手就擒。天罡10重境，我的家族来威胁我，随你们的便。就算是你们灭掉了我的家族，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妥协。但是丑话我说在前头，无论动了我的家族，将来我若登临巅峰，我会横扫你们所有的圣地，鸡犬不留。你太狂妄了，这是要与天下为敌吗？是又如何？尽可来战。姐夫太帅了，别乱说话。的确不是常人呢。走吧。你的战绩真是吓人呐！一切只是刚刚开始罢了。之前的事情，谢谢你。得到了你给的1道心得，我古天神宗也总算是出了一位8品1道宗师了。君太已进入了天脉山，古天神宗掌握的那个传承，他得到了。他得到了。只要古天神宗保护我妹妹的安全，那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能够给你们古天神宗带来源源不断的好处。你们古天神宗的那个人可以用4个月的时间就突破桎梏，进阶为8品1道宗师，可见他的天赋还算是不错，根基也很是稳固。这些玉璧中的灵文记载了2种丹方，2种涅槃灵丹。多谢。这份礼物很重，你能明白就好。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你放心吧，正如你我约定的一样，我保证你的妹妹穆青儿不会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会让她成为真传弟子之一，我亲自收她为徒。很好，只要你诚心对待我妹妹，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也不会亏待古天神宗。哥哥，放心吧，哥哥不会有事的。哎，哥哥给你带来了一些礼物，这是辟邪灵丹，是用妖族辟邪狮子的精血炼制的，服用之后呢，可以提升修为，还能够增强你的体质与天赋。那这个呢是龙血灵丹，使用了5爪金龙的精血，还加入了赤血妖蛇和白虎的精血，效果更强，让你晋级为黄体绝对轻而易举。你想要银玉竹？是的，我们想要银玉竹。你们？据我所知，当时药王不超过10株，即便是在一些人族圣地之中，也都没有1株药王。所以，你应该很明白1株药王的价值吧？我当然明白，这株药王对我们古天神宗太重要了。实不相瞒，宗内的一些宿老想要强夺，被我给压下去了。你也应该知道，你得到银玉竹的消息必然会很快就会传到其他的强者耳中，肯定会有无数的人前来抢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将银玉竹交给你们古天神宗，然后我就可以置身事外了啊？可以这么说。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吗？即便没有这株银玉竹，人族也好，妖族也罢，仍会有无数的人想要将我置于死地，亦或者是将我擒住，窥探我身上的秘密等。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将银玉竹送给你们古天神宗呢？这句话你说错了，确切的说不是送，而是交易。功劳，
渊，身为一宗之主，你太优柔寡断了。老家伙，你刚才说的交易是什么交易？交易就是你的妹妹需要我们古天神宗的庇护。古渊，你确定这老小子可以代表古天神宗跟我这样对话？楚尘，你是在无视老夫吗？闭嘴！楚尘眸光一寒，我与你们宗主说话，轮得到你插嘴了吗？你放肆！就算你是某位强者的轮回转世之身，如今的你也终究只不过是一个天罡境的小辈而已。太过于放肆的话，这世间没有人能够救你。至于我们古天神宗的决断，即便是宗主也无法独自决定，而是我们3大太上长老才是最高决策层。你笑什么？我笑你这蝼蚁不知所谓，笑你们古天神宗吃里扒外，是一条喂不饱的恶狗。无论你是什么境界，起码在这天罡境之内，你在我的面前没有任何张狂的资格。再敢聒噪一句，我便杀了你！哼！此前我与你们古天神宗就有过约定，你们保护我妹妹的安全，我给你们一些好处。如果没有我给你们的一道心得，起码也要很多年以后，你们古天神宗才能出现一位8品的医师。可对，我给了古渊2种涅槃丹的丹方，这样的东西，就算是一方圣地也要心动，愿意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你们古天神宗已经从我的身上得到了这么多，却依旧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如今还想要打我身上药王的主意。那么是不是说，如果我不将药王拿出来，你们还打算与我撕破脸皮强抢不成？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别忘了，你的妹妹还掌握在我们古天神宗的手中。不好！好一个古天神宗！你杀了功劳，拿了我的好处，却没有履行保护我妹妹的责任，竟然还敢拿我妹妹的性命来要挟我！哼！他死不足惜。如果刚才对我说出那句话的人是你，你也会死。你要去哪儿？我要带走我的妹妹，谁敢拦我，我就杀谁。至于我和你们古天神宗的合作，也到此为止。至于你们古天神宗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有朝一日我会亲自取回来。要变天了！这个轮回者当主，他就算是不愿意将银玉珠交出来，也不应该杀死功劳。这是对我们古天神宗的挑衅。宗主一开始的决定就是错的，根本就不应该与那轮回者合作，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呀！将轮回者拿下，不战！当我者死！拿下他，死活不论！那既然你们找死，那就怨不得我了。哥哥，跟我走，古天神宗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你放心，哥哥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听哥哥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只需要跟在我的身边，知道吗？杀！斩龙剑诀！楚尘，我奉劝你最好是束手就擒，否则死路一条。每一根剑矢都铭刻了破甲灵纹，就算你肉身强大，也必然会被破开防御。
此外，剑矢之上淬了破元散，中毒之后你的修为就会溃散，你没有任何的机会。哼，是吗？就凭你们这些垃圾，也想要杀我，简直就是让人笑掉大牙！一群不知所谓的蠢货！找死！神通之术，寻常弟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长老们来啦！楚尘，就算你的实力很强，也不该如此的肆意妄为。古天神宗还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哼，杀鸡屠狗而已。这好歹的东西，若非我们古天神宗庇护于你，你早就被诸圣地赶尽杀绝了。你不知道报恩也就罢了，竟然还肆意杀戮我们古天神宗的弟子与长老，你这种恶徒简直是十恶不赦！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除了你这恶徒，还这世界一个朗朗乾坤。哼，我见过不要脸的，但是能像你们这么不要脸的却并不多见。你们古天神宗从我的身上得到了什么好处？你们自己清楚。想要谋夺我的宝物与传承，何必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哼，这里也没外人呐，何不撕破脸皮说亮话？胡说八道，拿下你再说。斩龙剑！再来！长老被杀了！天哪，这怎么可能？他为何会这么强？这还是一个天罡境武者可以拥有的实力吗？你难道要赶尽杀绝吗？不惜代价也要将他留下。他杀了太上长老，又连杀了5大长老，这件事情若是要传出去，古天神宗颜面岂不是要扫地呀？我们足足有数百人，这么多人就算是堆，也能堆死他了。大家不要怕，他拼杀5大长老，肯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们将他拿下，就算是大功一件。将来的世间不会再有古天神宗。你们之中若有聪明人的话，最好就此脱离古天神宗，不然的话，将来会一起遭劫。楚尘，你太放肆了！你以为凭借你一个人可以和我们整个古天神宗抗衡吗？你很狂妄，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如今不光你要死，你的妹妹也会因为受到你的牵连而死在这儿。死的人只会是你们，即便我一个人独占你们所有人，又有何惧？所有人都给我出手！谁若能杀了楚尘，可直接成为真传弟子，得到宗门的最高传承。这是你们逼我的。原本我只是打算从这里杀出去而已。既然你们执意找死，那么我就屠尽你们所有人，灭了这座山门。哥哥，你不要管我了。我是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杀！又有援军来了吗？不是援军，是妖族的人杀过来了，是狐族的人。狐族，你们为何要闯入我们古天神宗的山门？族长有令，我等为轮回者而来。我们秦族早就说过了，轮回者是一个祸患。你们古天神宗当初非要不听，如今自食恶果了吧？轮回者必须死。今日来此，便为诛杀轮回者而来。轮回者，今日诸圣地与各大强族接邻，你必死无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都来了吗？你便是秦族圣主，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据我所知，仙儿是你的女儿，而过去在西玄之地的时候，我与她出生入死，救过她的命。哼，你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女儿不知道她自己的身世，受到了你的蛊惑，这笔账我还没跟你清算呢，你还好意思拿出这件事情来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对我做的这些事情，仙儿知道吗？哼，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
他若知道，也无法违背你的意志，这一点我明白。我所考虑的是，如果我杀了你，仙儿与我之间怕是要横上一道杀父之仇的隔阂了。你以为我说出仙儿是希望让你放我一马？哼，真是可笑。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将你放在眼里，上古秦族对于我而言不过垃圾而耳。哼，当年我可以镇压你们，如今依旧可以。谁能挡我？谁能阻我？你太狂妄了，纵然你再强，也终究只有一个人，不可能举世无敌。我见过你，上古圣心宗的传人。当初你带走了环儿，据我所知，上古圣心宗最为注重的就是心境的修炼。莫非要为了贪念谋夺我身上的宝物与秘密吗？我来此并非为了贪念，只因当年你我相见有过一面之缘，结下了因果。今日你的生亦或是死，都可以为这段因果画上一个结局。环儿在圣心宗可好？他很好，他是我们圣心宗最适合的传人。或许不久之后就会出世，行走于世间。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只要你能做到当初你当着我的面拐走环儿的事情，我就和你一笔勾销。若是你想要让我助你脱困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圣心宗不会参与尘世间的纷争，我们有着我们的使命。你的气质像是我的一位故人，梦如仙是你什么人？你认识我师尊？看来我猜的没错，既然你是梦如仙的弟子，那么我送你一个造化。只要你将我的妹妹带走，并承诺保护她的安全，那么我从天脉山中得到的药王可以送给你。好，我答应你。不过我回去之后要向师尊复命，你需要告诉我你过去的某一世与我师尊为故人。那么你是谁？王战。诸位，轮回者与我圣心宗之间曾有一段因果。圣心宗莫非想要带走他吗？并非如此，世人皆知我圣心宗讲究因果，那么既然与轮回者有过因果，自然就要偿还。我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恩怨，亦或是利益的争夺，只是带走他的妹妹。诸位是不打算给我师尊这个面子吗？你可以带走那个少女，但是轮回者不能走。哥哥，我不走。青儿听话，哥哥不会有事的。跟着这位姐姐去圣心宗，好好修炼。将来哥哥会去找你，我们一起去找父母，让我们一家人团聚。放心吧，这是哥哥对你的承诺。我相信圣心宗，也相信梦如仙。将来我会亲自去圣心宗的。这样的局面，你确定你能活下来？你若真能不死，期待你我的再次重逢。我叫袁欣然。我还没有给你起一个名字。曾经我持剑杀法为斩龙剑，那么这一世持你杀法，便名为断魂剑吧。你们不是想要杀我吗？谁先来？他就算是再强，终究只有一个人，怼死他！想要杀我，你们都给我去死吧！你们这些胆小懦弱之辈，不肯上前来吗？哼，无知的蠢货，你懂什么？我等是什么身份？岂是你能随意羞辱的？没错，如今的你不过是一头困兽而已，将你擒杀，一切都是定局。你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什么？放箭！斩龙擎天！啊！斩龙断魂！上主！掌控之术！
轮回无情。如此说来，我刚才进入了那种无情状态，就类似于一种看破轮回的无情之人吗？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该这样做。这是你的错。你确定是我的错？当然是你的错。当初最一开始，我们就不该听从你的建议，选择与轮回者合作。正是因为你这个愚蠢的决定，使得轮回者有了我们名义上的庇护，还通过我们古天神宗得到了进入天脉山的名额，藉此崛起。不然他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快。何必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说白了，如果不是你们为了药王生出贪念，合作可以持续下去，他会站在我们这边，横扫天罡域内的其他人族圣地与妖族强族。我是看错你们了，一群匹夫，不足与谋也。站住！你要去哪儿？自此以后，我不再是古天神宗的宗主，你们另请高明吧。古渊，你这是要叛宗吗？难道你忘记了当年的承诺？那份人情，我早就已经还了。你说好好的一柄通灵战剑，咋就被我用成了凶剑呢？这是要逼我血洗天下，让天下格局重新洗牌吗？青儿去了圣心宗，应该无恙吧？也不知道他是否见到了环儿。古渊，你一个人来此，不是来与我交手的吧？自然不是，我不是你的对手。那么你来此有什么目的呢？你要明白，古天神宗背信弃义，这里边也有你的责任。你来找我，就不怕我杀了你？我如今已经不是古天神宗的人了。哦，说吧，你来找我什么事啊？我希望你能对古天神宗网开一面。网开一面？我不过是一个天罡境的小武者而已啊！古天神宗战灵境以上的武者多不胜数，更有涅槃境的高手坐镇。你确定是让我对古天神宗网开一面吗？而不是让古天神宗对我网开一面吗？话虽如此，但我有一种感觉，你不会止步于天罡境。如果将来你止步于天罡境了，就当我没说。但如果你将来可以突破到战灵境，甚至是涅槃境，乃至是传说中的神灵境界，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给古天神宗留一条活路。哼，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当初你代表古天神宗答应我会保护我妹妹，但是结果呢？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天玄族派来的人还不知道会对我的妹妹做出什么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然后我拿出了一道心得，让你们古天神宗出了一位8品医师，我还给了你们古天神宗2种涅槃灵丹的丹方。结果呢？你们古天神宗的几个老家伙贪得无厌，总觉得我身上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彻底的撕破了虚伪的面孔，以数百人为杀于我。如此背信弃义、恬不知耻之人，我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凭什么给你面子，放过他们？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
以此来进行交易。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古天神宗的宗主了，但当年的时候，古天神宗的上代宗主救过我的性命。